我出生那天，渣爹偷养在外面的外室也生了个女儿，他还想让私生女顶替我成为侯府千金，于是暗中下令让产婆掐死我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夫人快使劲，马上能看到孩子的头了。夫人是个女儿，但是孩子没气息了，是个死婴，大抵是产程太久，孩子窒息了。死婴？我不信，快抱过来给我瞧瞧。夫人，别看了，这一看，这辈子都忘不了，永远也走不出来。我对不起远泽，对不起侯府，老太太每日在小佛堂祈福，就为了孩子平安。远泽，侯府，陆远泽。忠勇侯陆家夫人生了3儿1女，幼女早夭，侯夫人自以为婚姻幸福，婆媳和睦，殊不知这从头至尾就是一场惊天骗局。哦，我就是那夭折的女婴，出生就等于死。夫人，死婴不入祖坟，奴婢便带下去处理了吧，免得夫人看了伤怀。死婴，你才是死婴，你全家都是死婴，我还喘气儿呢，娘亲。哎，我幻听了吗？这屋子里哪有小孩子？我的亲娘咧，我还有救呢，快捂死我了！等等，把孩子抱过来给我瞧瞧。登之，快把孩子抱过来。夫人您快躺着，奴婢去抱。您刚九死一生，可不能乱动。他将孩子抱进怀里，一低头，便瞧见小小姐满脸青紫，脖子下面满是青紫。夫人，小小姐还活着。我堂堂修真界女帝命苦啊，刚出生就被掐脖子，嗨，最可怕的不是掐脖子，而是全家灭门。现在不死，迟早也是个死啊！呆，命比黄连苦。该死的东西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，竟敢对孩子下手？拖下去，审，给我好好的审。2人鬼哭狼嚎的被拖下去了。我可怜的女儿，一出生就差点嘎了，是娘不好。娘亲真是大美人，好好看，娘亲贴贴。我听到的声音真的是幻听吗？幸好娘救了我，不然你就要养对头的女儿了。然后被他活活气死，娘产下死婴，便得了心病，侯爷便将女主抱回家，养在他膝下。谋反的证据也是女主栽赃给许家的，也是他捅了许氏最深的一刀。许氏只隐约听得对头的女儿活活气死。老爷怎么还未回来？刚发作时便着人请老爷了，老爷最疼夫人，只怕是被正事绊住了脚。你说的是，老爷兴许被要事耽误了。咱们小小姐来陆家可是享福的命呢，侯爷与夫人恩爱万分，婆媳和睦，就连陆家小姑奶奶那般高傲的人，对夫人亦是真心相待。骗子，骗子，爹爹是骗子。他一直欺骗娘亲呢，娘好可怜。爹爹他是坏蛋，他在青雨巷最角落的院子里等外室生孩子呢。青雨巷等外室生孩子，他在府中九死一生，他在等外室生子。他的心上人正在给他生孩子呢。今日几乎推翻了他所有的认知。女儿出生被掐，他能听到女儿的心声，以及他的相公正在等外室生孩子。夫人您怎么了？是不是身子冷？怎么全身都在抖？让乳母过来给孩子喂奶。乳母是事先备好的，统共3个乳母。不过让人诧异的是，孩子又是吐奶又是渴，吓得几个乳母跪在地上。夫人啦，小小姐不知为何不肯吃奴婢的奶。嗨，羊奶牛奶，我不要人的。拿羊奶牛奶试试。登之立马吩咐下人去准备。没一会儿，孩子抱到隔间。小小姐喝了10几勺，一边吃一边打瞌睡，这会儿睡过去了。登之，我能信任的人只有你了。夫人您怎么了？你找2个信得过之人去青雨巷探一探，老爷可在那里，不要声张，不要被人发现。夫人放心，奴婢乔装打扮一番，亲自带人去看看。许氏一直哭坐到傍晚，都不曾等来陆远泽，心头的凉意越发深。娘，我回来了，妹妹呢？三公子，小小姐还在睡觉呢，别吵醒了她。三公子陆元宵，人如其名，元宵节所生，性子有些顽劣，不爱念书，喜爱吃吃喝喝。那我小声点儿，小爷的妹妹呢？娘，您辛苦了，您脸色怎么这么差？今日累得些，
好好休养并无碍。你今日怎么回来的这般早？你又逃课了？反正祖母护着我，爹不敢打。元宵本就不爱看书。元宵，你该学着懂事些了，或许你爹爹会更疼爱你一些。不看书，死都不看。看书是绝不可能的呀！是我那大怨种三哥呀，长得虎头虎脑的，还怪可爱的呀。这可真是天选之子，我好像能听到妹妹的心声咧。可怜我三哥，真的好惨呐！从小被人恶意引导，被人刻意惯坏，不爱读书，是个令渣爹不喜、令侯府蒙羞的蠢蛋。明明是侯府之子，却大字不识，丢脸丢遍全京城。哎，三哥看着就不太聪明的样子，难怪最后死的那般惨。我死得惨，我那三个哥哥一个比一个死得惨。怎么了？我要回房，我要回去读书，我这就回去把书读烂。呜，太惨了，我真的太惨了。夫人，咱家小少爷懂事了呢，老爷知晓一定开心。渣爹在外面偷养外室，生了个儿子后又生了个女儿，他还想让私生女顶替我成为侯府千金。夫人料事如神，那青雨巷中，奴婢去时，老爷正好扶着一个裹得严实的女人上马车，怀中还抱着个刚出生的婴儿。哎呀，看来我没被掐死，两个婆子被抓，他们怕出意外，转移阵地了。你可看清楚了，当真是侯爷。奴婢听他喊陆老，奴婢装作租赁房屋的模样，听隔壁住户说，他们已经在此处住了多年，一直以夫妻相称，两人极其恩爱。陆侯爷担心他受委屈，还亲自买了礼物去各家登门，拜托大家多照顾他。漂亮娘亲咱不哭，不为渣男掉眼泪呀，好心疼娘亲。哼，这么美的娘，渣男是瞎眼了呀。那个姑娘姓什么？奴婢只听说姓裴，素日里侯爷唤她娇娇，兴许是她小名。娇娇。前些年中秋，家中团聚，多喝了一杯，夜里陆远则梦中便喊了一声娇娇。娘亲，你快别哭了，你娘家那棵歪脖子树下藏了当今圣上的八字，许家被搜家，歪脖子树下查出大逆不道之物，大舅舅一人顶罪，被斩首示众，这也是许家落魄的开始。当年陆远则求娶，家中父兄不同意，他强硬要嫁，才成了这门亲事。这些年因为陆远则不喜，他便有意疏远娘家，生怕惹了陆远则不悦。当今圣上最厌恶巫蛊之术，若从许家搜查出来，就说我月子里想吃娘亲手做的参汤，你偷偷去挖出来，不要被任何人瞧见，将树下的东西取出来，将这血书放进去，不要被任何人发现端倪，那东西取出来立马回府。夫人放心，奴婢亲自安排。直到第二日清晨，陆侯爷才满面疲惫，匆匆回府。云娘，都怨我昨夜朝中有要事，忙得彻夜未眠，未能及时赶回，委屈云娘了。呦，我这便宜渣爹，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，难怪哄得外室等他10几年。这便是咱们的小女儿吧？哎呀，快来爹爹抱抱，这可是咱家是啊，是咱陆家唯一的女儿。这眉眼像你，嘴巴像我，前面3个你都没抱过，这个你倒是肯抱了。儿子可不能惯着，女儿不一样嘛。哼，漂亮娘亲，他又骗你，他对哥哥们陆远则是变了心，他对儿子做了什么？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秘密吗？孩子的名字可起好了？老爷可关心夫人这一胎呢？孩子还未出生，就在书房彻夜想眠了。老爷可是把诗经翻了个遍。多嘴！明明老爷翻名字都翻了3天啊！本想给你个惊喜，却让这蠢货捅出来了。她可是咱陆家盼了许久而来的女儿，又是早上所生，不如叫陆昭昭吧。昭为臣，代表着希望。陆远则啊，陆远则，书房内压着厚厚的一沓白纸，上面写满了名字：陆景瑶、高山景行、瑶花奇树，一听就容貌出尘，聪慧过人，万千宠爱。陆之约，知书达理，鸢飞鱼跃，每一个名字都是精挑细选，在上面赋予着所有的期待和祝福。
而我的女儿只得了一个朝阳。呀呀呀！我要叫昭昭，我喜欢叫昭昭。娘亲娘亲，我想要叫陆昭昭。瞧瞧他这乐乎样儿，就叫昭昭吧。对。娘亲不怕，昭昭保护你。昭昭超级厉害，可厉害了。娘亲不怕，昭昭保护你。昭昭超级厉害，可厉害了。芸娘，这段时日辛苦你了。朝中事情多，我这个月大概会有些忙碌。每每他露出这般神色，我都会劝他顾全大局，不要拘于儿女情长。谁知道他的时间都留给了外室呢？我的贤惠反倒捅了自己一刀。你我夫妻一体，我怎会怪你呢？就是委屈咱们的昭昭了。说起来，陆昭昭与陆景瑶同一天出生，都是昨日出生。景瑶出生时全身红彤彤的，大抵是没长开，皮肤皱巴巴的，哭声像只小梦。陆昭昭生的白白胖胖，肌肤似雪，就连眉毛和睫毛都长而浓密，一双眸子亮晶晶的，也不怕生，当真是冰雪可人。不，他的景瑶是不一样的，委屈咱家昭昭了，爹爹给昭昭赔个不是，那爹爹就将温泉山庄送给昭昭，就当爹爹的赔罪啊。还不快谢谢你爹，温泉山庄周围还有上百亩地呢，爹爹这可是大手笔啊，都归你这个小家伙了。只打算给温泉山庄的，这本是送给景瑶的，看来得换个礼物了。哇哇，这院中爹爹好有钱哦，本宝宝给你送份大礼。怎么感觉到身上一热乎乎的？呆，尿了，小小姐尿了。侯爷，快去换身衣裳吧。短体。活该，这么美貌的娘亲都不爱，活该，让你欺负娘亲。去看看侯爷去哪了。没一会儿便回来禀报，去了德善堂。侯爷走时还带着老夫人的佛珠，听说老夫人心情极好，赏给侯爷的。这佛珠侯爷定是留给大少爷的。中永侯府有个禁忌，那便是长子陆晏殊生来聪慧，可9岁那年，长子落水变成了痴儿，如今被关在府中，连屎尿都无法自理，成了府中的禁忌和逆鳞。许是当年去老夫人手中求佛珠，老夫人直言那是晏殊的命，他跪了3天3夜也没求到。我出生那天，渣爹偷养在外面的外室也生了个女儿，他还想让私生女顶替我成为侯府千金。夜里登之便回来，夫人哆哆嗦嗦便从怀里掏出白布包裹着的小木雕。哎呀，这不就是害死大舅舅的巫蛊之术吗？门外有人守着，夫人放心。许氏仔细看着木雕，木雕似乎被鲜血浸泡过，带着几分森然的气息，背后刻着生辰8字。这字迹，这是大老爷的笔记，大老爷教了我，我教了陆远泽。夫人会模仿字迹之人众多，或许是误会。明明当年是他陆远泽亲自来求娶自己的。唉，娘亲，你现在可不能垮下呀！你若垮了，咱们就死定了。去拿个火盆来，让人去看看晏殊，别让人欺负了去。奴婢每日都去敲打了下人，您放心。坐月子期间，陆远泽一次也不曾归家。满月宴的日子可定好了？定好了，已经去德善堂和侯爷都送了消息，只是老夫人好似皱着眉头，想要改。正说着，便听得门外来报，老夫人身边的林嬷嬷来了。忽然，老太太近段时日身子不适，侯爷朝中也忙碌，这满月宴不如改个日子，等百日再办。哼，骗子！爹爹想去参加陆景瑶的满月宴，娘亲不要被骗了。麻烦嬷嬷回禀母亲，我啊，只得昭昭这么一个女儿，断然不能委屈了她。早些日子便让人请了长公主来给孩子添福，只怕到时候不好回绝。我啊，只得昭昭这么一个女儿，断然不能委屈了她。早些日子便让人请了长公主来给孩子添福，只怕到时候不好回绝。这还是第一次被夫人拒绝，奴婢便回去禀报老夫人，想来老夫人也能撑一撑的。当天夜里，许久不曾归家的侯爷也回来了。你怎么将日子定在了3月初6？那日是景瑶的满月宴。侯爷1月未归，回来就指责我，芸娘只是想替夫君谋划，特意请了长公主过府，怎么就成坏事了呢？我们夫妻一体，只是想帮衬侯爷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是什么人，侯爷还不清楚？便是撑着病体，都要孝顺婆母，照顾小姑子。进门10几年，芸娘可有胡闹过？表妹再温柔，可惜家世不如许氏。芸娘，我哪有埋怨你的意思？
你我少年夫妻，你最懂我，也最体贴我。那3月初6，侯爷可一定要回来啊！大哥可能也会赶回京。完了完了，许家就是3月初6被搜出巫蛊之物的。哎呀呀，我要劈死这群坏东西！这次大哥回来，又该升迁了吧？我一个妇道人家，哪里懂这些？大哥在边关做官，边关艰辛又多战乱，都是拿命换回来的升迁。咱们昭昭是个有福气的，听说北边连年大旱，眼瞅着要逃荒呢。昭昭出生那日就下雨了。陆远则轻轻应了一声，眼神看向门外，不知在想什么。3月初6，陆昭昭满月宴。昭昭小姐似乎也知道今儿是她的好日子呢，大早上就乐呵得很。抢了女主的满月宴，开心开心。今儿人多，万万看好昭昭。是，夫人。夫人，前院来宾客了，老夫人请您过去呢。老夫人也真是，昭昭小姐都满月了，也不来看一眼。行了，这等话出了听风院，便不可再提。嫂子，你终于出月子了，婉姨好想你啊！你生产婉姨都不曾赶回来，婉姨心里难受。你们姑嫂2人可真是少有的亲近。长嫂进门时，婉姨才2岁，说句长嫂如母也不为过的。婉姨自然亲近嫂子，至少婉姨对我还是真的。大哥怎还未回来？今日可是小侄女的满月宴，误了时辰，我可不饶他。母亲，我这身子啊不争气，你月子里老身都不敢来探望，生怕过了病气给你，怎么受了这般多？可是下人没尽心伺候。母亲，您可别吓着这些丫头，她们尽心着呢。芸娘啊，自个儿吃不下。相公在外面守着外室生孩子，我怎么睡得好，吃得下呢？哼，快到吉时，可不能误了昭昭。怎么侯爷还未回来？待我回宫，可得好好与皇兄说道说道。今儿这等大事，可别耽误小昭昭的吉时。老夫人眉头跳了跳，没一会儿便瞧见侯爷匆忙回府，让众位久等了。小女满月，刻意让人去寻了南阳夜明珠，这才耽误了些时辰。让众位久等了。小女满月，刻意让人去寻了南阳夜明珠，这才耽误了些时辰。南阳夜明珠，这可是好东西。皇兄前年得了1颗，赏给太子当小夜灯了呢。比不得陛下那颗。快将小小姐抱出来吧。大爷，这丫头可比前面3个都生得好，这就是梦寐以求的梦中闺女啊。那爹爹给你寻来的夜明珠可喜欢？夜明珠给陆景瑶送了12颗夜明珠做成的头面，送了1颗边角料给我。哼，别人不要的我也不要，小气巴拉的渣爹我才不要别人剩下的。许氏听得这句心声，嘴角的笑容缓缓一滞。陆侯爷可要再上点心，咱家小昭昭啊，可看不上这东西。本宫喜欢昭昭，与昭昭投缘，若得空带昭昭来长公主住几日。是，等天暖和起来，一定登门。太子殿下到。殿下怎么来了？姑姑来参加满月宴，承喜正好出宫，顺路来看看。陛下对陆家不冷不热，若是能搭上太子。许氏上前对太子行了一礼。许夫人快起来吧，本宫恰好经过陆家，瞧见办满月宴，来讨几分喜气。快将昭昭抱过来呀！是太子啊，出生天象异变，生来早慧的小太子呀。只可惜命不好，全都是为他人做嫁衣。我听见了什么？听见婴儿的心声了。你倒是说完啊！什么？本宫怎么了？我听见了什么？听见婴儿的心声了。你倒是说完啊！什么？本宫怎么了？太子殿下，小小姐大概是困了。看来要经常找这个小妹妹了。今日恰好经过，未曾带贺礼，便将此物送给小昭昭做满月贺礼吧。我连太子的大腿都没抱上，陆昭昭竟然得到太子青睐了。待小女谢过殿下。陆昭昭的满月宴办得极为盛大，许氏还灾去施粥3日，为她祈福。夜里宾客散尽，昭昭才满月，你办得这般盛大，这般招摇，当心折了他的福气。侯爷此话怎讲？昭昭乃中永侯府唯一的嫡女，是我许家唯一的外孙女，堂堂正正的嫡女，又不是那等肮脏的私生子，风风光光办场满月酒怎么了？肮脏的私生子，要不是看你还有用，我会忍你。
我不是怨你，只是怕侯府太过招摇，引得陛下不悦。陆远则不由想起同样满月的陆景瑶。同样是我的女儿，同样是满月宴，陆昭昭风风光光，盛大又奢靡，而陆景瑶却躲在小宅子里，连满月宴都不敢办，委屈我的景瑶了。前面3个哥哥都是简办，只怕是外头那个女人不乐意。深夜，夫人，侯爷出门了。今儿满月酒，他一日未归，定要回去哄哄心上人吧。唉，夫人，出事了！出了什么事？慌慌张张当新冲撞的小小姐。许家出事了，方才禁军统领带着人将许家包围起来，说是许家包藏祸心，府中藏有谋逆之物，此刻将许家严加看管，所有人不得进出。此话一出，满室皆惊。女儿所言成了真。夫人，没事的，差一点，只差一点，许家就完了。幸好我听到了昭昭的心声，昭昭就是上天赐给我的宝贝。残废了20年的大哥被渣女退婚，娘亲听见我的心声后果断同意，殊不知全家的好运才刚刚开始。一直到天色渐明，侯爷回来了吗？侯爷彻夜未归。夫人，打听出来了，昨夜禁军将许家翻了个底朝天，在夫人闺房外的那棵歪脖子树下挖出了血书，这会许老爷子已经跪在御书房门外听审了。夫人，江家来人了。江家那是与长子陆晏殊定亲的人家，江家这个时候来人，只怕没好事。当年晏殊公子颇有才名，还是他们自己上门定下的娃娃亲。把昭昭抱着吧。许妹妹，许久未见，你满月酒姐姐都不曾来，当真是愧疚。当年我真是看好陆晏殊，谁知道成了个残废，不能自理，还会发狂，拖了这么多年，如今许家也下了狱，我也没了顾忌。咱们2家亲如一家，都是一家人，我哪能怪江家？许妹妹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晏殊的亲事只怕要作罢。晏殊如今不人不鬼的活着，他配不得我的云锦。云锦贵为江家嫡女，怎能嫁给一个残废？这门亲事早就该退了。许氏气得胸口生疼。晏殊落水，难道不是为了云锦？我家云锦贵为嫡女，怎能嫁残废？再说云锦也没让他救，他自己跳下去的，这亲早就该退了，害我儿担个臭名声。你家那残废就别祸害好人家的姑娘了，丧不丧良心？他发起疯不顾后果，就该关一辈子，娶什么妻啊？和他定了亲，我儿都嫌渡人，那都是不光彩的过去。这亲事你不退也得退，这亲事你不退也得退。哼，退亲我不同意。晏殊因他成了残疾，江家却想撇下晏殊。退！漂亮娘亲快退！她可害惨我大哥哥了。她嫁给大哥哥后，偷偷打大哥哥，让大哥哥学狗叫，让大哥哥钻胯，还让大哥哥喝尿，还带人回家，让大哥哥看他和别人睡觉。大哥哥被活活气死了。我的孩子到底遭了多少罪？许妹妹，咱都是体面人，男人还同朝为官呢，结亲不成，总不能结仇的。乔许是那样，有什么可高贵的？等你娘家倒了，大儿子又是个残疾，二儿子是个纨绔子弟，三儿子不通文墨，你就是全京城里的笑话。唯一的小女儿似乎还不得侯爷喜欢，子孙后代不争气，众世家都等着看他的笑话呢。退亲，但不是你江家退我晏殊的亲，是晏殊退江家云锦的亲。我儿晏殊上对得起天，下对得起任何人，为救将云锦葬送了自己的一生，我儿无愧于心。江家欺辱我儿，落井下石，不配嫁给晏殊为妻。我陆家要退江云锦的亲。好，娘亲干得漂亮，江家会有报应的。没想到向来柔弱的许氏竟是如此果断，可此事江家理亏，我也不愿女儿留下忘恩负义的污名。但比起这，更重要的是退婚，退了婚才有选择的余地。许时云，你啊，就守着你那残疾儿子过吧，我家云锦、陆晏殊不配。衣冠禽兽的渣爹白天找外室打扑克，老天都看不下去这荒唐的场面，降下神雷，渣爹和外室被批，遭附近的居民疯狂围观。夫人，侯爷说他既然救了江姑娘，就不该谢恩以报，这是晏殊的命，怪不得别人。许氏生生吐出一口血，吓得丫鬟面无人色。
哼，渣爹拿我哥哥的前途博自己的美名，劈死他！怎么不劈死他？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劈他！劈他！晴朗的天空乌云密布。哎呀，夫人，城北起火了，外面都喊劈到人了。你偷偷去打听打听，是谁家被劈了？怎么感觉这雷是我女儿招来的？不会真劈中了那个禽兽吧？是，奴婢这就去。江家真是忘恩负义，明明当年大公子是为了救江云锦落水，如今他却要退亲。若不是大公子，他早死了。狼心狗肺，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，还不是看许家出事，落井下石。世人逐利罢了。我恨的是陆远泽那一句，那是晏殊的命。夫人，狱中已经打点妥当，老夫人受了些惊，奴婢送了药过去，没什么大碍。老爷让您别担心，他心里有数，在狱中待几日，对许家来说或许是好事。老夫人和众位夫人听到您派人去打点，都高兴得落泪呢。我竟然为了陆远泽与娘家决裂，幸亏有了昭昭，我才看清现实。等此事过去，我一定要回娘家看看。夫人，这雷还真劈到人了，是城北平安巷的一处宅子，说是男主人被劈了。1个月前，有人一掷千金买下宅子，那位夫人生得柔媚动人，好似刚出月子，女儿才40天，与咱们小小姐同年同月同日生，还有个长子，听说读书极其厉害，在京中颇有才名。什么？竟然还有个长子？多大了？听说那家大公子17岁，他和晏殊公子同岁，今年亦是17。说来还有些巧，那个公子也姓陆，17岁，竟然17岁。夫人，不一定是侯爷。这话登之自己都心虚。他到底为什么要如此待我？我为了他与娘家决裂，为了他洗手做羹汤，为他敬婆母，为他养府中弟妹，他为什么要如此待我？或许从一开始，这就是一场骗局。夫人，这不是您的错，是他负了您，犯不着气伤自己的身子，这是上天都看不过眼呢，也知道夫人心里的委屈，只怕被劈的就是侯爷，上天开眼了，给夫人出气呢。昨儿那雷也劈得巧，那狐妹子刚出月子，便急着勾男人，神雷降下，正好把两人劈在床上。这白条条的身子，啥也没穿，都劈黑了。街坊邻居进去时，那狐狸精捂着脸尖叫呢。这么巧，这次丢大脸了，活该。夫人，侯爷回府，这会去了德善堂，请您过去，带着昭昭过去看看吧。呀，一股烧糊了的味道。好大一颗卤蛋！怎么还不进来？站在风口做什么？侯爷这是怎么了？头发呢？这是遇上鬼剃头了？我娘真会扎心窝子，干得漂亮！当个受气包，不如发疯气全家。平安巷失火，进去救人，被烧了头发，没什么大事。我给陛下递了折子，这段10日在府中歇息。臭人，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。老爷也在平安巷，真是巧了。妾身听说平安巷有人被雷劈，据说那对男女白日熏银，劈得浑身光秃秃的，让人看了个精光。老爷就火的，难道正好是那家？据说那对男女白日熏银，劈得浑身光秃秃的，让人看了个精光。老爷就火的，难道正好是那家？陆远则听得脸色铁青。你一个妇道人家，听那些做什么？满京都在传，妾身不过是听个笑话罢了。嘿嘿嘿嘿，他和外室被劈，两人光屁这被人看光了，不敢回去。现在满城都在找他呢。可惜的是，他跑的时候捂着脑袋，没人看见他的脸。你呀，就在府上多伺候着远泽，他一年到头为了侯府劳累，难得歇息。女人家不会伺候男人有什么用？你娘家那里不许去接触，搞不好是什么砍头的罪名。侯爷觉得呢？我自然心疼岳父受罪，但陛下震怒，谁也不敢夺权，我只能尽力保全侯府。云娘，你是个懂事的，莫要害了侯府。晏殊那里你也别伤怀，晏殊命不好，江姑娘在京中颇有才名，总不好耽误了江姑娘。耽误？当年晏殊为了救她，体力不支落水，她被救后反倒躲进了假山，耽误晏殊。晏殊被救起来时已经没了气，险险救活，也伤了脑子，人也成了残疾。侯爷，晏殊多么聪慧的孩子，你怎能说出这种话？他当年金才艳艳，满京谁不称赞他？小姑娘落水不是故意的，
他躲起来也是害怕。晏殊的事已成定决，难不成还为了此事与同僚生间隙？芸娘，我在朝堂上举步维艰，你也替我想想。谁也没资格替晏殊说原谅，谁说原谅，谁也去池子里溺着，跟我儿一样的处境才能感同身受。胳膊肘往外拐的渣子，你亲儿子不护，还替别人说话。陆远则只觉温柔贤淑的夫人变了，不再事事以他为尊。想来这段时日冷落他，心里存着怯，故意要引起我的注意呢。好，芸娘不原谅便不原谅。没一会儿，许氏便以昭昭喂奶为由转身离开。非要你过去，出了这么大的丑，现在可好，乖孙可吓着了。大公子还在府上躺着呢，他们倒好，还记挂着外头的。慎言，小公子呢？今日休息，小公子必然在听兰院看书呢。我那好哥哥正在干好事呢。走在门外，就能听见压抑的窸窸窣窣的声音。开大，大！要死啊！吓着小爷要你们好看，是谁找死呢？当心爷，娘亲！你若不是昭昭，我到底要被瞒多久？小少爷，您糊涂啊！赌多久了？娘，是儿子错了，儿子只学了3日。你贪玩好耍，顽劣不堪，娘念你年幼，从不与你计较。可你小年纪，怎能沾惹赌博？这害人的东西，你怎么敢？到底谁教你的？夫人是青羽和青颜。那日小公子兴致勃勃回来念书，一直到深夜颇有些劳累，青羽便以放松为由教小公子赌。青颜说小赌怡情，大赌伤身，又不赌钱，只是放松玩玩。小的劝慰公子，青羽青颜哄骗公子，把奴才绑了起来。来人，把这2个被煮的东西杖毙，以儆效尤，让全府下人看完全程方可离开。陆元宵想求情，3岁起，这2个书童便跟着他，已经是不可缺少的玩伴。这俩人一点也不无辜啊，从小就带着使命来三哥身边，一切只为了养废他，带他赌博，带他逃学，带他辱骂夫子，把三哥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啊！陆元宵愣住，仿佛傻了，听得这话，嘴边的求饶瞬间咽了下去。青叔，这次你做得很好，从本月起，月银翻倍，替我好好看着元宵。外面吵吵闹闹成何体统？许是怎么管家的？越发不像话，还说是什么京都名流之女，瞧着也就那么回事。当年我儿在他府上跪了3天3夜，还说什么下嫁。如今啊，许家全族都下了狱。老夫人，听说是三公子跟前的书童犯了错，这会让全院下人关刑呢。奴婢记得那2个小厮似乎从德善堂出去的，这不是大德善堂的脸吗？全家偷听我心声后杀疯了，我负责吃奶。你这是胡闹什么？他们犯了什么错就要杖责？世家大族便是这般罔顾人命吗？老夫人，这2畜生竟然欺上瞒下，带着萧干去赌，把萧干引入歧途。他们是从德善堂出来的，又是母亲精心挑选，只怕故意欺瞒母亲。若不杖责以儆效尤，岂不是人人都能欺瞒您？这不知道的还误会您故意教坏孙儿呢。老夫人救命！是赔！老夫人跟前的2个嬷嬷猛地上前堵住了2个书童的嘴。这2个书童是陆远泽的外室裴娇娇送的，今日所有人睁大眼睛看着，看看被主是什么下场。那2个书童血乎乎的倒在地上，一片血色。这次杖毙不只是杖书童，好似也打在了他身上。老夫人，咱们先回去吧。吃着我的饭，砸着我的碗，你若想死，我也不拦着。娘亲威武，娘亲好厉害。娘，孩儿我知道错了，是娘对你关注太少，让人钻了空子。哎，父亲养外室，外室的儿女聪慧伶俐，三哥就是纨绔，不思进取，三哥不争气呀。养什么？父亲养外室。养什么？父亲养外室。陆元宵顿了顿，不留痕迹地打量母亲。母亲不知何时憔悴了许多，脸上也许久不见笑容了。母亲生下昭昭2个月，父亲竟然一次也不曾留宿院中，甚至连外祖父被抄家，他也不曾归家。
听到昭昭心声后，陆元宵幡然醒悟，坐下认真研读。老夫人观刑后受惊，夜里就发起高热。陆远则兴冲冲来问罪，许氏问他元宵误入歧途重要，还是照顾老夫人面子重要？陆远则一怒之下夺了他的管家权。次日清早，夫人，宫里来人了，让你进宫呢。芸娘到底何事要进宫啊？妾身还在禁足，侯爷去吧。芸娘，我不是怪罪你，母亲以为你敲打她，将她吓着了。父亲年轻时征战四方，母亲辛辛苦苦将我们拉扯大。父亲死后，他更是一人撑起这个家，你就不能理解一下母亲？芸娘，你是善解人意的女子，怎能如此不孝？你我夫妻一体，我拿芸娘当自己人，昨日才口不择言，还望芸娘莫怪。以前许氏格外吃这一套。哈，你母亲吃苦，跟我娘有什么关系？她的苦又不是我娘造成的，孝心外包，可真孝啊！爹娘辛苦将我养大，如今全家下狱，侯爷劝我撇清关系，这又是什么孝呢？知晓你心里有气，明日我便托人去打点。许氏也没说话，只梳洗片刻，便出去接旨。全家听我心声，命运被改写，好运接连不断。大舅任命尚书令，娘亲封为3品诰命。大小姐驾到，通通闪开！侯爷便在宫外候着吧，无诏不得进宫，将陆家小姑娘带着吧。长公主念叨许久，惦记着呢。连只有40天的陆昭昭都受邀进宫了。哟嚯，渣爹活该！劳烦公公照看昭昭。御书房内气氛压抑，臣妇拜见陛下，请中用侯夫人提笔写几个字吧。片刻，许氏放下笔，重新跪了下去。宣平帝瞧见纸上8个大字，沉默良久。陛下，老臣认。好一个海晏和亲，万象升平。老太傅，朕冤枉你了。你许家对北昭忠心耿耿，世代忠良，就连府中女儿亦是为北昭奉献一切。这举报许家之人，当真其心可诛。这便是从许家挖出来的东西。许老太爷看着那字字泣血，愣了愣。这上面是鲜血抄写的佛经，可见虔诚。以及那句愿以30年寿命，祈求北昭国泰平安，愿陛下平安康泰，福寿绵长。最角落还签了许家所有子孙的名字。幸好我会全家笔记一事，连陆远泽也不曾说。若不是提前换下木偶，只怕今日许家必定血溅3尺。臣妇虽是女儿身，但自幼得爹娘教诲，许家儿女以报效朝廷为己任，许家全族皆以此为信念。许爱卿，你们教出了个好女儿、好子孙啊，委屈许爱卿了。许家对北昭忠心耿耿，天地可见。来人啊，赐许爱卿尚书令一职，即日上任。臣定不负陛下期望。好，许氏虽为闺阁妇人，但其心系北昭，封以3品诰命。你指吧。啊哈哈哈！渣爹混了36年，靠着先是语音才得个4品官，我娘3品了，要气死渣爹！御书房内的许一婷双眼少有的迷茫。产生幻听了。许家人退出了御书房。10年不孕的长公主被我赐子，生10个8个都给你赐，从此公主儿孙满堂。爹爹，大哥，你们受苦了，18年啊！我拒绝娘家18年了。别哭，刚出月子，哭了以后眼睛疼。这便是昭昭吧？对，这是昭昭，出生40天，还是个奶娃娃呢。外祖父、大舅舅，果然老了，都幻听了。命定的结局，外祖父要撞死在御书房，大舅舅一人挑起全家罪责，斩首示众。真好，外祖父活着，大舅舅也活着，大舅舅还升官了。2个大男人眼皮子直跳。老太爷他打算以死明志，没告诉任何人。许一婷他打算一人扛起罪责，也没告诉任何人。只可惜我外祖母要死了，本就年迈，又在牢中搓磨一回，整日提心吊胆，怕是快撑不住了。妹妹，你母亲和族中长辈还在牢中，我先将他们接出来。我明日便登门。今日长公主要见昭昭，妹妹便不与哥哥去接母亲了。我来之前带了大夫，你带大夫同去吧。许一婷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只觉妹妹今日有备而来。进了坤宁宫，快给哀家看看，到底多好看的女娃，生的可真好。小心娘娘，我亲到了世界上最高贵的女人。不碍事，不碍事，哀家无事。
我亲到了世界上最高贵的女人。不碍事，不碍事，哀家无事。这便是儿臣的梦中闺女啊！你呀，就放宽心，若生下孩子，便去母留子，养在跟前与亲生没有两样。哀家知晓你与驸马伉俪情深，可你膝下无子，驸马又能等你多少年？小昭昭眼珠子滴溜滴溜的看着长公主，你也觉得姑姑生不了吗？哎呀，生孩子多简单，回去我就给你赐个孩子，你想男孩女孩？我这闺女生气的时候能用为批人，还能给人赐孩子。你说姑姑能生，母后昭昭都说我能生，再给儿臣3个月吧。3个月后，若儿臣依然没怀孕，便给他纳妾，一切都依母后做主。太后呆呆地看着他。这俩人对话的极其丝滑，丝毫没明白他是怎么和2个月婴儿交流的。依你便是3个月后再不得推脱。生10个8个都给你赐。长公主殿下，昭昭还是个孩子，什么也不懂，这当不得真。长公主成婚10几年，看过无数太医，都不曾有孕。若3个月内没怀上，怪昭昭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本宫明白。这孩子讨喜，又是头一回进宫，哀家可得赏点东西。太后大手一挥，便赏了无数珠宝头面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金子是真的吗？我怎么生出个财迷？没牙的小东西，竟然抢我狗饭，不要脸！哎呀，我的狗毛！芸娘，岳父一家怎么处于了？说完，四世觉得语气不对，忙补一句：下午我联合了几位大臣，想要替岳父说情，这求情书还未呈上去，岳父便归家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圣上误会许家，给大哥加官进爵了。果然发现陆远泽眼中闪过一抹憎恶。不知谁举报，许家歪脖子大柳树下有巫蛊之物，哪有什么巫蛊之术，只有许家的爱国之心，里面埋的呀。许氏卖了个关子。埋着什么？埋着许家为朝廷愿意奉献一切的忠心呀。咱们还得感谢举报人呢，否则许家哪有这造化？大老爷升任正2品，这可比老太爷升迁还快。许家呀，又要重新起来了。真是好造化。还不止这场造化呢，咱们夫人得陛下嘉奖，赐3品诰命，明日一早圣旨就下来了。这次陆远泽眼睛都红了。侯爷在朝堂上走动，芸娘也不能拖后腿啊。他嫉妒了，他嫉妒了！岳父比他门第高，连媳妇都比他品级高，哈哈哈哈！他嫉妒的眼睛都红了，软饭硬吃的渣男，活该！芸娘心性纯良，贤良大度，诰命之身是芸娘该得的。倒是我无用，不能给芸娘挣一个诰命回来。当年父亲也曾为母亲请封诰命，却被陛下拒了。如今他就像被扇了响亮的一巴掌。爹娘出狱，大哥升任，明日我想回府一趟。何该上门道贺？渣爹要气死了！偷鸡不成蚀把米，给许家送场大鸡圆，活该活该！陆远泽刚走没多久，陆婉仪便亲自将管家权送了上来。嫂子，你终于回府了，这管家权不是我争的，是大哥强行塞来的。我怎会怪你？咱俩亲如母女，我还不知你为人。大哥不分青红皂白，怪罪嫂子，回头我找他算账。他若敢欺负你，我便不认他这个大哥。这陆家大概只有婉仪对我真心了吧？你大哥心里真的有我吗？大嫂，我大哥虽然混账了一些，但对你可是真心的。当年他在许家门前跪了3天3夜才取回来的宝贝疙瘩呢。你瞧瞧这么多年，他身边一个阴烟影都没有，这全京城都知晓他的痴情。他要是胡来，我头一个不答应。我可是嫂子的贴心小棉袄，我给你通风报信，外面的小杂碎一个别想进来。小棉袄不行，我才是娘亲永不漏风的小棉袄。他漏风，他漏风。娘亲生产前1个月，他压根没回老宅，他去给外室伺候月子了。谁也不能抢我小棉袄的位置，哼哼，欺负我不会说话，等我会说话了，骂你个狗血淋头。怎么了，嫂子？陆婉仪笑眯眯的，一副如沐的模样。老太太生她时已经年迈，算是老来得女，一直是我教养她。我对她倾注的心血比亲生孩子更多。嫂子，上次新科状元的事，嫂子上次说帮婉仪打听打听。若是没听见陆昭昭的心声，只怕现在许氏早已满口应下。新科状元，我会替你多相看相看，但我到底是你嫂子，亲事啊，还得母亲拿主意。陆婉仪抿了抿唇，
勉强应下。若是以前，许氏早已大包大揽，把全京城的好男画像，连同家世品性都查得干干净净，送我面前让他挑。可如今他推给了母亲，母亲乡下来的，又没什么手帕交，能找什么好人家？母亲，女儿回来看您了。你这个狠心的丫头，你要气死娘啊！你怎么就不回来看看啊？娘只不过在你成婚时拦了你，你便记恨我10几年，娘又怎会害你啊？娘等你等的头发都白了。娘，快别哭了，小姑回来是好事，可不兴落泪。女儿不孝，女儿知错了。云娘，娘最疼你，她啊，日日惦记着你呢。你喜欢的红豆糕和鸡汤，从你出嫁后17年来，家中日日不曾断过，就为了你回家，随时能吃上。你呀你，以后可不许耍小性子了。我们来陆家看你，想给你长脸，结果你还把我们赶出去。是云娘的错，云娘枉费嫂子们一片苦心，云娘知错了。当年她在门前跪3日，你在家中绝食3日，就为了嫁她。幸好她待你不错，这么多年从未有通房。骗子，骗子！我爹是个骗子！不，我娘被他骗了。我爹养外室，外室儿子17岁，和大哥同岁，女儿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，而且还会害得许家满门惨死。外祖父撞死在御书房，大舅舅在巫蛊之术中一力承担罪责，斩首示众。林落暴雨，二舅舅出去赈灾，被人陷害，导致林落决堤，生灵涂炭，被灾民生生撕碎了。大舅舅在巫蛊之术中一力承担罪责，斩首示众。林落暴雨，二舅舅出去赈灾，被人陷害，导致林落决堤，生灵涂炭，被灾民生生撕碎了。三舅舅被人栽赃通敌叛国之罪，死在了番邦。三舅母一步一跪，受尽折辱，才找回三舅舅尸首，然后抱着三舅舅尸身葬身火海殉情了。三舅母肚子里还有宝宝呢。许三爷猛地咳嗽起来。他年轻时骄纵任性，喜欢上三爷便执意要嫁。成婚多年，三爷我对他不冷不热，他一直以为自己要如此过一辈子，殊不知一切皆从今日改变。怎么了？他贴了许三爷10几年冷屁股，许三爷对他只剩满满的厌恶。无事，不小心呛着了。许家3个舅舅眼神齐齐落在陆昭昭身上。许家惨遭灭门，陆远泽养外室。随后兄弟几人便去了老太傅书房。你可有听见昭昭的心声？恐怕只有我们几人听见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许一婷眼眸深深，没人比他更清楚此事为真。他想一力顶罪，不曾告诉任何人。这恐怕是上天给许家的机缘，绝对不可外泄。昭昭怕是异于常人呐。先派人去查一查陆远泽，当年指天发誓求娶云娘，若有愧云娘，我定让他生不如死。直到傍晚时，陆远泽才姗姗来迟。女婿贵人事忙，许家可不值得你跑一趟。娶妻18年，他的云娘都不敢回家。父亲，云娘自成婚后便不许远泽登门，是女婿不孝。要是爹娘和离就好了，踹了渣爹该多好啊！和离谈何容易，我那3个儿子又该如何呢？渣爹偷养外室被雷劈，接着我的恶毒小姑强硬要嫁家暴男，还说男人打女人是男子气概，哈哈哈！跳火坑，让他跳火坑。宵禁前，陆远泽压着火气将许氏接回府。云娘不是说好暂时不回许家吗？娘亲，他又要给你念经了。我为你一句自卑，便不曾归家17年。爹爹年迈，母亲白发苍苍，我为你做的够多了。再者，你升迁不易，不如去求求大哥和父亲。许氏此话激得陆远泽面色铁青。陆远泽看中他娘家的关系，但又不愿拉下脸。许氏素来还要哄着他接受许家的帮助，真正是软饭硬吃。男儿铁骨铮铮，怎能求人？况且我这不是为了给你挣脸面吗？我父亲乃天子帝师，大哥这2品，我自己有3品高命，这点脸面我不缺。许氏这话当真把陆远泽的自尊踩在了脚下，反复摩擦。他觉得许氏变了。我近日朝中有事，大抵需要拿些银子打点，若是有奇珍异宝，便更好了。许氏点了点头，吩咐登之拿钥匙。
这是陆家库房钥匙，我就不拿私库钥匙给你了。私库是娘家给的嫁妆，用我娘家之物，你心里又要难受。陆远泽嘴唇动了动，仿佛1万头神圣泥马呼啸而过。他想要许氏的私库，可他想要许氏求着他收下，而不是自己讨要。陆远泽寻了个理由离去。夫人，今天江家嫡女定亲了。江云锦定的哪家公子？是上个月刚中秀才的陆景怀，还是侯爷亲自做媒，说是他远方表亲。是上个月刚中秀才的陆景怀，还是侯爷亲自做媒，说是他远方表亲。他是故意的，他是故意要夺去我儿助力，他要剜我的肉，他要挖晏殊的心，他将晏殊的嫡妻说给外世子，他可真是好样的。陆婉意呢？他回清溪之时可查到了？奴婢并未打听到他回清溪，他一直在京中，从未离京，且采购了许多婴孩所需之物，还去金铺打了一套婴孩的金手镯、金项圈、平安锁。娘亲不哭，娘亲，昭昭爱你哟，昭昭带你躺赢，昭昭可厉害了，昭昭超厉害的好吗？娘亲，金科状元爱打媳妇，乡下有个发妻被他生生打死，你上辈子劝阻陆婉意，陆婉意以为你嫉妒他，他为此极其恨你。许氏还想听，却又没了，只紧紧记住了这几句。不久后，陆婉意便寻了过来。嫂子，新科状元，你可打听清楚了。婉意，你可是动心了？上辈子帮你出火坑，这辈子就嫁进去吧。我打听到那新科状元幼年定了一门粗鄙不堪、大字不识的童养媳，但那童养媳没福气，去年病逝。只是乡下有些传言说状元脾气不好，总是骂童养媳。婉意怕是要吃苦头，要不算了吧，嫂子舍不得你受气。京中公子极多，总能找到配婉意的。嫂子，好嫂子，男人的脾气那叫男子气概。再说童养媳没才貌没家世，甚至不识字，她笼络不住男人，是她没本事，是她活该。男人打女人，定是她犯了错。婉意有这个本事，有这个信心。陆婉意说罢，意味深长的笑了。这女人管不住男人，从来就不是男人的问题，你说是吧，嫂子？许氏死死的咬着牙，故意不让他如意。还是再相看相看吧，男人才情官位不能放在第一位，要看品性。不管，我就嫁他，我去寻母亲。嫂子不同意，母亲定会同意。当即便朝着德善堂而去。哦豁，跳火坑，跳火坑！夫人，长公主来报信，说是怀上了。真的？菩萨保佑，玉儿这么多年施粥赠衣，行善无数，成婚14年，终于怀上了。满打满算，今日正好3个月。许氏猛地朝陆昭昭看去，3个月前，长公主问昭昭孩子的事。对了，公主还说要给小小姐送份大礼道谢呢。许氏眼皮子跳了跳，她莫名的不想让昭昭名声外泄，至少不是现在。长公主与昭昭有些缘分，此事不可声张。许氏想了想，玉儿这一胎难得怀上，她到底要亲自走一趟。正好这会儿陆元宵下学堂，她每日都要来看妹妹。元宵，你好好看着妹妹，妹妹会爬，当心她摔下床。娘大概晚些才能回来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照看好妹妹。哥哥，亲爱的三哥，求你偷我出去吧。好家伙，三哥养这身肉，总算找到了用武之地，还不够，再哄哄三哥。那中午我抓了碗，手上还有点肉味儿，那就分给你吧。你吃吧，三哥不和你争啊。元宵打开门，对着绝夏和映雪道：妹妹要午睡，我在屋中陪她，不是不要进来。丫鬟应下。哟呵，自由的气息，粗发。陆元宵带着陆昭昭一路穿梭。啊！他指了指右边的院子，这里是明德院，是大哥的院子。大哥出事后，这是府中禁地，大哥会生气，爹娘也不敢来打扰他。有血腥气，有血腥气，快去看看大哥！有血腥气，有血腥气，快去看看大哥！明德院大门紧闭，院内也毫无反应。陆昭昭抬起小手指了指墙角，钻狗洞，不行，是可杀不可辱。毒夫人怎么能钻狗洞？片刻后，毒夫人的狗洞怎么能叫狗洞呢？改名贴个状元洞。大哥，
娘，快来人啊！大哥自尽了。笨蛋，快拿手绢捂住手腕。大哥，大哥，你别死啊！你死了，谁来帮娘亲？帮我们啊！谁给娘做主啊？爹养外室，娘要被气死。吸了我的血，阎王也不敢收你，嘿嘿，阎王得亲自送你回来。陆晏殊只觉喉咙里一股血腥气，偏偏这股腥气极淡，反倒带着淡淡的清讨气息，仿佛带着无穷的生机与力量。大哥，大哥，你没死，太好了！大哥，你吓死我了！大哥，你看看呀，我是元宵，是你三弟，我去请太医，去找娘。你可以帮我看着昭昭吗？不要太医，不要告诉娘。可是你的伤，难怪我这大哥是美强惨大反派，9岁的天才，为救人溺水，偏生对方不肯呼救，害得他瘫痪在床。最惨的是，将来还要看着全家人死在眼前，侥幸逃过一劫，与男女主斗智斗勇，最后还是输了。侥幸逃过一劫，与男女主斗智斗勇，最后还是输了。哇，我大哥真好看！我瘫了，连耳朵都出现问题了，全家惨死。以及之前听到三弟所说，父亲养外室。大哥，我去给你推轮椅，我们去屋外晒晒太阳好吗？滚出去！大哥，我不打扰你。当我是哥哥，你便滚出去，再不许进来。陆元宵吓着了，很快便闻见一股异味。陆晏殊紧绷的弦瞬间断了。曾经金才艳艳的天才少年，如今连自理都做不到。他打了一盆干净水，拿了干净的衣裤，在陆晏殊狂躁的怒骂中给大哥擦洗。陆晏殊怒骂他，到后面甚至祈求他，求他离开。大哥，我们是亲兄弟，这么好的三哥，真可惜，最后被人挖了眼睛，割了耳朵，剁去双手双脚，装进坛子里，成了人质，供人观赏。兄弟俩齐刷刷一颤，陆晏殊猛地睁开了眼眸。陆元宵不想再听自己的悲惨未来，他已经听腻了。哎，大哥以后还要被人喂尿，被别人压着钻胯，这一家子泡灰命啊！幸好大哥这腿我能治。他说什么？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他指尖轻轻颤了颤，努力的想要抬起手臂，累得满头大汗，可也仅仅让他手臂挪动了1寸。可陆晏殊差点激动的哭出来，他手臂竟然能动了。陆晏殊莫名想起昭昭那一句，吸了我的血，阎王也不敢收。大哥要多吃点肉肉，身上硌得慌。大哥笑了笑了，哇，大哥笑了真好看。大哥需要给你请个大夫吗？我不告诉别人，偷偷的好吗？陆晏殊动了动手指，他手指比以往更灵活了。这一切都源于昭昭。大哥无事，不用请大夫，也不要告诉母亲。从明日开始，你每日下学便来我院中吧，我给你补课。衣冠禽兽的渣爹教我喊他爹，我喊他狗，嘿嘿嘿。昭昭叫娘。昭昭还不会说话，那丫头早就会说话了。当然会说话啦，他是现代人，来自2000年后呢。要不是他用现代知识帮着渣爹，我们许家怎会那么惨？许氏听的那句2000年后，猛地一惊。哪个丫头啊？同僚的姑娘呢，7个月便会开口了，一副聪慧的样子。昭昭叫爹啊，叫爹，叫爹，叫爹，是叫爹，爹，爹，爹爹。许氏扑哧一声，笑得浑身都在颤抖。陆远则额角青筋直跳，良久才忍下怒意，只眼底多了丝不喜。长得好有什么用？景瑶多黏他。昭昭，我才是爹。狗狗，狗狗。他一副天真不谙世事的模样，气得陆远则牙齿都快咬碎了。昭昭还小，你与孩子置气做什么？石云，生完昭昭后，咱俩都多久没住一块了？女孩子娇气，黏我，侯爷一个人睡，莫不是孤单了？云娘别瞎想，我怎会嫌孤单？况且除了你，我谁也看不上。只是侯爷可有什么为难之处？若是缺钱，定要告诉我。我们夫妻一体，何必分你我？府里没钱，吃我的嫁妆也是应当的。侯爷吃云娘的软饭，云娘还高兴呢。陆远则果然脸色漆黑，拳头紧握。不缺钱，云娘的私库留着自己花，我还不到吃女人嫁妆的地步。对了，你让晏殊出来做个证，
就说晏殊不愿拖累江姑娘，自愿退亲的。外头传言陆景怀抢了晏殊的未婚妻，多难听！别毁了对方的未来，人家可是要连中3元的天才。许氏面色一沉，摔了桌上的茶盏。天才不过是偷了大哥文章得来的名声，现在偷大哥，以后女主大了，还会有中华上下5000年的诗词歌赋帮他。侯爷便是来说这个的吗？你让晏殊出来做见证，我看你是疯魔了。芸娘，晏殊已经残废，便是受些委屈又何妨？他不出门也受不了伤害。谁都不能踩着我儿上位。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如此小心眼，容不得人。毫无曾经的大度，毫无曾经的贤良。说罢拂袖而去。姑姑被打成猪头，活该活该，嘿嘿嘿。大嫂，幸好当初没听你的。阿玲多好的男人，大嫂你竟然说他不堪为配，还拦着婉仪不让嫁。顾某不知何时得罪过侯夫人。他被我娇宠长大，性子养得娇气，担心他后悔，这才拦了几分。至于不堪为配，那完全是谣言。整个京城谁不知道我疼他入骨？仅仅凭着打马游街那一眼就要嫁过去，我怎能不拦呢？许氏叹了口气，似乎被伤透了心。陆婉仪撇了撇嘴，姑姑再嫁一次就好了，又能吃肉。嫂子，不是我说，待客都多久没回府了？你也要反思反思，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？男人是要干大事的，女人受点委屈怎么了？是的，是的，下次你被家暴也要记得反思哟，想想自己为什么挨打。婉仪说的对。妹妹，这次陛下派我去林洛治水，只怕年后才能回。你在京中一切小心，路远则你一定要多加防备。二哥，妹妹一切明白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徐二爷却是偷偷瞥向陆昭昭，支起耳朵等着偷听。林洛水患，那不是二舅舅被灾民撕碎的关键吗？二舅舅一定要防备董家明这个人呀，他会害你的。嘿，来对了，董家明，行，我记住这个人了。许氏心里也琢磨着要想个办法提醒二哥。今日叫你来，是有事与你商量。清溪老宅送信来，有户远房亲戚遭了难，留下个孤苦伶仃的女儿。那女儿跟昭昭差不多大，族中又无人帮衬，想问问咱们能不能施个援手。我便想着给昭昭找个伴儿，到时候与昭昭同上族谱，就当做双生子养着，你觉着如何？许氏指甲死死地掐进肉里，他们竟然想把外室生的孽种抱回正妻膝下，让正妻教养着。娘，我有昭昭，何苦再多一个女儿？再说那孩子爹娘都没了，只怕是克全家的命。大了，你既不愿，我也不逼你。远则半个月没回府了吧？妇到人家，多体谅体谅爷们，女人受些委屈又如何？这男人啊，就算犯了错，咱们做女人的也要大度，也要反思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够好。老夫人，婉仪姑娘回来了。今儿又不逢年过节，她回来做什么？开场了，开场了，大戏要开场了。这是怎么了？这是谁打的？肿得跟猪头一样。是谁？是谁胆敢将你伤成这般模样？是谁胆敢将你伤成这般模样？是顾灵，他骗我，他装出一副单方君子的模样，却是个疯子。嫂子，我知错了，都是婉仪不知好歹，婉仪辜负你的良苦用心，婉仪知错了。那顾灵就是疯子，人前君子，人后疯子，在外受了气，受了委屈，回家便打女人。他的童养媳便是被他活生生打死的，他会打死我的。姨娘啊，让他们合理，让他们合理，这是要把婉仪搓磨死了。双标狗！娘，此话不是这么说的。这夫妻间打架，这床头打架床尾和，一时气话当不得真。况且姑爷是个男人家，男人在官场受了气，女人应该受着。再说了，婉仪性子骄纵，这嫁给谁都要磨一磨性子的。姑爷打她，想来是他做的不对，是他犯了错。婉仪改了，反思了，不就好了吗？宁拆一座庙，不毁一桩婚。我可不做棒打鸳鸯的恶人。
婉意，你也是，母亲年纪大了，你别拿这些事刺激她。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，这日子啊，咱们不能掺和一辈子呀。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娘亲威武霸气，娘亲干得漂亮。你好狠的心，怎么能说出这等话？你看看婉意这一身的伤，有你这么做嫂子的吗？娘，这不是婉意亲口说的吗？男人打女人，怎会无缘无故的打呢？必定是女人做错了事。这年轻小夫妻吵了架，怎么能往娘家跑呢？新婚燕尔，可莫要让姑爷担心才是。登之，让人去请姑爷来接。我不回去，我绝不回去，我不回家，娘救救我！这个点是老太太吃了药昏睡的时间。婉意骄纵任性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嫂子，我知错了，嫂子，求你救我。若嫂子救我，我便告诉嫂子一个秘密，好不好，嫂子？许氏心寒，他从头到尾都知道真相，却从未想过告诉自己。如今触及他的利益，才愿意开口。可他不需要了。婉意，嫂子对秘密没兴趣。这夫妻哪有不吵架的？床头吵架床尾和，嫂子都懂。姑爷，婉意被我们宠坏了，这规矩劳烦顾家好好教一教。谢嫂子理解，我们这就回家。待两人离开，以后顾家来信一律送我院内。老太太今年病了好几回，再受刺激，只怕要中风。若谁打扰老太太养病，仔细你们的皮。众人战战兢兢应是。傍晚，老太太才悠悠转醒，听得陆婉意被姑爷接回去，惊得发慌，又仔细传人问话，听闻两人恩恩爱爱，牵着手回去，这才松了口气，又找陆远泽来问话。此刻的陆远则只想着状元妹夫颇得圣宠，朝堂上还需要妹夫，让妹妹好好过日子。状元郎是男子，是朝臣，让他收敛些脾气，还当在娘家摆任性吗？那顾灵当真值得托付。娘，顾灵乃新科状元，陛下正器重他，他怎么不值得托付了？都是你那媳妇儿容不得婉意，非要把婉意送回顾家。娘，当初芸娘拦着你和婉意执意要嫁的，况且婉意和顾灵新婚，她气冲冲回娘家，让外人怎么想？陆远则有些烦闷，这几日裴娇娇也不省心，当即扭头出了德善堂。芸娘，二哥可还好？今日在朝上，听说林洛大水即将决堤，只怕要有大难。林洛百姓排外，二哥是京城人士，只怕要被百姓针对。我在林洛有一至交好友，在林洛就任，名唤董家明。若二哥有需要，尽可寻他。董家明正是昭昭所说害了二哥的人。许氏面上镇定，我明日传信给二哥。芸娘，你之前腰间挂着的那块玉佩呢？那上边花纹繁复，瞧着似有些来历的样子，可否让我带走研究研究？你说龙纹祥云佩？对，此玉佩不可外借，只传许家女。这样啊，那我有空再来陪芸娘。芸娘可要保重身子。待陆远泽离开，许氏心中还在狐疑，他要龙纹祥云佩做什么？夫人可不能给他，那是许家传承的传家宝，若是娘家知晓，怕是要打上门来的。龙纹祥云佩怎么听着有些耳熟？咦，这不是娘亲给冒牌货女儿的玉佩吗？许氏听得这句气得哆嗦，他竟把这块玉佩给了陆景瑶，立马将玉佩取了出来。他不是要拿去哄外面的贱人？他想得美，这是留给我家昭昭的。娘亲，快给你的乖女儿看看呀！陆昭昭脑海里尖叫一声，这不是我的东西吗？靠，这是我在修真界的储物玉佩呀！难怪书中女主拿出那么多宝贝令她熟悉。卧槽，那都是我的东西。昭昭喜欢这玉佩，给你，娘不给别人。11个月的陆昭昭已经长开，并且能自己走路了。咱家小小姐就跟年画娃娃似的，真好看，说话走路都比3个哥哥早一些呢。夫人，二少爷回府了，这回正在前院。快，我要看地球最强恋爱脑。你的书读狗肚子里去了？你订了婚，又带回个姑娘做什么？你这般是在打未婚妻的脸。娘，儿子与温宁并无感情，订婚亦不是儿子所愿。儿子只想娶一个两情相悦之人，想要过爹娘一般的恩爱日子，而不是相敬如宾的陌生人。许氏眼中都快喷出火，我只当温宁做妹妹的，您打死儿子吧。儿子无法和温宁成婚。儿子研学时遇到危险，从山崖跌落，是青青将儿子背回去，救了儿子。青青自小父母双亡，他养着儿子已经坏了名声，儿子不能做那背信弃义之人。你出门研学，带的2个小厮都会拳脚功夫，他若是不救，小厮可就找到你了。
陆正月心口一堵，你一身清贵，便是挂在腰间的玉佩都价值千两，一身衣裳更是不俗。你怎么知道他不是看上你的钱，刻意将你藏起来？少女羞愤交加，当即便哭了。夫人何必如我？青青虽然出身贫寒，但亦是有骨气之人。若不是正月央求我，青青本不欲上京。青青这辈子没打算嫁人，大不了绞了头发做姑子，一辈子青灯古佛。能遇到月哥，已经是青青这辈子最大的运气。青青不敢奢求嫁给月哥哥，唯愿月哥此生幸福。含泪说完，起身准备往外走。不能走，娘，青青若走，儿子与她一同走。撞墙撞墙撞啊，快撞啊！撞恋爱脑喽！快看恋爱脑撞墙喽！正想撞墙的陆正月默默停下。撞啊，快撞啊！撞恋爱脑喽！快看恋爱脑撞墙喽！正想撞墙的陆正月默默停下。哎，为什么不撞了？听得耳边气得咬牙的声音，陆正月四处看了看，深深的吸了口气。到底哪里来的声音？这年头，妖魔古怪都喜欢看笑话了吗？良亲，这不就是我脑子里那道声音？方才那是他的心声。这是你妹妹昭昭。昭昭，我是二哥。笨蛋才不能做我的哥哥！哎呀，恋爱脑会不会传染呢？陆正月不懂恋爱脑什么意思，但猜一猜，他还是能猜个8、9不离10。瞧见妹妹脸上露出嫌弃，陆正月不由心酸。月儿，你跌下山崖，不过1刻钟的时间，小厮赶到现场就寻不到人，我很难不怀疑。苏芷清脊背笔直，倔强又清高。我当时正巧在山脚下采药，哈哈哈，笑死个人了。他明明在山脚下蹲了3天，脸上都被蚊子咬了好多大包，才等到我二哥坠崖。蹲3天，什么意思？我醒来时确实瞧见青青脸上有许多小红点。罢了，你既救了月儿一命，便在侯府住下吧。但订婚一事绝不可能。登之，你带苏姑娘去明心园吧。苏芷清瞧见陆正月点了头，随着登之而去。娘，我与青青是真心相爱的。你到底长没长脑子？我看他就是个骗子。娘，天下有钱人那么多，他为何独骗我一个呢？他不骗别人，只骗我一人，是不是说明也对我有好感呢？那可不，为了蹲你，他在山脚下等了3天呢。你怎么会想到去爬山？是景怀兄说此处朝霞极为好看，我临时改道去的。难怪了，陆景怀巴不得摔死他。我二哥头上真绿呀！不止和陆景怀是至交好友，连老婆都是陆景怀睡过的。笨蛋二锅锅私会绿茶，我围观了全程。亲上去，亲上去，亲上去。月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是夫人为难你了吗？青青与正月哥哥云泥之别，青青还是回去吧。能得正月哥哥相伴，已经是青青的福分。青青不该扰了正月哥哥的家人，惹得你们生分。你救我，我定要对你负责。我要娶你。亲上去，亲上去，亲上去。你怎么了？我妹妹在外边。他叹了口气，将在角落里看戏的妹妹抱了出来。苏芷清眉宇闪过一丝不喜，转瞬即逝。昭昭妹妹冰雪可人，真是好看。苏芷清想要摸她的脑袋，陆昭昭却是小脸一皱，一脸嫌弃的往后躲开了。脏！小嘴里吐出的话更是让苏芷清面色猛地一白。昭昭笑什么？笑他想倒二锅锅怀里。哈哈哈哈哈！二哥是不是想当接盘侠？二哥，你可真是绿得发慌。我那傻二哥可约上好友，带上心上人，就明白喽。青青，今日好不容易回京，便好好歇息吧。明日我带你见我的至交好友。陆正月将昭昭送回了听风院，又去明德院见大哥。从大哥那知晓，这段时日的风风雨雨已经是后半夜了。第二日一早，他便带着苏芷清准备去赴约。陆正月瞧见穿着一身湛蓝长裙的苏芷清，眉眼轻颤。陆景怀最喜蓝色。正月，我不想让人看清你，特意打扮过，你觉得好看吗？陆正月指甲都快掐进手心里。好看，比以往都好看。酒过3巡，陆正月也喝得上了头。爹，天天骂我们不争气。哥，若你真是我兄弟就好了。嘿嘿。这世子之位，非你莫属。正月喝多了，说胡话呢。这世子之位可是晏殊公子的。晏殊公子精才艳艳，满京城谁没听过他大名？他如今可比不得你。这世子之位可是晏殊公子的。晏殊公子精才艳艳，满京城谁没听过他大名？他如今可比不得你。
说罢，陆正月眼前打着画，便醉倒了。陆公子，劳烦您帮忙换下小厮，他喝多了。他不太确定陆正月有没有喝醉，不敢轻举妄动。还叫我陆公子，怎这般见外？你若如此，我可要惩罚你了。在苏芷清唇上狠狠一啄。我怕他装醉，免得坏你大事。我与他相识多年，他是什么样，我能不知？他信你我，信到了极点。且不说他，便是他那娘亲，亦是个笨的。17、18年，从未有过怀疑。当年父亲与他成婚，上半夜入许氏洞房，下半夜可是进了隔壁我母亲的房间。裴姑姑温柔善良，善解人意，若不是许氏家世高贵，裴夫人何必委屈多年？幸好景怀你争气，能替他谋来这一切。苏芷清抱着陆景怀，哪里还有在陆正月面前的矜持清高？哈哈，他有没有动你？可亲了这儿，亦或是这儿？我这身子是你的，怎能让他动？他怎配？陆正月甚至连拉手都会脸红，觉得冒犯。我们去隔壁吧。不，就在此处，在他面前行事又不是第一次了。上次他坠崖昏迷，你可比现在热情得多。青青，快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醉醺醺的陆正月此刻悠悠地睁开了眼眸，若不是妹妹的心声，他这辈子怕都被蒙在鼓里。身后规律的律动传来，死死压抑的啜泣，陆正月心中毫无波澜。陆正月轻咳一声，身后两人动作猛地一静，陆景怀猛地清醒，不好，差点误了大事。他推开苏芷清，衣衫不整，面色潮红的跑出去，对面坐着一群老头。真是有辱斯文，大白天便不知羞。这是酒楼，不是客栈，晦气。方才那人是京中有名的天才少年陆景怀吧？这几人面露不悦，陆景怀哪里知道自己已被几位监察御史记上一笔。妈呀，全家的脑子都长我大哥身上了！外事安排的绿茶勾引我二蝈蝈，大哥反手将绿茶介绍给渣爹。陆正月躺了半个时辰，才揉着脑袋坐起身。月哥哥，你终于醒了，快来喝点醒酒汤。等久了吧，青青你真好。陆公子有事先行离开了，特意嘱咐我要给你熬醒酒汤。我与景怀兄是至交。两人回到府上，苏芷清便借故回院歇息了。爱是一道光，遇到你发慌，啦啦啦。见到他了，一场骗局，全都是骗局，一场针对母亲、针对我们家的骗局。既然他想要你感恩，那便重重谢他一回吧。还谢他？大哥，我气不过，他们想将我们逐个击破。我可没说要你亲自谢，明日府中便安排一处答谢宴。他不是想要一个家吗？那就给他一个家。妈呀，大哥怎么什么都知道？我大哥果然是反派第一人，大哥威武霸气，大哥真厉害，全家的脑子都长我大哥身上了呀！幸好救了大哥，也救了他的心，不然娘亲就要受辱，大哥就要钻胯喝尿，二哥就要含冤而死，三哥要挖眼剁手脚做人质，外祖父一家满门抄斩了。陆正月胸口不断起伏，却死死地按捺住了。陆晏殊目光温柔，不是哥哥聪明，你才是我们的救赎呀！走，大哥带你吃肉，想吃什么？哥哥学了声鸡叫，然后拍了拍自己的大腿。陆晏殊明白了，鸡腿。第二日一早，许氏便张罗着宴席，这会不会太过破费？苏姑娘，你是我家正月的救命恩人，怎么都不为过的。我已经命人请侯爷回府，一起答谢苏姑娘大恩。从未有人对我这般好。你呀，来了侯府就当是自己家，若有人欺负你，老婆子我给你做主。苏芷清抿着唇羞涩地笑了笑，她当然对老太太胃口。裴娇娇将侯府所有人的喜好都告诉了自己，就是为了让她顺利攻下侯府。夫人，侯爷回府了。你放心，只要我爹同意，谁都阻止不了我们的婚事。在侯府，我爹说了算。陆正月着重说了这一句，苏芷清心头也有些期待。裴夫人做外事10几年，甘愿守着这个男人，甘愿做他背后的影子，这男人到底有多优秀呢？她着实好奇。府里来了客人。陆远则声音温润，比陆正月这种小毛头多了一丝成熟，宽肩窄腰，儒雅稳重，是他从未见过的模样。他明确感觉到那个男人的目光落在了自己身上。许氏看着这一切端庄的笑了。苏芷清今日这身衣裳是自己安排的，这一身穿着打扮是陆远则心头好。午膳后，陆远则离府，陆正月陪着苏芷清在府内散步。青青，你放心，你这般聪慧伶俐，爹娘都会喜欢你的。我成婚后每个月有60两零花，到时候我便养着你。只可惜我才学不如景怀，
不然还能考个状元给你争脸面。连这侯府也是大哥的，不过大哥虽是世子，但大哥残疾，府中做主的还是父亲。但你放心，我这颗心值万金，咱俩是真爱，有没有钱不重要。我相信青青不是爱慕虚荣之人，我们一定能做一对恩爱夫妻。这些话是大哥教给他的，每一句都踩女人雷区。苏芷清脸上的笑容有些许僵硬，原本想哄着陆正月娶她一事，此刻憋在嘴边，愣是一句话没说。他寻了个由头，便回院子歇息。陆正月撇了撇嘴，便揣着大哥给他的文章去了国子监。我救了太后娘娘，皇帝想当我爹，我只想吃肉肉，吃鸡腿。夫人，出事了，太后病危，各府亲眷都入宫了，太后娘娘这次怕有些不好。怎么会这样？前几日还好端端的。公主问夫人进宫能不能带着小小姐？是疫病，有传染性。惊得许氏浑身发软。抱我去，抱我去，不带我，他们就死定了。小太子就是今日被穿，被一世之魂占了身子。许氏心头慌乱无比，偏生昭昭心声又不肯再说，只得带着他一起入宫。坤宁宫中，皇帝停了早朝，守在太后娘娘身边，太医全都到了坤宁宫，可太后依旧高热不退，各臣子与命妇君在外等候。太后如何了？母后原本体质不错，今年极少风寒，可这次大病一场，至今高热不退，咳嗽不止，今儿早上更是喘不上气。哎呀，果然是肺病。隔壁南国战乱已久，死伤无数，尸体堆积，便有人将尸体焚烧。焚烧后，一场大雨污染了水源，导致南国许多人患上肺病。但因为南国朝廷封锁，如今对外还没有消息呢。陆昭昭心里琢磨着怎么提醒母亲。整个太医署连风寒都治不了吗？朕养你们何用？太后出身不高，生下她后，两人在宫中日子极为艰难，两人相依为命。皇帝很看重母亲，许氏深深吸了口气，跪了下来。陛下，臣妇有一事禀报。许一婷担忧地看着妹妹，皇帝看了她一眼，他对许氏有印象。许诗云，许家嫡女，10多年前嫁与中永侯陆远泽为妻。前些时日，因着有人举报许家的缘故，他顺手查了一把中永侯，这一查还查出不少东西。陆远泽在京中以专情著称，他这一查竟查出陆远泽另一个家对另一个女人的深情。许氏在他眼里是糊涂的，被男人蒙蔽近20年，无知无觉，愚蠢。此刻屋内只剩皇帝和许氏，连陆昭昭都被抱了下去。陛下，太后所患只怕是疫病，南国征战已久，死伤无数，尸体堆积，疫病已经在南国盛行，但南国封锁了消息，若陛下派人查探，便能知晓。皇帝一听是疫病，心头猛地一沉，可转念又有些狐疑，许氏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的妇道人家，怎会知晓南国疫病？许氏手心直冒冷汗，他亦不知该如何向皇帝解释。好在皇帝没有多问。传护国公。是。护国公，南国近来可有异动？回禀陛下，南国上一场征战已是3月前，但近来却是安分的过头。各座城池紧闭城门，我们的探子进去后便不曾出来。兴许是过冬的缘故，他们在外大肆囤粮囤药材，只怕要休养生息。疫病果真是疫病，你知是疫病，依旧入宫，许氏你是好样的。护国公眼皮子一跳，疫病联想起南国的异样，此刻听得疫病，护国公心头发寒。禁止与南国有接触之人入京，边关严禁南国来往，所有人佩戴面纱，暂且闭门不出，减少接触。如有咳嗽、发热等症状，统一进行治疗，让太医署进来。疫病一出，宫内哗然，所有人都不得出宫，暂且被安置在宫中。太医署偷偷松了口气，疫病虽难，但有了方向，便有机会。皇帝忽地又想起长公主所言，许氏是个有福气的，她所生的女儿颇有奇异之处，若皇兄有无解之事，或许她能给你带来奇迹。难道真是她？宫中彻查，许氏和一众女眷都被安置在了公主未曾出嫁的殿中，便有人向许氏打探：许夫人，是你提起的疫病吗？若是许氏提出，那便是天大的功德了，便是中永侯府的造化。但想想许氏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的后宅妇人，怎会知晓此事？又打消了这年头，定然是护国公提出的。
我哪有那般大的能耐？芸娘年幼时随着长公主经常入宫，感念太后娘娘照拂，特意求陛下想要留在太后身边，亲自侍疾报答恩情呢。许氏绝不会让钟永侯占到他一丝便宜，况且这是昭昭的功劳。许氏要去市集，本想撇下陆昭昭，带我去，带我去，不带我，他们就死定了。许氏暗叹口气，带上了陆昭昭。坤宁宫，太后脸上生机渐渐消退，皇帝眼眶发红，一抬头便看向许氏，他明知有疫病，却带了陆昭昭，疼得跟眼珠子一般的女儿，他却愿意带着她冒险。根源或许在陆昭昭身上。昭昭，要不要陪陪太后娘娘？你瞧，太后病了。昭昭点了点头，便由着皇帝将她放在软榻上。陛下，小女年幼，当心冲撞娘娘。许氏后悔了，她的昭昭不会出事吧？太后喜欢昭昭，便留她一会吧。半个时辰后，你便带她出宫。皇帝也不过是死马当活马医。许氏听得此话松了口气。小家伙犯了难，可是要朕走。小脑袋点个不停。果然，皇妹说的是对的。陆昭昭将灵药放在太后头部，灵药化作一道浅绿色的光芒，直直地没入太后体内。皇帝在帘子外深深吸了几口，浑身疲惫一扫而空，顿时心头澎湃，激动不已。昭昭，你是上天赐给北昭的宝贝，你想要什么？告诉朕，想不想做北昭的神女？想不想做北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公主？赐佑佑，吃肉，大鸡腿，赐糖偷。昭昭啊，当公主可以有无上的权利，前呼后拥，被人爱戴哦。你想不想做公主？顶级绿茶穿着暴露，试图勾引我二蝈蝈，我一句话让他气到吐血。昭昭啊，当公主可以有无上的权利，前呼后拥，被人爱戴哦。你想不想做公主？你想当我爹？不好，爹不是好东西。该死的钟永侯，朕要抽死你！让这小家伙对爹都有阴影了。你不喜欢钟永侯那个爹？但你娘要立起来才行哦。你不愿做公主，朕便将你把公主之位留着，等你什么时候回心转意了，就来找朕。皇帝从腰间解下玉佩，此玉佩代表朕，如朕亲临。佑佑，糖。咱就是说，公主之位不如一个大鸡腿，吃，咱们吃御膳啊。还有，你太小了，不宜锋芒毕露，还要安安稳稳长大才是啊。待了大半个时辰，皇帝恋恋不舍地将陆昭昭还给了许氏。许氏，你是个好的，你的后福等着你呢。你们先出宫吧。回到钟永侯府时，已经华灯初上。陛下留昭昭做什么？太后喜欢昭昭，便留昭昭多待了会。后来啊，小家伙尿床了，陛下就让抱了回来。不懂事，怎能尿在太后床榻之上？罢了，毕竟不是井。他想说陆景瑶，却又死死地闭了嘴。看着陆昭昭蠢笨的模样，有些烦躁。昭昭不过才1岁，尚是个不懂事的婴孩，他尿床多正常。太后如何了？陛下已经派人去求护国寺方丈祈福，大抵是能化险为夷的。夜里，陆正月带着昭昭与苏芷清月下漫步。苏芷清有苦难言，他好不容易打定主意要与陆正月跨过最后一步，谁知陆正月带着个奶娃娃。昭昭撵我，我便带着他来了。青青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吃奶奶。苏芷清唰的一下面色爆红。我想拿下陆正月，可不是想拿下陆昭昭这个奶娃娃。青青，快把衣衫拉上，别污了妹妹的眼睛。怎么不注意分寸呢？妹妹还小呢。苏芷清心口堵得差点吐血。哼，袁书里他就将我哥哥灌醉，扒了哥哥的衣裳，两人躺在一个床上，进了侯府大门。陆正月正仔细听着。月哥哥，明日是我爹娘忌日，青青可否寻个地方为爹娘拜祭？哦豁，明日就是我哥哥被灌醉的日子咯。二哥对他不设防，他端来那杯酒，下了料。来到侯府便当做自己家，就在家中祭拜吧。你救过我的命，应该的。明日我过来陪你。苏芷清洗漱完，回到屋内，屋内有一张檀木桌子，桌上压着些纸张，隐隐散发灼墨香。这是什么？是侯爷的字迹，这里原本是侯爷书房。侯爷哪会在此小气？这些都是侯爷的笔墨。苏芷清面色有些发烫，指尖从笔墨划过，仿佛被烫了似的。躺在床榻之上，朦胧间仿佛自己被一股强烈的异性气息包裹。想着这是陆侯爷睡过的床，心底的感觉无法言说。苏芷清彻夜未眠。第二日，陆正月陪苏芷清在园中祭奠完。正月哥哥，
谢谢你来到我身边。我虽救了你，但青青在世间孤身一人，是你让青青有了活下去的勇气。你一时救赎了青青，这杯酒，青青敬你。青青，该我敬你才是。两人一饮而尽。苏芷清轻轻呼了口气，好似放下心来，又劝着陆正月用了不少素斋。没一会，他只觉得屋内有些闷热，眼前少年也出现了重影，连耳边的声音也渐渐恍惚，不再真切。热，好热！他攥开衣襟，只剩一件里衣。门被打开，屋内带出一丝凉意。他身子比理智更快，飞快的起身，将来人紧紧抱在怀中，吸取那一丝凉意。不要推开我！你可知我是谁？又做梦了吗？是侯爷，陆侯爷，不要推开我，不要推开青青。陆远则额头青筋暴起，他这10几年来如鱼得水，近来却被许时云和裴娇娇折腾得心神俱疲。今夜与同僚多喝了2杯，便有些犯罪，但作为男人，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夫人，出事了！不知哪个蠢货，我已将侯爷带回原来的书房，进了苏姑娘的屋子，此刻他们。侯爷守住我近20年，已经够了，我不能一人霸占侯爷的宠爱。话虽如此，可所有人都瞧见了夫人的落泪，明显是受伤极深。陆远则睁开眼时，瞧见怀中娇俏的女子，理智瞬间回笼，就连苏芷清都猛地吓了一跳。不是梦，昨夜竟不是梦，错了，全都错了。你别害怕，我会向夫人解释。你别怕，夫人心善仁慈，此事是我的错，昨夜是我失态了。陆远则抿了抿唇，昨夜的美好让他忘却了烦恼。苏芷清这下是真的要哭出声。裴姑姑给了他陆家所有人的喜好，让他讨陆家欢心，但绝不是为了送他进来抢自己男人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我是陆景怀的女人，不能嫁给陆远泽啊，他们可是父子。可瞧见陆侯爷满身成熟男人的气息，他又有些愣神。陆侯爷不是陆正月，也不是陆景怀那种青涩小子能比的。侯爷，夫人在院子里站了一夜，您快去瞧瞧吧。青青，我会给你个交代。说罢便急冲冲回主院。各位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，我是昭昭小宝贝，喜欢我就给我点赞评论，送鸡腿哦。云娘，昨夜是我进错了房门，我将他认作了你。侯爷守住我近20年，云娘不该如此自私。侯爷，暂且让云娘冷静冷静吧。陆远则还想说什么，刚一转身，许氏身子便软软一抖。侯爷，您不要再刺激夫人了。从您进苏姑娘房门，夫人便等了一夜。夫人，侯爷走了。傻丫头，别担心，娘亲故意做戏给他看呢。若不做戏，他怎会放心纳苏芷清入府？乖乖咧，我娘真聪明呢。许氏没忍住笑出声，哪里是他聪明，是他的昭昭开了挂。陆景怀再有才名，再有天分，未来再广阔，可现在他还未长成，与陆远泽一个成熟男人比起来，到底差了一头。况且他与陆远泽春风一度，早已传遍满府，他如今只能紧紧抓住陆远泽这根救命稻草。下午，苏芷清便穿着一身桃红来听风院请罪。夫人，他还有脸来？当然有脸来，有陆远泽给他撑腰呢。苏芷清一进门便跪下。夫人，这一切都是青青的错，与侯爷无关。今日一早，青青知晓自己犯下大错，原本打算自缢谢罪，是侯爷阻止了青青。苏姑娘，你是好人家的姑娘，我也不愿搓磨你，只是你与正月的事。许氏一脸为难，苏芷清面色微僵，连忙解释：我和正月只是朋友，我们君子之交，从未有过逾越之举，真正有逾越之举的是陆景怀。许氏松了口气，原来如此，那便好。我与侯爷成婚多年，他啊是个专情之人，从未有过姨娘通房。说起来，苏姑娘还是头一个呢。我如今养育着3子1女，也没有心力再伺候侯爷。你与侯爷也算有缘分，苏姑娘不必惶恐。侯府简单干净，进了门便好好照顾侯爷。若是苏姑娘能再生1子半女，侯爷必定开怀。苏芷清羞涩的点头应下。你对月儿有救命之恩，此事又是侯爷梦浪，做姨娘岂不是侯府忘恩负义，恩将仇报？我有一台青青做平妻，但如今侯爷正值升迁之际，
侯爷只怕不愿。府上咱们一切依照平齐的规矩养着，对外暂且不提，你瞧如何？等将来侯爷同意，再风风光光抬你进门。苏芷清几乎能听见自己心底的狂跳，果然许氏就是个蠢货。你住的院子改名清平院，便由苏姑娘住着，丫鬟我便不拨了，你去账房支300两银子，自己挑选吧。你可千万要挑重用的，将来和裴娇娇打擂台呢。待苏芷清退下，夫人，她还一路念叨您的好呢。对外暂且瞒着，不要透露她的身份。府内一切以平妻待遇养着，将来给裴娇娇一个惊喜。许氏以此事为由，闭门不出，对外称大病一场。哎，皇帝真小气，鸡腿都不给，给块破玉佩有什么用？也不知道小太子逃过这一劫没有。原本小太子彻夜照顾太后，回去便高热不退，因此被人夺舍。可现在娘亲直接指出疫病，陛下连夜彻查，便免了小太子的劫难，应该躲过一劫了吧？不管了，我现在就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奶娃娃，只负责喝奶就行。出去玩，求二蝈蝈。陆正月有心逗他，那你拿什么来求啊？昭昭给您磕头咧。你这家伙，罢了，带你出门啊，但你要听话，不然二哥下次再不带你。出门时，在外院碰见苏芷清从侯爷书房出来，女子面容桃红，嘴唇泛着水光，看见陆正月，当场怔住。陆正月死死地盯着他，一双眸子赤红。小娘。是啊，小娘，你已是父亲的女人，该换小娘了。苏芷清红着眼眶，落荒而逃。陆正月带着陆昭昭街上闲逛，陆昭昭突然激动起来：是我二嫂，二嫂，那是二哥的官配，与二哥订婚的嫂子，温宁姐姐。蠢货二哥，快上去呀！二嫂回京了。二哥是个笨蛋，大笨蛋。二嫂从小便喜欢二哥，偏偏二哥为了小白花以死相逼，与温姐姐退亲。后来女主大义灭亲，娘和哥哥们被抓，即将处斩。温姐姐四处求救无援，害得温家被连累，还被别人拖进小巷子。温姐姐浑身赤裸死在小巷子了。陆正月只觉心口一股腥甜，这般明媚美好的女子，却赤条条的死在昏暗的巷子里，只为了救她。哎，二哥你别跑啊！二哥你怎么跑了？昭昭，那不是二嫂，二哥不配。陆正月远远看着温宁，心头苦涩万分。陆昭昭眨巴眸子，似懂非懂。二公子，总算寻着您了。快，大公子去了东宫，让您将昭昭姑娘带过去。呀，小太子要不行了吗？怎么回事？太子落水，醒来后好似失了魂。昭昭别害怕，是太子，他寻你。陆晏殊坐在轮椅上，这段时日与太子走得极近。今日他正好在东宫，方才太子醒来，便猛地捂住脑袋。明明身侧毫无一人，可他大喊滚出去，快滚出去，离开我的身体。哦豁，太子抢不赢，要死喽！滚出去，全都滚出去！什么魑魅魍魉，速滚出姑的身子！快寻昭昭！你便安心离去吧，这身子我会替你保管好的。呀，快死了！原本你该死于疫病，可我明明改变了你的命运轨迹。我明白了，天道拨乱反正，又将一切掰回来了。贼老天，太子蝈蝈，你不想活啊？不想活，难道想死吗？可我堂堂当朝太子竟然无法说话。可素，就算昭昭救你一次，天道也会将你掰回正轨呀。除非你与昭昭共享生命。陆昭昭功德大过天，要想救个人，轻而易举。不过凡人不配共享昭昭的生命，只能做奴仆，成为昭昭的奴仆，追随昭昭，便不再受天道束缚，可重获新生。你愿意做昭昭的奴仆吗？太子不停地喘气，他能感觉到手脚已经无法自控，浑身的气息变得陌生，他即将被抹除。我谢承喜，愿侍奉昭昭左右，生生世世做昭昭的奴仆。如违此事，天打雷劈！话音刚落，
突然降下惊雷，团团乌云汇聚上空。这当然不是太子宣誓成功，是天道在阻止陆昭昭。哼，闭嘴！再吵吵，抽你！汇聚的乌云缓缓一僵，好似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四散而去。太子惊呆了，啪嗒就给他磕2个响头，磕得格外真诚。不亏，当奴仆怎么了？天道都不敢吭声。谢承喜愿追随昭昭，成为昭昭的奴仆，谢昭昭救命之恩。昭昭，此玉佩代表孤麒麟，有这东西，在北昭可随意行走，谁都不能伤你分毫。哦，肉，大鸡腿，大鸡腿。谢承喜没什么带孩子的经验，可也明白这么小的娃娃哪能啃鸡腿啊？说好的签订奴仆契约，奴仆什么都听主人的，连个鸡腿都不给。第一天他就把小主给气哭了，完了，死定了。昭昭，今日在东宫发生了什么吗？是鸡腿。除了鸡腿，还有别的吗？鸽子。除了吃呢？哭，太子哥哥哭。要不你还是心里吐槽2句。偏生他此刻心声嗷嗷叫的是：东宫伙食真好啊，脆皮乳鸽真好吃，入口即化，嘎嘎好吃。今晚的锅子汤好喝，哎，肚子好撑啊，为什么不长2个肚子呢？今晚的烤羊腿没吃上，好遗憾，闻着好香。长牙，快点长牙。自从许氏许下平妻之位，苏芷清便使出了浑身解数，日日让陆远泽留宿房中。说起来，陆远泽近来当真春风得意。陆景怀的未婚妻江家，江老爷子从大理寺卿升任翰林院掌院，成了从2品。陆景怀近来又做出一首好诗，冠绝天下，谁人不知陆景怀的名字？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好诗啊，千古绝句啊。他的景怀，他的景瑶，这一双儿女当真给他争脸面。这首诗传进宫，连陛下都问了陆景怀的名字。陆景怀竟然也能做出这等绝句？他妹妹可是来自拥有上下5000年传承的华夏，无数名人供他抄袭，他当然能做出啦。科举只会作诗可不行。陆正月的不安缓缓压下，好似在大哥面前一切都能变得简单。陆侯爷，晚些一同喝几杯，一同品鉴《将进酒》，每一句都是千古绝句啊。那陆景怀当真是有真才实学的，听说陛下对《将进酒》都极其喜啊。那陆景怀还未参加乡试，就被陛下看中，若真3元及第。也不知陆景怀到底是谁家孩子，这般正气出众的儿子，祖坟要冒青烟呢。陆远泽与有容焉，心头满是火热。这是他的儿子，陆景怀是他的儿子。说起来，上一位如此出众的是陆侯爷长子吧？年仅8岁的秀才，且还是第1名。有不喜陆远泽的人立刻讽刺道：惠及必伤，陆侯爷长子当真可惜，如今残废之身，还占着世子之位，当真可惜。可惜呀，听说不能自理，屎尿都要人伺候。陆远泽仿佛被卡住了喉咙似的，面上隐隐的雀跃骄傲，瞬间被人打碎，踩在脚底。是晏殊没那个命。此刻的陆远泽心底暗暗做下某种决定。陆晏殊，你竟然还有脸出门？你身上的屎尿味都快盖不住了，摊子还想娶我姐姐，也不看自己配不配。我姐姐可是要嫁全天下最有才学的公子，可不是你这种摊子能想想的。不准欺负我哥哥！要不是为了救你姐姐，我大哥何至于瘫痪乱赋役的东西？呸！你们陆家还想怎么样？陆晏殊救了我姐姐，可我姐姐也给他磕头了啊，年年都去陆家磕头，我姐姐为此愧疚多年。你们还想怎样？非要我姐姐绞了头发做姑子吗？你们想逼死我姐？好了，云墨，陆公子，此生得你所救，云锦才捡回一条命。云锦生生世世感念你的恩德，如果可以，云锦宁愿拿自己这条命换陆公子平安。陆公子心里有气，有怨恨，求您冲着云锦来吧，是云锦愧对你，云锦这条命你拿回去吧，就当还了陆公子大恩大德。道德绑架，他想道德绑架我大哥哥。江姑娘，救你，我心甘情愿。
生命无轻重，即便不是你，是旁人，陆某一样会救。江姑娘心悦他人，想要退婚，陆某同意了。如今又谈何还命？我拼死救你，你就这般轻贱这条命？江云锦在他目光下，心头突突的，有一种他从未瘫痪，依旧站在巅峰，俯瞰众生的高傲。路人均惋惜的叹气，陆晏殊当真是清风霁月的少年郎，他的品性比才能更可贵。选择陆景怀，江家姑娘真的押对宝了吗？江云锦面色难看，眼底涌动着嘲讽、后悔、可笑。陆晏殊只是个摊子，而景怀极有可能三元及第，对自己又极其看重，他绝不会后悔。娘，再有半年，儿子便能恢复正常，自由行走了。8月秋闱，儿子给你拿解元回来。许氏泣不成声，他的长子一直是他心头的痛，即便听昭昭说大哥他能救，可他那颗心依旧是不安的，他已经有过太多次失望。晏殊恢复之时，暂时不要露出风声。娘，我们绝对保守秘密，砰，定要打烂他们的脸。远泽呢？今日祭祖，他怎么不曾回府？钟永侯是陆家最有出息的一脉，清溪老家极其看重远在京城做官的这门分支，每年都会特意来侯府一趟。当然，主要是打秋风。清溪老宅还特意修了个书院，专供陆家子弟免费就读。往年都是许氏自掏腰包用陪嫁填的窟窿。至于今年，今儿在外应酬呢，慢待各位族老，明儿让远泽回来赔罪。侯爷答应抬苏姑娘为平妻，今儿正好祭祖，便将她的名字记上吧，将来也是侯府半个主母。平妻，我怎么不知此事？苏芷清眼眶红红的，老太太又有些不忍。别的不说，苏芷清极其得她欢心，她是喜欢的。娘，这是侯爷做的主。再说侯爷守着芸娘10几年，芸娘如今不便伺候侯爷，也不能让侯爷身边无人啊。许氏神色落寞，老太太反倒放了心。既是侯爷的主意，便将平妻记上吧。于是在众族老的见证下，将苏芷清的生辰八字写上族谱，成了平妻。泽哥，要不我去求求云姐姐，我可以做奴婢，伺候侯爷，伺候他。能不能将景怀记在他名下，让景怀有个正当身份？我可以给他磕头，可以给他做洗脚婢，娇受委屈没关系，只求他能善待景怀，善待一双儿女，不能让侯府的血脉流落在外啊！你怎么能做洗脚婢？你教养出一双优秀的孩子，他也配。景怀断不能流落在外的。陆远则有些不自在，晏殊是个摊子，却占着世子之位，这怎么能行？侯府不能交给一个摊子。正月能力不足，元宵年岁过小，只有景怀。他嘴上不说，心里呀，定然是想拿个解元回来给你争光的。陆远则心里暖洋洋的，这般优秀争气的儿子绝不能流落在外。只可惜上次巫蛊之物竟然不曾扳倒许家，可惜了。你放心，你等我18年，我都明白你的心意，绝不能让你白受委屈。这世子之位必定是景怀的，还有咱们的景瑶，他可是被国师批命，贵不可言，天下之宝。这样优秀的孩子怎能流落在外？你啊，是咱侯府的大功臣呢。陆远则一番话让裴娇娇重新勾起了笑意。她脱掉外衣，里面是景瑶设计的衣裳。景瑶这小脑瓜真不知怎么长的，不只能帮哥哥做诗，还能做衣裳。这衣裳一根细细的带子，只刚刚遮羞，偏生又能极好的勾勒出身形。陆远则只看一眼便被勾得失了心神。这一幕冲击太大了，满是春光，春意盎然。温家外放归家，这日来陆家送拜帖。陆正月见到温家心虚，避开了。为什么不见我二嫂？为什么要避开她？昭昭，我曾喜欢过苏芷清，我背叛过温宁。你抛下小嫂子，为苏芷清抛头颅洒热血，为苏芷清恋爱呢，本就是天道使然呢。现在有昭昭斩断了你被控制的轨迹，可以过你想要的日子了。辣不素，二锅锅，真正的积极。错过小嫂子，那温宁姐姐就要两世悲凉了。你真的不要保护她吗？可是我不敢。昭昭，帮你。夫人，侯爷一夜不曾归家，会不会遇到什么事儿啊？男人在外有自己的事业，想来是朝堂上有事绊住了。我抬你做平妻，是让你好好照顾侯爷，可不能拖他后腿。怎么会呢，夫人？
青青只是担忧罢了。正说着，便听得下人来报：夫人，侯爷归家了。侯爷，你一夜不归家，青青担心你。言语间满是少女的崇拜和爱慕。陆远则不着痕迹地按了按腰。苏芷清闻见他身上的香气，心底一沉。今儿青青被记上族谱，青青何其有幸能遇见侯爷。可怜陆远则腿肚子还在打哆嗦呢，腰肢还酸软着。裴娇娇真是个妖精。我暂且先去看族老。说完，竟落荒而逃。苏芷清气得眼眶发红，定然是裴娇娇。侯爷，还是先去看族老吧。族老明儿要回清溪，说是要修缮祠堂。老太太口快，当即答应掏钱。侯爷顺带一块给了吧。妾身想着，到底是修缮陆家祖宅，芸娘倒不好拿嫁妆，免得外人说闲话。怎能让芸娘偷嫁妆？他有些烦躁，以前芸娘总是说他的就是陆家的，不分你我，甚至求着他用。可现在他说是嫁妆，陆远则怎么拉得下脸？我一道给族老便是。什么？要3000两？往年你媳妇给的都是1000两，今年要修缮老宅和祠堂，3000两已经不高了。你爹也葬在清溪，还有先辈都在清溪，远则这钱省不得，让你媳妇拿嫁妆便是。用媳妇嫁妆修祠堂，这叫什么话？往年都是许氏掏钱，哄得一众族老开心心回清溪，他从不觉得有什么。可轮到自己掏钱，他有些烦闷。他一年到头才几百两俸禄。族长，每年族学怎么要花1000两？这18年了，一个举人都不曾中。当年不是你自己说每年1000两？行了行了，明日就把钱送来。几个族老气得面红耳赤，哪回过来许氏不是恭恭敬敬的对他们，走时还要包个大红包，还不如你媳妇会做人。陆远则只恨不能将他们赶出去，带族老离开。你那么大反应做什么？反正许氏对你幸福，你哄哄就把钱拿出来了。对了，景怀什么时候回家？我是真心疼我的大孙子啊！3元及第可是要出在我侯府，可不能让他流落在外。陆远则有些烦躁。娘，我有成算。没牙的小东西，竟然抢我狗饭，不要脸！皇宫，今日陛下吃到一道八宝鸭，便想起了爱吃甜食的陆昭昭，吩咐太监不惊动任何人，将昭昭请来。陆景怀心术不正，即便3元及第，儿臣也不愿尊他为师。王有才能，心无品德，儿臣不屑。太子已经听得风声，若此届有人3元及第，极有可能钦点为太子少傅。将来若太子登基，便是帝师。3元及第，他一个不曾出京的少年，并未受过任何蹉跎，反倒吸着许氏的血，过得如鱼得水。他怎能写出如此豪迈壮阔的诗词？他剽窃，尚无证据，便不提此事。但他是陆远则亲儿子，乃不变的事实。外世子还妄想与嫡子比肩，踩着嫡子上位。皇帝乃正统嫡子，自然见不得此事。许夫人似乎有意合理，可自古以来就没有女子合理能带走子嗣的。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；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。承喜利益足够大，他便能舍弃一切。比如他金口预言3元及第为太子少傅，足够冲昏陆远则的头脑。一个瘫痪世子和太子少傅比起来，孰轻孰重呢？陛下，不好了！昭昭姑娘打起来了！打起来了？和谁打起来了？谁那么大的狗胆，竟敢对昭昭动手？昭昭姑娘和贤妃娘娘的狗打起来了。和狗打起来了。陆昭招过来时，垂头丧气的模样，小姑娘眼睛里一大包眼泪，泪汪汪的，嘴里还不停地吐着狗毛。陛下，臣妾冤枉啊！臣妾啥也没干啊，也没有放狗咬他，臣妾真的没有放狗咬他。皇帝沉着脸不说话。可有受伤？伤着哪了？还不快请太医！该死的东西！陆昭昭呜呜直哭，抬手拍着胸口。狗咬着心口了，哪里疼？告诉皇帝伯伯。贤妃心头一哆嗦，她是4皇子的生母，4皇子生来体弱多病，在护国寺当小沙弥养生。他若是出事，他儿子该怎么办啊？我心疼，我心里受伤了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听得心声的太子猛地咳嗽起来。到底怎么回事？陆家老二，你来说。陆正月有些尴尬。进宫时路过贤妃娘娘殿门口，正巧遇见贤妃娘娘的宫人喂狗时，
陆正月捂住脸，他没脸说。贤妃急忙道：狗饭都是工人专门做的，有鸡肉肠，有肉糜之类，拦都没拦住。他伸手就抓了一把狗饭往嘴里塞，吃完发觉味道不错，便飞和狗抢食。狗可不得挠他吗？但也没真挠他，就嗷叫着吓唬他。他为了吃口狗饭，累是和狗打了起来，将臣妾的狗都抓秃了。陛下，你要为臣妾了，你要为臣妾的狗做主啊！皇帝听得嘴角直抽。那他哭得如此厉害，是打输了？那倒没有，这狗也不知怎么回事，琪琪怕他，只敢护着食，没敢抓他挠他。昭昭姑娘打赢了，但是他俩把饭打翻了，两人没吃上。听着听着，陆昭昭更气了。哼，狗狗骂我，你还知道狗骂你？就是骂了。贤妃怀里的狗又汪汪2声。没牙的小东西，竟然抢我狗饭，不要脸！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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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虽然听不懂，但我从他们的脸上能看出骂得极脏。爱妃啊，你将那狗饭方子拿给御膳房，让御膳房研究研究，看能否研究出婴儿的辅食，让人给护国寺传话，将四皇儿带回来陪你一段时日吧。贤妃忙谢过皇帝，又欢喜地看着陆昭昭，这狗饭抢得好，抢得好！上回他病重，四皇子也只回了7天。昭昭今夜吃了不少东西，回去切末再给吃食，喝些热水便是了。是，谢过殿下。你们介意换个爹吗？太子是认真的，这是他和父皇讨论的结果。要想把昭昭名正言顺记在名下，把陆远则踹了，娶许氏，那不妥妥的吗？看着陆正月一副被雷劈的样子。罢了，是姑糊涂，今日这话就当姑没说过。但陆远则不配做昭昭的父亲。母亲亦是如此想。太子不由露出一丝浅笑，许氏能摆脱恋爱脑，极好。第2日，众人依照官职有序入了金銮殿。陆远则左脚刚踏进金銮殿，便听得高台上一道威严的声音道：钟永侯去殿外站着。陆远则一脸茫然，他收受贿赂被发现了，他养外室捅出来了，将自己犯下的过错在脑海里都过了一遍，心中惶惶不安。北昭又为尊，你右脚进殿，怎么还指着朕尊你呢？于是钟永侯因右脚踏进殿，被皇帝斥责，殿外站了一上午。待早朝结束，陆远则急忙寻王公公，还望王公公点拨，陆某到底何处惹了陛下生气？王公公见陛下走远，捏了捏他塞过来的银票。侯爷，大抵真不该右脚进殿，您这是不敬圣上啊！可是陆某左脚进去的。王公公面色一僵，陛下要罚你，还管你哪只脚进去的？你便是双脚离地跳进去，陛下也会嫌你呼吸都错了。咱们当差的哪敢揣摩圣意呢？陆远则见他笑得高深莫测，越发心头不安。陆远则浑浑噩噩回到侯府，正巧遇到祖老回乡。3000两银子还要分3次给，偌大的侯府还能掏不起钱？怎么，你们发达了就瞧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了，嫌我们打秋风了？陆远则，当初你爹出去打天下，可是将咱们族内年轻男儿都带走了，还带走了族里的粮食银钱。若不是族里倾力帮扶，你们能走到今天？你别忘恩负义！陆远则面色阴沉，强压着火气。3日后便差人送回清溪，绝不少你们一分。族老怒气冲冲离去。陆远则今日在外受了气，回来也没好脸色，整个府上都阴沉沉的。幸好夫人您如今不当受气包了。就你贫嘴，就是不知他做错了什么，让陛下这么打脸。昭昭也不知，二哥呢？二哥啊，你二哥说家中大哥会读书，他便不走这条道了。他想去南边做生意，正好看看二舅舅零落水患如何了。我也要赚钱。你赚什么钱？你还是个奶娃娃呢。我就是会。许氏笑笑没当真，数了半天，统共才16两银子。皇帝伯伯一家真穷啊！公主送玉佩，皇帝伯伯送玉佩，太子哥哥送玉佩，太后送玉佩，及其皇室全部玉佩，难道能召唤神龙吗？抠门的东西！他攥着钱袋子走到许氏跟前。陆早，天上的小仙女儿，借钱，爷爷阔矣，投资分钱，你助我一臂之力，等我回归仙界，百倍还之。小仙女啊，就当娘送你的，
不用还了。记忠永侯府许夫人5两。小小姐说了，等她回本，定加倍奉还。娘等着你大赚啊。寻到大哥院子，大蝈蝈借钱。昭昭怎么要买什么东西？大哥给你买。钻钱。咱们昭昭也要养家了，真棒！说完，让小厮拿了20两银子过来，递给了陆昭昭。玉琴记账。陆昭昭寻了三哥，便要出门。出门，我要出门。你去哪儿？借钱创业。不知道三哥最有钱的朋友是谁？那三哥正好看出疲惫，带你出去串串门。差人给许氏打了个招呼，带着丫鬟小厮便出了门。他出门玩耍去了。咱家小小姐早会，说话早，爱学人。听到二公子做生意赚钱，他也闹着要去呢。此刻的许氏哪里知道，还真让陆昭昭办成一件救国救民的大事，当然也惹得全城孩子屁股开了花。陆元宵第一站便是首富林家。真可爱，陆元宵，你妹妹长得真可爱。那是我妹妹，像我，像你就不好看了。两人至交好友，自然不在乎嘴皮输赢。我妹妹想借点钱做生意，你要不要入伙呀？做生意我们自己。对呀，我拿你当朋友，才第一个找你。当然，绝不是因为你钱多，赚大钱。你妹妹借。蝈蝈，你有没有压岁钱啊？我爹平日里给的多，我花的也多，还剩6000两，都寄给你。昭昭。陆元宵也没多待，拿了钱便抱着昭昭出门。临出门时，正好遇见林伯伯回府，喝得烂醉如泥，醉醺醺的。我爹这段时日天天醉醺醺回府，林家做了一辈子商户，我爹想改换门楣，哪有那么容易呢？前些年本想捐个官也没成，如今想一步登天成皇上，更是难上加难。这是艳阳的同窗啊。爹，这是我同窗忠永侯府公子陆元宵，这是他妹妹陆昭昭。弟弟一次来咱家。一边说一边晃晃悠悠地从兜里掏钱。头一回来见面礼，这孩子长得真好看。我爹不是土大款，也不是暴发户，他喝多了。我稀饭哇，林伯伯好人耶，谁家红包给2000两银票啊？此刻的陆元宵又带着昭昭去了护国公府。陆昭昭如愿借走了8岁李思齐2630两的积蓄，又去礼部尚书方家借走了对方3岁小孙子的560两，又去户部侍郎王大人家借走了对方5岁孙子的621两，又去内阁学士府上借走了对方3岁孙女的800两，又去光禄大夫府上借走了对方2岁孙子的280两，又去太常寺卿府上借了对方1岁孙子的8个铜板，以及1壶牛奶，因为他走饿了。多少钱了？22368两，还有8个铜板。妹妹，咱们啥时候做买卖去啊？陆昭昭将银票全部递给玉琴。大舅舅，让大舅舅买。他趴在玉琴耳边，偷偷告诉玉琴。玉琴怔了怔，随即重重应下。买的什么呀？到底买的什么？嘿嘿，很快三哥就知道了，我肯定比二哥赚得多。你们今儿去哪里了？一天都不回家，带着妹妹跑了一天。就走来走朋友，去朋友家玩。完了，我的屁股保不住了。陆元宵哪里知道，保不住屁股的是他渣爹。第二日，陆远则休养一夜，刚踏进殿，如雪花般的弹劾奏折便朝他飞来。陛下，您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忠永侯纵女行骗，骗光了陈孙子的压岁钱。陛下，忠永侯纵女骗压岁钱。陛下，忠永侯女儿骗了我孙子8个铜板。陛下，忠永侯太过分了。还有陈孙女的800两。还有陈，整个朝堂为了一大半全是苦主。陛下，臣冤枉啊！臣从未纵你借钱，从未啊！果然就不该生下陆昭昭，景瑶才是我的福报。你的意思是，全都是陆昭昭自己借的？陛下，当然是他自己借的，和臣无关啊！混账东西，你还有没有心？
他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，他懂得什么？若不是大人教唆，他能知道借钱？你竟然拿1岁的孩子敛财！陆远泽，你好大的狗胆啊！臣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啊！陆大人，你怎能借孩子敛财？孩子存了7、8年的压岁钱，你也好意思借？你女儿不止借钱，还给了征服呢，说什么保平安，真是胡闹！陆大人，同僚一场，咱也不说什么，但是这钱总得还给孩子吧？本官家是8个铜板1壶奶。陆远则有苦说不出，可想这1岁的孩子连牛奶都借，想必统共也借不了多少，当即满口应下。还，陆某一定还，明日就送到府上，不会少各位同僚1分1毫。本官已经4处问过了，他借了不少，每家都有欠条。等会我们就把欠条给你。借女敛财，此事要重罚，以儆效尤。来人啊，罚陆侯爷杖责30。陆远则紧抿着唇，却又不敢喊冤，只能被工人拖了出去。一声又一声的闷棍打在陆侯爷身上，陆侯爷痛得脸皮发白，嘴唇都咬出了血，心中只恨陆昭昭不争气，不如景瑶懂事。待早朝结束，皇帝当即唤几个借了钱的苦主去御书房。他还给你们符了？皇帝坐在龙椅上，压抑着心底的狂喜。符咒这么好的东西，为什么不给朕？是朕哪里做的不好吗？朕明明连贴身玉佩都给他了，此玉佩如朕亲临，甚至能随时进宫，召10万禁军，朕哪里做的不好吗？皇帝越想越委屈，太常寺卿掏出个黄符，黄符上画着古朴玄奥的图案。那臣的孙子借了他8个铜板和1壶牛奶，他给了一张什么真画符，说是符咒之下无谎言，小家伙还挺会忽悠的，把臣孙子8个铜板全忽悠走了。见到工人上前，太常寺卿一愣，这等糊弄孩子的玩意儿，他没打算呈上去啊。可瞧见王公公，他只得双手奉上。皇帝又看向众位大臣，光禄寺周大人一愣，立刻呈出黄符。借了臣孙子280两，给了一张镇宅符，说是魑魅魍魉都不敢进府。借了臣孙女300两，给的天气符，说是能呼风唤雨，臣孙女信极了，宝贝得很，不许臣弄坏，要还回去的。所以他没给王公公。户部侍郎和礼部尚书都得了一张增寿符。小家伙说此符能增寿3年，小家伙还挺会忽悠人的。两人都递给了王公公。这符是物证，朕就收下了，众位爱卿退下吧。众人看着皇帝，嘴角止不住的笑意，只感觉莫名其妙，倒也没多想，只一同出宫。这雨啊，下个不停，林落传来几次加急，只怕水患更严重。那个学士刘大人捏着符纸，随口应付道：是啊，若是能雨停，出几天太阳多好。刚说完，便觉手上一股灼热的痛，便见那黄符竟无火自燃。更让人惊异的是，黄符燃尽，灰烬落地的那一刻，倾盆大雨竟然停了。不过眨眼的功夫，乌云散去，露出高悬的太阳，阳光一点点洒落大地。这符不会是巧合吧？巧得他无法说服自己。明明青天剑说这场雨至少持续半个月，他们突地想起陛下强忍的喜意。本官还有事要回去一趟，本官的符要讨回来。本官头发胡子发白，本官需要增寿符。众人此刻哪里还肯出宫，纷纷掉头。陛下累了，早已歇息，众位大人请回吧。这大早上的，陛下就歇歇，骗谁呢？这符纸是真的。众大臣悔恨不已，气得在殿门外拍腿。众位大人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可要明白呀。众人心下了然，陛下是想瞒着呢。陆远则被抬回府，屁股都被打烂了。该死的东西，该死的东西，他克我！陆昭昭克我！老太太听的消息便跑了出去，半路上嗷的叫了一声，晕倒过去。老夫人晕倒了。外头暖和，别让人惊醒老太太，让她原地躺着晒太阳吧。瞅着要醒了，便扶床上去。登之捂着嘴偷笑。是。陆远则在鬼叫什么？他闹着要招招小姐过去，非说小小姐克他，估摸着皆在朝堂上犯了错，被陛下杖责了。许氏听得他说招招克父，便厌恶的紧，
他当即便去了清平院，站在门外都能听到他满怀恶意的怒骂昭昭。小小年纪心术不正，当初就该溺死他！快将他带来，溺死他，溺死他！真是个祸害，死丫头，生来克父！若景声音戛然而止，大抵想起陆景瑶尚不算是他女儿。侯爷，夫人来了。苏芷清对许氏还算尊敬，许氏不得侯爷欢心，又将她抬为平妻，平日里也不拘着侯爷来他院里。芸娘，芸娘，你来了！你可知陆昭昭在外做了什么？他竟然寻我的同僚孙辈借钱，他无法无天，简直该死！快让他过来跪下，没我的允许，不准起来！许氏心头满是火气。昭昭才1岁，你让他跪着，他还活不活？你是要他的命？你不知道，昭昭克父啊！自从有了他，一切都不顺心。他被雷劈，许氏不再听话，一切都不顺了。再说，跪不死人的。行了，绝对不可。芸娘反倒觉得昭昭是我的福星，是我的救赎。有了昭昭，一切都有了盼头。侯爷不必多说。正说着，便听得门外来报：侯爷，户部侍郎武大人来了。陆远则一愣，户部侍郎可是有实权的2品官，他平日里并无往来啊，这可是稀客。陆远则想爬起身，屁股疼得嗷嗷叫。是尚书大人叫我来送欠条的，所有欠条都在这里了。他对陆远则点了点头，极其客气。这是陆昭昭的父亲，陆昭昭这丫头有大福呢。不过他左右看了看，没看到陆昭昭。昭昭呢？吴大人眼神灼灼，能不能再给一张符增寿啊，增寿！陆远则当即怒气冲天。吴大人，小女年幼无知，陆某必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这死丫头不知天高地厚，今天我便让她跪3天3夜，来客府门前磕头认错。吴大人一愣，陆侯爷这是不知道自家闺女的能耐啊！想起陛下耐人寻味的那一句不得外传，保守秘密，看来陛下是想瞒着陆远则。陆侯爷，昭昭才1岁，跪3天3夜，你岂不是要他命？你让他借钱也就罢了，竟然还罚他！你若这般，明儿我便弹劾你，真不要脸！哎，还是护国公和首富运气好，护国公生病没上朝，首富是商户不配上朝，这2家反倒把福保住了。吴大人摔下账单和欠条，满脸愤怒。陆侯爷好自为之，昭昭是无辜的。说完拂袖离去，陆远则气得浑身直哆嗦。我没拿钱啊，一个铜板也没拿。低头一看账单，22000两，不是，他们有病啊！谁给1岁的娃娃借2万两？首富林家是不是有病？竟然借这么多！这一口气上来，陆远则当场活活气晕过去。待陆远则悠悠醒来，便怒气冲冲来许氏处寻陆昭昭。许氏瞧见账单，也瞪大了眼眸，极其震惊。快把这个孽障找来，这钱到底藏哪里去了？许氏怎么可能把昭昭找来？他只换了灯枝去问，半个时辰后，夫人，小小姐说钱全花出去了，一个铜板都没剩。你听到了？钱没了。你就护着他吧，这孩子都被你惯坏了。2万啊，那是2万啊。陆远则没忍住，说出了心底的话。许世云，你看看自己将孩子养成什么样了？老大残废，还占着世子之位；老二纨绔，老三脑袋空空。陆昭昭小小年纪便会骗钱，侯府迟早要败在你手里。侯爷可是要改立世子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你既护着他，那这钱怕要动用你的嫁妆了。侯爷，昨日我不是告诉过你，正月要出去经商吗？他需要本钱，我将嫁妆都给了正月。陆远则心尖尖都在颤抖，全都给他了。芸娘的嫁妆本就是留给孩子们的，便都给他了。侯爷，难不成还惦记芸娘的嫁妆啊？陆远则脸绿了，22000两，他要自己还。切，祖老还有3000两。老太太傍晚才醒来，醒来时浑身麻木，好似冻僵了似的。可睁开眼，屋里点着地笼，身上盖着锦被。自从林嬷嬷死后，她身边也没个体贴人。许氏听得老太太夜里高热，还说什么身子发麻，便让府医过去了。夫人，老太太再受不得刺激了，怕是有中风之疑。许氏一脸心痛，待府医离开。没事多刺激刺激，养养猫狗，时不时放出来吓他一跳。拜以前所赐，谁不知道她是个恋爱脑，是个孝顺媳妇，谁也不会怀疑她。昭昭说了吗？鸡腿吃了，但什么也没说。罢了，我去寻他。
昭昭，今儿借的钱去哪了呢？娘亲好像有点担心哦。昭昭是好孩子，不骗娘亲。舅舅、大舅舅买东东了。许氏一愣，既是给了大哥，那便没什么说的。良亲，我不稀饭爹爹。良亲，爹爹能换吗？良亲，我要一个会赚钱的，要一个陪我玩的，要一个当官的。阔姨要3个爹爹吗？许氏一梗，昭昭，嘴里含口水，对身子好，别咽下去哦。昭昭迷茫地看着他，真的吗？他端起茶盏，便咕咚喝了一大口，脸颊鼓鼓的，一脸乖巧地看着娘亲。好一会，许氏觉得昭昭忘记了要找3个爹爹的事情，才开口，可以将水咽下去了。昭昭真棒。夫人，含口水真的对身体好吗？奴婢竟然没听过这等方子。他话太多了，含口水，没空说话。可怜的昭昭小姐，这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呀。皇宫中，皇帝彻夜未眠。这真画符我用到了质子身上，竟然真有效果。你说昭昭是不是上天赐给北昭的宝贝？他是来解救咱们北昭的。皇儿啊！皇帝迟疑了一瞬，太子狐疑地看着他。昭昭这般能力，若落在外人手里，对北昭只怕是大害。父皇，昭昭尚是个1岁孩童，儿臣可以保证他对北昭之心，他对北昭绝无二心。你胡说什么呢？太上皇不得梦里抽朕。每天夜里，太上皇都入梦，耳提面令让他好好对陆昭昭。朕的意思是，只有自己人才能更放心。所以你觉得朕娶许氏怎么样？或者给你和昭昭定个娃娃亲？父皇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我不行。儿臣本必死的命，是昭昭逆天改命，救了臣一命。他为了救儿臣，与他共享了寿元，如今儿臣只能做他的奴仆，享用他的寿元。皇帝一惊，想起昨晚做的梦，他梦到了北昭的结局，那真是闻者伤心，听者落泪啊。北昭不是被打败的，是被恋爱脑撞死的。梦里太子疫病后悄然死去，不知哪里来的孤魂野鬼占据太子身份，竟然顶着北昭太子的身份谈情说爱，将北昭多年基业毁于一旦，将老祖宗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基业拱手让给那女子当女帝。皇帝差点当场梗死，还梦到了死去多年的老先皇，先皇握着他的手，激动的唾沫横流，有救了，有救了！我老谢家祖坟冒青烟，我老谢家的江山定能千秋万代，定能传承千年，好好养着昭昭小祖宗，不然老子飞爬上来抽死你！想起太上皇所言，他颓然的叹了口气，先和离吧，和离再说。此刻的陆远泽哪里知道，他嫌弃的糟糠之妻早就有人盯上了。陆远泽为了还债，东拼西凑，卖了不少家当，甚至将送给陆景瑶的庄子都讨了回来，只为还钱。裴娇娇眼睛都气红了。为了凑齐25000两，陆远泽甚至借了印子钱，整个人都阴沉许多，不只为还2万多两银子，更因为他都借不到这么多钱，不得已去借利息极高的印子钱，光是想想心脏都尖锐的疼。很快便到了七神节，每年今日便是全民拜神的时刻。传闻曾经有人得到神明青睐，神明降临，实现了信徒的愿望。据说神灵降临时，天地皆知。老太太一大早便浩浩荡荡出了门，说是要去礼佛。许是知道他们去裴家了。陆昭昭对拜神没兴趣，可是他对拜神的贡品很有兴趣。神媒，时候拜拜。要夜里满月之时，可不能偷吃呢，神灵都看着呢。拜什么神明呢？其实娘也不太清楚，这一位是天地主神，他主管所有神灵，民间并无他的传说。陆昭昭哦了一声，他盼啊盼啊，终于盼到了天黑。昭昭呢？他不是早早就等着拜神吗？方才还在呢，估摸着又回房去了。院门口有人守着，定然没出院子，登之并不急。先拜神吧，不能误了吉时。许氏便带着人浩浩荡荡的拜神，而陆昭昭趴在供桌底下沉沉睡去，嘴里还念叨着烧鸡烧鸡，求神灵庇佑苍生，求神灵降临北昭。传闻中他神降凡间出现过6次，6次皆是今日，所以凡间就将这日定为拜主神的日子，有机会得到神明垂怜。母妃，你冷不冷呀？母妃不冷，皇儿冷慢。四皇子抿着唇摇头，小光头看起来格外可爱。拜神开始了。夜里有些凉，陆昭昭被冻得半睡半醒。他趴在供桌底下等着偷烧鸡呢，也不知道拜神拜完没有。突的，耳边出现一道虚无缥缈的声音，似是踏碎虚空而来，似是近在眼前，有些熟悉，可陆昭昭怎么也想不起来
只觉得脑子里浑浑噩噩一片，仿佛被抽离了一部分记忆。外头突然传来惊叫声：“是神灵！是神灵！是神灵降临了！天啊！30多年不曾出现的神将再次出现了！”快，马上派人去找，到底是谁祈求到了神灵回应，将北昭的祈求告诉他，不惜一切代价让他为北昭祈求，我们可以补偿他，加官进爵皆可。众人心跳如雷，听得神明问出那一句：“你有何愿？”问神，这是问神，神明要施展他的恩赐了。说出你的愿望，吾可以满足你的所有愿望。真的好吵。你有何愿？你想要什么？吾可以给予你世间一切，长生、名利、富有。长生、名利、富有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不值钱的烂货。有消息了吗？祈愿者找到了吗？陛下还不曾有消息。你想要的一切，吾都可以给予你。陆昭昭从供桌下爬出来，此刻院中只剩他一人，大家都出门看神将去了。说出你的愿望，吾可以满足你的所有愿望。阔以把你的烧鸡给我赐吗？他指着桌上的烧鸡，认真又严肃地问道：“多么朴实无华的愿望啊！”直接把神灵干沉默了。他极少在人间神将，人间承受不住他的力量，但他每一次的降临都有记录，每一次的许愿都会列入神书中，世代流传。这一次的许愿，想吃我的烧鸡，可以把你的烧鸡给我吃吗？吾可以赐予你无尽的钱财，你可以买无数烧鸡。你好笨，钱良亲会收走，会保管，那不是属于我的，烧鸡才是我的。皇帝已经在神台上气得跺脚，因着与神灵对话，他们也能听见祈求声，只是声音被放大，显得失真，只隐约听得满是稚气，带着一股奶乎乎的感觉。到底寻到了吗？他要什么烧鸡？朕给他吃个够！暴殄天物，暴殄天物啊！快扶着朕，朕要气晕了！回陛下，还在寻。皇帝气得跺脚，真想把烧鸡塞那孩子嘴里。而陆昭昭却是渐渐没了耐心。烧鸡给不给？不给我就走了。神可真小气，哼！还说世间万物都可以给予呢，连只烧鸡都舍不得。神明沉默许久，吾赐你所愿。我以后就是你的信徒了。拜神真好，有烧鸡吃。神明渐渐消散在夜空中，陆昭昭偏着脑袋，觉得他声音有些熟，但半点想不起来。他已经被这个世界同化。陛下寻到了，方才在外遇到个娃娃，抱着一只烧鸡，说是神赐下来的。将人带进来。没多时，便有个妇人牵着个女童上前。你说是神灵赐给你的烧鸡？裴娇娇牵着陆景瑶，心头狂跳。陛下，这是陆景怀的妹妹，您唤陆景瑶，身后站着的是她的母亲裴夫人。皇帝和太子眼神一凛，裴夫人，陆景怀，陆远泽的外室。回禀陛下。住嘴，朕没问你。裴娇娇一慌，陆景瑶给了母亲一个安心的眼神。是的，陛下，是景瑶问神灵要的烧鸡。蠢货，北昭事短，你吃穿了吗？让你问神灵要烧鸡，不识大体，分不清场合的蠢货，真给北昭丢人。你作为他的娘亲，你是怎么教导的孩子？他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吗？裴娇娇脸都吓白了，她只想着要冒领功劳，没想到会挨骂啊。陆景瑶抿了抿唇，眼底有些茫然，为什么与他想象的不一样？滚出去！小小年纪满嘴谎言，毫无教养。裴娇娇面红耳赤，灰溜溜的被赶出了宫。紧接着，陆景怀母亲冒领一事传遍了京城。父皇，你怎么知道不是他？朕还不瞎，也不忙。这件事除了陆昭昭，还有别人能干出来。去将陆昭昭请进宫，不要惊动旁人。王公公赶紧去请，心里琢磨着，这次陛下怕是要迁怒小丫头了。待陆昭昭满嘴是油抱过来，直接实锤。伯伯，吃鸡。太子不由扶额，他该怎么劝父皇饶了昭昭呢？昭昭，是你找神要的烧鸡？对，是我呀，好好吃哦。太子正要求情，昭昭真是个好孩子，不重名利，不重权势，好孩子，真是个好孩子呀。要是旁人，定要朕的皇位了。而昭昭只要了一只平平无奇的烧鸡。父皇，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
皇帝慈爱地看着昭昭，这孩子怎就不是自己闺女呢？昭昭，想要换个爹吗？你会陪我玩吗？当然陪，朕会狩猎，会下棋，会打仗，会舞，会蹴鞠等等，还颇有文采呢，绝对不比你现在的爹差。皇帝卖力推销自己。你会扎辫子吗？朕可以学。陆昭昭一脸嫌弃。今夜住在宫中可好？宫中又出了几道新御膳，酸酸甜甜的，味道极好。让人回许氏一声，就说今儿昭昭住宫中，再将几个小皇子唤来，好好陪昭昭在宫里玩耍。昭昭妹妹，你不怕父皇吗？伯伯不可怕，好伯伯，皇帝伯伯可会吹彩虹屁了。你既然不怕父皇，昭昭妹妹你真厉害。你来啦，父皇都会笑了，你就住宫里好不好？给我当妹妹。好啊，好啊。几个小家伙凑在一起，叽叽咕咕，时不时爆发出笑声。父皇，你想让他们一起长大？昭昭是上天赐下的宝贝，绝不能流落在外。朕若娶不到许氏，便做两手准备。这几个皇儿相貌生得好，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的长大，长大终究会有几分情谊。将来若有缘分，那便是他们的福气了。太子面色难看，他拳头紧握，他想说什么，却只低低的一声叹息，又有些茫然。他甚至不懂自己为什么会听到昭昭心声，他总觉得自己冥冥之中与昭昭有某种牵连。昭昭很喜欢宫里稀饭、玩泥巴、比赛。嘿嘿，我们赢过昭昭妹妹了，一点也没剁了父皇的脸面。比什么了？皇帝来了几分兴致。你站着尿尿啊，看谁尿的最高最远。父皇，儿臣赢了，儿臣尿的最远。皇帝身形缓缓石化。比站着尿尿。我们还用尿尿糊了泥巴，做了泥人，剩下的泥巴还做了叫花鸡，送去御膳房了。可真是我的好大儿啊！我想要的是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不是比谁尿得更高，尿得更远。呸！一群不争气的东西！累了，毁灭吧！回吧，回吧，别让朕看到你们。父皇，明日四皇帝回护国寺，儿臣也想送他。昭昭也想去见四皇帝，儿臣带他一起过去吧。去吧，劝劝贤妃。对于四皇子，他哪能不疼爱呢？他压着文武百官，留下四皇子，已经承受了极大的压力。甚至每北昭出现天灾，便有人出来指责四皇子。四皇子命格不好，要杀他几天，一年到头也只能回宫几日。昭昭，你不会害怕吧？四皇子命格极差。他出生那日，贤贵妃宫中的鲜花尽数凋零，一出生就是不祥之兆，更是吸引邪祟，宫里时常出现冤魂。所幸后来送到护国寺，才将其镇压，但不能在宫中久待。昭昭胆子大，不怕不怕。不要待得太久，早去早回，别吓着昭昭。四皇帝煞气重，吸引邪祟，能在此伺候的宫人，皆是八字硬的。哇哇哇！池子里有水鬼，呀呀呀！水井里也有，哈哈哈哈！他们在往外爬啊！还有身上焦黑，被烧死的。陆昭昭兴致勃勃地念叨，吓得太子脊背一凛，脚步越走越快。母妃多希望能替你受过，你从出生便在庙内苦修，从未过一天好日子。君安，君安。你怎么就不能安呢？母妃，你别哭，儿臣不苦，儿臣一点也不苦。安安不能承欢膝下，安安愧对母妃，安安不能久待。外面聚集的冤魂越来越多，安安会害了母妃的。师父说，待我养过18，便能过正常日子。贤妃娘娘，太子哥哥，孤和昭昭来看看你。你明日要回寺庙，也不知何时再能相见。太子一愣，一转头，昭昭呢？明明方才还在此处呢。哎呀，糟了，外面不干净。三人急匆匆赶过去。好玩，真好玩呢！吊死鬼正挂着陆昭昭荡秋千，荡高高，更高高，好玩。陆昭昭左侧还站着个披头散发的水鬼，水鬼正端着果盘，一副谄媚相。没吃饭呢，连我都荡不动。师傅来来回回除邪4次，都不曾将这群邪祟赶出去。上次这吊死鬼还大放厥词，气得师傅吹胡子瞪眼。
太子哥哥，稀饭这里好玩，我交到好朋友了，好朋友。陆昭昭一扭头，便发现那群邪祟一点点后退。你们不要走呀！为什么跑？为什么走了？不稀饭昭昭，你拿人家的头踢球，是他自己摘下脑袋的，他递给我的。可人家是摘下脑袋吓你的，好伤心呐！他们不稀饭我。邪祟走了，离开咸清宫了。护国寺方丈怎么也除不尽的邪祟，就这么走了，就这么落荒而逃。贤贵妃眼神越发灼热，太子凌厉地看了她一眼。贤贵妃微微回神，可她怎能放弃皇儿呢？昭昭，你有法子克制邪祟，对吗？你能救救安安哥哥吗？他这么小，便要一生常伴古佛，求求昭昭，你救救他好吗？依依求你了，依依为你当牛做马，依依用一辈子偿还你的恩德。邪祟，诺，给你，但他不能抵御大邪祟，一般邪祟没问题哦。头发能抵御邪祟？我邪祟克星，用护身符装起来，便说寻到了大能之物克制煞气，万万不可透露昭昭的消息。贤妃娘娘，您知道陛下的手段。太子放心，昭昭于君安有大恩，我不会恩将仇报。今日昭昭来了咸清宫，为了避免怀疑，明日四皇帝依旧随方丈回护国寺吧。5月贤妃娘娘生辰，便借机回宫，不再去护国寺。正好陆侯爷定然已经与许氏和离。这是护国公府信物，有此信物，护国公府会倾力相助。陆昭昭看着面前的玉佩，面无表情，幸好太子替他拿了回来。第二日一早，许氏便亲自进宫接人来了。娘亲，昭昭想你。许氏一夜没睡好，见他面上欢喜，便知没受什么委屈，心里的大石头才落地。还知道想娘亲呢，娘看你玩得可开心了。宫里饭菜好吃呀。许氏听得他的心声，只觉可爱。两人一道谢过皇恩，这才亲昵的出宫。而此刻的陆远则刚出门，路上正巧碰到护国四方丈入京。侯爷不必多礼，侯爷有大福，贫僧当不得侯爷一拜。他隐隐算出陆侯爷府上冲天气运，甚至与国运纠缠，却不知是太子与昭昭共享了生命。陆远则压住心头狂喜，果然我的景怀和景瑶命格贵重，心中暗下决心，要行动了。这日，陆昭昭偷偷溜出府玩耍一圈，正要回家。小姑娘，那边有马戏桥，要不要去看看？昭昭一愣，仰着头傻乎乎地看着他。妇人手上还牵着个3、4岁的男童，男童穿着打扮与妇人格格不入。马戏在哪里？这是我家小公子，要不一块儿去看看？又使了个暗号，身后出来个粗犷男人，二话不说便抱起陆昭昭。有路人看过来，哈哈，这是我家小姐，差点跑丢了。陆昭昭眼睛一亮，遇见人贩子了，好玩好玩。怎么带回来2个孩子？这俩孩子长得好，养养就大了，值钱货。瞧着像是富贵人家的孩子，不会惹事吧？能惹什么事？男娃就4岁，女娃才1岁。再富贵又如何？便是北郊公主，上了咱们扶风山也有来无回。再说了，这也不可能是公主。扶风山是北昭流寇聚集地，易守难攻，朝廷几次剿匪都不曾攻下来。几人得意大笑，又在他们脸上涂涂画画，没一会儿便换了一张脸。陆昭昭新奇的摸摸脸，嘴巴都裂到了后脑勺。好玩，真好玩。瞧那女娃，不会是个傻的吧？此刻的他哪里知道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陆昭昭难上加难。他们是人贩子，我们被拐走了。小哥哥，你才知道呀？小男孩一愣，他早就知道，可看着小丫头才1岁的模样，1岁的孩子懂什么？越想越害怕。京城里肯定有内应，这么大车人，他们竟然悄无声息地运出来。爹爹和娘亲该着急了。我祖父是首辅，我家10代单传。你说我告诉他们，他们会放了我吗？
首府呀！这是真正的勋贵顶流啊，10代单传的独苗苗。那他们会杀掉你哦。小男孩眼泪哗哗落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圆满，你可以叫我满满。我们还能不能逃出去啊？圆满哭得伤心极了。哭什么哭？老子接你们是去山上享福的，去了我们扶风山，吃香的喝辣的，那是福气，别想着逃。几人纷纷后退，面色惊恐，而陆昭昭伸出小手冲奶。刀疤脸悠悠地看着他，我1岁喝奶，指了指自己，我1岁不喝奶喝什么？下次别拐这么小的，路上还要冲奶。他长得好看呢，卖出去当童养媳。冲奶就冲吧，至少他不哭，就是瞧着脑袋不太好使，时不时就做那傻笑。两人嘀咕一阵儿，路过下一个小镇时，便给陆昭昭接了一壶牛奶。陆昭昭也不嫌弃，抱着就吨地喝。这一路过来，旁人哭哭啼啼，他喝个不停。他捏了捏腰间的软肉，拍了拍肚子，衣裳变小了。上山，快，立马上山！几人神色颇有些紧绷。也不知城里出什么事了，全城搜捕，你们离京半日，京中就封锁了城门，幸好走得快。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，你们要钱可以说，让我家里筹钱好不好？筹钱？哥们可不缺钱，缺钱出去抢便是了。兄弟们缺的是人。快上山，别多言，不走便剁去手脚，扔山上喂熊瞎子。咱们这扶风山，山里最不缺的便是熊瞎子。刀疤男人一出口，众人皆是一凝。陆昭昭朝着刀疤脸张开了手，刀疤脸愣愣地看着他，抱啊！他不会指望自己爬上去吧？他还是个婴儿呢。抱吧，他走不动，把那小子也扛起来，免得耽误时间。大当家今儿正好回寨子，让大家高兴高兴。今儿晚上怎么这么多鸟啊？朋友，我的朋友，我和他们说话，我又交新朋友啦！啊呜啊呜！他又2声狼嚎，奶乎乎的，还有些可爱，但谁都没当一回事。1岁的孩子说胡话，那不是很正常吗？谁知道山的那一边传来呼应的狼嚎声，且一声比一声急促，听着似乎越聚集越多。快！有狼群，快走！快，不想走就喂狼。此话一出，便是拖着不愿上山的女子都纷纷加快了脚步。啊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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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狼群怎么紧追不舍啊？运气真差，正好遇到狼群。这小崽子还瞎叫唤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招来的呢。小孩子就爱瞎叫唤，别管他，不哭就行。我交到新朋友啦，他叫嗷嗷，他们可热情啦，竟然来欢迎我，好热情的伙伴，真好玩啊！扶风山真好玩，他一定要交遍朋友。是老娘，快放行！老娘找到几个好货，正好给大当家送上去。董姐，这批货可真好啊，要不给咱们兄弟玩玩？呸！你也配？这是给大当家的，这批货可亮，大当家一定喜欢。还有俩孩子，生得极好，养在身上，将来有用。放行吧。你们跟了大当家，可算是享清福。董姐我啊，那是帮你们呢。要是我再年轻20岁，我也去伺候大当家。董姐一脸羡慕，在扶风山，谁不想伺候大当家啊？行了，给他们仨洗干净，看看大当家什么时候同房。这俩孩子，这孩子直接送去见大当家吧，大当家会喜欢他的。董姐记得大当家曾有一个早夭的女儿，那孩子生得冰雪聪明，2岁时早夭，几乎要了大当家半条命，这也是他拐回来的目的。董姐便直接带他去见了大当家。
董姐陪笑着说明来意，大当家眉头轻挑，扫了孩子一眼，目光落在陆昭昭脸上，久久不曾离开。你叫什么？我陆昭昭。我叫圆满，求求你了，送我回去吧！我家实在单纯，不能没有我。回家，入我扶风山，就没有能回去的。你这小丫头片子，胆子倒是不小。嗨，哪里是什么胆大？1岁的孩子不懂事儿呢，没心没肺。昨儿夜里狼群追逐，他非说狼群是欢迎他来的。这俩孩子留山上吧。宋玉摆了摆手，并未把陆昭昭放在眼里。董姐陪笑着应下，便攥着2个孩子出了门。先关起来吧，关顺了再放，免得总想逃。那几个女子先打3日，打顺了，调教好了，再送大当家房里。董姐说完，便要去如厕。我也要去，你都不怕吗？好玩，好玩。我的新朋友，你看到了吗？你指的是那群狼吗？是呀，是我的新朋友。他学了声鸟叫，天空中便飞来一群小鸟，围绕在他身边，叽叽喳喳，似乎在说什么。你能听懂？陆昭昭狐疑地偏着脑袋，这不是有耳朵就能听懂的吗？我带你玩，好不好呀？陆昭昭眼睛贼兮兮的四处乱转，正巧到了茅房外，吸了吸鼻子，嫌恶地咦了一声。真臭呀，炸起来一定好玩。陆昭昭从空间中摸出个火折子，反正也没搜身，谁也不知道他带了什么。趁着董姐如厕的功夫，他嗖的一下便将火折子扔进了茅坑中。陆昭昭疯狂地拉着圆满狂奔，只一瞬间的功夫，便传来轰隆隆的轰鸣声，一声接一声爆炸声在扶风山炸响，一道道火光直冲天际，随即一阵阵恐怖的臭气蔓延开来。扶风山在地底挖的茅厕是连通的，又封闭多年，沼气弥漫，点火便炸。远处是董姐疯狂尖锐的叫声。好玩，真好玩。刹那间，整座扶风山弥漫着浓浓的屎意，北风呼呼，此起彼伏的干呕声。谁干的？谁干的？漫山遍野的怒骂声。是那2个小崽子，今儿刚送上山的崽子，快把人找出来！死崽子，太臭不行，太臭了，竟然炸粪坑，他怎么想的？陆昭昭双手插兜，一脸冷酷。此刻扶风山山寨满是臭气。外面出了何事？怎么如此臭？他正在祭祀。方才上山那俩小崽子往茅坑里丢了火折子，当场把茅厕炸了。差人处理，我要惊扰父亲安眠。今日亡父忌日，不得打扰。他神色顿了顿，莫要伤了那小妮子，孩子顽劣，倒也正常，江湖骗子罢了。入土10年能有什么解？娘，你莫要忧思，好好保重身子才是。哎，你当真不接受朝廷招安？你若归顺朝廷，以你的才能，还能谋一丝前程。世世代代为寇，终究不是长远之计。娘，莫要再提。当年父亲落草为寇，幸得扶风山收留，宋家才活到现在。没道理，如今却要抛下他们，为朝廷当牛做马，哪里有扶风山做土皇帝快乐？宋玉忙着祭拜亡父，而陆昭昭却是拉着圆满上了后山。妈妈哥哥有肉嘞！陆昭昭眼睛都亮了，抓起烧鸡便啃了几口，还温热着呢。这不能瞎吃，快下来，这是坟头，祭拜亡灵用的，快吐了，不吉之物。能吃。陆昭昭抱着鸡腿啃了2口，终究被圆满夺走，放回盘子。圆满四下打量，顿时害怕。有蘑菇菇。陆昭昭指着坟包上长出来的蘑菇，一脸惊喜。圆满却无心再顾及他，
小男孩蹲在角落，啪嗒啪嗒流眼泪。我好想爹娘啊！祖父祖母，你们什么时候来救满满啊？10代单传，取名圆满，可见爹娘对他的在乎。妈妈好想家，妈妈好害怕。他趴在树下哭，这几日忙着赶路，又是京剧又是念家，此刻竟靠在路边，直接睡了过去。陆昭昭面色嫌弃，哭包。说完，小家伙趁左右无人，从空间里拿出一把小铁锹。小铁锹精巧无比，是他曾经挖灵草所用。看着小巧，可坚固的岩石都能轻易撬开。嘿呦，嘿呦，嘿呦！小家伙埋着头，撅着屁股，认认真真干活儿。哇，真的有蘑菇耶！里面是什么呀？不管了，打开看看。陆昭昭手上涌出一丝灵气，垫着脚推着棺材盖一点点推开。陆昭昭趴在棺材边上瞅了一眼，森森白骨上竟长出不少小蘑菇。哇！手脚并用地爬进棺材，将蘑菇一股脑地摘下，还将骨头踩得稀碎。临了即将爬出棺材时，他又将头骨摘下，揣怀里带走了。陆昭昭看着满地蘑菇，心头满是成就感。妈妈蝈蝈，妈妈蝈蝈。圆满醒来时，神色还有些迷茫。怎么回事？你摔坑里了？嘿，哥哥，蘑菇，飞去炖蘑菇。圆满见他要走，身后全是坟头，丝毫不敢回头，急忙跟上去。折腾了一天，空气中依旧弥漫着淡淡的臭气，好在不甚浓烈。两人回到寨子时，当即被凶神恶煞的土匪抓住。臭丫头，瞧瞧你干的好事！信不信老子抽死你！小小年纪怎如此顽劣？宋玉手微微一扬，众人便噤了声。我不是故意的。宋玉愣了愣，他曾有一女，生的也是冰雪可爱、娇俏天真，是宋玉一生的挚爱。你要吃蘑菇吗？昭昭给你摘的。宋玉仿佛又瞧见了女儿的模样，多可爱，多乖巧的孩子啊！大当家，这孩子太过顽劣，要不送村子里养一段日子？1岁的孩子能有多顽劣？不懂事罢了。不是他自负，而是1岁的孩子能翻多大的天？他还管不住1岁的孩子。你也约束下村民，不要再拐卖人口了。宋玉其实不太喜欢此等行径，但扶风山村民世世代代居住在此，他们一直如此行事。整个村子大部分都是拐带而来，他和一众流寇是后来安家在此处。原本两边井水不犯河水，但住在山腰的村民偶尔通风报信，帮他们抵御朝廷，宋玉便将他们纳入了保护范围内。我房里那3个女子，寻个机会送下山吧，莫要别人瞧见。将这兜蘑菇拿下去，熬成鸡汤吧，再给他热壶牛奶吧。今日的烤乳猪，撕一块给他。陆昭昭霎时笑开了花儿。爹爹，爹爹，有奶就是爹。宋玉怔了怔，这一声爹爹仿佛与记忆中的声音重叠，烧杀抢掠都不曾心软的土匪头子，这一刻竟红了眼眶。爹爹，昭昭1岁啦！宋玉一愣，是什么时候？明日我过生辰啦！好，明日我给你过生辰。我邀请朋友，好多好多新朋友。陆昭昭兴奋的手舞足蹈，圆满浑身一凛，惊恐地看着他。好多新朋友，你认真的吗？好，都来给你贺寿。你叫昭昭，名字真好听。宋玉心想，这个孩子便是上天送到他身边，弥补失去女儿的吧。乖孩子。董娘子这一次算是拐对了，这一个他绝不还回去。突的有人进来禀报，大当家，山下来了好些人。宋玉眉头一凛，大当家，县令和经理都送了信来，这次咱们怕是闯祸了。
他们能在扶风山安稳这么多年，朝中当然有内应，甚至此处县令都……这小丫头也不知在哪里采的蘑菇，竟这般鲜嫩。蘑菇汤咕咚咕咚冒着泡，满是飘香，比起寻常蘑菇更馋人。众人拿起汤匙尝了一口，味道极其鲜美，让人眼睛一亮，大快朵颐。陆昭昭闻着咽了咽口水，但宋玉将汤碗端给他时，他脑袋却摇晃个不停，连连拒绝。我在后山从未见过蘑菇，你在哪里采的？后山。后山没瞧见蘑菇啊？河基里长出来。他比了个长长的盒子。泥土挖开，骨头长大。一瞬间，屋内此起彼伏的呛咳声。这是尸骨上长出来的！三当家喉咙都破声了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。宋玉突然心头一哆嗦，有股不祥的预感。等等！宋玉声音微颤，惊恐地看着他。你在后山哪个坟头挖的？最大最圆的那个。宋玉嗖地站起身，一路朝着后山奔去。爹呀，他的爹呀，那是他的爹呀，他爹的50年大劫应验了。宋玉一路狂奔，瞧见自家被掘的坟，差点活活栽倒。爹啊，爹！儿子不孝啊，连你的头盖骨都保不住。他爹50年大劫是真的，死了都不得安生。宋玉一口气哽在心里，想起方才踢他爹头盖骨的快乐，宋玉整个人都不好了。陆昭昭可怜兮兮地跟在后面。是你爹呀。对不起啊。然后默默将宋玉抱着陆昭昭回营地时，正巧见几人送3个女子下山。3个女子衣衫凌乱，神情皆是恐惧。我要他们。既然昭昭喜欢你们，你们便留下吧。送他们下山的匪徒不甘地看了一眼，只得退了下去。你们伺候昭昭洗漱，若昭昭有什么不是，唯你们是问。昭昭好似长得像大当家早逝的女儿，大当家似乎不愿让昭昭发现他的另一面，他刻意在昭昭面前让人送我们下山。丫鬟装束的女子红着眼睛，强压着恐惧分析。可这座山上全是山匪，我们怎么可能全身而退？更何况这座山山腰还有一个村落，代代以拐卖为生。方才那群山匪还未出寨子，便对他们动手，甚至撕烂了衣角。若不是昭昭突然出声，他们甚至走不出这个寨子。我叫玄音，你们呢？我叫燕子，是家中老大，爹娘皆是农人。我叫秋儿，爹爹是个秀才，也不知家中如何了。这扶风山全是狼窝，全都不是好东西。秋儿咽了咽口水，他们跟着陆昭昭，或许还能保住自己。我家定会派人来救我的。玄音语气笃定，若昭昭能大些便好了。大当家相信他，兴许能帮帮我们。可他才1岁。玄音叹了口气，这扶风山满山皆是匪徒，他们3个弱智女流怎能逃出去？玄音面色晦暗，那大当家虽然不主张拐卖，可他也是纵容的。幸好在昭昭身边，暂且能保全自身。此时万籁俱寂，3人缩在软榻上，紧皱着眉头，梦里也睡不安稳。而陆昭昭却是悄无声息地睁开了眼睛，他的耳边仿佛能听到棍棒抽在皮肉上的声音。让你跑，让你跑，再跑打断你的腿。来了扶风山，便老老实实给我生儿育女，以后你就脖子套着铁链，做我家看门狗吧。让你跑，好好的人不当，非要当狗。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求求你放我回家吧。伴随着无数咒骂和鞭打，无数声音跃入陆昭昭的耳朵。陆昭昭静静地看着听着，小鸟不知何时飞到他的肩膀上，轻声诉说着什么。陆昭昭随手从窗前摘下一片叶子。小叶子，
山里那群野兽似乎发生暴动了，咱们寨子里仿佛有什么吸引他们之物，纷纷朝寨子冲来。狼群从四面八方汇聚，冬天都不曾下山的棕熊竟也出来了，就连蛇都在寨子外转悠。爹爹，我的朋友来了。宋玉此刻没空哄他，让他们进来便是。寨子里已备好吃食。哦，刚出正堂，小孩姐，小孩姐！圆满听得四面八方的嚎叫，就怕得厉害。可他知道，只有待在陆昭昭身边最安全。小孩姐，是你招来的吗？朋友，生辰。哦，小孩姐，我也没什么送你的，等我被救后再送你生辰礼物啊。你是会画大饼的。你真的想让宋玉当爹吗？可是我瞧着他不是好人。圆满扭扭捏捏，他不喜欢背后说人。良亲是我良亲，但是爹可以是任何人。玄英瞪大了眼睛，一脸震惊地看着他。娘亲是我亲娘，爹可以是任何人。开席吧！奶乎乎的话音一落，便听得半山腰传来一阵阵恐惧的哀嚎声，以及狼群冲破防守冲入村庄的撕咬声。救命啊！大当家救命啊！扶风村被野兽撕咬，寨子也不好过。所有野兽疯狂地往寨子里边冲，不怕死不怕痛，竟似疯了一般。陆昭昭咧着嘴直笑，圆满默默离昭昭更近了几分。真是疯了！这些东西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癫狂了吗？宋玉焦头烂额，难道寨子里有什么东西吸引他们？可寨子里昨日就来了3个女子，2个孩子，难道是抢回来的那批财物有问题？宋玉却是忽地站起身。昭昭在哪里？朋友们，快快来呀！那里有人哦！他的手指哪儿，野兽便去哪儿。宋玉眼皮子猛跳，他真傻，真的。此刻他又想起自己的梦，梦中他的女儿与昭昭相貌重叠，醒来他甚至分不清到底是昭昭还是女儿。如今细思极恐，他到底是什么？这是人能做到的事儿吗？御兽入梦，不管什么都不是他能得罪得起的人物。昭昭想不想爹娘？离家这般久，该想家了吧？不肥，家里不好玩，我玩他们会害怕的。所以你就来玩我们吗？土匪的命也是命啊。爹爹说绝不送昭昭回家呀。请神容易送神难呀。快走吧，快走吧，求你了，祖宗！此刻四处都能听见哀嚎和惨叫声。他们好好开心呀。昭昭，这些东西是你招来的吗？朋友，我的朋友，生辰，我。宋玉没再说什么，只抱着昭昭一路往回走。来时还有野兽攻击他，可抱着昭昭返回时，虽有野兽，但都避开了，甚至隐隐的臣服。宋玉一颗心低到了谷底。不好了，大当家，朝廷也派了兵马来剿匪，此刻已经到了山脚下。大当家，京城的内应联系不上了，是不是这一批人引来的？照我说，全杀了。此刻圆满和3个侍女也被抓来了。杀？怎么杀？谁知道杀了他们会不会激怒那群野兽？会不会引发与朝廷的大战？众人皆是沉默。小丫头，你上头有人啊？陆昭昭抬头看向上空，迷茫地摇了摇头。我上头没人。昭昭，许家是你什么人？外祖父。没想到小小一个你竟能惹出这么多事。宋玉都气糊涂了。陆昭昭以为对方夸自己厉害，还羞涩地抿着唇笑，简直气人。你与皇室竟有牵连，倒是让我诧异。陆昭昭眼睛一亮。皇帝伯伯。什么伯伯？什么皇帝？伯伯给了玉，大家可以喊好多好多人。宋玉面色一正，代表皇帝亲临的贴身玉佩。公主姨姨玉，太子哥哥玉，太后娘娘玉，好多好多好多玉。不喜欢
昭昭不喜欢。豆娘子到底拐了个什么回来？怕是公主都不如她受宠。兵临山下，赶紧将她送回去。圆满脸色一喜，不飞，我不回家，我不要，不飞，我不回家，我不要。陆昭昭气红了眼眶，她生辰还未过完呢。讨厌！陆昭昭眼泪汪汪的，她快哭了，宋玉也快哭了。可此刻两面夹击，她着实吃不消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勉强将野兽赶出寨子。可山脚下还有兵马集结，宋玉命人备下了一桌吃食，全是孩子喜爱的吃食。没一会儿，小姑娘便脑袋昏昏沉沉，眼皮子打架，困，好困。还未嘟囔完，便倒在桌上打着呼噜睡去。快马加鞭，将他送回城门口。宋玉瞥了营帐中几人，看了心烦，一同送出去，扔在城门口，你便速速返回。寻他的各方人马极多，只要出现便会被带回家。玄英看着昭昭被扛下山，微有些担忧。你们几个算是运气好，上了我扶风山，竟然还能全身而退。说话的男人呸了一口，要不是山脚下还候着一群官兵，他们早就将这3人办了。玄英心头一紧，好在事情紧急，他们并未做什么，只推推搡搡将他们送下了山。而陆昭昭早早抄近道被送回了城，他只觉得自己做了一场梦，再次睁开眼睛，他是被冻醒的。好冷啊，昭昭好冷。发现自己躺在冰冷的地面，脑袋晕乎乎的，反应有些迟钝。小姑娘，这是走丢了吧？哎呀，这天多冷啊，谁家这么粗心？走，跟着姨走，姨给你暖暖，别怕啊，我带你回家。真是好相貌，定能卖个好价钱。陆昭昭愣了愣，迟迟反应不过来。牛车飞快地朝着城外奔去，吱呀吱呀，道路越发陡峭，越往前景色越是眼熟。陆昭昭小脸垮着，坏消息，她又被拐了，拐回扶风村了。宋玉躺在床上，心想天一亮，扶风山就能恢复往日的安稳吧。大当家，出事了！他一睁眼，便瞧见四面八方汹涌而来的滚滚浓烟。怎么回事？官兵放火攻山了？大当家，是扶风村被烧了，火是直接从扶风村起来的。扶风村中几百人，老弱妇孺，所有人皆在其中，不可能是朝廷。可有法子引水灭火？水源没了，一夜之间全没了，而且火是从四面八方而来，根本冲不出去。库房被搬空了！全场皆惊。怎么回事？昨夜并未有人上山啊？咱们寨子出了内应吗？否则怎么会四面八方起火，还被偷了库房？扶风山抢来的所有家当啊！陆昭昭可送下山了？送下山了，我亲自送到城门口，便迅速离开了。宋玉来不及细想，扶风山保不住了，快带兄弟们下山。山的另一边，你们可要歇一歇，脚都被石头磨出血了。他被拐上山时，就发现村里愚昧无知，不事生产，整个村子都在外坑蒙拐骗。村里大多数女子都是拐来的，想要逃便打断腿，直到屈服为止。他们不会追出来吧？当然不会，即便出来，外面还守着狼群呢。我只不过送怀孕的她回家，她为什么要打晕我？为什么拐卖我？我只是送一个走丢的孩子回家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在路上就被人打晕了。此起彼伏的啜泣声响起，他们都在怒斥命运的不公，怒斥扶风村的毫无人性，怒斥自己的好心。活着又有什么用呢？我被拐进扶风村，早已失了娘的昭昭啊，受罪了，娘该死，娘没保护好昭昭，都怪娘，让昭昭被拐，昭昭受苦了。昭昭，你瘦了。昭昭捏了捏腰间紧绷的衣裳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他还搬空了扶风山的金库呢。快抓住宋玉！扶风山覆灭了。哦吼，渣爹，我要回家啦，该你颤抖了。宋玉被抓了，仅仅因为3天前抓了个孩子上山。老瞎子算命真准，都是儿子不中用，让您临老还受牢狱之灾。唉，我只是想问问，那老瞎子死了没？算得这么准，当真该供起来。宋玉无语，你也别担心娘，娘这辈子什么苦没吃过。当初你爹被流放，如今跟着你坐囚车也是一样的。宋玉面上的愧疚更深了。娘天天吃斋念佛，求儿子平安，儿子却不争气。宋母压住偷偷翘起来的嘴角，其实他天天在寨子里吃斋念佛拜菩萨，求的哪里是平安呢？求的是让朝廷抓了他儿子，早日回归正道。朝廷几次招安宋玉，便是看中他的才能，抓了他也只会招安。宋母叹了口气，他不愿儿子做山匪。哈哈，我陆昭昭又回来啦！昭昭离家3日，身体还扛得住，吃得消吗？路上吃牛奶了吗？陆昭昭颇为感动。大哥，昭昭吃过了，昭昭扛得住，昭昭不累。话音刚落，便见他大哥手一摆，开打吧，他扛得住。让你胆大包天，让你偷跑出府，还甩开丫鬟，你胆子怎么这么大？一个人上了土匪山，竟然还敢放火烧山，小胳膊小腿的，万一跑不出来怎么办？你要二哥怎么办？翻手可除邪，覆手可颠覆扶风山的小恶霸，哭得双眼通红，成了个小哭包。二哥问你，知道错了吗？知道错了，昭昭知错了。许氏心疼的抹泪，可也知道昭昭生来不凡，若不多加教导，将来出事儿怎么办？太子进门时便瞧见此等景象。陆昭昭干打雷不下雨，眼眶通红，哭得哇哇的，但一滴眼泪也没有。但心里也知道自己这次惹家人担忧，犯错了。你们真狠，妹妹好可怜。太子觉得自己来的不是时候。您是来找侯爷的？见昭昭。给哥哥一点参与感，我总不好笑出声吧。这次确实让家人担忧了，昭昭以后再也不乱跑了。3个哥哥无语，但听得妹妹知错，心头这才轻松几分。第2日，老太太和钟永侯便召昭昭去德善堂，还未进门，便听见屋内传来孩子的声音：“夫人到了。”屋内笑声一致。女主是小女主，她怎么来侯府了？按照原本的轨迹，她现在正剽窃前世名人文章，帮陆景怀造势呢。不会叫人吗？哑巴啦！老太太瞧见陆昭昭，气不打一处来。小小年纪如此不安分，活该被拐子带走。哼，你瞧瞧景瑶，你能比得上景瑶半分，便是侯府祖坟冒青烟了。老太太越对比，越觉得景瑶贴心。陆昭昭瞥了她一眼，眉心发黑，重病缠身，还在造口业呢。为老不尊，老太婆张了张嘴，不会说人话，让她喉咙生疮，烂到这张嘴算了。怎么和祖母说话呢？啊，还有没有规矩？只觉喉咙发痒，有些咳嗽。娘，昭昭才周岁，您不要和她计较，她不懂。老太太更气了。喝水，老夫人喝水。瞧瞧这孩子多机灵。她横了一眼陆昭昭，小小年纪便争风吃醋，祖母都不会喊。这是景瑶，昨儿她周岁，陆公子给侯府递了邀请函，瞧着有缘，便将她带回侯府了。侯爷看重景怀，也是希望他能帮衬着侯府。我家昭昭天真烂漫，不似别人，小小年纪便精通谄媚之道。昭昭被拐，受尽委屈，老太太不问一句，反倒满口夸赞外人。
不知道的还以为陆景瑶是您亲孙女呢。胡说什么？这府里都是你把着，连个通房都没有。娘，芸娘也没说她有通房啊，您着急什么？就是随口说说罢了。昭昭3日后周岁宴，已经选定日子，儿媳特来告诉母亲一声。陆景瑶眼底闪过一抹嫉妒，原本这都是她的周岁宴只有哥哥的同窗好友，而陆昭昭呢，她嫉妒的眼睛通红。幸好周岁宴后这一切都将成为她的，她要许氏身败名裂，灰溜溜的被赶出府。夜里，太子深陷梦魇之中，自出生起，他便做着同一个梦，一个仙风道骨的少女漂浮于天地之间，周身燃烧着熊熊火焰，以身正道，捍卫天地法则，献祭3界，烈火焚烧，肉身破碎，消散于人间。他看着自己捡起他破碎的发簪，为他立起了衣冠冢。太子猛地从睡梦中惊醒，久久不能平静。自己能听见他的心声，是因为曾经为他立衣冠冢吧。这一次，信徒会守护好他们的小神灵。景瑶不想离开祖母，景瑶舍不得祖母。为什么我们一家人不能住在一起？陆景瑶眼泪汪汪的，老太太心疼的直喊心肝。见了爹爹和祖母还要装不熟，景瑶好难过。都是那些贱人占了咱们景瑶的位置，可莫要哭了，你是咱侯府的宝贝，护国寺方丈说你有福气呢，可不能哭了，祖母心疼。跟哥哥走吧。快了，委屈你们兄妹了。老夫人，景怀便带妹妹回府了，还望老夫人保重身子，莫要受凉。语气中满是疏离，这是他亲孙子呢，这简直是在扎他的心。该死的许氏，都怪许氏。昭昭快来，皇帝伯伯给你准备的礼物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你啊，这次可给皇帝伯伯立大功了，救了被拐妇女有功，成功帮皇帝伯伯招安送御，有功，还救了玄阴公主和元首府的独苗苗，有功啊！有功有礼物我最喜欢了。便瞧见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板着脸坐在殿前，陆昭昭被莫名唬了一跳，总觉得心头发怵。这是哪个老爷爷呀？这是元首府，也是圆满的爷爷，也是与你外祖父并驾齐驱的老首府袁大人。昭昭聪慧且天赋异禀，他的启蒙极为重要，而许太傅精通治国之道，并不适合启蒙。你外祖父辅佐朕登基，乃太傅；袁老大人乃当代大儒，天下学子都以成为他的弟子为荣。不祥的预感。你啊，天生聪慧，缺个名师引导。朕费了9牛2虎之力，说服元首府替你启蒙，你开不开心？惊不惊喜？我不要启蒙。陆昭昭只恨自己记忆退化，为什么还要读书？什么恩什么报？那叫恩将仇报。你瞧瞧，气急了连词都不会用，不念书，你将来就是个文盲。我文盲，我骄傲，气死我了！我不上学。朕也没说现在上学，启蒙嘛，好歹也得会说话为止。恩将仇报。你这小家伙还不识好歹，要不是你救了我家孙子，老夫还不教你呢。他和许太傅可是政敌，虽说许太傅卸任回家养老了，可两个派系历来不和。不教。什么惊喜，什么开心，简直是惊吓。小家伙才不与他们多说，当即迈着小短腿从御书房的门槛上爬了出去。我不要读书。陆昭昭越想越气，上辈子才读了书，这辈子为什么还要读书？我文盲，我快乐。
不要去太学读书，不想读书，不想写字。你才1岁，父皇就叫你读书了。六皇子一脸同情，他3岁启蒙，手掌都被打红了。五皇子瞪了一眼，你还火上浇油。昭昭，你别哭啊，太学的话，你能与我们一起读书呢。小姑娘上了头，压根儿听不进去。读书可以明智，可以启蒙，不会被坏人蒙蔽。你别哭了呀！而且上书房的膳食极其好吃。好吃？真好吃？对啊，而且上书房的小皇子多，膳食多是孩子爱吃的。陆昭昭挂着眼泪咽了咽口水，好像读书也不是那么难。世人都以进国子监为荣，而且元首府偶尔还去讲课呢。我不要他做夫旨。首府大人要做你的夫子吗？为你启蒙？恩将仇报，我就他10代单传的孙子，他却想教我读书。哼！真好看的美人，那是秦贵人，年轻时冠绝后宫，是2皇兄的母妃。这叫犹抱琵琶半遮面。犹抱琵琶半遮面，那能好吃吗？陆昭昭对此很是怀疑。你还是早日开蒙吧。不过他真的不会气死夫子吗？我周岁礼，你们来吗？一定来，当然来，参加你的周岁礼又可以请1天假。哇！这是庄子上训话送来的，便送给你当宠物。这狗体型极大，且看起来乖巧温顺，但认主后却极其护主。谢谢皇帝伯伯。他叫什么？他叫追风。追风。皇帝赠给陆昭昭前，已经拿着他的旧衣裳对狗狗做过嗅觉训练，他明白这是小主人。皇帝摸了摸他的脑袋，想起暗卫传来的消息，眉宇间满是笑意。钟永侯终于要作死了。追风，蹲下。小家伙骑在狗背上，嘿，好玩！你们马车，我骑狗。登之哪里敢让他独自骑狗？不行。马车跟后面。登之说不过，要是不让他过瘾，他夜里都要爬起来骑狗。是，我就是这样对着唉，你二舅舅运气真不好，若不是他，只怕绫罗都快决堤了，到时必定民不聊生，生灵涂炭。然而当地官府却都是些蛀虫，粮仓空空，赈灾的粮银皆无。许氏满是忧心，今年昭昭周岁宴，怕是也回不来了。粮食我有啊，上次借了哥哥姐姐们的压岁钱，全部让大舅舅买粮食了，而且就买在绫罗附近。全部买了粮食。这几年北昭灾害不断，宣平帝几次赈灾，国库银子属实不多，粮仓虽还能撑，但距离绫罗极远，远水救不了近火。我好像有8个粮仓。昭昭，你先睡觉，娘亲有事出门一趟。许氏急忙哄睡陆昭昭，飞快地便回了娘家。大哥，昭昭是不是将2万多两交给你了？对，但并不是给我，这笔钱他给了曲凡。曲凡是他的亲信，许玉婷并未过问，孩子也有自己的秘密。回主子，小小姐让属下尽数买了粮食，建了8个粮仓。全买了粮食？对，粮仓堆满了，都在绫罗附近。绫罗不是正好缺粮赈灾吗？让朝廷给昭昭打欠条。还真让他们大赚一笔。绫罗赈灾粮食已经解决，可赈灾银子又从哪里出呢？国库不丰，户部那群人天天哭穷，只怕掏不出钱了。
说起来，还有不少朝臣借了国库银子，但这都几十年的老债了，只怕不好讨。罢了，此事自有陛下操心。昭昭周岁宴可准备妥帖？一切准备妥当。许氏眼里闪动着光芒，激动得热血沸腾。周岁宴，我的清白没有了，丢人呐！哼，孩子的脸就不是脸吗？快闭上眼睛，快！陆昭昭吸了吸小肚子，糟了，肚子藏不住了，这么多人围观洗澡，好可怕。好在只走了个形式，很快便穿了衣裳。昭昭才1岁，便不开宗祠了吧？待过几年，立住了，再开祠堂记名。许氏压根儿不在乎族谱，点头应下。我请了陆景怀一家，那孩子颇有才能，与他交好并无坏处。咱家晏殊残疾，多结交些青年才俊总是好的。眼神偷偷观察许氏的表情，妾身都听侯爷的。只是陆景怀一家名声极差，侯爷可要爱惜自己羽毛，免得被外人不齿。陆远则不爱听，微微皱了眉头。知道了。这边是云姐姐吧？云姐姐果真端庄大方。裴夫人可莫要乱攀亲戚，我出自许家，乃正儿八经的嫡出姑娘，可不敢乱攀亲。裴娇娇脸色一僵，眼中闪过一抹愤恨，又快速敛眉。许氏，你又得意什么？你的男人他爱的是我。来者是客，时允你说话莫要如此刻薄。老太太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裴夫人是你儿媳妇呢。况且时允也没说错呀。老女人，你不许欺负我娘！打死你，打死你！满堂哗然。这孩子怎如此无礼？天哪，这孩子哪里像1岁的娃娃？甚至有人当众斥责。陆景瑶张嘴还想说什么，景瑶爱护母亲，见不得母亲被为难，不过是孩子的一片孝心罢了。老太太心疼的眼眶都红了也不知为什么这几天喉咙干涩的疼痛。行了，今儿大喜的日子，你也是做娘的，别为难孩子。陆景瑶早已嫉妒地喘着粗气，明明这都该是他的，他娘和侯爷天生一对儿，是许氏拦了他们的路。抓周了，快抓周！当初陆景瑶便抓了书，为裴娇娇挣足了脸面。今儿本宫也给你添个物件，凑个热闹。他放了个扳指，扳指平平无奇，看起来中规中矩，谁都不曾在意。昭昭，快去抓个喜欢的。不行，今次抓了要给娘。许氏差点笑出声。笔墨纸砚不喜欢，会蹴鞠，累，看来看去，伸手拿过了那平平无奇的扳指。众人暗道可惜，扳指有什么好的？陆景瑶扬起笑脸，裴娇娇亦是羽绒有烟的挺起脊背，仿佛将陆昭昭踩在了脚下。这扳指怎么瞧着是陛下之物？此话一出，众人皆是一愣。昭昭与陛下有缘呐！陆昭昭抓周，抓了皇帝的扳指，老太太脸都绿了。陆景瑶攥着老太太的手，眼泪汪汪。委屈咱家瑶瑶了，明年生辰定给你大办。陆景瑶死死压住眼底的羡慕。瑶瑶不羡慕，瑶瑶只羡慕她可以叫您祖母。可把老太太心疼坏了。这老太太怎么嫡亲的孙女不抱，抱个外人呢？哎，瞧瞧昭昭眼巴巴的样子，多可怜呐！老太太却是撇了撇嘴：“你们懂什么？那护国寺老方丈，那可是国师，有大能之人。当初裴娇娇怀着孕，陪她去上香，方丈曾亲自预言侯府这一胎贵不可言。当初裴娇娇就在他身边呢。”宋将军来了，说是来喝一杯薄酒。宋将军便是陛下招安几次都不曾成功的宋玉。快请进来。如今宋玉在朝中可是颇有威名，只不过宋玉对谁都冷淡无比，与谁都不亲近。宋将军怎么来了？听说陛下近日要派宋将军征战。
宋玉看都不看陆远泽，也不回话，只走到陆昭昭跟前。昭昭，生辰快乐！你可有瞧见我的？我没拿，我没看见，没去你库房。陆昭昭三连拒。呵呵，他不止烧了扶风山，他还偷了宋玉的宝库，搬空了扶风山。当然他也没花，全都拿来安置被拐妇女儿童了。是吗？我没说库房失窃啊。小家伙顿时双手捂着嘴，气自己嘴快，气自己做贼心虚。怎么不叫我爹爹了？陆昭昭心虚的不敢看他。宋玉从腰间解下一块玉佩，我欠你一个承诺。当年宋家被赶尽杀绝，得亏扶风村出手相助。这些年，他即便知道扶风村在外坑蒙拐骗，但一直无法对扶风村下手。昭昭也算替他做了决定。陆远泽脸都看绿了。待宋玉离开，陆远泽才走到陆昭昭身边。昭昭，玉佩给爹，爹给你收着。宋玉的承诺呀，这可是陛下眼前的红人儿。陆昭昭哼了一声，屁股对着他。许氏雍容华贵，他就是个见不得光的外室，18年呐，他躲在许氏的影子下18年了，只觉心头苦涩万分。老太太，娇娇失陪了，出去换身衣裳。夫人，苏芷清不愿来宴会。不来才好。许氏知道苏芷清这怕是遇见陆锦怀，刻意避着他呢。但有些事儿可不是说避就能避开的。大抵是喝了酒的缘故，此刻酒壮熊人胆，他竟是起了贼心。许氏不是高高在上，自信无比吗？他要亲自打破许氏的美梦。他进了陆远泽书房，陆远泽衣裳被小厮无意打湿，此刻正在换衣，一双滑腻的小手便轻轻攀住了他的肩膀。裴娇娇今日穿着女儿给她的新款内衣，天知道她穿衣时都面红耳赤，几乎无人能抵抗。侯爷，陆远泽浑身一震。今日不可。裴娇娇只觉得浑身酥酥麻麻。侯爷，一门之隔的外面是正室，门内是娇娇。侯爷，这岂不是更有趣、更刺激？他高高在上又如何？他心爱的相公一墙之隔睡着别的女人，门外宾朋满座，门内很疯狂。许氏略喝了2杯薄酒，便撑住脑袋喊着头晕。陆婉意心头一喜，嫂子，婉意送你回房吧。今儿宾客众多，还要劳烦婉意替嫂子看着，嫂子不胜酒力，回去歇歇便是。陆婉意见他醉得面色酡红，不似作伪。好，婉意会好好看着，嫂子便下去歇息吧。院子里来了3个男人，昭昭不认识他们。许氏心头一跳，他们躲在娘亲寝屋内。哼，坏蛋！他们为什么脱了自己的衣裳？他到底低估了陆远泽的狠。娘亲，院子里有坏人。好，娘亲知道了。昭昭真棒。许氏并未声张。许逸婷早已在府中安插人手，趁着众人不曾注意，不动声色地将3人解决。昭昭，娘亲想要歇息片刻，你先去玩耍一阵可好？有些事儿昭昭可不能见，比如捉奸。陆昭昭被登之连哄带骗地牵走。府里进贼了，快来人呐！府里进贼了！登之上前去拦。什么事大呼小叫？今日府上来了如此多贵人，若是冲撞了贵人，该如何是好？还不快让开，让我去捉拿贼人！陆婉意眼中闪动着奇异的光芒。若进了贵人房间，该如何是好？他一巴掌推开登之，便带着人往后院走去。登之满脸急切，陆婉意脚步走得更快了，做戏做全套。他挨着打开每个屋子搜寻。胡闹！这里是主母正院，我们一直守在门口，怎么会有贼人？怎么不让搜寻？难道是嫂子在屋里藏了男人？你！映雪正要动怒，便听得吱呀一声，许氏打开了房门。进来搜吧。许氏看着陆婉意面无表情，
这是他养了10几年的小姑子，当做亲生女儿疼的孩子。嫂子得罪了，万一也是为了抓贼。硬着头皮将听风院搜了个底朝天，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没有。不对呀，大哥说放了3个男人进来呢，到底哪里出了差错？走吧，一同搜。陆婉意想拦，可现在已经由不得他只得硬着头皮跟在后头，眼睁睁看着他们搜完德善堂，又搜到了侯爷院内。书房便不去了吧？侯爷估计在房内小憩，可不能打扰他，他办公辛苦。芸娘倒是心疼侯爷，与侯爷成婚18年，2人感情依旧如初。嗨，你们可是京城出了名的恩爱夫妻。来都来了，便推开瞧瞧，可别让歹人伤了侯爷。许氏无奈，吱呀一声，刚把门推开，便听得书房内传来一道隐晦压抑的闷哼声，众人皆是一愣，许氏更是犹如雷劈，呆滞在原地。什么狐妹子，敢在今儿找事儿啊？要爬老爷们的床，也不能挑孩子周岁啊，还要不要脸啦？看热闹的众人对视一眼，纷纷瞧见了对方眼里的八卦，当即都跟了上去。不要进来！陆远则慌了，同时屋内传来一声尖叫，许氏身形摇摇欲坠。侯爷，竟然真的是侯爷！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敢勾引侯爷？许氏哭得喘不过气，满京城谁不知道他是个恋爱脑。侯爷真有意思啊，敢做不敢认。那就让咱们瞧瞧啊，到底多美的天仙，能让侯爷青天白日就干那档子事儿。当即掀开了帘子。侯爷真有意思啊，敢做不敢认。那就让咱们瞧瞧啊，到底多美的天仙，能让侯爷青天白日就干那档子事儿。当即掀开了帘子。裴娇娇尖叫着捂住了脸。下去！他使劲推着陆远泽，可陆远泽一张脸铁青，瞧着还有一股子灰白之色。2人身体紧紧贴合，只轻轻一动，便痛得2人惨叫连连。啊，好痛，好痛！裴娇娇浑身颤抖，脸都痛得发白，竟然分不开了。冲击真大，玩得真野。哎，这不是裴夫人吗？裴夫人怎么和侯爷？众人惊愕不已。许氏呆呆地看着2人。裴夫人，侯爷，你怎么会和裴夫人？她是别人养的外室啊！许氏仿佛遭受重创的模样。我娘才不是外室，坏女人！我爹娘才是恩爱夫妻，你这个坏女人！此话一出，满座皆惊。爹，娘，你喊谁？侯爷是我爹，我才不是孽种，我是侯爷的亲生女儿。陆景瑶拥有一个成年人的灵魂，自然会抓住机会往上爬。轰！众人惊愕地看着他，以及摇摇晃晃如遭雷劈的许氏。裴娇娇竟是侯爷的外室。那陆景怀、陆景瑶岂不是他亲生儿女？难怪侯爷如此提拔陆景怀，这是他陆家血脉啊。说起来，陆景怀确实与陆家孩子相似，原来是亲兄弟呀！众人惊愕极了，想起陆景怀和陆晏殊年纪也相差无几，看向许氏的目光甚至多了一抹同情。混账，竟然是个道貌岸然的东西！陆远则不敢去看许氏灼灼的目光，今日被众人捉奸的原本该是许氏。马上风，这是马上风，若是治疗不及时，只怕要死在女人肚皮上。有人懂医理，施施然一句，更是激得陆远则差点昏厥过去。马上风，陆远则光是想想都恨不得一死了之。裴娇娇捂住脸，
他想上位，可不是这样上位啊。许氏晕了，当着众人的面丢下烂摊子，直接倒下。陆婉意哪里见过这种阵仗，她更是连头都不敢抬。我去请娘。蠢货，还不快去请大夫！快去请大夫！老太太知晓事情的严重性，又丢人又恐惧。今日事发突然，还望众位贵人能守口如瓶，不将此事外传。丢人呐，丢人呐！儿子和裴氏白条条的被众人捉奸在床，且分都分不开。贸然分开，只怕会当场猝死。饶是老夫人喜欢裴娇娇，此刻都恨上了她。还不快把景瑶抱出去！这是她能待的地方吗？传出去还像话吗？老夫人，大夫来了。老太太年纪一大把，还要为儿子的房事善后。许氏可醒了？醒了，可夫人哭得几近昏厥，只怕不成器的东西。男人睡个女人怎么了？怎么就吓成这样？一点不经事儿。娇娇做外室委屈了18年，她还想怎么样？她占着正妻之位，残疾儿子还占着世子之位，有什么不满足？老太太没法子，只得自己接手。大夫来了，可大夫也束手无策。充血厉害，稍不注意，只怕侯爷会当场死亡。府医害怕，不敢动手。老太太心头更慌，可此事请太医，这得丢多大的脸？只怕还要丢进宫。老夫人不请太医，侯爷要丢命啊！陆远则早已痛得头皮发麻，他几乎不敢想明日该传成什么样。快去请太医！他今日真是疯魔，喝了2杯酒，脑子就糊涂了。侯爷，娇娇！他喝完那杯酒，好似欲望被放大到极致，整个人浑浑噩噩，不甚清醒。陆远则面若寒霜，裴娇娇便不敢再提。钟永侯府内陷入诡异的寂静，许氏却是坐在床头，神色淡淡，开始清点嫁妆以及入府后所有开销，将买卖字据一应找出来。夫人，侯府是您翻修的，府内一应家具连带茶盏都是您买的，院子里那棵大松树都是您栽的，只有这几堵墙属于侯府。许氏等着大杀四方，钟永侯府会真正的家徒四壁，而陆昭昭就像瓜地里的茶，怎么也吃不到瓜。什么风，什么马？你们在说什么？陆昭昭几乎跳脚，今儿所有人好似都知晓了同一个秘密，唯独他什么也不知道。到底什么瓜？到底什么瓜？让我也吃一口啊！宾客走时脸色诡异，满府下人也不对劲儿，就我不知道，有什么是尊贵的我不能听的？哼！大哥哥，什么风？想听。昭昭，这不该你知道。嘘，简直污了昭昭的耳朵。饶是陆晏殊都没想到渣爹竟玩得这么大。陆昭昭又去寻了2哥3哥，可他俩一听便面色通红，一副羞愤的模样。太医过来时已经折腾到了晚上，又施展金针，2人才彻底分开。陆远则整个人几乎脱力，看见裴娇娇便条件反射般的恐惧，想起被众人当众捉奸的窘迫和丢脸。第2日晨，前院老太太撑着病体敲打满府下人，不许将此事外传，唯独漏了陆昭昭。而文盲昭昭骑着狗在外面晃荡。伯伯，伯伯，什么叫马什么风？姨姨，马什么风是啥？爷爷，爷爷，我爹爹得马什么风了？叔叔，我爹爹得马什么风了？陆孝子一边走一边问。不过半个时辰，钟永侯和外室马上风传遍全京城。
你听说了？陆侯爷马上封了。哎呦，玩的可真大！据说被周岁宴的客人当场捉奸，真不要脸呐！我可是女儿的周岁宴呢。嗨，还有更刺激的呢！还记得满京城盛传的天才陆景怀吗？原来竟是陆侯爷的亲儿子。裴夫人是陆侯爷的外室。哎呀，许氏可是许家独女，从小养在新尖尖上的。当年许太傅直言陆远则不是良配，陆侯爷在门前跪了3天3夜，许氏绝食，闹得与娘家决裂才出嫁。虽然闹得决裂，可许氏出嫁，嫁妆可丰厚的让人眼红。大抵当年闹得难堪，陆侯爷多年不登许家门，许氏这个笨蛋也不回娘家。有一回啊，我还瞧见当朝帝师许太傅竟然守在拐角偷看女儿呢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呐！哎呀，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谁晓得陆侯爷竟然是那号人？那陆景怀与陆晏殊两人年纪相当，只怕陆侯爷跪在许家门前求娶时，背地里早就和外室勾搭上了。众人议论纷纷，原本参加宴会的人都是自持身份的，顶多在院子里小部分流传，可陆昭昭这一宣传，竟满城皆知。陆远则听得消息，生生呕出一口老血，活活昏死过去。许家便在此刻登门了。陆远则拖着病体撑着起床，刚一进门便被许玉婷一脚踹翻在地。该死的东西，你怎么敢负他？他为你绝食，为你自缢，为你与娘家决裂，就为了嫁给你，你怎么敢辜负他？当年求娶芸娘时怎么说的？还记得吗？许玉婷双眼赤红，她早就查出陆远则养外室，如今终于能报仇了。陆侯爷冷静冷静，别动手，好好说话。他紧紧攥住陆远则的手臂，大喊：陆远则冷静。陆远则被他拉偏架，此刻正虚弱，又生生挨了2脚，痛得整个身体蜷缩。老太太听得动静，慌忙跑过来：儿啊，我的儿啊！徐家小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竟敢来侯府伤人！许时云自己有出息，能管住男人，远则就不会出去找人。此话更是气得许玉婷心头火起。周氏拉了一把，轻轻摇了摇头。这老钱婆虽不是个东西，但到底占了个长辈身份。他若动手，明儿御史的折子能把他弹飞。我妹妹呢？大老爷，夫人昨儿气急攻心，昏过去了，还请大老爷一步听风院。哦，他早就来了，故意等陆侯爷挨了揍才出现。许一婷随着丫鬟奴仆去了后院，这青石板可花了不少钱，记得将其撬出来带走。还有后院那口井埋了，桌椅板凳也不能剩下。许氏正拿着一本账册到处清算。哦，对了，府上的床都是我买的。许氏正在挨个核对自己的开销。大哥，大哥你怎么来了？再不来，怕你都要被人吃干抹净了。幸好你还不算傻。昨儿夜里全家都气得睡不着，你呀总算清醒了，没受委屈就好。许家大门永远为你打开，我们永远是一家人。许氏笑着点头，待他将哥嫂2人送走，丫鬟便通传，老太太唤他去德善堂。芸娘，事已至此，是我陆远则对不起你。陆远则神色尴尬，我是真心爱慕你的，我不愿伤你的心，才一直将裴氏养在外头。你将景怀、景瑶记在名下，做你的嫡子好不好？娇娇小门小户，当不得侯府主母。裴氏哪里想到，经此一事，陆远则回回见到他，都会想起往日的不堪。本以为自己能踹下许氏做侯府主母，谁知陆远则竟打算撇下他。芸娘，晏殊已经瘫痪，正月纨绔多年，元宵更是资质愚钝，不及景怀半分。景怀尊你敬你，定会将你视作亲生母亲，将他记在你膝下，承继侯府世子之位，好不好？许氏面无表情。
陆远则咬了咬牙，屏退下人，扑通一声便跪倒在地。老太太猛地坐直身子，眼神如利刃一般瞪着许氏。你我18年夫妻，你救我一次，救侯府一次，可好？侯府不能没有继承人啊。哼，他不过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他都给你下跪了，你还想怎样？男儿膝下有黄金呐，他都跪下了，你还想做什么？许氏，人要知足，侯府偌大的家业不可能交到一个摊子手上，你好好养育景怀，他也不会亏待你。要怪只能怪晏殊没那个福气。不知怎么回事，最近喉咙长疮，痛得厉害，口水都咽不下去，说话更是痛得跟针扎似的。饶是许氏有心理准备，此刻都被他不要脸的语气惊呆了。养外室，远则是错了，可他都认错了呀，都给你下跪了。他把裴氏养在外头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让你心里好受，怕你生气。他那是惦记你，顾及你。耶，亲娘嘞，一家子都是 PUA 高手啊，难怪给我娘洗脑的彻彻底底。就我娘这种傻白甜，不拿捏得死死的，太不要脸了。宴席还在娘酒里下药呢。许氏纳闷，傻白甜是什么？上奏改世子之位，芸娘，我们还是和何美美一家人可好？原本他的计划是将许氏和3个男子捉奸在床，再以许氏犯了通奸之罪休妻，将他钉在耻辱柱上。他留下的几个孩子，贪的贪，蠢的蠢，不足为惧。裴氏虽没什么脑子，可陆景怀需要一个嫡母，再捧裴氏上位做续娶。可现在陆远则压住火气，裴氏连累他丢人，他心头正气得厉害。何美美你是怎么有脸说出这句话的？陆远则，我为你操劳半生呢，为你生儿育女，为你侍奉爹娘，为你与娘家决裂，而你呢，一边求娶我入门，一边却养外室。用了10×10的力气，许氏手掌都震得发麻。老太太看得目眦尽裂，指着许氏气得浑身发抖。陆远则对老太太使了个眼色，老太太强压着火气，背对着许氏，气得胸口不断起伏。芸娘，你打我是应该的，你打吧。若打我能消你心头之恨，你便打吧。咦，渣爹这双眼看狗都深情。消我心头之恨？陆远则，你想的可真好。陆景怀与晏殊同岁，你怎么敢的啊？许氏眼中泛起泪光，他恨呐，恨自己被蒙蔽18年。正是贤良淑德，替你打理侯府，你娘事急，我夜夜操劳，你却在外儿女满堂。许氏面上露出一丝讥讽。陆景怀，一个见不得光的外世子，他也配记在我名下？陆远则，我要和离。陆远则神情微正，他其实对自己很有信心。许氏对他死心塌地，这么多年从未怀疑半分。自娶他进门，便给许氏洗脑，许氏一点也不曾察觉。养外事暴露，他猜到许氏会发怒，但想不到他竟然会提和离。和离？许氏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我陆家没有和离，只有下堂妻。你已经3子1女，快要做祖母的人了，这一大把年纪被休回娘家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我陆家换世子也不曾换你正室之位，这已经是远则对你的恩赐。老太太一脸不悦，只觉许氏不识抬举。再说晏殊本就是摊子，再有个被休的母亲，你那几个孩子都想打光棍不成？既如此，
那陆景怀也别想进门，再有半年便是秋闱，陆景怀一个肮脏外世子身份，便永远见不了光。陆远则眼皮子猛跳。许氏，我好意求你，给你个恩德，让你做景怀的嫡母，你不要不识好歹。景怀有大才，他将来是要入朝堂的，你休想误了他。陆远则想到朝堂中隐隐的猜测，眼中便流露出一丝狂热。3元及第，太子少师，那将是多大的荣耀啊！想要我为你的外世子腾位置，想要晏殊换世子，那便拿出诚意来，否则大不了全家烂在这侯府里。你骗我18年，从未真心待我，你不配做4个孩子的父亲。你若想陆景怀进门，那便逐我出门，开词化名，写断亲书，正式连带着世子之位给你便是。胡闹！你做梦！他们是我陆家子孙，你休想带走！你要走，一个人滚！我陆家子孙与你无关。自古以来，女子和离就没有带儿女离家的。老太太虽喜欢陆景怀、陆景瑶，但哪个老人不喜欢子孙满堂？她更不愿让许氏称心如意。芸娘，你别闹了，自古以来就没有女人带子嗣和离的。况且景怀未来不可限量，封你做主母不好吗？而他们呢？陆远则眼底布满嘲讽。一个摊子，一个不学无术，一个愚钝，还有个奶娃娃，你待他们合理，岂不是自取其辱？画族谱，断亲书，缺一不可，只给你3日时间考虑。许氏从德善堂回来已是深夜，可院里所有人都未睡，连带着3个儿子都在院里等着。娘，你还好吗？侯爷眼中愚钝不堪的儿子却是一片赤诚之心。娘还好，只是听得他们贬低你们，心中难受。他的孩子原也是天之骄子，都是被人害了。娘，他越贬低，越看不起我们一家子，才更有希望出府，这是好事儿。是，晏殊说的对，他越轻看我们，我们才越有机会团聚。陆远则的轻看毫不掩饰，许氏从未想过要回娘家。他3子1女，长子17岁，拖家带口回娘家，即便兄嫂不说什么，但他总要顾及几个孩子的自尊心。他总说陆景瑶聪慧，我瞧着还有些愚蠢。捉奸时若不是他喊爹娘，恐怕还有的扯呢。就这，真是成年人心智。其实他也不算太笨，顶多是个普通人罢了。只不过他是1000年之后的亡魂，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，是1000年之后的普通人。穿越、重生，都是不长智商的。许氏倒是能理解他的想法。裴氏与陆远则当时已经被捉奸在床，事情已无转圜余地。他捅破身份，好歹能借机上位。明日便将爹娘即将和离的消息传给裴氏，一切不用咱们操心，自有人出手。该急的不是我们。裴氏要被放弃，该跳脚的是他。我跟了他18年啊，为他生儿育女，他竟然只想接孩子回府。此刻的裴氏俨然已经气疯，他在侯府安插了眼线，许氏早已知晓，特意留给他传信儿的。许氏要走，便让他走啊！他要带走子嗣，岂不是正好？没人做我儿的拦路虎。陆远则休想撇开我！儿啊，你可要为为娘争口气呀！娘为了你们兄妹被人指责谩骂，娘可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你们了。许氏有3子，他怎会待景怀如亲生？景怀，娘才是最爱你的。陆景怀背对着他，眉头轻皱。那一日他去寻了苏芷清，
可苏芷清几次避开，他并未瞧见裴氏被捉。事后同窗看他的眼神便极其不堪。陆景怀心高气傲，哪里受得这委屈，但心里的埋怨却不敢说出口的。娘，你为了我受诸多委屈，儿子都明白，只有你能做我娘，许氏怎么配？你不入府，儿子便不归宗，将来儿子定3元及第，为你捧回诰命，将许氏死死踩在脚下。陆景怀语气真挚，哄得裴氏扬起笑脸。幸好他这一双儿女极其聪慧，许氏永远都比不上。哥哥，妹妹送你一首诗。陆景怀眼睛猛地亮起，他知道妹妹不是凡人，他早会，他所知道的东西超脱于这个时代，甚至妹妹是什么妖魔鬼怪，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他愿意帮自己。当初的《将进酒》便是妹妹念给他的，让他在京城风头大盛，也让爹决定给他们认祖归宗。登高，风急天高，猿啸哀。渚清沙白，鸟飞回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随着陆景瑶一句句背出，陆景怀激动的手脚都在颤抖。陆景瑶眼中满是傲色，千古绝句足够增加哥哥的筹码，父亲该怎么选还需要迟疑吗？当夜，一首千古律诗传颂京城，引得众人狂热追捧，更有人激动得面色通红，直言他乃不世天才。皇宫内，陆景怀能写出这等千古绝句，他才17岁，竟能写出这等老年迟暮的心境。宣平帝满脸荒谬，不知又剽窃何人大作。太子神色淡淡，想起昭昭心声所言，陆景瑶乃一世之魂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剖开看看。陆远泽瞧见明里暗里来打听陆景怀之人，终究下定了决心。摊子、纨绔、愚钝、奶娃娃，比不过陆景怀。带走就带走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过成什么样。河里的女人带着一群不成器的孽障，有他们受罪的，我侯府将要乘风而起。侯府的富贵，他们永远高攀不上。许时云，你我夫妻18年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你若愿意将景怀、景瑶记在名下，另立景怀做世子，你便还是侯府主母。你一个河里的女人，带3子1女，能过什么好日子？晏殊又是个残疾，一屋子全是拖累，总不能全回许家打秋风吧？景怀是个出息的，将来必定给你争光。你若愿意承认错误，侯府便不与你和离。远则是个念旧情的，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。瞧见许氏讥讽的眼神，不由心头火气。他一个人老珠黄，被赶出侯府的女人，凭什么讥讽？侯府这泼天富贵，老太太便自己受着吧，以后可别哭着喊后悔。登之，族老们可请来了？来了来了，陆家族长和一众族老都请回来了。陆远泽，你上次承诺的3000两还差1000两呢，别忘记了。陆远泽脸色漆黑，我看你是疯魔了，这么好的媳妇儿要和离。晏殊可是我陆家血脉，他可是陆家长子，你就不怕老侯爷从棺材里跳出来杀你？族长瞧见他要和离，要把陆家子嗣都离出去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陆远则沉着脸不说话。我看你是好日子过昏头了，和离了有你后悔的时候。族长可清楚着呢，当年陆家还未娶许氏，那日子过得抠抠搜搜，府邸都破旧的厉害。绝不后悔，我陆家堂堂侯府，还能离不得她一个女人。景怀可比那几个孽障出息。劳烦族老们跑一趟了，这是芸娘的一点心意。许氏便送上了一个丰厚的红包。
族长捏着红包看着他，轻轻叹了口气。坐在轮椅上的晏殊对着族长点了点头。三叔公。族长更是心疼，这孩子品性极好，当年老侯爷在时便极其喜欢他，更是以他为荣。你这孩子是个好的，你爹糊涂啊！族长眼皮子直跳，谁家能把长子从族谱除名的？不，3子1女呀！晏殊是好，可他残疾啊。族长，他当不得侯府世子。既然他们要跟许氏走，那便走吧。族长，你还未见过景怀吧？老夫人提起陆景怀，眉宇便含着笑意。景怀呢，那是有真才实学的，比起晏殊可有福多了。那孩子的文章满经传颂呢。老太太喜滋滋的，心爱的孙子认祖归宗，她哪能不欢喜？正巧此时裴氏带着2个孩子进了侯府大门，2人进门便对着老太太磕了个头。祖母，嘿嘿，祖母的心肝呐，嘿嘿，终于能听你们一声祖母，堂堂正正养在祖母身边喽。陆家几个孩子簇拥在许氏身边，冷眼看着他们一家人。族长眉头轻皱，陆景怀甚至都不曾瞥他一眼，甚至也不曾叫他一声叔公。陆景怀哪里不曾见到他，只不过见他衣着寒酸，并未在意罢了。养在外头的孩子当真比不得许氏生的大气。裴氏笑意盈盈地对着许氏挑眉，眼里满是胜利者的喜悦。许氏会投胎又怎么样？儿子不争气呀。人都来齐了吧？齐了，开祠吧。开祠吧。族长从清溪带来的族谱已经摆在了祖宗灵位前。老族长抓着笔，从来只有添丁加名，从未族谱除名过的先例，心头颇为难受。当真要除名？陆远则对亲儿子终究有些不舍。你们当真要随他一起出府？他一个和离妇人，跟着他可就要过苦日子了。裴氏面色变了变，许氏能把几个孩子带走，他当然巴不得。爹嫌晏殊瘫痪在床，儿子不碍您的眼。陆远则顿了顿，瞧见裴氏瞪过来的目光，只得点头。陆家长子陆晏殊10年10期除名，陆家次子陆正月除名，陆家3子陆元宵除名。陆昭昭他压根儿没上族谱。段青书，一定要写段青书。将来哥哥们发达了，他又上来打秋风怎么办？又耍父亲威风怎么办？段青书，一定要写段青书。将来哥哥们发达了，他又上来打秋风怎么办？又耍父亲威风怎么办？陆昭昭一个劲儿的嘀咕，兄弟几人皆是一领。既然侯爷嫌弃孩子拖累，那便断个干净，写段亲书吧。陆远则猛地抬头看向他，裴氏几乎压不下嘴角的笑。写了段亲书，那可就真形同陌路了。何至于此？便是和离，远则也是他们的父亲。真写了段亲书，那便毫无转圜余地。徐姐姐，你也要为孩子想一想，将来景怀位极人臣，也能帮衬几位兄弟呢。侯爷，你求求姐姐，段亲书就不必了。裴氏故意刺激陆远则，气得陆远则眼眶发红。写断亲就断亲，我忠勇侯府不缺他们。当着陆家众长辈，当着陆家祖宗的面写段亲书，我倒要看你们有多硬的骨头。离了侯府，你们什么也不是。陆远则当即命人拿来纸笔，3个孩子皆是写下段亲书，再按上手印儿。陆昭昭亦是按了手指。儿子便不阻侯府前程，祝爹得偿所愿。陆远则心头堵堵的，若晏殊不是个摊子多好。陆昭昭看着那张段亲书，亲眼见到陆远则与哥哥们之间的亲缘断绝，不由咧开了嘴。老族长再写下和离书，
陆远泽和许氏签下名字，连同段亲书一起送往官府，还有嫁妆。堂堂侯府总不至于吞钱儿媳的嫁妆吧？谁要你的嫁妆，拿走便是。贪污钱儿媳嫁妆，老太太可不想被许氏看清，许氏就等着她这句话呢。老太太说的是，既然要分，那便分得干干净净才是。和离了就赶紧搬出府，今儿我们还要上族谱呢，不属于你的一丝一毫也不能带走。她在外躲了18年，如今翻身做主母，整个人都欢喜不已。你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给我儿上族谱？误了吉时，有你好看。老族长面色铁青，小门小户毫无教养的东西。偏生陆远泽也不曾在意，认祖归宗吧。许氏头也不回地带着孩子们离开祠堂。景怀是天才，未来的状元爷。晏殊是个摊子，能有什么出息？你便好好收心，教养景怀，将来给你捧回3元及第，给你挣脸面。哼，许氏一个和离妇人，带着4个孩子，许家还能养他们一辈子？哼，等他吃够苦头，他就要回来磕头认错了。他那身傲骨，非要给他打断不可。陆远泽点了点头，许氏18年的恋爱脑，他定是跟自己置气呢。等吃够苦头，他就会回来认错。满府家具都是夫人买的，可不能留下。点几个人去德善堂把家具搬走。对了，这府里的人工湖可是夫人花钱挖的，填了。还有院里的青石板，全都翘起来，一块石头都不给他们留。哇，院子里的树都挖了。夫人，咱们嫁进门时，连府里的瓦都是您翻修的，这瓦片捡不捡？就地摔碎。都听夫人的，摔，全部摔碎。咣当咣当咣当，府内四处响起声音。祠堂内，老太太心头不安，眼皮子跳得厉害。娘，族谱已经上完，咱们去门口等着吧。万一许氏把侯府的东西带走怎么办呢？可不能让他占便宜。哎，要我说呢，还是娘您心慈，直接休了便是，还和离呢。休了便是下堂期，1分嫁妆不还。老太太提起此事便来气。若不是你下贱，青天白日缠着远泽干那档子事儿，能让许氏占这么大便宜吗？裴氏面色一僵，顿时抿着唇，不再说话。娘，咱们走快些，可不能让他拿走侯府的东西。裴氏扶着老太太走得飞快，明儿起她就是侯府主母，锦衣玉食的侯府夫人了。奢靡雍容的中永侯府，此刻俨然成为一片废墟。老太太气得心口一梗，若不是裴氏拦着，只怕要当场倒下去。孽长，孽长，你在做什么？话音刚落，院里那棵大树轰然倒塌，连树都挖了。你对侯府做了什么？当然是拿走夫人的财产，这府里一草一木皆是夫人花钱所购呢。老夫人不会忘记当年侯府的模样了吧？老侯爷是个打仗的，老太太是乡下种地的，即便先皇有赏赐，可侯府也是入不敷出。侯府是先皇所赐，可府里添置的一切都称得上寒酸。过去18年，老太太早已忘记侯府最初的窘迫。娘，您就看着他们糟蹋侯府吗？您看看侯府都成什么样了。裴氏心头滴血，眼前一阵阵晕眩。侯府有骨气，怎能用前主母置办的东西？要离自然离得干干净净。裴夫人是新主母，想来也不要用我家夫人的东西吧。侯府大门是娘亲买的吗？许氏顿了顿。大门是我重金打造，拆下来带走。烂娼妇，带着摊子和离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怎么过。
我侯府定要将你踩在脚下，叫你后悔万分。说完，老太太直接受不了打击，昏死过去。摊子站起来，能吓死你们！耶，娘与我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。还有祖父，当初棺材都是母亲买的，我把祖父挖出来吗？3个哥哥看着陆昭昭，活菩萨没见过，活阎王头一回见。陆远则瞧见侯府的模样，心疼得直抽抽。离了许氏，侯府家徒四壁喽！哎呦，当真是有几面破墙！瞧见四周百姓指指点点的嘲笑声，陆远则脑袋一阵阵晕眩。父亲，一切有景怀，今日之辱，景怀刻骨铭心，景怀必定考取解元，3元及第，为父亲争光，让侯府扬名立万。陆景怀掷地有声，陆远则心头的郁气散开几分，紧紧攥着陆景怀的手。对，父亲还有你，明日父亲便上奏另立世子。你在外10几年，这些年委屈你了，父亲早该将你接回来。燕瑞说一个摊子，白白耽误侯府多年。陆远则叹了口气，府里先收拾收拾陆远则本想说自己掏钱给府里置办些东西，可他兜里空空。成婚18年，他从未为钱操心。他想了想，便寻了个钱柜，吃些印子钱。侯爷，您是朝廷命官，若抓住借印子钱，那是要出事儿的。况且你上次借的3万两，如今已滚到了3万3，您还不曾还呢。3万3，这才借来1个月，怎就增加了3000两白银？侯爷，您借的可是印子钱，这利滚利本就如此。侯爷，还是先将上次的还了吧。您怎么会缺钱呢？您家夫人买个头面都上千两呢。嘿，今早中允侯府和离，京城传遍了。据说许氏将侯府拆得干干净净。陆远则面色难看，能在京城放印子钱，背后的人不可小觑。听出掌柜取笑他的意思，沉着一张脸，扭头就走。陆远则想了许久，才将侯府早些年的产业清理出来。侯府统共有3个庄子，3个铺面，卖2个铺面吧，先将侯府修缮一番，再置办些家具，莫要委屈了景怀兄妹。娘，住外祖家吗？娘在榆林巷买了5进5出的大宅子，早早便置办好一切，只等搬进去便是。许氏早已计划好和离，怎么会弄得窘迫？榆林巷更靠近皇宫，比起侯府位置更好。哇，新房子，新家，稀饭！陆晏殊唇角勾起一丝笑，从今以后，这便是他们的新家。侯府看不起他们，看低他们，他们更要将日子过好才是。此刻中永侯府，陆远则为了庆贺陆景怀的归宗，宴请同僚。陆昭昭生辰时送我贺礼的，都送了请帖过去。老夫人狠了狠心，从棺材本里掏出2000两，心疼得直抽抽。这还是许氏曾经孝敬给他的。账面上为什么只有600两银子啊？偌大的侯府怎么可能只有600两啊？是不是许氏贪污了侯府财产？裴氏眼眶赤红，他瞪着眼睛，吓得一旁小丫鬟瑟瑟发抖。他是侯府家生子，被留在了侯府。侯府统共130多个奴仆，有一半是许氏买的，已经带走。侯府家生子都留在了此处。侯府本就产业不多，3个铺子都是夫人盘活的，还有个庄子，一年也只夏天过去住几日，并无多少产业。侯爷一年200多两银子，账面压根没什么银子，都是上一任夫人的嫁妆贴补。裴氏气得浑身发抖，600两，整个侯府就600两。小丫鬟顿了顿，顶着裴氏杀人的目光，几乎要哭了，才道：明日
府上要发月银，大概160两。这还不算府上开销。裴氏眼前一黑，直接气晕。侯爷，尚书大人婉拒了，宋大人将小的提出来了，礼部侍郎称并不来。送出去的帖子大部分都被拒，奇怪，明明他们还给陆昭昭送满月宴贺礼呢。陆远则也没多想，只以为自己提外事为正事，惹人不快了。好在陆景怀来了许多同窗，皆是庆贺他认祖归宗。陆景怀多喝了几杯，恍惚之间似乎瞧见了苏芷清。好啊，你自进了侯府，便不再理会我。怎么，你当真看上陆正月了？苏芷清花容失色，面色大变。书信不回，见到我便避开。苏芷清，你别忘了，你是我的女人。怎么，陆正月那般好，竟让你对他生出感情了？混账！你可知我是你？话音未落，陆景怀便亲了上去，直接堵上了他的唇。老族长喝多了出来解酒，扭头便瞧见陆景怀怀中的女人，这不是他亲自上的族谱陆远泽平妻吗？混账东西，那是你小娘，你在做什么？陆景怀浑身一个机灵，酒意早已散去。你说什么？他是谁？老族长早已经气疯了。好好的世子从族谱除名，竟换来这么个孽障，陆家列祖列宗都要蒙羞啊！陆远则匆匆赶来，远远便瞧见陆景怀面色清白，少见的惊慌。她是你小娘，是你正儿八经的庶母，上了族谱告慰祖宗的小娘。老族长顺手抄起门边的扫帚，直接朝着陆景怀劈来。陆景怀一个不察，脸上便被抽了一棍。族长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景怀做错了什么？都是让你惯的，你问问他对自己小娘做了什么。陆远则猛地一惊，陆景怀此刻紧抿着唇，苏芷清是他小娘，苏芷清成了他父亲的平妻，上过族谱，正儿八经的半个娘。苏芷清本就怕得厉害，突的却是觉得肚子一阵尖锐的疼痛。好痛！侯爷，我的肚子好痛！一股热流顿时从双腿流下。啊，夫人流血了，快去请府医！荒唐，真是荒唐！陆远则几个喝酒的同僚对视一眼，纷纷告退，也不听陆远则解释，拂袖而走。裴氏匆匆赶来，便瞧见这荒唐的一幕。贱婢，你做什么？裴氏简直不敢想象，他瞧见了什么？苏芷清那是他派来对付许氏儿子的，不是让他来对付自己的。什么贱婢？我们夫人是上过族谱的平妻。裴氏眼前一黑，更是心尖尖都在颤抖。苏夫人怀孕2月有余，但胎儿可有碍？他进门这段时日，日日盼着子嗣傍身。这一胎本就不稳，夫人受了刺激，滑胎了。好好养着，总会在怀上的。苏芷清眼泪哗的掉下来，饶是陆远则心头也堵着一口玉气。陆景怀面色苍白，呆呆地看着苏芷清。他做了侯府世子，名声震天，又被当众抓住与小娘。陆景怀又有了当年被陆晏殊支配的恐惧。混账东西，看错了人，惹出麻烦，还不去祠堂跪着。一去看错人，想要替他洗清不堪，心头又恨他愚蠢，父亲的女人都敢染指。这一夜，忠永侯府彻夜未眠。陆远则第2日请封世子的折子被皇帝拒了。中有侯逐嫡子出府，提拔外世子为世子，本就不合规矩，更何况此子目无尊长，不顾礼仪伦常，竟对小娘行不苟之事。
此等品性，如何能担起侯府世子之位？太子眉宇弯弯，昨儿他特意将此事传进谏官耳中。那群老头只要不弹劾自己，果然很爽。钟永侯治家不严，罔顾伦常，另立世子驳回。如今侯府没世子了，钟永侯府偷鸡不成蚀把米。陆远则面上谢恩，心头不由对陆景怀也多了一丝埋怨。皇帝瞥了陆远则一眼，嘿，你既已和离，朕就不用瞒着了。陛下，林落水患，百姓食不果腹，灾民众多逐渐失控，幸陆家小女筹粮27000担，解燃眉之急。事情比奏折更凶险几分。流民失控，甚至开始抢夺粮仓，林落差点出大事儿。幸灾幸灾，当赏当赏，筹款赈灾的孩子都该赏，陆昭昭更该赏。筹款，陆家，陆远则心头一喜。陆昭昭骗回来的红包钱竟然买了粮食，可随即一愣，昨儿和离了，等等，赏赐没他的，印子钱却要他来还。恭喜侯爷，贺喜侯爷，女儿1岁，便误打误撞拯救万千黎民，陛下赏不到奶娃娃头上，只怕侯府要加官进爵，侯爷当真好福气呀！同僚刚说完，突地拍了拍脑门。哎呀，瞧我和离了，这泼天富贵不是侯府的。陆远则不断地给自己顺气，侯爷，老当益壮啊！这是暗指他马上疯呢。陆远则仿佛胸口被插了一刀，一口老血闷在心头，只觉眼前直冒金星。侯爷，礼部尚书来了。礼部尚书，这可是朝中重臣。今儿尚书大人并未上朝，听说称病请了3日假，怎么来侯府了？陆远则心头狂热，怎么回事？尚书大人可有说为何？难道侯府的机缘来了？老方丈说景瑶乃天命之女，贵不可言，这么快就带飞侯府？并未，但尚书大人似乎有事所求。陆远则一听，心头越发畅快。许氏，你就等着侯府冲天而起吧。贤侄不必多礼，今日来的匆忙，贤侄莫要怪罪，实在是有求侯府。唉，方大人叹了口气，没想到竟有求人的一天。尚书大人有话直说便是，远则定倾力相助。说来唐突，家中老妻上次瞧见令爱，便心中喜爱，想要请陆侯爷之女过府玩耍。方尚书与妻子青梅竹马几10年的情谊，老妻病重，他想求曾寿符一张。陆远则狂喜，能得大人喜爱，是他的福气。来人，快将景瑶接来。心中只叹老方丈所言不虚，景瑶竟真的有大福气。陆景瑶眉宇含着笑，不是他，不是这个。陆远则急了，尚书大人，这便是小女陆景瑶啊，侯府只得这么一个女儿，怎会不是她？尚书大人身侧的小童开口了，此女面黄肌瘦，眼神不纯，不是她，是另一个，看着白白胖胖，很有福气，爱笑。对了，爱吃鸡腿那个。陆远则震惊，陆昭昭？对，就叫昭昭，快将昭昭抱出来吧，便当我尚书府欠你一个人情。尚书府的人情何其重，陆远则想要极了。偏生昨儿他刚把人逐出府了。老大人，你寻的是陆昭昭呀？那是许氏的女儿吧？许氏昨日与陆侯爷和离，连带着4个孩子都被逐出了门。你要去榆林巷寻，他们就在那里呢。和离？陆侯爷有苦说不出。景瑶聪慧伶俐，比陆昭昭更讨人喜欢，景瑶也是一样的。尚书大人瞥了陆景瑶一眼，小小年纪，眼神充满算计。钟永侯是瞎了吗？错把榆木当珍珠，他知道自家昭昭有多大的本事吗？尚书大人扭头就走，直直地往榆林巷而去。
陆远则气得吐血，他哪里知道好戏才刚刚开场呢？谁？方爷爷，您借了他3岁孙子500两压岁钱。陆昭昭记得方老夫人是个有功德金光的老人，他去骗压岁钱时，老太太还给了他红包。去，方老夫人呀，她浑身功德金光，是个大善人。尚书爷爷，方尚书见他才1岁多，心头着实怀疑，那符真是他画的。昭昭，你的符咒哪里来的？自己画的哦。方爷爷可否再求一张增寿符？爷爷寿元还有18载，用不着。方大人一颗心呐，都提起来了。18载，他还能算到别人的寿元。小丫头，以后可别给人看寿元。若被有心人发觉，许是只怕保不住昭昭。爷爷不是坏人。老方大人轻笑一声，这小家伙真相信自己呢，心头又觉得开怀。爷爷并不是为自己求增寿符，是为家中妻子。若能求得几年寿元，方家愿付出任何代价。可将死之人并不能增寿哦。将死之人，他的老妻真的留不住了吗？他一心求死。但老尚书听懂了。30年前，长女3岁，夫人带她出门看灯时不慎走失。自此后，他便有了心结，也在位有月。方大人是个重情义的，也不曾再娶，也不曾纳妾。我收养了养子，寄在膝下。你借钱的小孙子，便是义子所出。一进门，便能闻见浓浓的药味，以及缠绵病榻之人的将死之气。这是我的儿媳朱颜，她原是北方逃难而来，夫人心善，日日救灾，正好救她一命。更巧的是，与我家两儿修成正果。这些年，他感念老太太恩德，将老太太侍奉得极好。娘还是不肯用膳，老太太已经3日滴水未进。你回来了。30年夫妻，你知我心意，莫要强留我，撑不住了，我累了。看着远方，好似在等待什么。老婆子，我也只有你了。女儿没了，连老妻也要离他而去吗？我大概找到你女儿喽。你若能选到老夫女儿，你便是我尚书府祖宗。其实这些年他已经找人冒充过女儿，只为能支撑老太太活下去。但老太太总能寻到异样之处。你的女儿就在眼前呀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的女儿早已归家，子女宫圆满，说明儿女绕膝，早已团聚呀。子女宫圆满，说明儿女绕膝，早已团聚呀。陆昭昭指了指他，指了指身侧的妇人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，详细点儿。早已团聚？不对，朱颜，你说儿媳名唤朱颜，北衢县人。15岁时，逃荒被母亲所卖，朱颜侥幸逃出，后被夫人赈灾所救啊。那以前呢？你3岁前还记得吗？我儿媳3岁前大病一场，醒来时头疼剧烈，3岁前的记忆都没了。但是曾有邻居戏谑，朱颜是捡来的。我身上有块胎记。他脸色通红，位置有些难以启齿。在臀部，我的女儿臀部有一块夜行胎记，位置隐秘，外人都不知道。天哪，快给我端碗参汤来。爹，听说寻到妹妹了。
男人亦是满脸激动。爹娘许女20多年，中间甚至被人欺骗过，真真假假早已让他们绝望。妹妹在哪里？还未说完，室内突然传来一道痛哭声：“我的女儿，是我的女儿啊！”老夫人嚎啕大哭，多年的隐忍，多年的绝望，在这一刻尽数散去。年迈的方尚书呆呆地落泪。小祖宗，和离第2日，他成了尚书府的小祖宗。那我到底喊外祖母还是喊祖母呀？一样喊祖母，咱们啊是亲上加亲的一家人。老头子，这回你真干了件好事儿。老太太喜不自胜，咱们的小祖宗可有什么要说的呀？来壶牛奶。恩人才1岁多，失策了。小家伙在方家吃得肚子溜圆，才听得门房来禀：陆大公子来接小祖宗了。陆昭昭打着哈欠：回家吧。嘿，善有善报，老夫人丢失20年的女儿找回来喽。陆晏殊眼眸一挑，妹妹的能力再次刷新他的认知。听说是忠永侯府小女儿找回来的。什么忠永侯府？和离了，是陆家小丫头。哎呀，那丫头真厉害，才1岁多，一眼就认出她是方家丢失的女儿。陆远则咬碎了牙，面色难看的骇然。锦怀，明日该报考乡试了，你一定要考中解元，给爹爹出口恶气。更让人郁闷的是，长公主昨夜生产，产下1儿1女，龙凤胎。她直言是抱了陆昭昭怀上的，京中霎时引起一股潮流，抱陆昭昭能怀孕。许氏看着满桌拜帖，脑瓜子疼，把昭昭穿过的衣裳搜罗几件，各家送些，也算沾个喜气。许氏可不敢将昭昭给别人抱。对了，马上乡试便要报名，让晏殊记得报考。是。自从和离后，大公子便时常扶着墙在府中走动。和离并未让忠永侯府沾着一丝一毫的便宜，可心中总憋着一股气儿。明儿起，奴婢便日日拜佛，求佛祖保佑，保佑大公子一切顺遂。拜菩萨不如拜我。陆昭昭心里直嘀咕。许氏莞尔：明儿长公主府喜丧，她千叮咛万嘱咐得请你呢。弟弟妹妹，我招来的。是。许氏含笑看着他。其实老太傅和哥哥们来寻过他，希望他能回娘家，但他拒绝了。他另立了门户，他这4个孩子绝不比陆景怀差，不蒸馒头争口气，他心里也憋着一口气呢。第2日，陆昭昭穿得像个小熊崽子似的，骑着狗往公主府去了。许夫人，忠永侯府不识货，那是他没福气。你有没有想过2嫁啊？这世道女人艰难，有个靠山总是好的。甚至还有人试图给许氏说亲，许氏皆是笑着婉拒。许氏从未想过，他和离后比待字闺中时更抢手，且一个比一个离谱。质子玄纪川心里琢磨着姐姐玄英说的话：小昭昭天真纯善，陛下待她极好，远超一般皇子。你若能讨得她欢心，不论在北昭或是回东陵，对你都有好处。玄纪川并不当一回事儿，陆昭昭才多大，1岁多，但姐姐耳提面命，他不得不听。此刻一抬头便瞧见陆昭昭养的大狗身旁还有一头熊崽子虎视眈眈，眼看着熊崽子离傻狗越来越近，玄纪川浑身一凛，立功的时候来了，拉好杆的时机来了。他飞身上前，帅气的一脚：傻狗，你主子呢？哈，救了陆昭昭的傻狗，姐姐一定夸我。而这一刻，他发誓，他从狗脸上看到了震惊和不可思议。脚下的熊崽子蠕动着，玄纪川脚下用了一丝劲儿，
哼，踩在脚下还不老实。哎，这熊哭得像人。傻狗嗷嗷直叫：“傻狗，我救了你，你扯我干什么？你主子呢？”话音刚落，熊崽子挣扎着露出个小脸儿，眼神仿佛要喷火。玄纪川脊背一凉，后退一步。完了！死了，他死了。玄纪川手忙脚乱地道歉，陆昭昭却不再搭理他。诅咒他！扶风山招安来的宋将军，陛下跟前的香饽饽，差人来说和亲事，许氏一脸懵。他才和离3天，就有人提亲了。更让许氏懵的还在后头，后脚宫里的赏赐便到了。许夫人，这是宫里送来的料子，还有些新奇之物，还望夫人莫要嫌弃。许氏云里雾里的拜谢皇恩。宋家送礼，皇宫也送礼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明明她只是一个被嫌弃、被和离、被赶下堂的弃妇啊！夫人，瞧着不太对劲儿啊！陛下赏您，怎会赏女子钟爱之物？里面甚至有几对鸳鸯。或许他想当我爹爹呢。许氏吓得心惊肉跳，昭昭还真敢想，她都3子1女了，陛下还想娶？不可能吧？怎么不可能？每次进宫，他都问朕可不可以做你爹爹呀？娘，您若想要2嫁，晏殊会鼎立门户，娘不要顾忌我们，每个人都拥有幸福的权利。况且，娘被骗18载，她不懂珍惜，自然有人懂。娘有你们了，怎么会再2嫁？别瞎想。明儿去拜师，你早些休息吧。许氏从未想过2嫁，至少目前没有想法。第2日一早，许氏亲自带着陆晏殊、陆昭昭前去首府府上拜会。原首府乃当世大儒，他统共4个弟子，其中3个皆是历届状元，还有1个弟子据说不曾被他承认，如今是惊鸿书院院长。许氏刚下马车，便在袁家大门前瞧见了一个熟人。许氏，听说你和离3日，就有人上门说亲，你这辈子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好的男人了。哼，是找不到比你更渣、更不要脸的男人了吧？陆远则瞥了他一眼，瞧见他身后的陆晏殊，轻轻皱起了眉头。怎么，你已来拜师？晏殊，你已经瘫痪，无法科举，首府心高气傲，怎会收你为弟子？快回去吧，别自取其辱了。陆远则并不觉得他会是儿子的对手。晏殊是个摊子，且10年不曾摸书，怎会比得上景怀赫赫威名？我乃钟永侯，携子前来拜会首府大人。他轻嗤一声，许是一个妇道人家，只怕连大门都敲不开。首府大人今日不在家，侯爷明日再来吧。但凡临近科考，门槛都要被踏破。犬子是陆景怀，在京中颇有才名，仰慕首府大人已久，只求能得首府指点。陆远则很自信，以陆景怀的才能，定能让首府大人收他为关门弟子。小厮有几分不耐烦，侯爷就莫要为难言，首府不在家，便是天王老子来了，首府也不在家。门房一日要聚几10个，早已没了耐心。陆远则还想再说什么，陆景怀却是冲着他轻轻摇头。陆远则只得憋着火气退了下去，想起许氏与他和离，被别人求娶，不自在极了。不自量力，景怀都进不去，你还能进去？小儿陆晏殊想求首府大人指点文章，还请小哥通传一声。这位夫爷，首府真不在府上，要不您明儿再来。陆远则讥讽地笑出了声。许氏真以为自己脸面大吗？更何况原首府可与许家不和。那给你，您给我行贿也没用啊。再说，小厮低头看了眼玉佩，贵人啊，这是袁家祖传玉佩，袁家10代单传，传到了员外手里。前些日子小公子被拐，老太太哭得差点背过气，
幸好被人所救，便将玉佩送给了救命恩人。您等着，您等着，您别走啊！小的去通知首府开正门。许氏很震惊，他女儿竟这么大的面子。嘿嘿，小满子给的玉佩真好使，原来这些玉佩还真有用啊！我有一大箱子呢。小贵人光临寒舍，迎客来迟，还望小贵人海涵。小孩姐，老太太言重了。老太太可是一品诰命，陆远则见了都得行礼的。呵呵，你是芸娘吧？你这丫头端方贤惠，举止有度，是有福气的。有福气之女，不入无福之门。是他忠勇侯府没福气。许氏好似在做梦，袁家和许家是对头。小时候他遇见袁老太太，老太太说他小小年纪死板无趣，而现在怎么会？陆昭昭怎么会敲开袁家的大门，且被袁家如此郑重的对待？老夫人，下官是忠勇侯陆远泽，是昭昭的父亲，今日特意带他哥哥来拜会首府大人。他把我除名了，他不系我爹，讨厌他。话音一落，顿时有人将陆侯爷请到了一边。陆远泽脸上满是憋屈，还不着人请老太爷回府？贵客临门，他死在外头了吗？啊，不急不急。陆晏殊笑着看着妹妹，他的妹妹总能带来许多惊喜。祖母，你要给昭昭做主呀！他说我不认真上学，他打烂我的手。哎呦，祖母的小心肝呐，你可别怕。哼，老不死的东西，他反了天了。他敢打你，他活腻歪了是不是？也不问问我袁家列祖列宗同不同意？他打你，你就回来告状，我用棍子抽他。这可是袁家的救命恩人，袁家可就这么一根独苗苗。好好好，将来上学就不怕挨打了。袁首府回府时，陆昭昭已成了袁家的新干干。袁首府本不欲收徒，陆昭昭这个关门弟子都是皇帝强塞给他的，现在还未公布身份呢。但考教一番，他对陆晏殊竟上了心。你比陆景怀更有真才实学，此子绝非池中之物。我已经收了你妹妹为关门弟子，我可以指教你，但不收弟子，你可愿意？陆晏殊缓缓站起身。晏殊愿意。袁首府见到他稳稳当当站起的双腿，好，好，忠勇侯这下悔的肠子都要清了。袁大人爱才心切，又可怜他瘫痪多年，留了他在府中小住几日。咦，大哥是个傻的，被老头子关起来上课还乐呵呢。哼，真是中邪了，中邪了！快送我去护国寺住几日。他刚回家，一泡鸟屎便落在他头上。就寝时，好好的房梁塌了，死里逃生，压断一条腿，踩陆昭昭那一条。开了春，天气很快便暖和起来。1岁半的小娃娃走路已经极其稳当。快快快，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啊！距离乡试只有1个月啊！快来下注，快来下注！谁是这一届的解元？我呀，陆景怀。我也要陆景怀。这忠勇侯府可是捡到宝喽。对了，我听说陆家那个摊子也要参加乡试。怎么可能？瘫痪可不能参加科举。我要呀！去，谁家小娃娃跑出来了？我要呀！陆晏殊，全压他！小家伙，压根没有陆晏殊这个名字，你搞错了。他突地想起，摊子就叫陆晏殊，压了可不退钱的，到时候可不许哭鼻子。昭昭才不哭鼻子。陆昭昭又将兜里的零花钱全倒出来，去，把陆晏殊的名字挂上。再让人数了数陆昭昭的金瓜子，统共180两银子。陆晏殊180两，
陆景怀43000两。陆昭昭看了一眼，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。摊子站起来了，摊子站起来了，他去报名乡试了。摊子站起来了，瘫痪10年的陆晏殊重新站起来了。此事在京城掀起一片涟漪。恭喜侯爷，长子瘫痪10年，终于能站起来了。是呀是呀，侯爷当真好福气。陆远则听得众人大声的恭贺，脸上笑容近乎维持不住。真的好福气吗？可陆晏殊已经被和离出去了呀。金娘，你后不后悔与他退婚？他10年不曾看书，即便站起来又如何？他难道还比得上你？再说，江云锦眼中含着春意。陆昭昭周岁那日，他已经是陆景怀的人了。再有2个月，便是大婚之日。陆景怀心不在焉，也没听江云锦说什么，急匆匆出了门。他一路朝着城外而去。舅爷爷，吃点东西吧。听得他的声音，老乞丐猛地惊醒，顿时张开嘴，呲牙咧嘴冲着他吼叫。可一张嘴，便瞧见他嘴里黑漆漆空荡荡，他没有舌头。舅爷爷，你小声些，当心被人抢了馒头。你替景怀做了那等事，景怀心善，才留你一命啊。你最喜欢景怀，你能原谅我的，对吗？当年陆晏殊落水，他刚爬上岸，舅爷爷便用石头砸伤他的头，将他重新抛回水中。若父亲知道你毁了他的儿子，他岂会饶你？老乞丐疯了一般冲着他大吼，可惜眼瞎口哑，他什么也做不了。舅爷爷，我那时候还只是个孩子呢，我怎么会指使你做这种事呢？他恨陆晏殊，凭什么他能光明正大的叫父亲？凭什么他轻而易举就能做天才？而自己呢？母亲逼着他从天亮学到天黑，可依旧不及陆晏殊半分。母亲日日骂他不争气，骂他不能留住父亲，骂他蠢货，骂他为什么不如陆晏殊。他好恨呐！终于，他将天之骄子拉下了神坛。陆景怀心中的慌乱渐渐恢复平静。你站起来又如何？我有妹妹，有10年差距，还会怕你吗？你的一切都将是我的，爹爹、名声、未婚妻，你的才学都是我的。陆景怀冷漠地走出破庙，丝毫不理会瞎眼老乞丐的怒吼。走2步，快走2步，给舅舅看看。三舅舅一脸兴奋，身后跟着三舅妈。三舅妈眉宇含着笑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平日里对他冷冷淡淡的相公，如今对他极其亲昵。陆晏殊不再扶着墙，如玉少年挺拔地站立在庭院之中。能走了，真的能走了！妹妹，你也算熬出头了。几个嫂子皆是欢喜地落泪。晏殊今年要参加秋闱吧？晏殊点头应下，便与几个舅舅去了书房。二哥治水还未回来。唉，水患已经结束，可灾民安置才是大难题。国库空虚，陛下拿不出钱。听大哥说，陛下正想办法要债呢。唉，这差事不知会落到哪个大冤种头上，大家都躲着呢。朝堂上不少朝臣都借了国债，若能讨要回来，定能解燃眉之急。要债要债，北赵的大官可有钱啦！陆昭昭心里咋咋呼呼，小屁孩丝毫没想到要债的差事会落在他头上。傍晚时，宫里便来人了。陛下近来投堂，想念昭昭姑娘，请奴才接姑娘进宫小住几日。娘亲，昭昭明儿回来。小家伙骑着狗便随王公公走了。陛下对昭昭是不是太过热情？许氏面色尴尬。大哥，他对芸娘也过分热情。许氏不好意思说，皇帝似乎想和他搞不正当男女关系，但被他婉拒了。许一婷震惊。
陆昭昭刚到御书房，便听得屋内传来怒吼声：“废物！全都是一群废物，连借出去的银钱都收不回来，朕养你们有什么用？”皇帝暴跳如雷，别以为他不知道，这群老臣比他还富。当年先皇借出去的钱，至今不曾收回来。陛下，微臣只收回来3000两银子，他们都说没钱。户部侍郎吴大人苦着脸，收债这种事儿最是吃力不讨好，搞不好要得罪满朝文武。吏部尚书怎么说？他当初借国库3万两，20多年了。周大人说要钱没有，大不了让陛下扣俸禄。俸禄那得扣到他下辈子。微臣派人去搜查过了，府上一贫如洗。吴大人直擦冷汗，可千万别叫他去讨债了。皇帝气得脑子发晕，周朗这个老匹夫总是一副清贫的模样，真让人抓不到半丝把柄。太子瞧见门外的小身影，立即上前将他抱进来。热不热？嘿嘿，吏部尚书装的可真像，他家的钱都砌在墙里啦，一堵黄金墙呢。太子震惊不已，他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：滚吧！王公公见陛下气得厉害，也急忙宽慰：陛下，您何必亲自去讨钱，免得伤了君臣之心，倒不如让别人讨。别人？户部那群蠢货，只会给朕哭穷，讨债却不会，一群废物，朕养他们有什么用？太子瞥了眼陆昭昭，小家伙脚丫子在椅子上荡来荡去，吃得可开心了。父皇，儿臣有一计，既然他倚老卖老，不讲理，那咱们也派个不讲理的。太子朝着陆昭昭努了努嘴，孩子年岁小，不懂事儿，说错了什么，做错了什么，也不得罪人。再说昭昭的能力您可是见过的，神都能招下来呀。皇帝狐疑地看着他，1岁半去讨债，太子疯了。太子对陆昭昭有种迷之自信，昭昭，你能不能帮太子哥哥一个忙？若是成了，太子哥哥给你好处。什么好处？什么好处？他不问什么事儿，只问好处。讨回来的钱分你1成，怎么样？数着数着，总觉得不对劲儿，气呼呼地敲了敲脑袋，真讨厌！该死的天道，他现在越来越回归本性，被同化了。如果你讨回10万两，就给你1万；讨回100万两，就给你10万两，怎么样？而且这笔钱姑不许你娘收走。你立下如此大功，父皇也给你个恩典，如何？若你真能讨到债，朕收你为义女，上玉蝶，正儿八经的公主，如何？他偷偷搓了搓手，真为自己的机智点赞。债也回来了，昭昭也能如愿成为他的闺女。陆昭昭嫌弃地看了他一眼，娘亲同意才行哦。爹爹可不能瞎认，娘亲打人可疼了。那行吧。皇帝当即下旨，陆昭昭奉旨讨债，史上最小讨债鬼1岁半。笑话，1岁半的孩子讨债，别说他了，太子都别想要回1分钱。他亲自打了招呼，谁都不许还钱。当年先皇娶了太后，极其看重萧家，一时间萧家盛极一时，在京中说一不二，谁敢招惹？可自从先皇驾崩，宣平帝登基，他便有意压制萧家。太后娘娘也不管管他，就由着陛下压制萧家。萧家是他娘家，娘家还能害他不成？还有韵儿是我的嫡女啊，送进宫选秀，竟然只封了个妃位，1门2皇后，那该是多大的荣耀！我看看谁敢还钱，谁还，谁是乌龟王八蛋！讨债鬼到哪里了？吏部尚书门口呢。吏部尚书可是块硬骨头，能知小儿啼哭，那小崽子怕是要哭着出来了。而此刻的陆昭昭已经被抱到了吏部尚书门口。讨债啦！小大人可用膳了，我们一家人正用午膳呢。还没有，
祖母安。午膳简单，小大人可别嫌弃。祖母，我不吃馒头咸菜，我要吃鹿肉羹，我要吃樱桃肉，我不吃，我不吃。不吃就滚出去！小孙子打了个嗝，便恐惧地闭上了嘴，只能默默流泪。待用完膳，小家伙才慢悠悠地开口：“周爷爷，饭钱啦！”没钱，要钱没有，要命，你拿去。你不要逼我发火哦，我很厉害。周大人嗤笑一声，皇帝当真可笑，1岁半讨债。那我就要报你的秘密喽。周大人毫无畏惧。老夫能有什么秘密？老夫上对得起陛下，下对得起良心，没有任何秘密可言。他能怕个孩子，可笑至极。你喜欢穿裙子？他双手叉腰，一副嚣张模样。你偷穿祖母的，放开我！你放开！等等，你等等，我们去屋里聊。素来沉稳的老爷子，此刻手掌都在颤抖。老太太恍惚间听到什么裙子，却又没听清，便见老头子将陆昭昭抱进了书房。你就是穿裙子，你还扎辫子、涂口汁。小声点，小声点，祖宗，求你了，小声点！我叫你祖宗，行了吧？小声点儿啊！他怎么会知道？陆昭昭看了眼窗台的鸟，吹来的风，飞来的鸟，天地万物都能告诉我。年过60的老尚书，年轻时就有个癖好，格外爱穿女装。但他从不敢泄露半分，连与他同床共枕40年的发妻都不曾知晓。给钱！周大人苦着一张脸，似乎还在犹豫。陆昭昭贼兮兮地指了指他床头的瓷器。秘密！周大人面色一白，那是他秘密的开关，里面没藏金银，没藏珠宝，全都藏着他珍藏的女装。那里是他唯一放飞自我，可以做回自己的地方。周大人眼珠子瞪得溜圆，他什么都知道。我陆昭昭还钱！周大人面上死灰一片，欲哭无泪。秘密曝光，连钱都保不住了吗？不给，告诉祖母，告诉你儿媳，告诉你儿媳，你偷的。周大人死死地捂住他的嘴。不就偷了儿媳妇一条裙子吗？还！你走！周大人咬牙切齿，立刻马上还钱。给你5万，3万还债，2万当我捐的，我捐的好不好？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！求你啦，你可千万不能说。陆昭昭进门半个时辰，他便讨到5万两。哈哈哈！老周真是个蠢货，让个孩子把钱要回去了，他丢不丢人？周扒皮害了多少？应该不多吧？他出了名的抠门，1毛不拔，讨到多少钱？3000两、5000两，定是他坐在门前哭，全当打发小叫花子了。小德去打听了，他没哭，但周大人哭了。据说周大人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将他送出门，走前还给他抓了2把金瓜子，一边走一边求他，说是周大人借了3万。还了5万，你说他还了多少？铁公鸡还了5万，乖，我那皇帝侄儿竟找了个寻宝鼠还钱，本王是绝不可能还钱的。想得美，先皇借给我的，他还想讨回去。铁公鸡没出息，看我怎么整哭他。他是先皇最小的弟弟，当年先皇打天下，他才6岁，先皇当他是半个儿子，自幼便宠得厉害。当年宣平帝年幼，都被他打哭过。讨债鬼现在到哪家了？下个冤种是谁？周大人把他抱咱家门口了，已经在门外了。你可不许欺负昭昭，我这一胎还是抱了昭昭才怀上的。王妃今年30来岁，曾育有1子，这一胎隔了13年。好，我不欺负他。小胖子，听说你爹不要你了？不许提他！哎呦，还不许提呢，本王就提，你能怎么样？你若告诉我
你怎么说服铁公鸡还债的，我就赏你5000两。他好整以暇地看着陆昭昭，心里琢磨着这么个奶娃娃到底怎么把铁公鸡气哭的，他可真是好奇呀。小什么情，动什么理，我和他讲理呀，他还送我金瓜子。陆昭昭拍了拍荷包，暗示地看着亲王。亲王差点笑出声。1岁多的娃，你就学会中饱私囊了？你在哪里学的？贼精贼精的！你有本事说服我，你若能说服我，我老老实实还钱怎么样？若是能把本王说哭，我全还你。他是老来子，自小和爹娘不亲，先皇将他抚育长大，但情感上总缺了点东西。成婚后，原先与妻子感情淡薄，但王妃心思细腻，对他极具包容性，他渐渐沉溺其中，如今夫妻感情极好。陆昭昭看了看漂亮的王妃，现在不能说。你逗他做什么？他年纪小小便背这么大的负担，当心长不高。陛下也是，怎么为难个孩子？你回去告诉皇帝，皇叔没钱，让他歇了这心思吧。他定定地看着妻子，眼中满是温柔。镯子记得拿回来，那是我们的定情信物。哎，都怪我身子丰腴，你给我的信物都带不上。手镯带不上，他时不时拿出来把玩，被王爷失手打碎了。他哭了许久，差点背过气。王爷又一点点捡回来，让匠人粘上，还未送回王府呢。你好好养胎，我要不重新给你买一个手镯吧，比这个更漂亮更好看。那怎么一样？那是我们的定情信物，对我来说有不一样的含义。王妃回了房，王爷似乎没了兴致，多了一丝烦闷。小叫花子，你走吧，本王有事。你去账房领1万两银子，也能给你交差。你还没哭。陆昭昭惦记着呢。小叫花子，本王今日便教教你，人要是抬举，免得遭人厌烦。没了王妃在此，他似乎更显傲气，没了那丝和善。人要有自知之明，本王也是你能惹哭的。你走吧。你的镯子不是送给王妃姨姨的，你的情书，你的镯子都是……嚯，他又被捂住了嘴。方才一脸嚣张的王爷，此刻面露惊慌。天哪，他怎么会知道？当年镇国公府和岑家是邻居，一墙之隔，两府嫡女关系极好。镇国公府荣婉儿与岑弯弯是闺中密友，那时他最先看上的是荣婉儿，甚至亲手为她打磨了一只手镯。听闻她要参加选秀，他立马入宫，便求了先皇下旨，他想求娶婉婉。那一日，宣平帝指婚镇国公府荣婉儿，他指婚岑家岑弯弯。新婚之时，他并不开心，可婚后，他却渐渐被活泼纯善的弯弯吸引。从此，一颦一笑皆是发妻，再无荣婉儿身影。但他心头却是不安的。弯弯一直以为他心悦求娶的是自己。你喜欢皇后娘娘。门外传来一道茶盏破碎声。你媳妇儿不要你留。谢玉楠哭了，哭得最惨最大声，脸上还留着几个巴掌印儿，早已没了嚣张。你走吧，本王再也不想看见你。我不久。弯弯不要我，和我闹和离，还想打胎，杀人诛心啊！你不如杀了我，借国库的10万两，明日还。你走吧。他还得回去哄媳妇儿。天杀的陆昭昭！谢玉楠见他无动于衷的模样，心中暗恨，都怪铁公鸡养出的臭毛病，小小年纪学会了吃回扣。谢玉楠咬了咬牙，给你15万，劳烦你亲自跑一趟，再给你装点金瓜子啊。这太客气了吧，多不好意思啊。他一边拒绝一边张开口袋。不要了吧，我就不要了吧。谢玉楠心想，
他到底在周家学了些什么？陆昭昭一边喊着不要，一边撑开袋子，谢玉楠只得给他往里抓。抓了2把，陆昭昭便喊道：“不用装满了吧？”谢玉楠无语，直接端起托盘全到他口袋里。嗨，不是我要的哦，是你非要给的。得了便宜还卖乖，差点把谢玉楠气吐血。谢玉楠瞧见他就青筋直跳，偷偷把人送护国公府去。谢玉楠连夜把陆昭昭抱到了护国宫门外，护国公无语。不过护国公也并未为难陆昭昭，更何况护国公嫡女乃是贤贵妃，贤贵妃唯一的儿子四皇子即将归家，自然护国公府格外给昭昭面子。昭昭，你都会走路了，上次你哥哥偷你进学堂，我还抱过你呢，你肯定不记得我了。李思琪过了年便9岁，今年已入国子监，真好看呐，真可爱。我娘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呢？啊，不对，我家爹长得5大3粗，难以想象妹妹有多丑。收起你那不值钱的样子。昭昭，府上确实借国库5万两，明日你便带人来钦点吧。护国公此生只得一儿一女，长子有了李思琪，女儿宋进公生下4皇子，偏生4皇子命格不好，护国公心疼呐。昭昭，马上便是7月半，你真能压制邪祟吗？护国公实在信不过呢，这1岁半的奶娃娃，贵妃到底怎么想的？昭昭当然能啦，小家伙就差给护国公打包票。用了晚膳，陆昭昭便在护国公府歇了一夜，玉书玉琴2人便回府报平安。第2日一早，护国公便亲自抱着他去了萧国舅门外。萧国舅脾气不好，国舅爷和陛下赌气呢，陛下都惹不起，你可别招他，要不到钱就走。护国公细细地给他分析，陆昭昭点着脑袋，也不知听没听。小厮在门口敲了许久，都无人开门。欺人太甚，堂堂国舅为难一个不足2岁的孩子，算什么？不气不气，气喜自己，对头称心如意。我真怕你给萧家欺负啊！陆昭昭笑得一脸天真纯善。等了半盏茶的功夫，萧家才匆匆开门。这便是陛下派来要债的小姑娘吧？哼，小小年纪担此大任，陛下果真看重。昭昭尚不足2岁，若冲撞了国舅爷，莫要怪罪。郑夫人有些讶异，护国公竟替一个孩子说话，难道是看在许家面上？可现在的许家早已不是当年。护国公放心便是，萧家还不至于欺个2岁的孩子。郑夫人便亲自牵着陆昭昭进了门，护国公不放心极了，这么小的娃真的不会被萧家吃干抹净吗？陛下干的什么事儿啊？大门关闭的那一刻，郑夫人霎时松开他的手，眉宇间毫不掩饰的嫌弃。昭昭不脏的，我天天洗澡，我不脏。小家伙害怕别人嫌弃，奶声奶气的解释：昭昭香香的，你闻闻。放肆！是嘛猫阿狗，也往夫人身边靠，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。陆昭昭前世虽为大能，但今生只1岁半，且又被同化的厉害，还是第一次被这般明显的嫌弃。我不臭。哼，你臭不臭与我何干？给韵儿备好的东西可送进宫了？送进宫了，娘娘的事儿历来皆是最要紧，从不敢耽搁的。郑夫人厌恶地瞥了眼陆昭昭，她的长女进宫为妃，只生下个6岁公主谢以宁。如今皇帝偏宠陆昭昭，女儿已经来信好几回了。陆昭昭哪里比得上我家宁儿？夫人，以宁公主聪慧灵秀，
冰雪可人，哪里是旁人能比的？是了，钟永侯都不要的女儿，又有什么好的？哼，小家伙又小心眼儿又记仇，郑夫人丝毫不知自己要经历什么。小乞丐，打秋风打到萧家，你胆子可真不小。就是你抢了我家以宁的宠爱，娘，你还亲自接他，给他脸了。这是郑夫人的儿子萧明耀。郑夫人见他吊儿郎当的模样，便来气，总要给陛下几分薄面，做脸面给外人看呢。娘，再给我1万两银子，儿子要办大事呢。钱，你这个月都花多少钱了？你爹知晓又要动怒，你就不能争点气啊？你姐姐在宫中还要靠你帮衬呢。郑夫人恨铁不成钢。萧国舅今年52，郑夫人今年30来岁，典型的老夫少妻。她是萧国舅的田房，萧国舅原配生育一子病逝，娶郑氏为田房。郑氏生育一儿一女，继子成婚后便外放做官了，多年不曾回京，偏生儿子不争气。儿子是不是读书的了？您还能不清楚？父亲才不会动怒，父亲最宠我。从郑夫人手中哄来1万两，你跪下给我磕个头，我便给你2张，怎么样？我不要，我不跪。突的，身边传来一阵咚咚咚的声音，小家伙还来不及反应，便被身后的力量推倒。给脸不要脸，我看你是欠打。哎呦，小乖乖，我孙子真棒，力气真大。你是没吃饭吗？我家宇航只轻轻推了下，你便倒在地上。小小年纪心术不正，你是想诬陷宇航吗？哼，如果你在地上学狗叫，我就放过你。我跟你拼了！谁都没想到1岁半的小娃娃发起怒来竟这般可怕，像个小炮弹似的将萧宇航撞翻在地，竟双手抱着他的脑袋，死死咬住他的耳朵。最近有收到宝宝们的留言说视频时长变短了，很抱歉，因为某些原因不得已将视频分开发了，单个视频短了，但是集数多了，总时长还是一样的。视频发出来靠的是播放量，播放量是我动力的源泉，希望宝宝们可以理解。另外，宝宝们的点赞、评论都可以送昭昭上热门哦，谢谢大家的喜爱，我会努力加更的。疼，爹爹救命啊！快把他们分开，快救宇航！该死的东西，快松开！只见众人强行上前拉扯陆昭昭，越拉扯，陆昭昭咬住的力气便越大。好痛啊！打死他！快打死他！萧国舅被人匆匆请来，便瞧见这惨绝人寰的一幕。恕子而感。萧国舅心痛得发抖。小娃娃，有什么错？我替他道歉。你先放开他，他耳朵要掉了啊！松开，快点松开！他们压根儿不敢碰陆昭昭，但凡一碰他，立马咬得更厉害。祖父祖母，爹娘救命啊！乖孙呐，我的乖孙！反倒是陆昭昭闻见空气中的屎尿味儿，嫌恶的反胃，干呕一声，一松口，奴仆立马将萧宇航从口下拖走。我的耳朵要掉了！快杖毙他！他牙齿还未长齐，可他力气大呀，又尖又细的牙直接将耳朵肉贯穿。陆昭昭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伤我孙子！他不过与你玩耍，力气大了些，你怎么就咬到他的耳朵啊？我要入宫，我要面见圣上，我要见太后。去呗，打输了还叫家长，呸，不要脸！打输了还叫家长，呸，不要脸！他在修真界从一介孤女混到修真界大能，他怕谁？他出发讨债时就故意屏退护卫，带着大人那可打不起来。
早在萧雨航进门时，他就听到脚步声。嘿嘿，哼，把萧家的心肝宝贝打一顿，够他们心疼好久。他遗憾地摸了摸牙齿，可惜没长齐，不然能给他耳朵撕下来。太医匆匆进门，此刻也不由震撼。幸好呀，未长齐，若长齐，只怕耳朵要生生咬下，是个狠人啊！即便如此，耳朵也难以复原，将来只怕身有残缺。这耳朵只能耷拉着，正是差点晕厥过去。太医，萧家可是皇亲国戚，世子怎能身有残缺？太医，你想想法子。太医面露为难之色。毁了，毁了，陆昭昭全被你毁了！我要撕烂他那张脸，我要杀了他！他害了我孙儿，害了我孙儿呢！拦住他！当即让人拦住正室。萧国舅亦是气得头皮发麻，面上狰狞恐怖。但陆昭昭1岁半，他不懂事，他还能不懂事吗？除非萧家想彻底被陛下嫌弃。你伤我孙儿，此事不能这么算了。老夫这就进宫，请陛下为臣做主。哦，你告状吧，我好怕好怕，我好怕好怕。真气人！无法无天，别以为我拿你没办法。你家朝堂上还有人呢。陆昭昭猛地想起大舅舅，哎呦，可不能对付许家。不许欺负我爹爹！钟永侯，好得很，女债妇偿，天经地义。俨然记恨上钟永侯。哼，我爹爹又没得罪你。萧明耀阴恻恻地看着陆昭昭，只恨不能将他剥皮拆骨。好得很，敢伤我萧家子孙，便是皇帝都护不住你。可是你没有机会哦，叔叔，你不是萧家血脉。正是秃的眼皮子微颤。荒谬！小小年纪信口开河，来人，将这死丫头的嘴封起来！陆昭昭半点不惧，他看着萧国舅，他的胎记就是证据，你儿媳都有胎记。陆昭昭指着正室，他的表哥也有胎记，老头记就你没有。萧明耀面色微变，他抬头朝父亲看去，果然萧国舅面色陡然一沉，正眼神平静地看着母亲，平静的眼神下暗藏着杀机。萧明耀右肩有一块红色斑痕，生来便有；萧宇航右肩也有一块红色斑痕。陆昭昭默默掏出一顶绿帽子，真配。你污蔑，你胡说八道！小小年纪造谣，也不怕被拔了舌头！萧明耀上前哄着萧国舅：“父亲，母亲16岁就跟了您，您怎能怀疑她？母亲多伤心啊！她一个不足2岁的孩子，懂什么？只怕有人挑拨，离间咱们一家呢！”萧国舅一把甩他脸上，打得萧明耀一个倒仰：“你做什么呀？你打他做什么？”萧国舅眼眶赤红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死死地看着正室。老夫少妻，他本就多疑。萧国舅见过正室表哥，名唤楚安民，生得年轻俊朗，一张嘴能言善辩，能说会道，每年还会来萧家住几日。每次来，萧国舅亲自作陪，给他安顿得极好。将侍候过他的丫鬟叫过来。没一会儿，几个丫鬟便来到正堂。楚安民身上有没有胎记？如实说好。若谁撒谎欺瞒主子，统统杖毙。有，楚公子右肩有一块赤红色胎记。胡说！你一个丫鬟怎会知道表哥肩上有没有胎记？他哄骗了奴婢身子，奴婢不只知道他肩膀有胎记，还知道他右边屁股有3颗痣，还知道他右边屁股有3颗痣，3颗痣正好围成一圈。他还炫耀说这3颗痣有福气，他楚家子孙身上皆有。正是面色微白，身形晃了晃。来人呀，
扒了萧明耀和萧宇航的裤子。他隐约记得自己儿子和孙子都有3颗痣。爹，你可不能怀疑我，我是你正儿八经的儿子，我娘的错，跟我没关系。祖父，你干什么？不许扒我的裤子，我耳朵疼。祖父，你不疼我了吗？祖父，我好疼。萧国舅心头有些动摇，他看了眼陆昭昭。那我走，我绝不告诉别人你戴绿帽子了。陆昭昭此话直接坐实他的绿帽子。他不管陆昭昭从何处得知消息，他只知道他可能真绿了。恨呐，恨陆昭昭打破了他完美的幸福家庭，也恨自己为什么不还钱。他现在竟分不清陆昭昭到底帮了他还是害了他。脱！若你们是我萧家子嗣，验证真伪便是；若不是……萧国舅阴恻恻的双眼扫了眼对面3人，5大3粗的奴仆当即冲上前来，将萧明耀和萧宇航按在地上。祖父，我是你孙子呀！祖父，弄疼我耳朵了，一群贱婢！扒下裤子，3颗红色小痣环绕，竟是一模一样。对，楚表哥身上的痣也是这般模样。好得很。郑如兰，你好样的！你竟乱我萧家血脉，你这个贱人！萧明耀提上裤子，便跪在地上嚎啕大哭。萧宇航亦是哭得伤心，他偏心的小儿子老来得子，竟然是孽种。萧国舅一巴掌扇在他脸上。哼，老东西，不许你打我爹爹！你叫我什么？陆昭昭见他耳聋，心善地替他解释：老东西，他叫你老东西呀，你聋啦？嗨，我可真好心。等你死了，家产全是我的，你怎么还不死？萧国舅提起一口气，一脚便朝他心口踹去。萧国舅恨得咬牙，抱着陆昭昭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昨儿他还念着要给陆昭昭好看呢。贱婢，你敢给我戴绿帽子！来人啊，把那奸夫给我抓起来！老爷，您饶了我吧，兰儿再也不敢了。老爷，我知道错了。他住在你家呢。郑氏猛地看向他，眼神惊恐，仿佛见了鬼。他在哪儿？你们住一块嘞。萧国舅声音冷漠，气到了极致，他反而平静下来。来人，把那奸夫拖出来，给野兽喂点药，把他们一起扔进去。发情期的野兽让他们生不如死。孽种，把他们拖下去。萧国舅从前有多宠爱他们，如今就有多恨。屋里霎时空荡荡的，萧国舅直接成了孤家寡人。他悠悠地看着陆昭昭，陆昭昭无辜地看着他。看我干啥？我只是来收债的。他只是个收债的，无辜着呢。你说我对他哪里不好了？入门时怜惜他年纪小，我连府上姬妾都遣散回家了，独宠他一人。长子我连抱都没抱过，长大后就送到外地做官，多年不能回京。他生的2个孩子，我疼到骨子里，连世子之位都给了明耀，儿子孙子都不是我的种。宫里那个……萧国舅嘴巴顿了顿，到底没敢说出口。自家丢脸，若牵连皇室，怕是活腻了。年纪一大把，妻离子散，冤孽呀！真是谢谢你啊，谢谢你来收债，收的萧家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我干了，你随意。不用谢，都是我应该做的，应该再谢我吧。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全都是骗子。萧某失败呀，身边竟无一人真心。陛下对你真心呀，他可真心啦，天天盼你长命百岁，陛下是最真的。萧国舅怔了一下，眼角露出泪花。
心中竟有一丝安慰。真的，没想到皇帝竟待我这般真心，反倒是我做舅舅的亏待了他。陛下一直惦记你呢，经常询问太医你的身子如何啦。就怕你喜了。陛下一直惦记你呢，经常询问太医你的身子如何啦。就怕你喜了。萧国舅眼泪哗哗的，感动得不像话。他以为皇帝恨他总是在朝堂上作对呢，若外人说，他定然不信。可陆昭昭尚不足2岁的孩子，他能说谎吗？陛下惦记我做什么呢？我不知道。怕你喜啦，没人还钱。萧国舅无语，气氛烘托到这儿，感动的眼泪都出来了。结果又给他说这个。那我给你说点好听的吧。你命真硬，他天天给你下毒嘞，树枝死了你都没事。陆昭昭一脸你真棒真厉害的表情。萧国舅曾有2个庶子，前些年皆染病去世。假的，说你命硬也不好嘛。幸好长子外放，保全一条命。你走吧，老夫不想再看见你。自从见到你，没一点好事儿。难怪铁公鸡与王爷痛快地还钱，甚至哭着送他出府。钱还你，全还你。借15万，还你20，行了吧？现在就全送进宫。陆昭昭有些遗憾，饭都不吃了吗？家破人亡了，还吃什么饭？亡了还可以吃席呀。萧国舅一语不发，他没被正室气死，迟早得被陆昭昭气死。你还赖在萧家做什么？老夫还钱了。他拍了拍左边口袋，金瓜子叮叮当当作响。周爷爷给的。拍了拍右边口袋，亲王给的。然后仰起头，眼巴巴地看着萧国舅。萧国舅无语。咋的？老子家破人亡了，还得给你吃点回扣。我还可以告诉你秘密。话还未说完，就被惊恐的萧国舅捂住了嘴。别说话，老夫一把年纪，半只脚都进了棺材，真的什么也不想听。他那张小嘴说不出好话，睁只眼闭只眼，糊涂点好。没眼力见的东西，把金瓜子端来。谢谢，我有原则，不收礼。你执意要给，那我就收啦。昭昭，你受伤了。谁干的？该死，他们竟敢伤你！国舅爷，昭昭尚不足2岁，他若不懂事，您多担待着些，怎能通一个孩子之气？老夫敢打他？开什么玩笑！他没玩死萧家，都算他开恩了。是萧宇航推的他。萧宇航，那不是您孙子吗？萧宇航呢？本宫饶不了他。你问陆昭昭。我没吃亏。我咬掉了他的耳朵，他又被萧国舅飞踹一脚，估计离死不远喽。哦，不对，明儿他和他爹、他祖母都得死啊！太子震惊，不是你们收个债搞得这么激烈的吗？护卫呢？姑不是给你留了护卫？没意思，不要，带着护卫还怎么打架？想当年我可是好战分子。这是干架的瘾犯了。还有15家没还。姑陪你一起。殿下，欠债的朝臣都已入宫。太子便直接带着陆昭昭回宫。陛下，老臣的钱还完了，陆昭昭就不必来了吧？陛下，老臣连夜凑齐了欠款，还多捐了些，陆昭昭就不要上门了哦。陛下，臣先还。陛下，让臣先还，臣先来的。皇帝一脸震惊，陆昭昭干啥了？御书房跟菜市场似的，争着要还钱。父皇，老臣们浑身一凛。方才吵闹的御书房，此刻静如鹌鹑，纷纷避开陆昭昭的眼神，不敢看他。他去周家，周大人痛哭流涕的还债；他去亲王府，
王妃挺着大肚子跑了，现在还在闹和离。她去萧家，前脚刚出门，后脚萧家夫人、世子以及孙子全部暴毙，连萧国舅都吃不消，他们哪里来的胆子抗衡？退下吧！这群老臣仿佛有鬼在追，急急忙忙跑了。昭昭，你收债有功，朕要重赏你。这孩子真得他心意呀！王元禄，查查借款多少，还款多少，这可都是昭昭的功劳。统共借款102万，收回来132万。饶是皇帝都被这数字惊呆了。真的！皇帝眉眼舒展，几十年的老债尽数收回，顿时解了燃眉之急。快，焚香祭天，告诉先皇，朕把陈年旧账讨回来了。皇帝不忘找先皇炫耀，给你的赏赐定不会少，还有分红130万，分你13万。朕说到做到。什么时候开饭？皇帝立马宣御膳房。昭昭，朕做你爹怎么样？朕可比陆远则靠谱多了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谁都不敢欺你。明日朕亲自出宫，求许氏，好不好？昭昭真是上天赐给北昭的宝贝，陆远则没福气。陆昭昭点了点头。娘亲，我回来喽！娘亲，想不想我呀？啊，娘亲香香，好香好软呀！渣爹没福气，一日不见，如隔。心声结结巴巴，许是莞尔，扫盲工作任重而道远呢。兜里鼓鼓囊囊的是什么宝贝？这都是昭昭的宝贝，嘿嘿，不准娘亲偷看，藏起来。他吧嗒一声关了门，踩着椅子垫着脚，将兜里的小点心、小零嘴儿全放在书架最高处。哼，昭昭的宝贝谁也找不到。他双手叉腰，眉宇一股得瑟，高高的地方谁都看不到，他踩凳子了呢。许氏进门，与他视线齐平的位置摆放着一堆零嘴儿。第二日，陆昭昭刚起床，便听说做生意的二哥回府了。二哥，半年不见二公子，昭昭姑娘想他呢。二哥，昭昭想你。陆正月风尘仆仆，不过半年的功夫，便褪去一身少年气，变得成熟许多。二哥，你赚到钱了吗？赚了，养我家小昭昭绝对没问题。你想买什么？告诉二哥，二哥给你买。昭昭替皇帝伯伯讨债，也赚钱啦。娘，儿子出门6个月，幸不辱命，赚了8000两。昭昭，你赚了多少呀？你竟然还替陛下讨债呀？陆正月满脸惊叹，许氏叹了口气，小家伙不同于凡人，他早就知道，如今只怕瞒不住了，只求陛下能护佑几分。昭昭赚了这么多，13两。陆昭昭摇头。130两。陆昭昭摇头。难道1300两？许氏捂了捂脸，半年挣回8000两，已经算极其厉害。可陆昭昭他开挂呀！13万两。软绵绵的嘴里吐出冰冷的字眼。你刚说多少？13万，二哥。我忙碌半年，还没你零头多。他呀，也不知道怎么讨的债，竟替陛下讨回欠款100万两，这些都是陛下赏他的。陆正月有些挫败，妹妹太能耐了吧？二哥，你不开心，是因为昭昭比你赚得多吗？昭昭，不要瞎想，是二哥觉得自己不适合做生意。在外半年，他感受不到自己对经商的快乐。娘与他和离，侯府看不起我们，二哥必须要撑起这个家。他不敢对大哥说出心事，相识在即，害怕大哥压力大。二哥，你很棒啦！该不该告诉二哥，他生来是匠心命呢？可是从军好辛苦。陆昭昭皱着小脸儿。从军？陆正月眼眸微亮。昭昭，谢谢你。
二哥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幸好有你。只听得从军2个字，他骨子里的血似乎便开始沸腾燃烧。他想，他已经找到使命所在。昭昭，我想去看看温宁，你帮我出个主意好不好？怎么才能让温宁明白我的心意？陆正月打定主意，等大哥乡试结束，他便参军。你给我当军师好不好？明白心意。陆昭昭眼珠子滴溜滴溜地转。我知道了。陆昭昭指着湖中央成双成对的鸭子，送他们。陆正月诧异地看着他。鸳鸯，表心意肯定要鸳鸯呀。娘亲说了，这是鸳鸯。陆昭昭期待地看着他。陆正月想了想，好像有点道理。那我就去准备。昭昭，你真是我的亲妹妹，有你是我的福气。陆昭昭骄傲地挺胸抬头。待陆正月离开，他心里才慢悠悠地想到：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上辈子几千年都没成婚，实战经验没有，纸上谈兵也不差。我可真是个天才嘞！许氏正在梳妆，接驾可是大事儿。夫人，后湖里那对鸭子可要放生出去。那对野鸭子不知从何处飞来的，放了吧，省得昭昭整日想吃烤鸭。防止陆昭昭抓鸭子偷吃，许氏便哄骗他是鸳鸯。什么？相亲？许氏硬要相亲？陆远则沉着脸。你从哪里得来的消息？他想得美。我忠勇侯府和离出去的女人，我看看谁敢要。奴才不清楚，只知道许氏偷偷坐着轿子出门了，那人神神秘秘的，搞不好见不得人的，定然比不上侯爷的。忠勇侯虽然与许氏和离，可在他心里，自己不要的东西也绝不许别人要。许世云，我倒要看看，谁敢与你相看？我不要的女人，谁敢接手？难怪有胆子和离，原来早有奸夫。陆远则沉着脸，便带了几个凶神恶煞的护卫出门。陛下，民妇3子1女，即将当奶奶的年纪，入不得后宫。民妇愿教导儿女，报效国家，为朝廷略尽绵力，还望陛下三思。皇帝沉默着没说话。昭昭能力逆天，绝不能流落在外，若被有心人利用，足以颠覆北朝。1岁半的孩子，若用一纸婚约束缚，未免太过残忍。皇帝沉默良久，许是心里不安。朕欲任昭昭为义女，赐封号为北昭公主。你话音未落，大门猛地被人踹开。贱妇，你竟敢与人私会，我倒要看看，老子不要的女人，谁敢捡破鞋？陆远则面容狰狞地站在门口。你来做什么？这不是你能来的，快滚出去！陆远则疯了，他知道里边是谁吗？皇帝站在帘子后，目光微沉。陆远则冷笑一声，3、4个壮汉进了门。这京城有什么地方我去不得？许氏，你一个带子女和离的贱人，也敢而嫁？老子倒要看看是谁那么不挑，捡破鞋。怎么饥不择食啊？滚出来！你们这对奸！话音未落，随着帘子掀起，宣平帝面色平静地看着他。陆远则恍若雷劈，惊恐地呆滞在原地。陛下，怎么会？许氏怎会和陛下在此？许氏的奸夫是皇帝。想起方才他的大逆不道之言，陆远则恨不得昏死过去。饥不择食，捡破鞋，混账东西！皇帝冷笑一声，抬起一脚便踢在陆远则心口上。陆远则痛得哀嚎一声，浑身颤抖。微臣该死，微臣该死！自己个儿左右开弓，一巴掌比一巴掌重，扇得脸颊通红。可皇帝不喊停，他只能跪在地上一直扇。带来的几个壮汉早已跪倒在地。乖乖，捉奸捉皇帝头上了！忠勇侯悔恨呐，可心底更多的是震惊。许氏竟然搭上了皇帝。许夫人品行端庄，虽为女子，
但对北昭赤胆忠心，且教女有功，朕要重重赏你。此事既然你我说定，便不可再变卦。皇帝生怕许氏反悔，朕回头便命钦天监择良日赐封。皇帝畅快地笑出声，终于把陆昭昭拐回自家了。待皇帝离开，许氏才悠悠地看向钟永侯。钟永侯依旧跪在地上扇巴掌，左右开弓，嘴角已经开始滴血。侯爷这张脸是得好好扇一扇，瞧瞧这多大的脸呢！我二嫁与否干亲何事？侯爷真当所有人都与你一般不要脸吗？许氏嗤笑一声，面上毫不掩饰的嘲讽，恨得陆远泽咬碎了牙。许氏啐了一口，唾沫直接吐他脸上。登之，我们走。陆远泽，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钟永侯一直扇耳光，扇到昏厥，才被抬回府。刚回府，便听说钟永侯冒犯圣上，官降一级。侯爷，您到底做了什么呀？他被抬回来时，一张脸被打烂，连说话都流口水。你们不是去找许氏了吗？怎会惹得陛下降罪呢？陆远则听他提起许氏，生怕对方联想到陛下，顿时怒斥。一说话，脸颊便痛到极致。陆远则摆了摆手，陪侍不甘地闭嘴。自从他与陆远则被现场捉奸，陆远则便不再来他的房间，连他正式的脸面都不给。他暗暗瞪了眼苏轼，俨然恨到了极致。苏轼清面无表情，他不只恨裴氏，也恨陆景怀。他的孩子落胎了，自从侯爷马上风被抓，侯爷便……苏轼满脸屈辱，侯爷再也无法进行伦敦之礼。我的儿啊，陛下怎么这么狠心呢？快点，快点，娘亲要醒了。陆昭昭捂了捂屁股，再扭有什么用？亲娘的鸡毛掸子打人超疼。陆昭昭飞快地跑回寝屋，脱掉衣裳，鞋子一蹬，便躺回床上，装作熟睡的模样。自从陆昭昭几次遇险，许氏便绝不许他单独出门。此刻，许氏揉着脑袋站在床前，看着他带泥的鞋，眉眼轻挑。我听说，睡着的人双手是举在半空中的。登之震惊的目光中，陆昭昭缓缓抬起了双手，笔直地伸向上空。救命啊！陆昭昭双手捂着屁股，狼狈逃窜。你又偷偷出门，又偷偷出门！娘的话，你当耳旁风！啊！这个女人真可怕，连神的屁股都敢打。太子正巧入门，陆昭昭急忙躲在他身后。太子哥哥，救命！救命！下次还偷跑出府吗？你怎么发现的？我明明举手了，我明明都装睡了，我到底哪里穿帮？你倒是告诉我呀！别管娘怎么知道的，你给我过来！许夫人，昭昭还小，尚未定性，好好教便是了。姑会教导他，许夫人放心。许氏对着太子行了一礼，偷偷瞪了眼昭昭，便只得作罢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陆昭昭呀！怎么帮你那残废哥哥抱佛脚啊？耶，女主的眼睛都快粘在太子身上喽。也对，若太子被夺舍，他就是陆景瑶的命定男主。太子嫌恶地拧巴着脸。陆景瑶，女主？你是何人，在佛祖面前口出恶言？我们夫人乃钟永侯之妻，爬床的外室也好意思称夫人？莫要污了这座寺庙！裴氏一张脸气得铁青，只得将矛头对准陆昭昭。陆昭昭，你拜佛也无用，你大哥残废10年，还能考中举人不成？做什么春秋大梦呢？待我儿高中解元，定要狠狠打你们的脸。那我们打个赌。什么赌？赌谁中解元，我娘与你打赌，岂不是以大欺小？我与你赌，
赌谁中解元？大家可听到了，是许氏自愿与我赌的。哼，赌就赌，我赌景怀高中解元，我若赢了，你跪在地上磕3个响头。裴氏神色骄傲，他定将许氏踩在脚下，永不翻身。若我儿高中，你便跪在街头，大喊3声妾，永远是妾。此话气得裴氏面色大变。裴氏咬了咬牙，随便赌。景怀难道还比不过一个摊子？笑话！下个月乡试见分晓。娘亲真厉害，娘亲威武。这份聪明能不能不要用在他抓我身上？陆昭昭下山前遇到了宋母，宋玉的母亲。宋奶奶，我来给玉儿求平安。昭昭，你说她会平安吗？近来东邻国屡次冒犯北昭，宋玉便应召出征了。自他走后，他便日日做梦。他有自己的因果债哦，他欠的债是要还的。宋母面色煞白，她知道陆昭昭说什么。当年扶风村拐卖成风，宋玉不禁止，但也不约束。追根究底，宋玉有罪。奶奶，他有罪。有罪自然逃脱不了罚。宋母摇摇欲坠，昭昭直接拉着许氏下山。你曾唤宋玉爹，我以为你会喜欢他。我被拐啦，他是山寨头头嘞，哄哄他而已。从我上山的那一刻，他就注定要死。陆昭昭清醒着呢，拐卖妇女儿童都该死。原本宋玉就该葬身火海，当初饶他一命，无非是想让他用最后一丝力量立一次功。宋玉要死了。姑知道边境已有急报送来，宋玉重伤。昭昭虽小，可是是非分明，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。只可怜宋老太太无人送终，此刻还在佛前求平安呢。她可怜，被拐的人丢失儿女的家庭更可怜。果然不出3天，便传来宋玉身死的消息。据说老太太当场哭昏过去，但依旧撑起身子，低调地为他办了丧事。老太太收养了几个妻儿，也算为宋家留个后吧。好在荣将军赶往边境镇守，否则真要出大乱子。登之满是后怕。荣将军便是镇国公长子，皇后的亲哥哥，今年38，至今不愿婚配，气得镇国公非说祖坟不好，将祖坟掘了换了个位置。想当年，荣将军还将夫人认作男子，叫您许兄要和您结拜呢。许氏偷偷瞪了他一眼。陆昭昭对宋玉之死毫无想法。扶风山脚下埋葬着累累白骨，那都是被拐妇女的白骨。他们的冤魂在自己耳边哭泣，他们的不甘直冲天际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许家有女，知书识礼，贵而能检，无待遵循，客佐狐疑，轨度端和，敦睦佳人，自封一品诰命。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许夫人，恭喜恭喜！许氏让人拿了赏银，王公公也不敢收，听得是沾喜气，这才美滋滋地收下。许氏看着懵懂的昭昭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他没想到陆远泽的福，倒是托女儿的福，成了一品诰命。许夫人，今日还要接招昭姑娘进宫祭祖，正是上玉牒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文武百官以后在殿前，唯独陆远泽目瞪口呆，满脸震惊。他只听说陛下在民间认了个义女，要赐封公主，却从未听说赐的是他女儿啊！不是他不要，被他赶出家门的女儿，甚至连族谱都没上。众位可有异议？满朝文武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静默不言。陆远泽前几日被陛下斥责降罪，如今只是个五品小官，偏生他不得不站出来。陛下，臣有异议。陆远泽瞪了眼陆昭昭，此女乃微臣之女，身份卑微，顽劣不堪，
怎能上玉蝶，认作公主呢？还请陛下三思啊！陆远则看向萧国舅，陆昭昭上门讨债，国舅定然恨他。萧国舅，你说是不是？谁知他摆手摆出了残影，面露恐惧。陆远则，休想害我！不，微臣没有任何异议。昭昭姑娘天资聪慧，慈心向善，微臣毫无异议。陆远则一愣，礼部尚书眼里最是容不得沙子，他立马又道：方大人您觉得呢？礼部尚书震惊：你开什么玩笑？陆昭昭替我寻回女儿，那是我方家祖宗啊！微臣毫无异议，微臣毫无异议。周大人老神在在道：微臣毫无异议。废话，万一抱他穿女装该怎么办？你们好像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，好似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大事儿。他看向江大人，相识后江云锦便要与陆景怀成婚，两家亲如一家。江大人官至2品，又在翰林院当职，天下读书人皆在其中。陛下，臣有异议。他刚站出来，还未说出缘由，便听皇帝道：朕允你们提出异议。陆远则面上一喜，但朕不听，你们去殿外候着吧。皇帝心想：我真是给你们脸了。宣平帝收义女陆昭昭，赐封号昭阳。此话一出，众臣哗然。昭阳，北昭的太阳。一众老臣听得封号昭阳，面色微变。如今陛下的子嗣皆没有封号，一众嫔妃纷纷红了眼眶。萧妃更是咬牙，她看了眼父亲萧国舅，萧国舅老神在压根儿不搭理他。自从陆昭昭去了萧家，他母亲和弟弟侄儿便暴毙而亡。母亲临死前只捎来口信儿：陆昭昭必死。陛下不过是记名公主，封号便不必了吧？陛下喜欢认她做女儿，已经是天大的福气。陛下不过是记名公主，封号便不必了吧？陛下喜欢认她做女儿，已经是天大的福气。萧妃抿了抿唇，真正的皇嗣都不曾有封号，若给一个义女，岂不是让人看轻皇室？陛下，你瞎了吗？以宁是你唯一的女儿啊，你放着自己女儿不宠，竟去宠一个外人，诸多荣耀加身，她配吗？皇帝心头一紧，偷偷瞥陆昭昭的神色，瞧见他眼神直溜溜地看着贡品流口水，这才松了口气。朕赐谁封号，何须你指指点点？还封不封？不封我就回家啦。太子哥哥说封完会有宴席，到底开不开席？几个菜呀？我能吃多吗？我现在有12颗牙齿啦。娘亲总说婴孩吃多不消化，不许多吃油腻之物，要多吃奶和蔬菜。可我真的不想吃菜，想吃菜，为什么我不投胎当头牛呢？太子死死地抿着嘴，眼泪都憋了出来。陆昭昭的心声总是来得猝不及防。封，现在就封。萧妃便晾在原处，身侧的小公主死死瞪着陆昭昭。快看，天上是什么？无数鲜花自上空洒下，是祥瑞，是祥瑞！天降祥瑞，北昭得此福宝，定会被上天护佑。昭阳公主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礼部方大人高呼而起，对着陆昭昭便大呼千岁。文武百官瞧见这一幕，纷纷跪下朝拜昭阳公主。皇帝一副与荣有焉的模样。父皇，儿子将她认作北昭公主喽。宴席上，满朝文武都在议论陛下新任的昭阳公主，唯独陆远则和江大人被排挤在外，他俩被踢出了群聊，而陆昭昭忙着楼席。东邻国来的质子玄纪川低调地坐在角落。最近东邻冒犯北昭，他的日子不好过。玄英公主已经指婚大皇子，只待年后成婚。玄英担忧地看向胞弟玄纪川，他看到玄纪川连衣袍都是湿的，面色也苍白得骇人，心疼得直落泪。玄英姐姐怎么哭啦？心疼弟弟。
其他把自己当熊崽子踩在脚下。可事后他又送上好吃的豌豆环，陆昭昭早已原谅他。原书中，玄纪川在北朝受尽侮辱，归国后强势上位，做了东陵王。东陵在他的手上变得极其强大，后期给陆景瑶添了不少乱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玄纪川今年12岁，皇帝为表仁义，将他一同送进了国子监。可国子监中皆是朝臣之子，最是少年意气的时候，他们折辱他，逼迫他跪在地上学狗叫、学狗爬，他不愿，便被人打断了脊骨。此刻他盘腿坐在席间，呼吸之间好似万箭穿心，痛得他直不起腰。大哥哥，你出血啦！玄纪川抿着唇没说话。大哥哥，谁欺负你啦？昭昭给你出气，我要告诉皇帝爹爹。玄纪川摇了摇头，皇帝怎会为他做主？更何况东陵冒犯北朝，关系本就紧张。玄纪川觉得自己熬不过去了，唯一愿意对他伸出援手的是个尚不足2岁的孩子。呼呼，昭昭呼呼就不痛啦。我可以做您的侍从吗？说完又怔住，他真是疯了，向一个孩子求救。满朝文武都不敢庇护他，不敢对他伸出援手，他竟对一个孩子求救。你想跟着我？皇帝爹爹，治他，他病啦！叫朕什么？叫朕什么？再叫一声，再叫一声！皇帝爹爹，皇帝爹爹！治，给质子请个太医。皇帝乐得合不拢嘴，昭昭叫自己爹爹。昭昭叫朕爹爹，赏，重有赏，开朕的私库，等会挑些喜欢的物件回去。六皇子眼珠子一转，皇帝爹爹，还叠字音，你看看自己像什么话，回去好好反省。六皇子震惊，一众跃跃欲试的皇子们默默缩回脑袋。皇帝爹爹，他想做我侍从。皇帝大手一挥，浑不在意，当场应允。你便跟着昭阳公主，她愿护着你，是你的福气。东陵开战，北朝斩了玄纪川都是应当的，但昭阳公主喜欢，她乐得做个人情。是。玄纪川心头震惊，竟然真让他要到了。玄阴公主远远对陆昭昭遥遥一拜，道了声谢。宴席结束，众人陆续出宫。玄纪川被打断一截骨头，早已被送回陆家，太医随行。昭昭，你什么时候与陛下认识的？怎么不告诉爹爹？陆远则极其不解，皇帝怎么会看中陆昭昭呢？明明景瑶更好啊！呸！族谱都没上，还想当我爹呢？陆远则，你是哪门子爹？他一没上族谱，二没吃你陆家一口饭，你也配当爹？滚开！莫要挡道！陆远则还想再拦。陆远则，你还想被掌国吗？陆远则面色铁青，憋着一口气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开。哼，还想占便宜，想得美！这天大的富贵，他只能看着喽。回到陆家，太医正好给质子诊断。殿下要久躺一段时日，肋骨锻炼须得休养一阵，身上的伤便用伤药揉开，很快便能消肿。许氏见他满身是伤，便留了几个丫鬟伺候。娘，儿子这回考了甲等，儿子被夫子表扬了。陆元宵一脸开心，这还是头一回呢。他把书都读烂了，真的不想当人质呢，真的不想被割耳挖眼。虽然比不得大哥，但明年儿子一定给您考个秀才回来。许氏喜得合不拢嘴。夫人，大少爷回来了。今日陆晏殊去了许家，明日相识便要进场。许太傅这几日都与他探讨学问，越是探讨，对他越是惊叹。不要有太大压力，你能站起来，娘已经很开心。许氏心头也没底，儿子少年不曾碰书，明日便是相识入场日。儿子明白。哼，
我大哥出手还能输给陆景怀，气死渣爹，气死陆景怀！大哥一定能高中，冲！大哥被窃取的何止文章，窃取的是命运呐！哥哥一定要夺回自己的命运。陆晏殊露出一丝浅笑，他定不负妹妹期望。忠永侯府今夜久久不能平静。陆昭昭怎会成为公主？没搞错吧？我家景瑶才是有福气之人。侯爷，还有景怀的世子之位呢，何时才能请封啊？上次被陛下斥责，再等等吧。明日便是乡试，若景怀中举，再请封不迟。景怀的才能有目共睹，侯爷您可等着吧。他生的这双儿女可算给他挣足了脸面。侯爷，今夜便留在主院可好？妾身许久。他刚攀上侯爷的脖子，便被陆远泽猛地掀翻在地，裴氏倒在地上，迟迟回不过神儿，眼中满是屈辱的泪。明日景怀入场，你好好歇歇。陆远泽面色阴沉，自从马上封后，他便不行了。此事只有平妻苏氏知晓，每晚过去也是为了喝药以及遮羞，这有损男人的尊严，他不敢对外透露半分，对裴氏亦是记恨。第二日，陆昭昭早早醒来，今儿大哥科举，这是他夺回命运的第一步，他哪里敢赖床？大哥哥，对我许愿，快，对我许愿，送我礼物。大哥哥今日要考试，没有给昭昭准备礼物，等哥哥考完，送你可以吗？送我礼物，对我许愿，快，许愿要公平。他左右看了看，指着脚下那朵花儿，摘来送我好吗？陆晏殊也不犹豫，当即便摘下递给他，送给昭昭。陆昭昭双手接过，大眼睛亮晶晶的，期待地看着他。愿昭昭赐我一丝幸运吧。他已经足够实力，只需要幸运皆可。神会庇佑你的。耶，大哥对我祈福了。今日他会拥有100%的幸运。菩萨保佑，大哥千万不要分到10号。10号是什么？厕所旁边的号舍就叫10号，夏天本就难闻，还要在里边答卷，吃喝睡觉，熏都会熏死。我大哥才不会分到10号。街道两旁热闹非凡。我押陆景怀，我也押陆景怀。虽说陆晏殊成名早，8岁秀才，可已经瘫痪10年，怎么可能比得上陆景怀呀？哎，说来可怜，陆晏殊的亲爹成了陆景怀的，这未婚妻也成了陆景怀的，如今连学问都成陆景怀的喽，被陆景怀死死压着翻不得身。哎，听说陆晏殊的娘也被和离赶出侯府，当真凄凉呢。女人离了男人，日子怎么过呢？陆元宵双目赤红，气得厉害。我去和他们理论，我要撕烂他们的嘴。现在何须与他们争论？大哥成绩出来，自会打脸。压住，快，压住大哥赢。裴氏忽悠江家掏了3万两，压陆景怀赢。我有16000两，全部压陆晏殊。我有320两，压陆晏殊。哥俩气哼哼地压了陆晏殊。陆昭昭让玉书拿出1万两，再次压大哥，其余的钱他早已另作他用。哼，压摊子有什么用？明明天真烂漫的年纪，眼底却满是算计。小小的躯体中住着大大的灵魂。他要能赢，我当众吃屎！陆景瑶怨恨不已，为什么所有人都偏爱陆昭昭？凭什么？幸好他给了哥哥无数文章。好，我定喂你吃屎，喂定了。好啊，那我定好好喂你。滚开，老瞎子！陆正月起了恻隐之心。老人家，您快起来，我让人拿包子馒头给你。这么好的孩子，钟影侯竟然将他们驱出门，真是丧天理！瞎眼的老乞丐猛地抬头，
空洞的舌头只能发出啊啊的哀嚎。他疯了一般抱着头，又哭又笑。昭昭别过去，有个瞎眼老乞丐发疯狂叫，当心伤着你。瞧着怪可怜，眼睛被挖，舌头也没有。挖眼割舌啊！快快快，抓住他，抓住他，抓他！舅爷，大哥，抓他，大哥，是他，就是他。他是舅爷害大哥的凶手。原书中大哥落水，原本已经快爬上岸，却被人按住脑袋，死死按在水里。大哥在水中挣扎，直到再无动静。大哥因头部受伤，早已忘记此事。那人便是陆家老太太的亲弟弟，他是个混不吝的。陆景怀许给他好处，他便亲自谋杀亲侄孙。事后，陆景怀挖了他的眼睛，割了他的舌头，淋落大水，灾民肆意抢夺，他早早便死在破庙。是了，这一次自己改变水患决堤，他还活着。他是舅爷爷，他害了大哥哥。陆景怀指使他杀害大哥哥，抓住他！来人，抓住他！陆正月心头发寒，舅爷爷，老太太的亲弟弟。自从大哥落水后，舅爷便失踪了。想起妹妹心声，陆景怀指使他杀害大哥。陆正月心头一沉，当即押着他返回陆家。许氏听得消息，早已候在门前。娘亲，他害大哥哥，就是他！大哥当年救江云锦，本来快爬上岸，是他按着大哥的脑袋，想溺死大哥。小家伙从不说假话，娘亲信你。许氏仔细打量，是他，裴耀祖，老太太的亲弟弟。当年他甚至还要喊他一声舅舅。许氏面色不太好看，当年他甚至想偷看自己洗澡，却又害怕此事闹大，只得加派人手将听风院严防死守。是不是你害晏殊？老乞丐身子一缩，面露恐惧，他死死地摇头，恐惧地后退。你怎么敢伤害晏殊？你怎么敢的？他叫你舅爷爷啊！你怎么忍心对个孩子下手？他原以为晏殊溺水是天妒英才，如今竟是一场阴谋。陆景怀、裴耀祖，你们怎么敢的？吃我的喝我的，竟想杀害嫡长子，你们丧良心呐！是他害了儿子。许氏病倒了。陆晏殊考完第一场四书，许氏强撑着起身，生怕被陆晏殊看出端倪。我瞧见陆景怀了，他被人抬出去的，他分在10号。这几日闷热的厉害，听说他还吐了一回。昭昭呢？怎么没瞧见昭昭？昭昭在外院玩呢，你早些歇息吧，明日还要考第2场。许氏知道他能偷听昭昭心声，不敢让昭昭靠近。陆晏殊只在府中歇息1日，第2日又进场考试论，第3场最为重要，考策论。时间转瞬即逝，这几日陆昭昭都不曾见到大哥。为什么不让我见大哥？明儿大哥考完3场，让你见个够啊！全家都能听到你的心声，让你见大哥，不就穿帮了吗？玄纪川低调地站在陆昭昭身后，他只躺了1日，便来昭昭跟前伺候。陆昭昭并未真的拿他当小厮，但见他执拗，便随他而去。娘啊，咱们陆家祖坟要冒青烟喽！景怀说4书考得不错，定能拿第1，他呀一定能给您拿个解元回来，给陆家光宗耀祖。倒不是我偏心，实在景怀乖巧懂事儿，晏殊一个摊子，他与景怀争什么呢？还闹得满城风雨，到时候输给景怀，多丢人呐！裴氏是他娘家侄女，他本就偏爱陆景怀。出来了，宫院开门喽！陆晏殊面色微白，但精气神极好，一双眸子熠熠生辉。瞧见众人想问又不敢问的目光，他抿唇露出一丝浅笑。
不负期望，晏殊已经倾尽全力。他给出了最完美的答卷。沉寂10年，京城众学子又将重新笼罩在他的光辉之下。陆景怀出来啦！裴氏瞧见儿子面白如纸，心疼得够呛。大夫来了吗？陆景怀一抬眸，便见陆晏殊遥遥看着他，甚至对他勾唇微笑。被陆晏殊支配的恐惧霎时击倒他的心房，直接一头栽倒在地。老太太哭天抢地地跟着离开，丝毫不曾看陆晏殊一眼。同是孙子，这就是所谓的不偏心。众人热热闹闹回到府上，许氏再不掩饰病情，拉着陆晏殊便大声落泪。晏殊，都是娘害了你，都是娘的错，你竟是被舅爷爷生生按在水里的啊！他如今恨不得生咽陆远泽的血肉。陆晏殊猛地捂住脑袋，好似遭受一记重锤，敲得他脑袋嗡嗡直响。他眼前顿时模糊，又回到梦魇之中。陆晏殊死死捂着头，薄唇紧抿。大哥哥，晏殊，陆景怀指使裴耀祖杀人，当时他才几岁，事成之后还挖了裴耀祖眼睛，割了他的舌头。陆晏殊仔细消化昭昭的心声，他当时年少轻狂，一下子瘫痪在床，无法接受现实，极其抵触那段回忆，这么多年都不敢深想。大夫也曾言，他将那段记忆屏蔽是一种自救的方式。我已经将裴耀祖送到许家，只可惜时隔10年，已经无法找到陆景怀买凶杀人的证据，都怪娘识人不清，让你们遭受连累。娘，咱们日子越发过得好，不提以前，吃过的苦，受过的骗，遭受的屈辱，都会一一讨回来。明日，儿子便去报官。时隔久远，早已没有买凶的证据，但可以离间侯府，给陆景怀泼脏水。陆昭昭心头怒骂：天生坏种，陆景怀天生坏种。第2日一早，陆晏殊亲自去官府报官，状告陆景怀买凶杀人，状告裴耀祖。此事引起轩然大波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陆晏殊当年是被害的，还是亲舅爷祖母的亲弟弟。哎呀，陆景怀买凶杀人，陆景怀当年才多大呀？也就与陆晏殊同岁，8、9岁的年纪吧。朝阳公主金安。陆晏殊如今是秀才，可见官不拜，但恭敬地行了礼。晚生当年下水施救江姑娘，江姑娘惊慌之下躲藏在假山之中哭泣。晚生当初已经爬上岸，是裴耀祖将晚生按在水中，直到昏迷。但晚生因刺激过重，遗失那段记忆多年，如今才得以想起，抓住贼人。裴耀祖被陆景怀割去舌头，深挖双眼，如今已是废人。钟大人急忙让人传召陆景怀，随之而来的还有老太太。老裴氏一进公堂便哀嚎一声，猛地朝裴耀祖扑过来。耀祖，耀祖，我是姐姐啊！哪个天杀的挖了你的眼睛？裴耀祖听得声音，当即张开嘴啊啊直叫，眼泪直流。舌头，你的舌头呢？耀祖，你是我裴家的根呐！陆景怀冷眼旁观，晚生从未买凶杀人，况且当年景怀才8岁，大哥记恨景怀入侯府，景怀自认身份不光彩，亏欠大哥，处处忍让大哥，但大哥何至于对景怀泼脏水？景怀买凶救爷爷，意图杀害大哥，简直荒谬。景怀生挖救爷爷眼睛，割他舌头，更是无稽之谈。裴耀祖听得他的声音，猛地激动起来。陆景怀面色冷静，救爷爷，念在亲情一场，景怀会替你照顾好唯一的儿子。裴耀祖蹉跎10年，早已没了当年的蠢笨，他啊啊的哭叫，面上满是绝望和妥协。救爷爷，是我买凶杀大哥吗？是我挖了你的眼睛和舌头吗？裴耀祖抱着头凄厉惨叫，他听见陆景怀的声音，便瑟瑟发抖，不断地摇头。老裴氏被惊得魂不附体。
你说谁买凶杀晏殊？谁挖了耀祖眼睛舌头？陆晏殊神色平淡，他从未想过今日能扳倒陆景怀，只是想要离间侯府罢了。但裴耀祖必死。祖母，景怀并未买凶杀人，您看，舅爷爷都摇头了。兴许是大哥无意中冒犯了舅爷爷呢。老裴氏喉咙仿佛被堵住，他了解自己的亲弟弟，若无重金利诱，他极其惜命。偷鸡摸狗、偷看小媳妇洗澡，他常做，但杀人行凶，他不敢。别叫我大哥，你不配。你就像躲在阴暗水渠中的老鼠，日日窥探我们的生活，见不得光的肮脏东西，怎配叫我大哥？老太太，知晓你是什么人吗？让舅爷杀人，再生挖舅爷眼睛舌头，可真害人呢！真怕哪一日你对祖母下手。陆景怀唇角的笑意收，面色阴暗。钟大人早知二人乃侯府外世子和正世子，他一拍惊堂木，便问道：裴耀祖，可有人指使你杀人？裴耀祖使劲摇头：是你一人所为吗？裴耀祖跪在地上不住地点头：晏殊，晏殊，你别告舅爷爷可好？咱们是一家人，是一家人呐！晏殊，你舅爷爷自小被宠坏，你再饶他一次好不好？他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再说，你如今不是站起来了吗？晏殊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你没死没惨，放过舅爷爷吧。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呢。官爷，咱们不告了，不告了。一家人，族谱有我的名字吗？老裴氏呆愣站在原地，幸好已经断亲，否则老太婆还想以笑压人。我大哥10年绝望，你就一笑而过吗？你亲自将我逐出家门，划去族谱，写下断亲书，我们已无瓜葛了呀。明明是一家人呐，是一家人呐，何至于打打杀杀？芸娘，芸娘，你最是心软。这是你舅舅呀，耀祖是裴家的独苗，他不能死。耀祖是独苗啊，只得这么一个男丁。老裴氏试图劝说许氏：你告诉晏殊，晏殊听你的。你若饶过耀祖，我让远泽回来看看你，如何？芸娘，你听不听娘的？你若听娘的，我还当你是陆家儿媳妇。老裴氏期待地看着他。许氏是个恋爱脑啊，他喜欢远泽，将远泽的话奉为圣旨。裴耀祖狼心狗肺害我儿子，还想要原谅，我只恨不能将他千刀万剐。独子，他那种劣质香火断了，反倒为民除害。当初晏殊上是侯府世子，谋害世子罪加一等，还请钟大人重判。随即钟大人直接将裴耀祖收押宣判。当初陆晏殊上是侯府世子，直接以杀人罪论处，判秋后问斩。老裴氏一听，当场栽倒在地，昏死过去。晏殊福大命大，苦尽甘来，幸好和离了。只可惜让陆景怀逃过一劫。徐一婷看着外甥，不过半年的功夫，陆晏殊已经成长到让他惊叹的地步。陆景怀诗词极好，但科举策论比诗词重要。你的策论舅舅看过，他远远不及你。陆晏殊与许玉婷在书房闲聊，质子旋即川乖顺地站在昭昭身后，时不时替昭昭擦手擦嘴。许玉婷瞥了一眼，东陵屡次冒犯北昭，质子倒寻了把保护伞，若不是昭昭，他只怕开战就要被斩，死路一条，竟让他走出了生机。这次东陵战败，这几日镇国将军便要班师回朝，只怕质子日子更难过。跟着昭昭，好歹无人敢折辱他。也就是遇到昭昭，便是太子殿下都护不住他的。说起太子殿下，他对昭昭倒有些。许一婷总觉得太子对昭昭实在过于殷勤。舅舅放心，太子殿下应当是真心护着昭昭。陆晏殊那一日亲眼瞧见
太子那一日性情大变，嘶吼着让人离开自己的身体，是昭昭让他魂魄安稳，他差点被人夺舍。下个月你二舅舅回京，恐怕要升官，届时还要多谢昭昭。这次林洛大水，若不是偷听昭昭心声，化险为夷，林洛决堤，许二爷这条命难保。昭昭尚不知我们能偷听他心声呢。两人相视一笑。下个月舅舅便静待晏殊喜讯。夫人，郑国将军班师回京了，这会荣将军递了拜帖，将军正在门外候着，想要来拜访您。小厮挠了挠头，大晚上来见夫人不太好吧？可瞧见将军风尘仆仆，一双眼睛满含期待，他没忍住拒绝。许氏轻咳一声，今日已晚，便由我去见将军吧。心里嘀咕着，荣将军不回郑国公府，来陆家做什么？以前也并未听说荣将军与母亲相识啊。战场上绝不让一丝一毫的大将军，此刻见到陆晏殊，他紧张地后退一步，偷偷往后面瞥了一眼。郑国将军啊，我对他有记忆，原本的命运轨迹，他无照回京，给许家，给母亲，给所有人收敛尸体。原本是个大忠臣，却因为许家满门除斩，他叛国了，叛出北诏，随着玄纪川讨伐北诏。一辈子未成婚，至死都是孤家寡人。他呀，喜欢母亲，但母亲是个恋爱脑。深深地吸了口气，才平复内心。他没有来，别看啦。不，我没有看你娘。我也没说是看娘啊。大将军回过神来，浑身僵硬，嘴巴死死紧闭。若不是皮肤黝黑，能瞧见他爆红的脸色。听说你娘和离了，真是不幸啊。他扬起的嘴角努力绷着，表现出难过的模样。叔叔，你笑得好开心。高大男人急得挠头，将难过的事想了10000遍，克制自己不要笑出声。他急得满头是汗，明明路上打了10000遍腹稿，怎么就说不出口呢？我是你娘的朋友，我叫荣彻。荣将军眼神灼灼地看着陆晏殊两人，好似透过这张脸看向了某个人。你是晏殊吧？你是昭昭吧？初次见面也没准备礼物。荣将军看着陆昭昭，想了想，从怀里掏出个礼物。那这个送给你，很有纪念意义，是当初讨伐吴道昏君时留下的暴君的头盖骨。荣将军塞到陆昭昭怀里。暴君的头盖骨，世间只此一个哦。他今儿回京匆忙，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暴君头盖骨了。你们若有困难，可来镇国公府寻我，这是镇国公府信物。说完，战场上杀伐果断的大将军落荒而逃。陆晏殊拿着玉佩，陆昭昭拿着头盖骨，陆昭昭无语。镇国公府，大将军回府了。大将军镇守边关3年不曾回京，府里老爷子老太太们都盼着呢，这可是大喜事儿。回家了，终于平安回家了，快去宫里告诉皇后娘娘，让她莫要挂怀。爹娘，儿子回家了。回家就好，平安回家就好。彻儿啊，这次回京就不出去了吧？今日宫门已闭，明日进宫回禀陛下才知。再者，报效北诏，亦是儿子志气所在，能为北诏百姓遮风挡雨，是儿子的荣幸。你先别为北诏遮风挡雨，你能不能先为镇国公府遮风挡雨？你都30多岁，旁人快要做祖父的年纪，你还不成婚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荣家要绝后了。镇国公愁得睡不着。你再不成婚，等我死了都不闭眼睛。儿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你若身子有问题，娘给你请大夫。荣彻哭笑不得。娘，没有的事，儿子健康着呢。那老太太语气迟疑，小声问道：你是不是喜欢男人？你一直在军营，军营里没姑娘，你是不是喜欢男人了？荣彻惊得跳起来，哭笑不得。娘，没有的事，儿子不喜欢男人。老太太偷偷松了口气。儿啊，
你若有喜欢的人，便告诉娘，娘厚着脸皮给你求娶啊。他现在什么也不挑，只求儿子能成个婚。他可以把对方当祖宗供，对方若不愿意家中有婆母，他可以搬回千里之外的老家，当他死了都行。明明给祖宗迁坟了，风水改了，怎么还是不成婚呢？一定是名字没取好，这彻字3点水是个单数，定然名字没取好。要不换个名字？老太太左思右想。镇国公沉着脸，是不是院里长了棵核桃树的缘故，家里还种了棵梧桐树？难道树妨你的姻缘？荣彻哭笑不得。爹娘，与风水无关，与名字无关，与家里的树更无关啊。儿啊，你千里行军，先回房歇息。荣彻本就疲惫至极，也没多费唇舌，只回房洗漱。他前脚刚走，后脚老太太便道：“快，把院里那棵核桃树、梧桐树全砍了！”当夜，镇国公府便彻夜砍树。娘亲，这是荣叔叔送的。许氏吓得花容失色，走，别过来！实力拒绝。陆昭昭略有些失落，他觉得这骷髅头还挺好看的。他来做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怕娘和离后受委屈，特意送来镇国公府的信物，若有事可去寻他。娘与荣将军相识，怎么从未听娘说过？登之笑眯眯道：“满京盛传许家有女，端庄贤惠。殊不知咱们夫人待子闺中时，性子颇有些顽皮呢。她呀，女扮男装，偷跑出门，与荣将军成为好友，差点与荣将军拜了把子。后来不知为何，荣将军见到夫人就躲，好似害怕看到夫人。说起来，他当时一直不知夫人是姑娘，一直以为是兄弟呢。”许氏瞪了丫鬟一眼，登之吐了吐舌头，便不再说。许氏在儿女面前不好意思，只道：“那时我唤他荣兄，他唤我云弟。再之后，他处处躲着我，恰好受皇帝急召，着急出征，便不曾告诉他真相。之后他出门上香时遇到匪徒，被陆远泽所救，从此情根深重。所以他一直当娘是男儿身。”许氏轻轻点头。荣将军实惨呐，他以为自己爱上了男人，一个大男人家，醉醺醺地抱着祖宗牌位，哭得泣不成声。对不起，列祖列宗，他喜欢上男人了。每回见到娘亲，他都不耻自己对兄弟生出异样心思，羞于面对。正好应召出征，他便打算回来摊牌，谁知道……陆昭昭在心里头吐槽，谁知道他在营地听得众人提起许家，听得许太傅3儿1女，最小的女儿云姑娘千娇百宠，锦衣玉食的养大，居然要死要活下嫁忠永侯府。云姑娘，荣将军如遭雷劈，他策马千里，跑死3匹马，冒着抗旨之罪偷偷回京。许氏成婚时，他亲自送许氏出嫁。许氏听得陆昭昭心声，愣住了，心乱如麻。娘去换身衣裳。娘亲怎么啦？娘有心事。他知道娘已经无心再嫁。哦。你们是不是没保佑彻儿？你们能不能在底下走走关系？彻儿再不成婚，我把你们都绝了。大哥哥呢？即将挂榜。大哥被同窗请走了。二哥呢？二哥神神秘秘的，说是要去谋前程，不许我告诉娘。今儿3哥带你出门。3哥真好，爱3哥，3哥贴贴。昭昭如今是公主，未免冲撞。陆元宵点了4个侍从随身保护，又点了几个暗卫。哎呀，是小娘！小娘鬼鬼祟祟做什么？快上去看看。3哥跟上去。陆元宵飞快地抱着昭昭上了楼。哦哟，胆子真大，还敢私下联系。去通知陆侯爷，便说平妻苏夫人私会情郎，请陆侯爷来捉奸。
三哥干得漂亮，干得漂亮！上次只给渣爹埋下了怀疑的种子，这回，嘿嘿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如今是你小娘。苏芷清压着声音，含着几分怒气。上次，若不是因为你，我的孩子不会落胎。怎么攀上我爹就想甩开我？苏芷清，你别忘了，你是因为谁才有今日？你背叛我，你背叛我！陆景怀心头火气压了许久，在府中，他担心被陆远泽怀疑，从不敢与苏芷清正面接触，但并不代表他愿意吃这个闷亏。苏芷清，我才是你男人。天知道他每次叫苏芷清小娘时的屈辱。你竟然攀上我爹！你所谓的落胎，那个孩子到底是我的还是我爹的？陆景怀面色阴冷。我爹的身子你比谁都清楚，他还会不会有孩子？你心中明白，你最后能靠的只有我。青青，背叛我的人没有好下场。怀哥，我也不想的，我是被算计的，我是被算计的，我不敢告诉你，我不敢呢。侯爷他怎么比得过你？他能做我爹的年纪了，你天资出众，我怎会心悦他？是。陆昭昭趴在墙上，耳朵支起，突的他耳尖微动。渣爹来啦！三哥，你等我。他猫着腰从另一侧下了楼。陆元宵想追，但此刻渣爹已经上楼，他只得作罢。楼下有暗卫，倒也不妨事。陆远则对捉奸有阴影，上次捉奸捉到皇帝与许氏，此刻他并未惊动外人。他站在门口，只听得屋内苏芷清道：“我从未真心爱过他，我图他什么呢？图他年纪大，图他一身老人味儿，还是图他不举呢？”此话一出，门口的护卫皆是看向陆侯爷。陆侯爷不举，直接压垮陆远泽最后一丝理智。陆远泽暴怒，他竟敢将此事告诉外人。苏芷清尖叫一声，飞快地拢起衣裳。陆景怀猛地一惊，他留下的守卫呢？他哪里知道，早给陆昭昭暗卫打晕，丢出去了。是谁？奸夫是谁？贱人！陆远泽冲上前，便重重地给了苏芷清一巴掌。陆远泽怒发冲冠，他身子受损，无法人道，本就忌讳此事，偏生苏芷清竟敢私会情人，还将此事宣扬出来。出来，给老子滚出来！有胆子睡老子的女人，不敢露脸，老子今日非扒了你的皮下去游街！他猛地上前掀开锦被，陆远泽满腔怒气直接堵在心口，上不去下不来，身形缓缓呆滞，面上的怒容渐渐凝固，整个人仿佛被定住一般。此刻，叔叔，什么叫捉奸？哥哥和小娘睡一起，为什么爹爹会生气呢？他指着楼上，楼下的客人霎时坐直身子，原本事不关己，此刻竟是纷纷跑到楼梯口，听得2楼传来女人低低的哭泣声，一个个眼珠子仿佛在放光。2楼风景极好，带我上去看看。哎，我也去。脚步凌乱又仓促，一个个纷纷往楼上跑。天哪，天哪！儿子和小娘玩得可真大。陆昭昭无辜地眨巴眼睛。你们怎么走了呀？他走出大门，拉着人便问：为什么大哥和小娘睡觉，爹爹生气了？你爹在哪儿？哥哥和小娘房里呀。他指着2楼，引得无数人进店，连掌柜都无心营业。陆远则捏着锦被的指骨泛白，身子颤抖，嘴皮子都在哆嗦。他从未想过，竟然在苏芷清床上看到自己儿子，他引以为傲的儿子。不能被外人知晓，不能，这是侯府的丑闻。他正想用被子将陆景怀盖住。快来看，快来看，儿子和小娘被捉奸了！
哎呦，谁家的？到底谁家儿子给亲爹戴帽子啊？到底谁家的呀？陆昭昭从人缝里钻进来，为表孝顺，急忙拦在众人跟前。不许进！我爹爹才不是陆远泽，才不是钟永侯，不许看，不许进！全场哗然。是钟永侯啊，是钟永侯绿了。他儿子，哎，不就是天才少年陆景怀？被捉奸的是他和小娘。哎呀，还记得吗？前段时日听说陆景怀走错房，抱着小娘亲。哎呀，这哪里是走错房，这是早有一腿啊！天哪，刺激，吃到大瓜了！众人目光灼灼，人声鼎沸，直接掀开陆远泽想要掩盖的面纱。陆景怀直接白了脸，陆远泽眼前发黑。爹，是他引诱儿子，儿子是冤枉的，儿子拜在圣人门下，饱读诗书，不敢做这等事啊！苏芷清浑身哆嗦，眼见着陆景怀朝他身上泼脏水。侯爷，我与怀哥脏陆远泽死死捂住他的嘴，双眸红的是血，渗人的紧。来人了，堵上他的嘴，拖出去杖毙。陆远泽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今日之事对他冲击极大，可陆景怀如今是他唯一的嫡子，他只能保全。陆远泽强撑着不敢晕厥过去，浑浑噩噩地将陆景怀带回府。该死的东西，天下女人无数，你为何非要她？陆远泽半点不留情，直接气到失去理智，一边又一边打在他身上。连小娘都敢觊觎，侯府脸都丢尽了。陆远泽心头又恨又恐慌，恨陆景怀不争气，又恐慌此事满城皆知，他几乎不敢想侯府名声该如何。丫鬟见事情不妙，急忙去请老太太和夫人。他做什么大孩子啊？景怀自小听话懂事，从不让他操心。一进院门，便瞧见陆远泽鞭子高高扬起，抽得陆景怀倒在地上，生死不知。你做什么？你疯了！景怀啊，我的孙子，你是要打死他吗？儿啊！你们让开！他还只是个孩子，你要打死他吗？你不如连我一起打死！来啊，你连我一起打死！孩子，哪个孩子敢与小娘同房？敢给亲爹戴绿帽？陆远泽咬着牙，一字一顿。捉奸，捉到他与苏芷清，他到底多大的胆子？那是他小娘。陆远泽头顶绿油油，这顶帽子还是亲儿子戴的。裴氏心头一惊，一个女人睡就睡了，你打死她做什么？她还是个孩子，只是犯错罢了，你好好教啊！老太太心疼孙子。苏芷清平日里就是个妖娆的，景怀懂事儿，没有定力罢了。你打死她能做什么呢？陆远泽当真被他一席话气得喉咙发紧，闷哼一声，一口血吐出来。儿啊，你也莫要太置气，景怀年纪小，没有定力，处死那贱婢就是了。儿子可是你亲生的，还有3日出贵榜，他还要给侯府争脸面呢。老太太心里也憋屈，裴耀祖没脑子胆小，他了解裴耀祖，若无重金利诱，他压根儿不敢杀人。他怀疑陆景怀指使裴耀祖杀晏殊，此事就像一根刺，深深扎在他心里。这段时日便一直冷淡陆景怀，可他已经为陆景怀欺骗许氏18年，将孙儿孙女逐出家门，他已经没有退路。贵榜，对，贵榜。陆远则稍稍冷静几分。苏芷清呢？把他拖出来，杖毙。陆远则眼底很辣，不管此事真相，苏芷清必死。你好大的胆子，带着妹妹捉奸！妹妹才多大？不到2岁啊！
这等脏事，你怎么敢捂妹妹的耳朵？若教坏妹妹性子，该如何是好？娘，我知道错了。陆元宵甚至不敢说，妹妹还引得全城围观。昭昭，知道哪里错了吗？小家伙认真思考，点着脑袋。我知道错了，娘亲。错在何处？错在，没叫您一起看。从今天起，罚你3天不许出门。不出就不出，家里也好玩。许氏想了想，今晚你鸡腿没了。陆昭昭当场破防。娘，我知错了，你还是打我掌心吧。歹毒，太歹毒了，那是我每天的精神支柱啊。鸡腿，我不能没有鸡腿。登之，看着他，今晚不许吃鸡腿，正好给他调理调理脾胃。鸡腿不给，肉末粥、海鲜粥让小厨房备一些，备些孩子爱吃的菜色。夫人明明舍不得关他3天禁闭，也舍不得打他掌心，正好寻理由调理肠胃。昭昭年幼，可不能坏了肠胃。他呀，就是气不过我受委屈，想替娘亲出口恶气，我怎忍心罚他？许氏心里对昭昭是有愧疚的，出生就不曾得到父亲祖母的喜爱，甚至陆家不愿承认他，连族谱都没上，我怎忍心苛责他？喜欢昭昭的人很多，可父亲对孩子来说意义不一样。其实我很庆幸陛下认昭昭为义女，至少能弥补父亲的存在。对婴孩来说，父爱的缺失与成长不利，他甚至害怕别的孩子嘲讽昭昭没有爹。如今昭昭是公主，更没人敢嘲讽她。夫人，明日重阳，不如出去走走。登之见他整日心生不宁，大抵是担心大少爷2日后贴榜。许氏眼睛微亮，不如去月老庙看看。晏殊年后便19，也该成婚了。陆晏殊的亲事一直是许氏心头一根刺，江家当众退婚，折辱晏殊，他心里存着口恶气呢。奴婢告诉小小姐，让她也开心开心。小丫鬟心疼昭昭，飞快地回去传达喜讯。你是我的，那鸡腿也是我的，你说对不对？给我吃一口。追风的爪子抬起，默默盖在碗上。小气，小气，小气！丫鬟来时，陆昭昭与追风吵得不可开交。小祖宗嘞，你怎么和追风吵起来了？追风的鸡腿可不能拿，都放进狗碗了。劝了人又劝狗，好不容易将他们分开，将陆昭昭抱去善堂，陆昭昭才勉强平息委屈。第2日，陆昭昭便随许氏一同去月老庙。咱们去月老庙求求姻缘，你大哥呀，该娶媳妇儿了。月老庙不远，就在城外。夫人，那边是姻缘树，咱们先去姻缘树碰碰运气。姻缘树上无数红线，许多人都会在此祈求，求月老保佑，保佑我儿早日遇上心上人，早些成婚。信徒一定给月老送来丰厚的谢礼。唉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呐！他双手合十，还未报上陆晏殊生辰8字，突的一阵微风袭来，起风了。风起，满树姻缘线飞舞，一根红色丝线自树上脱落，正好挂在他手上。我还没报晏殊生辰呢。许氏心里嘀咕，也没多想，只以为月老灵验，面上高兴不已。身侧2位老人更是羡慕不已。夫人有福呢。许氏见2人眼神清正，气质不凡，想来是京中贵人，只瞧着有些面生，想来平日里并无交集。也祝您早日得偿所愿。2人微点过头，这才往前走去。快摸摸石头，这石头摸上去酥酥麻麻的，浑身疲惫都会一扫而空。每年中元节，这块石头还能护着附近不受邪祟侵蚀呢。一块石头伫立在眼前，
石头上用剑气刻出招募2字。陆昭昭眼眶发热，这是他的剑气，他乃剑道之祖，他的剑气千年不灭，邪祟当然惧怕。如今招募时再次证明，他不是穿书，他来到了自己救世的1000年后。这个世界还是原来的世界，他从未离开。难怪他可以听到风的声音，听懂树的低语，这是万物给予他救世的回馈。他伸出小手轻轻一摸，突的山巅震动，所有人都被摇晃得站立不稳。怎么回事？是地震了吗？陆昭昭慌忙松开手，他松开手的瞬间，震动停止，他内心久久不能平静，剑气竟感应到了他的气息，这是给他的回应。暗卫不知从何处现身，先下山吧，若再遇上地动，只怕不安全。许氏点了点头，昭昭别怕。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奴婢什么也没听到。登之侧耳聆听，可耳边只有鸟叫声。有人，快去看看，只怕有人受了伤。果然，山坑中一个昏迷的老太太。老夫人，你醒醒啊！小丫鬟惊得不知所措，瞧见有人出现，急忙呼救，将人救起。小丫鬟哭着跪在地上道谢：“劳您相救，镇国公府必定重谢。”镇国公府？哎呀，那不是荣将军亲娘吗？许氏也没想到，阴差阳错，竟然救了荣彻亲娘。国公爷有要事，已经下山。老太太为表诚心，不让带护卫。原本奴婢都不带，是奴婢哭着才留下来。老太太才悠悠转醒。丫鬟说明缘由：“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去镇国公府坐坐。救命之恩，总要让我们表表谢意，莫要推辞。”老太太面色微白，许氏见她不愿松手，便只得应允。您瞧瞧，求个姻缘把腿摔断了，大公子知晓又要生气。要是能求来，别说摔断，摔死我也乐意，死了也是含笑九泉的。老太太拧巴着脸，他还敢生气？没把他送出去入赘，是我最后的底线。许氏未有几分尴尬，他若不知荣彻单身的真相，或许笑笑作罢。可他听到陆昭昭心声，知晓真相，实在尴尬。云儿别怕，是我那不成器的儿子呢，30好几不成婚，你说说我命怎么这么苦啊？哎，我瞧着定是他那名字没起好，这荣彻彻字3点水，单身还带水，随波逐流，没个定数。你说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？老太太拍着许氏的手，越看越喜欢。他家彻儿怎么就遇不到这么好的人？许氏来给长子求姻缘，人家早800年就成婚了。你说我给彻儿取个什么名字好呢？要成双成对，要佳偶天成，不如叫荣双双，不如叫荣双双。许氏猛地捂住嘴，直接笑出了声。5大3粗的荣彻，镇国将军呢？若战场上敌军喊一声荣双双拿命来，岂不是要笑死人？老太太见他露笑，她也不生气。这个人性子大气，反倒觉得许氏真性情。荣老身再想想。可怜的荣将军啊，娶不到媳妇儿，连名字都保不住。此刻镇国公府门外，荣彻刚下马，便听得小厮来报：将军，老夫人跌落山坑，被人所救，让您前去道谢。母亲可有大碍？老夫人没有大碍，只伤了腿骨，休养半月即可。对方原是中永侯府夫人，后因和离，如今自立门户，将军唤许夫人便是。荣彻心头狂跳。你说是谁救了母亲？许家那位小女儿啊。你看看我衣裳是不是有些老气？胡子是不是忘了刮？不行。不是，您啥时候注重仪表了？半盏茶后，
你我有缘，我又承你相救。你若不嫌弃，咱俩干脆认个亲，老身托大，认你做个妹子，咱俩姐妹相称。荣彻一进门，老太太便朝他招手：“双双，快来，叫小姨。”双，是小姨。她啥时候叫双双了？老太太眉开眼笑：“娘瞧着你这澈字有水，随波逐流，可能妨碍你找媳妇儿，给你取个双双，小名叫双双。快来，娘给你认了个小姨，开不开心，惊不惊喜？”刚说完，老太太捂了捂鼻子：“什么香味儿啊？怎么有些冲鼻子？”老太太仿佛此刻才发觉不对劲儿，狐疑地看着荣彻：“你往脸上抹面粉了？你今天怎么这么……”老太太无情吐槽。荣彻冷汗直冒：“亲娘嘞，你可真是我亲娘！”笑死了！老太太把她心上人认妹妹了，心上人变小姨，你开不开心，惊不惊喜？孔雀开屏，千年的老铁树成精了。娘，儿子没抹面粉，你以前不是说儿子不修边幅吗？儿子捯饬。他飞快地瞄了眼许氏，见他眼里没有嘲笑，只有掩不住的笑意，心头顿时轻松几分。这是我新认的妹。娘，您年纪一大把，认什么妹妹？云妹妹还年轻呢，您可以常让她来府中玩耍啊。荣彻偷换概念，直接喊上云妹妹。小姨死也别想，真成小姨，镇国公府等着绝后吧。也是老身孟浪了，你呀是个好孩子，钟永侯错过你，那是他没福气。他当真喜欢许氏，行事大气，颇有贵女风范。京城的好儿郎多了去了。荣彻直瞪眼：“娘，家里还有一个老光棍呢。”许氏瞧见他吹胡子瞪眼，急得满头大汗，直接笑出了声：“中午便留在府中用膳吧，让家人好好答谢夫人。小公主，府中做孩童饮食可是一流，一定要留下来尝尝。”说起此话，老太太语气酸溜溜的：“府中有擅长做月子餐的，擅长做辅食的，擅长做喜宴的，偏生儿子不争气。”老太太指着荣彻：“18年前，他拿着2个破泥偶回来，每日吃饭也傻笑，看书也傻笑，宝贝的不许我碰。我还寻思着该准备喜事儿了，谁知这不成器的，准备了18年也没准备上。”许氏一愣：“泥偶？”娘，您别说了，留点隐私吧。你为什么偷看我娘亲？荣彻老脸一红：“我没看，我。”他急得满头大汗，他求饶似的看着陆昭昭：“昭昭，看错了吧？”荣彻偷偷松了一口气。待晚膳结束，彻儿，你送云娘出府吧，天色有些晚，将她送回陆家。老太太含笑看着许氏，又给了陆昭昭丰厚的见面礼。我让人做了些孩子爱吃的零嘴，用山药等食材做的，容易消化，不积食，孩子可以磨牙，带回去给朝阳公主尝尝。若是喜欢，常带母亲来玩啊。荣叔叔真是大好人嘞。许氏嗔怪地瞪他一眼。荣彻抿了抿唇，眼神含笑，眼睛都舍不得眨地看着他。马车吱呀吱呀地往前走，他透过帘子便瞧见荣彻呆呆地看着他，连眼睛也舍不得眨。荣将军，荣彻征战沙场20年，早已被陛下亲封为镇国将军、正一品大将军，又是皇后的亲弟弟，地位极高，前途不可限量。陆侯爷，听说陆侯爷伤了底子，荣某认识几个善治男人病的，可要介绍给侯爷？
陆远泽面上的笑意一僵，陆侯爷不要讳疾忌医啊，有病咱得治。陆远泽眉头轻皱，总觉得郑国将军对他有些许敌意，难道是他的错觉？可他从不曾得罪郑国将军呢。将军多想了，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。陆某没病。陆远泽面色阴沉，今儿同僚都在看他裤裆。没病，那为何儿子替你照顾女人？荣彻说完便驾着马离开。陆远泽只觉敌意扑面而来，甚至不曾有丝毫掩饰，他甚至无法反驳，毕竟昨日捉奸满城轰动，今儿早上还有人来中永侯府门口看热闹。马车从陆远泽面前经过，他只一瞥，仿佛瞧见个熟悉的身影。怎么像是许氏？不可能，郑国将军是什么人？想要嫁给他的贵女不计其数，许氏已有3子1女，又是他和离的弃妇，怎会搭上郑国将军？许氏嫁给谁都有可能，但不会是郑国将军。如今的许氏哪里配？荣彻送完许氏刚回府，解释解释吧。我就说你今儿不对劲，大白天洗头洗澡，还给自己抹得浑身香味。平日里，你可是最讨厌这副打扮。荣彻抿了抿唇，没说话。既然你不说，明儿我便给芸娘介绍几个好儿郎。芸娘这孩子多贴心呐，只可惜有人没福气。老太太话音未落，荣彻扑通一声便跪在地上，直接妥协。娘，儿子心悦，芸娘。此话一出，郑国公重重地松了口气，眉宇间满是轻松。我就说嘛，你还是喜欢女人的。你娘说，你定是好男色，不好意思说。老太太瞪了他一眼。今儿要不是遇见芸娘，你是不是就一直瞒着我们了？18年前，你心悦的也是芸娘。老太太慧眼如炬，荣彻今儿跟中邪似的，他看不出来才怪。荣彻沉默片刻，轻轻点头。老太太又心疼又生气，跟你爹一样，3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，媳妇儿都让人抢了，没出息的东西！但凡你透露一句，我也能去许家打听啊！娘，还请娘帮我。现在知道急了，人家儿女双全，貌美动人，银钱自有，府中当家做主，还不必侍奉公婆，日子多美啊！你没有万分诚意，人家何必再嫁跳火坑？荣彻挠了挠头，娘说的有道理。来人呐，把大公子的行李拿出来。荣彻瞪大眼睛，光棍30几年，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？从今儿起，你就别住家里了，表诚意去吧。一个住城东，一个住城北，怎么培养感情？荣彻一脸懵，怎么就被赶出家门了？娘，开门啊！将军，您别为难奴婢，您快走吧。荣彻无奈。夜里骑着马在城中溜达，直到停留在陆家门前。他重金买下陆家隔壁，与许氏一墙之隔。郑国公府，怎么样？大少爷走了吗？走了，直接朝陆家方向去了。我早就看出芸娘不愿再嫁，那就去加入他们，把彻儿嫁出去。菩萨保佑，月老保佑，我儿终于开窍喽！快修书一封，告诉皇后娘娘，彻儿有心上人了。哎，对了，通知前头，祖坟就不用挖了，暂且埋那儿吧。看来风水还不错。明儿个杀猪宰羊，给老祖宗们摆2桌。我这腿摔得好，摔得真好。好啊，原以为彻儿要孤独终老，后来以为彻儿喜欢男人，现在彻儿喜欢女子，还是如此完美的芸娘，眼光挺高啊。他这傻儿子也不知能不能入芸娘的眼。咱们要吸取中永侯府的教训，中永侯那等不要脸的东西，
一家子欺负芸娘，芸娘对婚姻定然很抵触。老太太心里琢磨：臭小子若敢养外室，老子生劈了他。忠永侯府老太太也是个拎不清的，咱俩可不能犯傻。老两口因儿子开窍，激动得彻夜难眠。娘，您怎么还未睡？马上要放榜，近来他极其忙碌。听说娘今日救了镇国府老太太，娘见到荣将军了。许氏轻咳一声，轻轻点头。娘，您为侯府操劳18年，被人算计，被人欺骗，从未被真心待过。您值得更好的。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骗局。不管娘会不会再嫁，儿子都支持您。晏殊这段时日一直在用自己的人脉打听荣彻，荣彻确实极好。娘不会离开你们，不会离开家。如今生活极好，娘很满足。许氏眼神坚定，他的儿子，他的昭昭亦是从未被爱过，他怎么忍心离开？他哪里想过荣家压根儿就没想他离开。不要担心娘，还有1日便放榜，你可有把握？娘，儿子必定3元及第，让您扬眉吐气。娘早些睡吧，明日还要进宫赴宴。每3年的4国会谈，便是各国彰显实力的时候。京中有品级的命妇皆会入宫。天不见亮，陆昭昭就被抱起来梳洗。太早了，太早了，改时间吧。下回让皇帝爹爹改到天亮，不然我就不去了。许氏抿唇偷笑，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哪能改呀？许氏刚出门，便瞧见个意想不到的身影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荣彻红着脸没吭声。我们将军娶不到媳妇儿，被赶出家门了。这是早膳，知晓你们起得早，来不及用膳。别说用膳，许多人进宫前连水都不敢多喝。许氏道谢后上了马车。荣将军当真与侯爷是2个极端。侯爷每一句话，每一次出现，都像是精妙的算计。荣将军总带着几分笨拙，还有胆怯。笨拙是因为太过珍贵，不敢触碰而产生的胆怯。昭昭，可想皇帝爹爹？想啦想啦，想皇帝爹爹的厨子。皇帝爹爹，以后宫宴可不可以晚些呀？皇帝一愣，便知他睡不醒。好，好，好，下回不折腾昭昭，改时辰便是。众人无语，陛下当真宠他到了极致。萧妃身侧的以宁公主怨毒地看着他。今日4国会谈，昭昭坐爹爹旁边。皇帝觉得昭昭有天大的气运，直接在龙椅上留了个位置。陛下，西岳侥幸获得一柄残剑，若北昭能拔出此剑，便北昭胜；若拔不出，便西岳胜。陛下，您看如何？西岳圣女眉宇间含着淡淡的傲气，拔出残剑，开什么玩笑？西岳骁勇善战、力拔千斤的勇士都无法将剑拔出剑鞘分毫，更何况北昭？允。满朝文武各国使臣都看着他，不得不允。只见4个粗犷大汉扛着一个巨大的托盘，放着一柄锈迹斑斑的残剑。这是什么剑？众人满脸惊愕。西岳圣女唇角轻勾，北昭能拔出残剑才怪。他感觉到一道放肆的目光朝着视线看去。陆景怀见圣女看过来，强撑着满身伤、姿态完美的颔首。陆昭昭坐直身子，绷着小脸儿，这是他的佩剑。此剑名朝阳，能破除天下一切虚妄，带来希望与光明。这柄残剑来历不明，但他所在之处，邪祟不敢近身。曾经将他置放于西岳皇室，他曾护佑整座皇城不被邪祟侵扰。众人一片惊叹声。若你们能拔出此剑，不止比赛北昭胜，连同此剑赠与贵国，如何？但若是拔不出，我们要北昭传承1000年的至宝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哗然。放肆！
一柄残剑，也好意思唤我北昭至宝？呸！做什么春秋大梦？这可是神灵之物，换北昭至宝不亏。只要你们能拔出此剑，免费送。皇帝眼眸微沉，西岳竟是为北昭至宝而来。如今各国使臣看着，简直将北昭架在火上烤。至宝？什么至宝？我怎么没听过？北昭陛下，考虑好了吗？北昭泱泱大国，难道这点自信都无？皇帝爹爹，答应。好，朕以北昭至宝与你赌。皇帝招手唤来一众武将。荣将军，你能拔山钢顶，你可有把握？西岳4人抬剑，那4人他恰好有几分印象，皆是以蛮力著称的勇士，心头有些沉重。陛下，臣只有3分把握。护国公年迈，早已不复往日荣光。臣只有2分。皇叔可有把握？和硕亲王谢玉南与镇国将军不相上下。谢玉南沉吟片刻，唉，至多4分。北昭有3次机会，只要有1次能拔出剑，便算你们胜利。此剑是从西岳地底挖出来的，西岳皇帝找遍全国，都无一人能拔出此剑，他们对残剑有信心。陛下，派谁拔第1次呢？陛下，臣愿做第1人。许氏微微捏紧了帕子，身侧的夫人道：哎呀，荣将军打头阵。说起来，荣将军30好几，还不曾婚配，这京城的姑娘啊，都快哭死了。是啊，如今京城里有好多姑娘盯着他呢。洁身自好，家世过人，长姐是皇后，也不知谁能摘到桃子啊。荣彻走到残剑前，刚靠近，便感觉到一股极其磅礴的力量，那股力量在阻止他靠近。荣彻颇为惊讶，此剑有灵，残剑上锈迹斑斑，看不出原本的颜色，但浑身都带着一股凛然之气，神圣不可侵犯。果真是柄神剑啊！难以想象这把剑原本该有多耀眼。他双腿张开，脚下隐隐用力，刚覆盖剑柄，一股磅礴之力浩然而出。他死死握住剑柄，才不至于被弹开。众人纷纷瞪大了眼眸。天哪！荣将军号称天生神力，荣竟然都无可奈何吗？了。只见荣将军脚下地砖犹如蜘蛛网一般，朝着4面8方裂开。随着一声暴喝，那柄残剑竟隐隐抽出一丝，来不及喜悦，一股巨力直接将他弹开，撞倒在柱子上，猛地吐出一口鲜血。许氏拳头紧握，白净的脸上一片肃穆。太医立马上前替荣将军诊治。许氏轻轻松了口气，传闻荣将军力大无穷，果然并非夸大。西岳和4位力大无穷的勇士才勉强抽出一丝，并且被残剑以更大的力量弹飞。北昭皇帝面上严肃，见荣彻微微摇头，心头更是一沉。第2位该谁了？亲王谢玉南站出来，他为第2个拔剑人。北昭众人皆是眉头紧锁，提心吊胆地看着。果然不出半个时辰，亲王再次被弹开，全场诡异的沉默。皇帝浑身气压低得骇人。第3位，北昭派谁？这世间无人能拔出残剑。陆昭昭看着朝阳剑，眼神发怔。老家伙，你来找我了吗？皇帝爹爹，昭昭想拔剑。众人视线落在陆昭昭身上，西岳圣女扑哧笑出了声。小家伙，你还没见高呢。昭昭想拔剑。声音软软糯糯，语气却极为自信。钟永侯此刻不由嗤笑一声。胡闹！陛下，您再宠朝阳公主，也不能任她胡来呀！不到2岁的孩子还没有剑高呢，她怎能拔出剑？当真笑话！父皇，她能拔剑，以宁也能拔，
以宁可是您亲女儿，还比不得她吗？陛下可不能让她给北昭丢脸，陛下万万不可！这也太过荒谬了，简直儿戏。哼，这世间只我一人能拔出朝阳。哼，这世间只我一人能拔出朝阳。许氏心头担忧，还未来得及阻止，太子便上前一步：“父皇，让昭昭试试。”太子笃定的语气让皇帝心中微定。他看着昭昭，昭昭认真地看着他。昭昭，那皇帝爹爹就把北昭的命运交给你了。陛下还让陛下三思呢。护国公老神在在地站着，陆昭昭连四皇子都能护住，反正比他厉害。一众被讨债的臣子虽说知晓他有些秘密，却也没想过他能拔出残剑。皇帝不顾众臣阻拦，最后一局让朕的女儿昭阳公主上吧。北昭陛下果然有魄力。陆昭昭一步步朝着昭阳走去。真是胡闹，陛下太宠昭阳公主了。话音刚落，突的地面突然剧烈抖动起来。昭阳见感受到他的气息，他双手落在剑柄上，只轻轻用力，残剑便轻轻拔出。锈迹斑斑的残剑在他拔出的那一刻光华大作，竟是一点点褪去锈迹，露出原本的模样。怎么会？老朋友，我找到你了。好，昭昭好样的！昭阳公主不愧是北昭之心，北昭的太阳亦是朕的骄傲。陆远则更是瞪大了眼睛。昭昭怎会？他怎么会拔出剑？陆远则的震惊无法言喻，就好像他所嫌弃的一块石头突然变成了璞玉。萧贵妃指甲深深地掐进肉里，眼里的嫉妒怨恨几乎化为实质。昭昭，是我北昭之心！众人高声呼喊：北昭之心！北昭之心！北昭之心！北昭境内邪祟进行。从今天起，北昭将不再受邪祟侵蚀。西岳圣女面色难看，他们压根儿没想把残剑送给北昭啊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昭昭，神剑归你了。朝阳有灵，满朝文武再无一人敢反对。谁也没想到四国会谈竟让2岁的陆昭昭出了风头，他竟成了最大赢家。宣平帝笑得合不拢嘴，西岳圣女深深地看了眼陆昭昭，带着侍女离开了宴席。圣女请等等。 4个侍女略带防备地看着他。圣女，小生是昭昭的哥哥陆景怀，特意替昭昭来给圣女赔罪。昭昭年幼不懂事，拿了西岳的神剑，景怀回家定劝他将神剑还回来，莫要误了2国交情。你们离远些。侍女看了眼圣女，便远远退下。你是昭阳公主的哥哥？是。陆景怀咽了咽口水，敬离圣女。 远比江云景那等世家小姐美得更惊心动魄。你妹妹很有趣，你问问她，愿不愿意跟我回西岳？在西岳，圣女可与皇帝平分秋色，她的存在几乎可以撼动西岳皇帝。陆景怀当场应下：“多谢景怀公子，若公子有要事，可来西岳使馆寻我。” 圣女给了他信物，这才施施然离去。你去哪儿了？在宫中莫要乱走，当心冲撞贵人。自从请家法后，陆景怀变得极为沉默，是丝毫不提自己又攀上了西岳圣女。此刻宫宴已散，众人回到府中，陆元宵眼巴巴地问道：“昭昭，你真厉害，我可以摸摸昭阳剑吗？” 陆景怀如今是钟永侯唯一的嫡子，可以参加宫宴。许氏有诰命，而陆晏殊、陆正月、陆元宵如今却只是平民百姓。他们在宫门口前便听说妹妹拔出了神剑，摸不得。许氏想起方才那一幕都胆寒。
才不会呢，娘亲。赶上哥哥，我把你插粪坑。哇，这就是神剑吗？传闻中凶悍的朝阳剑好像挺乖巧呀。许氏两眼望天，乖巧，荣彻都被他抽飞了。许氏让人从司库里挑了一瓶伤药送给荣彻。菩萨保佑，保佑晏殊不负多年努力，榜上有名。许氏不敢想榜首，只希望能不负儿子多年隐忍的委屈。夫人别急，咱们早早派了人去榜单前候着，出了成绩立马回来报喜。莫要在大少爷面前露出情绪，不要给晏殊太大压力。陆昭昭却是掐手一算，9月初10，家中有大喜。此刻的忠永侯府，打赏用的红包可准备好了，大少爷必定榜上有名，待会儿打赏可不能小气。放榜了吗？门口的鞭炮准备好了吗？景怀哥呢？老太太强撑着病体问道。自从弟弟被判问斩，陆景怀私会小娘，她这身子便一日不如一日。突的门外传来惊呼声，报喜的官差来了，官差朝咱们这条街来了。中了，我儿中解元了。他的儿子不负众望，将陆晏殊踩在了脚下。中了，怀哥儿中了！快去放炮，快点儿炮！一行人匆匆朝大门走去。烟花在侯府上空炸开，鞭炮点燃，噼里啪啦响个不停。这是什么大喜事儿啊？白日里竟然放烟花鞭炮！是咱家大少爷中解元喽！快来沾沾喜气，咱家大少爷夺得榜首喽！众人恭喜声不断，纷纷上前讨赏。裴氏摸了摸兜，咬了咬牙，快支100两银子去兑一些铜板，撒，大方的撒！大丫鬟嘴角动了动，账面上统共就300两银子，这还是卖祖产剩下的。但见裴氏高傲的模样，当即便让人立马去兑了100两银子的铜板。1传10，10传100，忠永侯府公子夺得解元，闹得沸沸扬扬。哎呀，果然娇娇有福气，给侯府挣回来一个解元。裴氏眉宇含笑，扬眉吐气。忠永侯府嫡子高中解元，快去领铜板。幸好将许氏赶出家门，否则哪里有侯府今日的福气？陆公子呢？他还未回府呢。恭喜贵府陆晏殊公子夺得乡试头筹，高中解元。你说谁高中解元？你再说一次。陆晏殊，陆公子啊！官差见众人面色难看，突的出现一个难以想象的局面。不会报错了吧？贵府公子叫什么？亲娘嘞，这又是鞭炮又是烟花，全城都闹遍了，不会搞错了吧？错了，全都错了！老太太哀嚎一声，直接眼前一花，倒在地上。陆晏殊不是侯府子嗣。登之大汗淋漓地跑过来。哎呀，错了！陆晏殊是侯府前嫡子，后来被侯府逐出家门，现在住在另一条巷子。登之也没想到，竟会闹出这种乌龙。我家景怀呢？侯夫人，我们只报前三并无陆景怀公子。官差尴尬的挠头，从未出现过这种事儿啊！报喜报错地方，对方还大肆庆贺。光是想想都恨不得钻地缝的程度。夫人，这是个误会，这可不是我走错地方啊，是你们拉我进来的。你也不算走错，原本咱家公子是侯府的，只可惜有人不懂珍惜，将人赶出家门喽。快，随我去陆家。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，
贵妇长子夺得解元。许氏抹了抹泪，这都是儿子该得的，是他应得的。官差捏了捏红包，这许夫人倒是大气，里面竟然包的银票。总算报对了。哎呀，今儿可真是个乌龙。说起来，这一切都怪路上遇到个小孩，指着中永侯府的方向，说是侯府长子，这才走错了路，报错了喜。他之前听过中永侯养外室，将正室嫡子赶出家门，但并不知是陆晏殊。许氏一愣，脑海里猛地浮现出陆昭昭的身影。搞错了，是前中永侯嫡子，不是现在这位，是陆晏殊公子。陆晏殊公子夺得解元，中永侯府搞错了。谁夺得解元？陆晏殊被你赶出门的那个儿子，逐出族谱的那个。小乞丐说完便跑了。陆远则眼前一黑，身形晃悠着，差点栽倒在地。哎，侯爷莫要着急，莫要着急。虽说搞错了，但晏殊也是你儿子，也是侯府血脉呀。报什么喜？你搞清楚了吗？就报喜。陆远则气得头皮发麻，隔着几条街，他都能听到中永侯府的鞭炮声。天哪，这么大个乌龙！同僚笑着劝道：“侯爷，都是侯府血脉，不妨事。”可是他已经将人逐出侯府了呀，连族谱名字都划去，甚至写了断亲书。陆远则心头痛到极致。看榜的小厮这会儿才满头大汗跑出来，他只看个榜的功夫，怎么就谣传公子中解元了呢？景怀呢？景怀取中多少名？公子正好卡在最后一名，并未进前3甲。陆远则面色骇人。当时公子正好分在10号，出来时吐得厉害，大概影响了发挥。少爷呢？少爷一早便出了门，尚未回府。夫人呢？夫人晕死过去，大夫正在施针呢。老夫人这会儿在佛堂哭得厉害。菩萨，菩萨，你怎么不保佑侯府啊？我每日诚心礼佛，你怎么不保佑侯府啊？竟让陆晏殊这个小孽种中了解元，杀千刀的东西，老天爷啊！是你干的吗？尹官差去中永侯府。陆昭昭偷偷瞥了眼许氏脸色。娘，追风干的。胖狗一脸无辜地看着他。干得漂亮，所以我决定奖励追风一个鸡腿。娘，是我干的，我亲自指路哩。鸡腿呢，娘？小家伙一副求奖赏的模样。许氏悠悠地叹了口气，孩子顽皮，可真的解气。昭昭，出门，咱们让裴氏兑现诺言。许氏眼底闪动着耀眼的光芒，痛打落水狗，落井下石，痛快。景怀怎么就没中呢？景怀明明是天才，怎么落了个榜尾？怎么没中解元呢？看看你养的孽障，让侯府丢了这么大的人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名字都没听清，别放炮发喜钱，你还嫌丢脸丢的不够吗？都怪官差没说清。没说清你放什么炮，发什么喜钱，闹得人尽皆知。你什么时候能有许时云的沉着稳重？陆远则近乎咬着牙，从未有如此丢人过。当初将陆晏殊赶出侯府，此刻被回了一记响亮的耳光，咣当一声，陆远则夺门而出。许氏，当年你明明嫌弃许氏是块木头。娘，爹爹说的是气话。庆瑶，娘只有你了。娘，您放心，景阳会帮您的。夫人，快起来吧，
我如今可不是夫人，让你们夫人出来吧，问问他可还记得护国寺的赌注。哼，他只怕要装病，要是请个太医就好了。许氏摆了摆手，身后不知何时站出来个太医。哇，娘亲威武，娘亲厉害，这下裴氏逃无可逃喽。陆昭昭一副看好戏的模样。此刻忠永侯府内，什么？许氏来侯府门前做什么？他定是来看侯府笑话的，快把他打出去！裴氏面色发紧，说我病了，不便待客。许夫人带了太医。该死的许氏，有必要得理不饶人吗？黄脸婆，管不住男人是她自己没本事，怨我做什么？老太太狐疑地看着他。许时云找你做什么？儿媳与姐姐有些误会，儿媳前去解释解释。裴氏硬着头皮出门，瞧见门外乌压压的人群，裴氏惊得眼皮子发抖。裴夫人，快来兑现诺言呀！原以为裴夫人要做缩头乌龟呢。云姐姐，一切都是误会，让众人散了可好？谁是你姐姐？我许家可没有做外室的小辈。裴夫人还是尽快兑现诺言的好，否则我便要押着裴夫人去金鸿书院兑现诺言了。在这里还是在书院门口，你自己选。书院，景怀还要不要脸面？愿赌服输，裴夫人亲口赌的，怨不得旁人。哼，现在后悔有什么用？若是大哥没中结缘，你会饶过母亲吗？幸好大哥哥争气。陆昭昭心头嘀咕。两个粗壮婆子上前，裴氏猛地后退一步，神色惊恐。围观百姓大声喊道：裴夫人，还请兑现赌注。堂堂侯夫人输不起吗？许时云，你当真要做绝吗？你可真不要脸！你做侯爷18年外事，吃夫人的喝夫人的，难道不是你先做绝？裴氏被噎得说不出话来，许氏渐渐没了耐心。裴夫人别浪费大家时间了，我们都等着呢。就是输不起别赌啊！围观众人纷纷拱火。裴氏捏紧拳头，闭了闭眼睛，心头一狠，啪嗒一声，便跪在侯府门前。陆昭昭扯着喉咙便大喊：快来看啊，侯夫人下跪啦！侯夫人下跪啦！侯夫人下跪啦！快来看看呀！陆昭昭，小贱人！许氏，你好狠的心！里3层外3层的百姓将忠永侯府大门挤得水泄不通，裴氏声音都在抖。妾永远……你没吃饭吗？大声点儿！登之怒斥。裴氏眼中充满怨恨和怒火，仿佛要把一切烧成灰烬。妾永远是妾，妾永远是妾，妾永远是妾。裴氏说完，便飞快地站起身，铁青着脸，哭着冲回侯府。妾永远是妾，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真以为逼走正妻，自己就能见光了？呸！许氏扬眉吐气，当真痛快到了极致。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，让裴氏丢了大脸。哼，也该我娘亲痛快了。大哥哥3元及第，更要气死他们。嘿嘿，陆景瑶，你娘兑现了诺言，是不是也该你啦？许氏，我竟然输给了许氏，脸都丢尽了。许氏，该死的许氏，你哥哥定是要给我争口气呀！他一定要拿下状元，否则我有什么脸见人？
裴氏不敢想，若陆晏殊3元及第，陆远则会怎样？正在安慰裴氏的陆景瑶生生打了个哆嗦，仿佛被某种怪兽盯上一般。深夜，陆昭昭蹑手蹑脚地偷跑出了门，追风狗叫了2声，墙头便越过一个男子。送你去哪儿？可不能告诉你娘是我抱你出来的。放心，昭昭绝不供出你。去侯府。带这东西做什么？臭！深夜串门也就罢了，还带着大粪。昭昭有用。荣彻带着陆昭昭小心地绕过值守的护卫，很快便到了侯府门外。昭昭知晓侯府外墙有个狗洞，你在外面等我哦。陆昭昭比了个手势，当即带着玉书钻过狗洞。荣彻挠了挠头，他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事情发展成这样。他只想哄好许氏几个儿女，替他说说好话。可他给陆昭昭当帮凶，还给陆昭昭放风，好像不太对劲儿啊。玉书姐姐，快跟我来。原以为躲护卫要费一番功夫，谁知裴氏为了削减府中份力，愣是将护卫撤走一半。他甚至不需要花费精力躲避，直接在府中大摇大摆地走动，时不时还能听到小丫鬟怨声载道的骂声。烂心肝的东西，连血汗钱都要扣，就是没钱当什么侯夫人。哼，只知道在我们面前摆谱，在外面屁都不敢放一个。好了好了，姐姐别骂了，当心夫人听到又要斥责。听到又怎么样？没钱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！从未听过谁家的主母克扣丫鬟月钱的。明明她自己喊的撒钱，现在怪我，扣我半年月银。外室就是外室，怎么比得上世家出生的许夫人？许夫人大度良善，从不克扣底层，以前的日子多好啊！唉，现在一年赚的钱不足以前许夫人的1/3。唉。众人皆是唉声叹气，主子无德，奴仆也受罪。陆昭昭踮着脚趴在窗户瞥了一眼，便见小丫鬟正往裴氏的茶盏里吐口水。小家伙在院里溜达一圈，进了德善堂。老夫人，你也别太着急，景怀公子是满京盛赞的天才少年，他呀这一回分到10号，又大病一场，定然发挥失常了，会试定然能一雪前耻。我疼他超过晏殊，为了他还将晏殊从族谱除名，他必须争气呀！他输给谁都可以，绝不能输给晏殊，否则侯府的脸面置于何地？老太太有些后悔，早知再等1年，再拖1年，只盼着会试能争口气，压住晏殊。老太太隐隐后悔，离了许氏，侯府的日子太难了。裴氏虽是她娘家侄女儿，但到底小门小户出生，不够大气。您放心吧，景怀公子定将状元捧回侯府，不让您失望。护国司方丈亲自说侯府会出贵人，难道还有假？那倒也是，他说侯府出状元，侯府出天命贵女，总归没错的。陆昭昭趴在门外，玉书偷偷骂：切，还想中状元，想屁吃呢！偷偷往陆景怀的院子跑去。他住进曾经陆晏殊的院子，此刻院内极其安静。陆昭昭并未靠近，只隐约听得他说：将信亲自送到使馆，交给静离圣女。放心吧，公子，奴才办事儿您放心。奴才瞧着静离圣女对公子颇有些不同，今儿还劝公子莫要为外人的言语伤怀呢。静离圣女爱极了你写的信，听说日日捧着不撒手，时常念着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呢。陆景怀眉宇间露出一丝笑意。江姑娘哪里比得过静离圣女？
且圣女身份高贵，这才配得上公子啊！别贫了，快将书信送去吧，莫要透露风声，不可让江家知晓。陆景怀严肃叮嘱，小厮应下，便快速出了门。今日他一直待在西岳使馆，他知道自己才学不如陆晏殊，来日他定要一一讨回来。他竟勾搭静离圣女，他何德何能，怎么配得上圣女？圣女千万不要被他骗了啊！静离圣女令全京城魂牵梦萦的存在啊！陆昭昭皱着小脸儿，你三哥还说想要娶个静离圣女一般的姑娘呢。不，大可不必，大可不必。静离圣女碰不得，天哪，静离圣女可是……陆景怀看上静离圣女，刺激啊！来都来了，咱们去看看裴氏，看看气死没有。陆昭昭点着小脑袋，今儿的侯府好似受了重创，全都玩忽职守。奇怪，裴氏这么爱摆谱的人，我以为院里会有很多奴仆伺候呢。玉书不解，方才几个院子好歹还需要避开丫鬟，怎么主院竟如此安静？那边有声音。奴婢会些拳脚功夫，奴婢先去前头探探，您在此处等着。陆昭昭看了看自己的小短腿儿，乖巧地坐在花丛中等着玉书。玉书蹑手蹑脚地上前，趴在墙边偷听，传来男女颠鸾倒凤的声音。幸好没叫陆昭昭同来。你胆子可真大，竟然敢叫我上侯府，也不怕侯爷发现？男人轻笑着道，捏了捏裴氏，惹得裴氏一阵阴凝。玉书一愣，这声音怎么不像钟永侯？他今儿不回来，他已经1年未入我的房门，回不回有什么要紧？真的？那你岂不是为我守身？谁要为你守身？怎么不是为我？孩子都是我的。男人此话一出，吓得裴氏猛地捂住他的嘴。玉书瞪大了眼睛，他听到了什么？钟永侯疼宠18年的外甥，竟然给他戴了绿帽子。这也就罢了，他疼到骨子里，为陆景怀抛弃3儿1女换来的竟是……怎么不能说？景怀本就是我的种，让陆远泽当了便宜爹。唉，都怪我没出息，媳妇儿孩子都是别人的。男人不甘地骂了2句。陆远泽厉害还是我厉害？行了，少说2句，等会儿趁天黑早些离开。裴氏揉了揉眉心，他真是气昏头了，竟然将人带到侯府。白日里被报喜乌龙气得脑子发昏，下午又被许氏当众折辱，陆远泽又不肯回家，这才气得冲昏头脑。知道了，让我看看儿子吧。不行，绝不可找他。你若出现在他面前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裴氏动了怒。那可是我亲儿子，我见自己亲儿子还有错？那小子当真气人，上次他竟然让小厮打我，老子说了是他亲爹，他还敢打。你去找儿子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怎能去找他呀？不是说好绝不出现在孩子面前吗？你和儿女吃香喝辣，把我一人甩在外头，凭什么？我见自己儿子怎么了？狗杂碎，难道还不想认我？老子是他亲爹，他若敢不认，老子饶不了他。我不管，你寻个机会让我进府，咱们一家子就该住一起。反正钟有侯不回府，府上就只有个老太太，府里还不是你做主。你若不想法子，我便自己想办法进来。裴氏哪里想到，原想松快松快，谁知给自己找上麻烦。你不许胡来，我想法子。只给你3日时间，我要住进侯府，与妻儿同住。玉书瞪大眼睛，天哪，谁能想到今儿竟然吃这么大的瓜？他一低头，便见陆昭昭那双震惊的眼眸。小豆丁正死死地贴在墙角，瞪大眼睛，听得正起劲儿。听得屋内传来的声音，玉书立马捂住陆昭昭耳朵，将她抱到角落。小小姐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天啦，吃到大瓜啦！陆昭昭压根儿没回他。陆景怀不是亲生的，渣爹知道吗？他
他还为陆景怀将亲生儿女赶出家门，逐出族谱，写下断亲书。妈呀，这可太刺激了！裴娇娇可真能藏，真能忍，愣是没露出一点风声。18年啊，厉害！玉书不由赞叹，若不是今儿报错喜，又被夫人刺激，只怕还不会逼得他乱了心神。精彩，太精彩了！这出大戏真是一环扣一环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幸好夫人早日跳出火坑，如今只等忠永侯府狗咬狗。不敢想，想想就要笑出声来。走走走，今儿这趟没白来。真穷啊，鸡腿都没有。知道裴氏没钱，没想到这么穷。这才慢吞吞到了陆景瑶门外，还未进门，便听到屋内传来一阵阴狠又悚然的骂声。明明有着孩童的稚嫩，却有着不属于孩童的阴狠。陆昭昭，你怎么还不死？为什么还不死呢？你若死了，一切都该是我的。你一个土著，怎能斗得过我？为什么上天都帮着你？皇帝他瞎了眼了吗？竟然收你为义女！我能穿越，我才是天之娇女，我才是！不该这样的，不该这样的，错了，全都错了！梦中，陆昭昭出生被溺毙，她顶替了陆昭昭的位置，成了侯府嫡女。许氏疼她疼到骨子里，将她看作亲生女儿。他亲自栽赃，许氏连同3个哥哥死无葬身之地，就连太子殿下都捧着江山为聘，爱他入骨。可现在呢，太子成了陆昭昭的跟屁虫，陆晏殊夺得解元，大哥却堪堪挤进最后一名，勉强获得会试资格。不对，全都错了呀！陆昭昭是个懂礼貌的好孩子，即便给对方喂食，他也彬彬有礼地敲了敲门，直到陆景瑶说进，他才推门而入。啪嗒，陆景瑶手中的布娃娃落在地上。你们怎么进来的？小声点，再叫我拧断你的脑袋！玉书神情狠辣，你竟敢拿小姐的生辰八字作妖！陆昭昭从未把她当孩子，她小小的躯体藏着成年人的魂魄。原书中，她被抱在许氏名下，许氏怜惜她瘦弱，亲自为她母乳。每一次喂奶，她都会刻意将许氏咬到鲜血长流。她皮相虽小，可灵魂的恶毒无人能及。我来兑现诺言了。陆昭昭下巴一扬，对着地上那桶东西努了努嘴。玉书将她捆了起来，似乎此刻她才知道害怕，当即眼泪汪汪地求饶。奇怪，我总觉得她身上有种违和感，到底哪里不对劲儿呢？看到她那双眼睛，甚至有些瘆人。陆景瑶，是我的，你抢不了。陆昭昭踩在凳子上，亲自将一桶大粪泼在她脑门上。屋子里弥漫着浓郁的臭味儿。陆景瑶发疯似的哀嚎，一定要杀了陆昭昭，一定要杀了陆昭昭。少打我家人的主意。屋外隐隐听得动静，门外有丫鬟敲门。姑娘，可是您在说话？丫鬟鼻子轻轻吸了吸，差点干呕出声。姑娘，屋里怎么这么臭？陆景瑶在凳子上疯狂地挣扎，屋内传来砰砰砰的声音。玉书早已打开窗户，抱起陆昭昭跃出窗户，顺着花园摸出了小院儿。两人刚出小院不久，便听到一道惨绝人寰的哭声。很快，忠永侯府四处便亮起灯光，府内响起嘈杂声，护卫开始巡查。翻墙进去！荣彻小心翼翼地翻墙而入，一抬头，许氏正坐在椅子上，默默地看着他们。3人直接被抓个正着。荣彻还想给许氏留个好印象呢，谁知他此刻欲哭无泪。登之使了个眼色，陆昭昭当即道：娘亲，昭昭梦游啦，都游到门外了。
是容彻叔叔送昭昭回家。登之无奈的扶额。是吗？可我已经在此等你一整夜。啊！你梦游还能翻墙？许氏横了容彻一眼，陆昭昭膝盖一软，啪嗒跪下了。玉书啪嗒也跪下了。容彻左看右看，挠了挠头，也跪下了。跪天跪地跪父母跪未来媳妇儿不过分吧？许氏一惊，慌忙跳到一边。你快起来！是我的错。容彻耷拉着脑袋，陆昭昭也耷拉着脑袋，一大一小跪在一处，竟莫名的同步。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吗？不知道。两人异口同声。那你认什么错？你说我错，我就认。老婆说错就是错。许氏一噎，竟不知说什么好。你竟纵着他欺负个孩子。不对，陆景瑶不是孩子。许氏知道陆景瑶不是孩子，但容彻不知道。他又不是我家孩子，关我什么事儿？他指着陆昭昭，这才是我家的。陆昭昭咧着嘴，爹。许氏脸一红，什么爹？胡说八道，不许乱喊啊！神情慌乱，直接给整羞涩了。还有你，什么你家的？回去，赶紧回你家！哦。容彻哦了一声，趁着许氏不注意，偷偷对着陆昭昭眨了眨眼。陆昭昭见许氏无心计较他偷偷出门，笑得直咧嘴。以前不知道有爹的好处，现在明白了，原来有爹是这样的感觉啊！犯错一起下跪，有罪一起扛。你去中永侯府做什么？裴氏本就不喜欢你，若是抓着你欺负你怎么办？当初昭昭出生，裴氏便对他出手，许氏极其害怕昭昭单独面对那家人。我只是想把屎盆子扣陆景瑶脸上。屎盆子扣陆景瑶脸上，什么意思？字面上的意思啊。你真把大粪扣他脸上了？愿赌服输，他自己和我赌的呀。陆昭昭压低声音，一副神秘兮兮的模样。娘亲，我吃到大瓜了，陆景怀竟然不是爹爹亲生哦。你说什么？陆景怀不是亲生的？玉书也听到了。夫人千真万确，裴氏大概受到刺激，失去理智，竟然将奸夫带回侯府。奸夫来了侯府，竟是不肯走，只怕还要再生事端呢。许氏神色正松，陆昭昭有些担忧，娘不会又想着回侯府吧？娘亲，你在想什么？后悔啊。后悔什么？他娘不会要吃回头草吧？他开始考虑，若是让容彻暗杀钟永侯，他干不干？后悔没跟你们一起去。陆昭昭无语，活该，杀千刀的东西！正儿八经亲生的孩子你不要，活该戴绿帽子，痛快！多可笑啊！陆远则为了陆景怀，将他们母女赶出家门，结果留下的却是孽种。他甚至开始期待陆远则知晓一切的模样。是他没福气，他想要的解元也被赶出家门喽。娘亲，你怎么知道我出门啦？他到底怎么穿帮的啊？你出门时是不是去厨房偷鸡爪子了？陆昭昭不好意思的点头，一边走一边啃鸡爪子的只有你和你的狗。零零散散的鸡骨头从厨房一直到墙角。崽啊，还是上学吧。乖孙女儿，祖母的乖宝儿啊！陆昭昭竟敢这般胆大，夜里潜进侯府，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！定是许时云指使他干的。他一个2岁孩子，怎会有这般大的胆子？裴氏心疼陆景瑶，心疼得直落泪。他已经给陆景瑶洗了3遍，可浑身上下依旧透着股臭气，
护卫呢？有人潜进府里，竟然没人发现吗？老太太气急，混账东西，竟然毫无察觉！我就说府上侍卫不能少，侍卫不能少，可你倒是掏钱呐！报官！我要报官！老太太和裴氏异口同声：“不能报！”裴氏面上微僵，他和姘头在府上厮混，若是被堵在侯府怎么办？老太太叹了口气：“瑶瑶，陆昭昭2岁孩子潜进侯府，给你脸上扣屎盆子，你怎么报？你的脸面，侯府脸面还要不要啊？”老太太也心疼孙女儿，可侯府真丢不起这个脸。难道就这么算了吗？凭什么？凭什么所有人都宠着陆昭昭？凭什么？瑶瑶，祖母知你不甘，可你是个姑娘家，你的脸面更要紧啊！护国寺方丈说你贵不可言，若因此坏了名声，可怎么是好？吃屎的名声可不好听。陆景瑶神色微顿，他想起梦中太子对他百依百顺，只得闭嘴，眼神中的不甘和杀意却毫不掩饰。娘，我瞧这府中近来极其不顺呢，不如请个高僧来府中坐镇，您看如何？好，此事交给你去办。娘，高僧难请，只怕需要娘。他尴尬地看着老太太，真是欠了你的，什么都要我一个老婆子掏钱。你学学许氏，进门18年，什么时候跟我要过钱？你这么满意许氏，还不是把他逐出家门了？呸！拿500，不，拿300两给他。老太太心疼得直抽抽，他家底子薄，这些年全仗着许氏给的孝敬钱多。老太太又恨又气。裴氏尚未进门时，婆媳俩仿若亲母女，可真正进门却又互相生厌。娘，300两只怕有些少。老娘真是欠了你的。他还剩6000多两，那是他的棺材本啊！跟着许氏过了18年好日子，他还从未有过如此窘迫的生活。再给200两。娘，实在是咱家最近不顺，娇娇想要拜一拜。您瞅瞅，自从侯爷和离，被陛下斥责降职，怀根乡试翻到10号，又大病一场，好好的解元成了陆晏殊的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您说是不是？裴氏语气柔柔，说话有理有据，竟让老太太平息了怒气。老太太神色微动，咱家所有的好气运，好像都到了陆昭昭身上。她讨国债，当朝阳公主，咱家越来越倒霉。老太太眼睛猛地一变，裴氏看了眼老太太，又见女儿轻轻摇头，裴氏便闭了嘴。听说呀，有的人会吸气运，难怪今年如此不顺。这死丫头当初就该溺毙。老太太眼底露出一丝狠意。现在她被许氏护着，咱们还能做什么？陆景瑶不经意说道：孙女儿听说生辰八字可以借命，若是能把她的命借出去就好了。老太太眉头微挑，将此事暗暗记在心中，便不再说话。待老太太离开，娘，瑶瑶好不甘心，委屈我的瑶瑶了。你放心，娘定给你报仇。她那条贱命，我看有几天可借。娘，你去朱雀街看看。裴氏一愣，朱雀街那边住的都是前朝罪臣，甚至前朝皇室薛家都住在此处。先皇推翻前朝后未表仁义，并未将皇室赶尽杀绝，也因着这一举措笼络了许多前朝臣子继续为北昭效力。但皇帝对于朱雀街的监视从未停止，毕竟皇帝也不知朝中还有多少人心系前朝。
薛家还想推翻北昭呢，可唯一的皇室血脉快不行了。裴氏眼睛一亮，陆昭昭是昭阳公主，皇帝亲信，前朝皇帝薛家必定恨到极致。若能借命陆昭昭给薛家续命，薛家只怕毫无顾忌。你剃度出家吧，3日后我接你回府，以高僧身份住在侯府。男人当即欢天喜地地离开。借故在朱雀街附近转悠一圈，倒也不曾与薛家接触。他还不想死，只隐隐透露出昭阳公主八字硬，气运强，难怪陛下收她为义女，引起薛家兴趣。裴氏看着丫鬟，万万不可将昭昭的八字遗失，当心被有心人借运借命。丫鬟将白纸藏在荷包中，两人又在城中转悠一圈，这才施施然回府。一进侯府大门，写八字的纸可还在？丫鬟一摸荷包，果然荷包空空如也。裴氏笑得见牙不见眼，摸了粒碎银子赏给丫鬟，丫鬟这才笑眯眯地谢恩。此刻皇帝也正为薛家发愁，祭祀，薛家有什么脸面求祭祀？若不是先皇心软，皇帝眼露凶光，当初就该绝了前朝陵墓，非要养着，以示皇恩。如今将烂摊子留给朕，朝中那群臣子表面上效忠朕，背地里还关注着前朝呢。如今朕反倒不好动手。竟有不少朝臣同意薛家祭祀。薛家皇陵尚在，薛家想祭祀，自然要宣平帝同意。估摸着是薛家最后的血脉不行了，想要祭薛家皇陵，留下最后一丝血脉。若能彻底断了前朝的念想，那便彻底安稳。听说薛家最后的血脉病重，若能就此断绝血脉，多好！陛下，方才探子传来消息，薛家似乎想要借命给薛皇续命。是的，他们暗戳戳地取薛皇，同音薛皇。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皇帝一愣，借命？是，他们寻了个气运不凡、福泽深厚之人借命，甚至宣称借命成功能光复前朝。借谁的命，竟能颠覆北昭？皇帝气急反笑：昭阳公主。你说谁？他们想借谁的命？太子却是眉宇弯弯：大喜大喜啊，瞌睡来了送枕头。父皇，您的心病马上药到病除，甚至能以绝后患。陆昭昭的命岂是凡人能借的？昭昭，昭昭！荣彻趴在墙头上，小声地唤着陆昭昭：昭昭，帮我把簪子放在你娘床头好吗？荣彻亲自给许氏做了个发簪。荣叔叔，那是我亲娘，我是会出卖娘亲的人吗？荣彻一言难尽地看了他一眼，从兜里摸出个油纸包。这是叔叔给你买的烤羊肉包子，刚出炉，滋滋冒油。这不是吃不吃的事儿，我不能出卖娘亲。荣彻又掏出个油纸，啊，真香啊！烤羊腿鲜嫩爆汁儿，刚出炉的。下不为例啊！我这不是出卖娘亲，是给娘亲多提供选择。荣叔叔放心吧。陆昭昭拿着簪子刚入门，便听得登之进门禀报：夫人，钟永侯那边说是老太太快不行了，强撑着最后一口气，想要看看几个孩子们。刚刚裴氏亲自前来报信。当真？可请太医看过？听说请了太医。裴氏说，若几个公子来不及回侯府，可请昭昭先过去。昭昭？不行。但老太太若真的就此撒手人寰，作为曾经的孙辈，连最后一面都不肯相见，只怕会被千夫所指。世道就是这么不公平，要死都不安宁。陆昭昭隐约听得祖母不行了，便将簪子递给玉琴。娘亲太忙啦，昭昭要帮娘亲做事。她带着玉书偷偷出了门。叔叔，我要买棺材，
我祖母死了，要最大最好的哦。最贵的棺材360两，请问送到哪一家？中永侯府。祖母走得急，府上没备棺材。掌柜请了4个人跟在陆昭昭身后，陆昭昭前头引路。小姑娘，你去哪里呀？我祖母死啦。有朝臣恰巧路过。朝阳公主，您这是去哪里？祖母死啦，昭昭去送她。朝臣一惊，当真？真的呀，裴夫人亲自来报的信。他亲耳听到的，祖母不行了。玉书站得远，压根儿没听到，但他知道裴夫人在门口候着。哎呀，怎么突的就报丧了？钟永侯陆远泽在朝堂虽不打眼，但老钟永侯却是正儿八经的开国功臣。大家看不上陆远泽，但看在老侯爷的面上，老夫人身死，只怕同僚也要过去祭拜的。朝臣当即匆匆离去，转头消息便传开了。陆远泽刚出宫门，便听得同僚满脸悲痛地劝道：“陆侯爷节哀。”陆远泽不解，同僚见他迷茫：“老夫人没了，这会儿大家都前往侯府吊唁，准备送老太太一程。”陆远泽神色大变：“娘，没了！”当即颤抖着对同僚道谢，红着眼睛赶回侯府。陆昭昭买的棺材刚抬到侯府大门口，便碰上吊唁的众位大臣。棺材到了，请让让。门房听得动静，瞧见门外乌压压一片人，吓得白了脸。怎么？请问侯府老太太在哪里呀？可要早些入棺材室。此话一出，老太太指着他哆哆嗦嗦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娘，你没死。现在这个情形，老太太还不如死了。早上裴夫人来家中说你死了，要昭昭过来呀。昭昭用压岁钱给祖母买了口大棺材。陆昭昭拍了拍自己，一副骄傲的模样。昭昭是不是最孝顺的崽？老太太颤抖着手指指着陆昭昭，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她原本装病重，打算骗陆昭昭过来，拿他贴身之物给薛家做法借命，可他怎能说出口？祖母，你要躺进去试试吗？看看合不合身呀？孽障，你这是诅咒我！裴夫人来府上说您不行了，还哭着来的呢。不信到处问问，大家可都看到了。陆远泽哪里不了解母亲，见他说话含含糊糊，只怕有猫腻。他咬了咬牙，母亲年迈，近日隐有些糊涂，她喜爱昭昭，只怕是想念孩子，才出此下策，一时犯了糊涂，给大家添麻烦了。明日远泽必定登门道歉。陆远泽心口都在发麻。自从许氏和离，钟永侯府天天闹笑话，日日上京城头版新闻。陆远泽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将朝臣劝走。祖母，我是你最棒的崽崽吗？哼。那等你死了，我可以吃第1轮席吗？孽障啊，咒我死啊！孽障，你就是来讨债的，我怎么有你这个孙女儿？老太太气得心尖尖疼，整天惦记着吃席。吃，没出息的东西，脑子里只知道吃。你看看景瑶，再看看你。陆昭昭失落地瞥了他一眼，这么贵的棺材，席都不给吃，早知道送他一床烂草席得了。陆远泽看了眼陆昭昭，如今她可是皇帝疼做眼珠子的朝阳公主，他甚至不敢大声责备：“娘，您今日到底闹什么？要侯府成为全京城的笑话吗？”我只是想念昭昭，你能不能留昭昭在府上小住几日？咦，老太婆，你想屁吃？咦，老太婆，你想屁吃？娘，
昭昭如今已不是侯府人。怎么不是了？他生是陆家人，死是陆家鬼，逐出族谱又怎样？断亲书又怎么样？那都是你的血脉。行了，娘，昭昭已上了玉蝶，她是皇室人，她是昭阳公主，不是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孙女儿。陆远则神色严厉，他如今不得皇帝喜爱，不敢再得罪陆昭昭。那可否让昭昭留一件衣物，给祖母做个念想，全当了却这场缘分？老太太似乎退而求其次。昭昭，你愿意吗？当然不愿意。我拿钱买可以吗？陆昭昭眼珠子滴溜滴溜转，比了3个指头。老太太咬了咬牙，让奴仆取来3000两，眼神阴狠地看着陆昭昭。死丫头有命拿，没命花。陆远则只觉那股违和越发明显。老太太讨厌陆昭昭，可如今老太太花3000两买陆昭昭衣服，简直荒谬。陆昭昭，我用3000两买你身上之物，你可愿意？一字一顿极其清晰。陆昭昭瞅着天空中汇聚的灵气，哟，借命之法，嘿嘿，借我的命，你认真的吗？陆昭昭点了点头。你没张嘴吗？回答我。我愿意。声音清脆响亮，借命之事已成，再无反悔余地。老太太眉宇含着一丝喜意，飞快地把钱塞陆昭昭怀里。陆远则不傻，瞧见老太太仿佛誓约般的问话，隐隐猜到些眉目。你没有什么话说吗？陆昭昭问了钟永侯一句，名义上的生父，若他阻拦一句，陆昭昭便会给侯府一次机会。连爹都不会叫的孽障，本侯能有什么话说？陆昭昭笑了笑，将随身手绢递给老太太。那这是我从小用到现在，有我的气息。老太太闻了闻，还有丝丝奶气，当即满意地收起来。待陆昭昭离府，他的生辰八字我卖了5万两，你别多事，全当不知罢了。他这条贱命能给贵人续命，是他的福气。陆远则一语不发，沉默着离开。奴婢听说有的大师会用生辰八字和贴身衣物作怪，侯府不会想害您吧？方才玉书没反应过来，如今怎么想怎么不对。巴不得作怪呢，不许告诉良亲。他骗人，他没生病，他骗咱们的。小家伙告状：你这丫头竟然给老太太送棺材，可要将她气死！哎，她没为难你吧？许氏仔细检查，发现没有异样，才作罢。没有呢，良亲。嘿嘿，好戏要上场溜。许氏一愣，想要再偷听2句，便见他带着玉书扬长而去。夜里，陆昭昭躺在床上，只觉一道虚无缥缈的声音：陆昭昭，你可愿接受50年与薛皇续命？陆昭昭，你可愿接受50年与薛皇续命？耳边不断的盘旋，仿佛他不开口，声音便不愿离去。好啊。话音刚落，他体内便被抽出一道细细的光芒，那是他的寿元。陆昭昭笑眯眯地坐起身。让我看看谁家祖坟炸啦？朱雀街薛家。皇儿，我的皇儿啊，你一定要挺过这一关呐！娘，借到寿了吗？听说童子血能延年益寿，这几日他时不时饮用一碗，可依旧毫无好转迹象。薛家的地下室藏了2个小乞丐，哪有那么容易接受呢？需要气运过人、福祉深厚、八字过硬的人才能接受成功，而这等人一般家境优越，又哪里愿意接受啊？唉。
我是薛氏皇族唯一的子嗣，能为我接受，是他们的福气，谁敢拒绝？难道他们不想光复前朝吗？百姓都是白眼狼，当年吃着我薛家的饭，如今却歌颂北昭皇帝的好。明明是北昭皇帝篡位，推翻了薛家天下，我薛家列祖列宗如何安心呢？高人那边准备的如何了？话音刚落，便听得门外有人低声禀报：成了，接受成功，只等明日趁着祭祀做法。有救了，我们薛家有救了！薛皇面露喜意。朝阳公主生辰八字极好，乃宣平帝最疼爱的义女，若能借她寿元，定能沾几分气运，还能重创宣平帝，让宣平帝痛不欲生。该死的宣平帝也尝尝心痛的滋味。朝阳公主为薛家借命，光复薛家皇室是她的福气。让人准备明日祭祀所需，再禀明皇帝，我薛家要祭薛家皇陵。薛家虽是亡国君，可几十年不曾祭祀先祖，难道宣平帝这也要拦吗？薛皇强撑着一口气，当即让人送书信入宫。此刻皇帝看着案前请求，冷笑一声：当真可笑，薛家都亡国了，还祭拜什么皇陵？行，要作死，朕不拦你们，将前朝旧臣全部送去同刑瞻仰，朕不予追究，不予降罪。大太监看着皇帝，陛下气懵了。平日里陛下可忌惮宣家联系旧臣，如今气疯了。去，都去，朕绝对不降罪。借吧借吧，你借谁的不好，你借昭昭的，朕让你们亲眼看看薛家如何自取灭亡。皇帝招手换来暗卫，虽知晓昭昭厉害，但也不敢掉以轻心。等天亮，将昭昭请进宫。若昭昭有爱，便立即放信号，打断对方接受。第二日天亮，陆昭昭便被请进了宫。皇帝爹爹，哎呦，朕的心肝啊！快让朕抱抱，看有没有胖。娘亲说，女孩子不能说胖。好，好，好，朕不说啊，真乖。薛氏皇陵无人打理，如今显得萧条。一些老臣念旧情，偷偷抹了眼泪。宣平帝竟然让旧臣一同祭祀，到底是曾经侍奉过的君王。两班人马皆是眼泪汪汪。东西拿来。女子便递上陆昭昭的手绢，又将写上陆昭昭生辰八字的黄纸一同点燃，扔进铜盆中。有的老臣低声说道：他们烧的手绢好似有些眼熟，只是许久想不起哪里见过。他们好像在进行某种仪式，心头隐隐有某种猜测，可又摸不清真相。祈求上苍，求上苍垂怜，护佑薛家开枝散叶，长命百岁。光复前朝这句话没敢说出来。将你的血滴在铜盆中。薛皇飞快地划破手指，将鲜血挤进铜盆。借命开始，鲜血触碰火焰的那一刻，突的一声，火苗冲天窜起。薛皇今日借命陆昭昭50年，请上天见证。话音刚落，天地间传来一阵阵恐怖的雷鸣。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变天了？高人心头一惊，天地异象，神灵动怒。只是借个寿而已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天地动怒？他平日里没少做害人的勾当，可从未引起天地异象。你们到底借了何人的寿？这是上天庇佑之人。不只是上天庇佑，不只是上天宠儿。闯祸了！闯祸了！他好似察觉到危险，扭头狂奔，可还未跑出10米，
高人倒在血泊中，切不得！当场气绝身亡。薛氏族人呆了，一众老臣更是毛骨悚然。怎么会这样？薛黄头皮发麻，这一刻他好似感觉到了什么。不要！浩瀚的天空中，数道雷声蜂拥而至，直直地朝着薛氏皇陵而去。众目睽睽之下，薛氏皇陵被3道闪电劈中，当场炸开。薛氏最后的念想当场粉碎，祖坟炸了，薛氏皇陵炸了。薛黄大口吐血，俨然已经只剩一口气。皇儿，上天啊！薛家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竟要这般绝薛家后路？薛黄不行了，仅有的半年寿元都没了。旧臣们打了个哆嗦，薛氏完了，当场扭头，忠心的回家投靠皇帝陛下。高人死前一直说戒不得，难道是八字出了差错？不行，回去找忠永侯府。皇陵被雷劈，上天降雷罚，早已传得沸沸扬扬。宣平帝心潮澎湃，大喜。昭昭，你可真是朕的宝贝，炸了薛氏皇陵，可就不许炸我的喽。而忠永侯府亦是要承受薛家怒火。前朝皇陵炸了！炸了，被雷劈的，定是作恶太多。还是当今陛下好呀，造福黎民百姓。该死的东西，什么钱也敢骗，给我滚出来！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裴氏匆匆而来，便见薛家浩浩荡荡、怒气冲冲的模样。好你个裴氏，故意透露陆昭昭生辰八字，诓骗我们！老太太还收薛家5万两，黑了心肝的东西，竟是害得皇陵被雷劈。裴氏一愣，并未诓骗你们，那就是陆昭昭的八字。呸！还敢骗人！他的八字，他的贴身之物扔进火盆，便炸了皇陵，定是你们想害薛家，一群丧良心的东西！老太太应声而来，烂心肝的东西啊！卖孙女寿元换钱，烂心肝的东西啊！天哪，这是亲祖母能干出的事儿吗？竟然拿孙女的生辰八字借命！呸！烂货，一家子烂货！老太太气得倒仰。你说好双方保密，保密？保什么密？我薛家皇陵没了，皇儿不行了，都怪你那该死的借命！他只知道问题出在生辰八字上，却又不知具体为何。还钱！砸！给我狠狠地砸！手一挥，薛家下人便疯狂地在忠永侯府打砸。最毒妇人心，卖孩子生辰八字接收，只有你们能干得出来！薛夫人气疯了，她原本该是太后命呢，如今全都没了。住手啊！还有没有王法？陆昭昭的八字给你们了，还想做什么？我们没骗薛家。老太太的解释无人在听，薛家需要发泄，他们将忠永侯府砸了个稀巴烂，直到忠永侯带人回府，薛家才拿着钱扬长而去。贫穷的忠永侯府雪上加霜。当夜，前朝最后的遗孤没了，薛黄暴毙而亡，血脉就此断绝，皇帝心病全消。昭昭能养家啦！娘这辈子看男人的眼光不行，生的孩子却是一个比一个厉害，靠儿女起飞当真少见，她这辈子脸面都是儿女挣来的。明日镇国公府老太太60大寿，你与娘同去如何？镇国公想要大办，文武百官皆要过去贺寿。镇国公老太太便是荣彻的亲娘，亦是皇后的母亲。陆昭昭点头应下。昭昭也没有能送出手的东西，送个增寿符吧，送3年寿元。哎呀，够
够不够排面呀？荣叔叔对我还不错的。3年寿元，太够排面了好吗？许氏心头狐疑，他家昭昭驱邪增寿，镇宅保平安，样样皆行，到底是啥呀？他何德何能生出这么个小福星呢？夜里便听说中永侯府大门被人砸了烂白菜和臭鸡蛋，据说是赌书的百姓盛怒之下砸的。府上不顺，你别多费一些心力。裴氏请来的高僧住在小佛堂，大抵因为侯府不顺，老太太越发虔诚。今夜儿媳便在佛前跪通宵，跟着高僧念经，以示虔诚。老太太含笑点头，如此极好。远则近来不回府，辛苦你了，也莫要太累。明日镇国公府寿宴，万万不能误了时辰。裴氏笑着应下。娇娇，你这招可真高，咱们一家终于能安安稳稳住在一起了。2人佛前偷欢，与老太太一墙之隔。天色刚亮，裴氏一身酸疼。你快收拾收拾，莫要被人发觉异样。自己回到主院，陆景怀已经站在院中。母亲，您从何处回？陆景怀目光带着审视，眼神落在他耳尖上，仿佛利刃。裴氏心头突突，压了压心头的慌乱。你祖母让我去德善堂祈福念经，念了通宵，此刻刚回。他知道陆景怀极其抵触那个男人，绝不允许他与那个男人厮混。裴氏有意避着他，他至今不曾见过高僧的模样。陆景怀目光收回，只眼底暗藏着几分狐疑。怀哥儿，你近来是否对云锦冷淡了许多？江父已是2品，将来对你仕途有益，你也哄着几分云锦。云锦心悦你，哄哄便好。你莫要整日跟在静离圣女身后，江家不满。本来陆景怀不曾拿下解元，还输给陆晏殊，就惹得江家有意见。江云锦与你抱怨了？哼，无非是看着陆晏殊有前途，后悔了。娘不必担忧，江云锦已是我的女人，除了嫁给我，她别无选择。你可要注意身子，会试定不能再生病。娘还等着你参加殿试，捧回前3甲，否则你爹那里也不好交差，娘的地位尴尬。景怀，你要争气，不能输给许氏的孩子。今日我随娘去参加镇国公府的寿宴吧。镇国公府地位超然，静离圣女也会前往。我的狗停哪里？您这狗算宠物呢，还是算坐骑呢？陆昭昭挠头，玉书笑得直不起腰，急忙将追风抱回马车。追风长得膘肥体壮，当心被人宰了吃肉。陆昭昭拍了拍肚子。我怎么觉得好像在说我呢？嘘，我带你吃大瓜。2人猫着腰跟在陆景怀身后。陆景怀今儿穿得格外清隽俊朗，避开侍从，一路进了镇国公府后院。陆景怀这段时日想来与静离圣女混得颇为熟悉，他用圣女给的信物支开了侍女，警惕地左右看了看，进了房内。奴婢方才听说静离圣女有些醉意，在后院歇息，不会让她得手吧？陆昭昭嘿嘿一笑，下手？笑死，怕是陆景怀一生的噩梦吧。圣女，我来了。玉书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。静离圣女，陆公子，好似不胜酒力。陆景怀喉咙一紧，脸色微红。静离圣女，景怀扶您喝些醒酒茶吧。你为何总是对我献殷勤？你是不是对所有女子都这般殷勤？当然不是，我心悦圣女，我只对静离一人献殷勤。陆景怀神色坚定，眼神痴痴地看着静离圣女。你的情诗是不是也为别的女子写过？不曾，
景怀只为静离一人而写。2日后你就要大婚，娶别人了，一边抱着我对我诉说情话，一边准备娶妻。陆景怀，你还想享其人之福吗？我没有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从未爱过他。陆景怀痴痴地看着静离。静离，你还不知我的心意吗？我不会娶她，我心中已有挚爱，我的心中无法再装其他人。我知晓你身份高贵，我不敢奢求娶你，但我的正妻之位会永远为你而留。陆景怀眼眸泛红，一双眸子好似含着无数情意。静离，我不敢奢求你的回应，就让我卑微的爱慕你，可好？静离圣女定定地看着他，红唇轻启。不要总皱眉，静离要开心呐，景怀会心疼。所有人都敬着我，尊着我，连同西岳皇帝也不敢冒犯我，唯独你愿意对我剖开真心。静离微微敛眉，浓密的睫毛微颤，似乎动了情，却无一人问我开不开心。陆公子，你是第一个。陆景怀呼吸微微粗重，轻轻咽着口水。不论我什么样，你都爱我如初吗？自然，不论静离什么样，在我心中皆是高不可攀的神女。陆景怀抬手轻轻解开静离的衣襟。景怀必定给圣女一个交代，给圣女名分，圣女便给景怀留个念想吧。他双手颤抖，女子一旦失去清白，还不是任由男子做主？静离身份高贵，那又如何？女子就该臣服于男人。陆景怀手掌游走，静离圣女却是笑盈盈地看着他。我什么样你都喜欢，那你不要害怕才是。静离圣女抓着陆景怀的手，一路探进胯间。陆景怀神色微喜，可狂喜还未达眼底，他脸上笑容缓缓移至，他惊恐地看向圣女，整个人仿佛见了鬼一般。你有的我也有哦，景怀哥哥。红唇吐出冰冷的话语，让陆景怀如坠谷底。景怀哥哥，不是说好的不论任何模样都爱我如初呢？景怀哥哥怎么抖如筛糠呢？是太激动了吗？是自卑自己本钱不如我吗？陆景怀见鬼似的后退，神情从未有过的惶恐不安。静离圣女是个男人，他每日送情书写酸诗，抛媚眼儿表露情意，对方竟然是个男人。他看着自己的手，他脏了。陆景怀猛地转身想要逃，景怀哥哥怎就走了呢？静离多伤心呢！难道嫌弃静离是男人了吗？此话更是吓得陆景怀浑身打哆嗦。来都来了，怎能不招待景怀哥哥？屏风后竟走出3个壮硕男人。圣女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景怀吧。是景怀有眼不识泰山，是景怀不该起歹心。静离圣女嗤笑一声，眼底满是不屑。好好招待我的客人。吱呀一声打开大门。小家伙，接下来少儿不宜哦。屋内惨叫连连。这是陆景怀撩妹史上的最大滑铁卢，也是走过最深的路。小家伙，偷看够了吧？我是路过。怎么不叫我了？陆昭昭顿了顿。静离圣男，语气试探，好似不知该如何开口。大可不必，叫我静离姐姐便是了。静离圣男什么鬼？陆昭昭平淡地哦了一声。我是男子，你好像一点也不惊讶。你这样真不可爱。天哪，圣女竟然是男人！那假假的模样看得静离眼皮子直跳。
罢了罢了，我何苦为难一个小家伙，简直给自己找罪受。男人心海底针，真不好伺候。小家伙可要管好嘴巴，不许透露出去哦。你要乖乖的。他瞥了眼玉书，玉书顿时点头。奴婢定会管好自己的嘴巴。你怎么是男孩子呀？陆昭昭很好奇。西岳圣女，传闻从出生就要选定，按理来说会验明正身呢。我与妹妹原是龙凤胎，妹妹出生就被抱走，她叫静离，我叫静离。3岁那年，妹妹因病过世，便由我顶替。你那哥哥真不是好东西，不知从哪里剽窃来的诗词，竟也敢拿来骗人。我若不收拾他，便会有别的女子吃亏。他才不是我哥哥，我大哥是解元，以后还会是状元。陆景怀不配，我的3个哥哥天下第一好。小家伙一副受到侮辱的模样。好好好，他不配啊。小家伙，你想不想跟我回西岳？西岳人美景美，美食众多哦，能拔出朝阳剑之人，绝非等闲之辈。昭昭听得美食，颇为心动。那你有西岳美食给我尝尝吗？万一吃不惯呢？静离圣女听完只觉有理。明日起，我便每日让人给你送些西岳美食，你若吃得惯，便跟我走，如何？2岁的孩子没脑子，真好骗。玉书急得跺脚，偏生又不敢开口提醒。待听得院外有人来禀，静离才戴起面纱，施施然离开。姑娘，你怎能答应他去西岳？若夫人知晓，只怕要哭死啊！玉书满脸焦灼，小小姐真好骗，被人卖了都不知道。去西岳？美食都尝够了，还去做什么？骗他玩儿。玉书心想，他这脑子合着光长美食上了。昭昭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吃了点瓜。吃瓜？这天气寒冷，可别吃瓜，当心受凉。大瓜都给我吃撑了。陆景怀想把静离圣女生米煮成熟饭，结果静离是男人，饭被静离圣男煮熟喽。娘，你怎么呛着啦？娘无事，娘只是吃瓜太猛，这顿饭她都吃得没滋没味儿，反倒是陆昭昭趁许氏不注意，偷偷吃了许多肉。娘亲，带个鸡腿给追风吃啊。宴席结束，众人早已离席，镇国公府这才安静下来。送你增寿符1张，不要嫌弃。老太太满脸狂喜，镇国公酸溜溜的。我明年也想办大寿。明年也送你。镇国公笑得合不拢嘴。增寿符借我带1天，我要去老家伙面前炫耀炫耀。拿去，只借1天啊！你若不还，当心夫妻感情破裂。镇国公悠哉悠哉地走了。老太太让人搬来账本。芸娘呐，你瞧瞧，这是咱镇国公府的家底儿。别看咱家低调，咱家有钱，贼有钱。许氏无语。老太太将一张张地契一个个铺面尽数摆出来，直接将家底儿交了个干干净净。老太太一句话没提容彻，但句句都是容彻。娘，我去喂狗。他一口再一口鸡骨头给追风，他一口再一口。陆昭昭打着嗝问道：追风，你吃饱了吗？昨夜小小姐吐了，见您已经睡下，便不曾禀报。许氏一惊，昭昭如何了？难道昨日受了寒？以后昭昭若有事，万万不可瞒着，无论何时都要告诉我。许氏当即朝朝阳院而去。夫人，昨儿夜里姑娘一直喊肚子疼，揉了半夜都无法缓解。奴婢明明看着她用的晚膳呢，并未吃撑。
好在突完便缓解，并未有大碍。早知道不偷吃追风的狗食了。昨晚撑得肚子难受，都吐了。许氏又气又笑，心中气他偷吃，又笑追风背锅，难怪嚎了一夜。早上不必给昭昭准备吃食，喝几口牛奶，吃些山楂糕便是。是，可要请太医来看看。孩子饥食，便不必惊动太医，免得陛下担忧。哟，郑国将军当车夫，我娘真厉害。小家伙在心里打趣儿，惹得许氏嗔怪地看他一眼。娘瞪我做什么？难道我在这里碍眼了？那我走。许氏无奈至极，荣彻像个憨憨似的傻笑两声。真像一家三口。许氏偷偷叹了口气，昭昭面上是个闷葫芦，心里咋那么多话？马车吱呀吱呀地往前，突的一辆灰扑扑的马车急匆匆在药馆前停下，隐约瞧见裴氏的身影。果然，裴氏面色难看地下车，马车上似乎还能听见压抑的痛呼声。陆景怀，他们戴着面纱做什么？见不得人吗？他怎么屁股朝天趴在马车里面？只见裴氏和陆景怀都戴着面纱，一副做贼似的心虚模样。当心被人撞到，不许探出脑袋。许氏神色严肃地说完，然后自己霸占了昭昭的位置，眼神灼灼地看着医馆。咋地？光撞我脑袋？瞧见母亲半个身子都探出去，陆昭昭不由挠头。咦，这是我那端庄的闺女母亲吗？许氏支起耳朵差点跌出去。大夫，有没有什么药能医治那等地方？小药童一脸惊讶。伤在哪里？怎么伤的？什么症状？夫人，您不说清楚，小的怎么知晓伤了哪里呀？可瞧见对方扭扭捏捏，含含糊糊，似乎伤了隐私处。裴氏羞愤欲死，他趴在药童耳边轻声一句，惊得药童差点跳起来。务必拿些好药，不拘银钱。明儿景怀和江姑娘大婚，怎能出岔子啊？药童嫌恶地看了眼裴氏和陆景怀，随即跑回柜台，对着大夫叽叽咕咕说了些什么。大夫见多识广，慢吞吞地捡好药，开了些药。裴氏也不看，抓出一把银钱塞给对方。劳烦夫人转告公子，有些事要节制啊。裴氏甚至来不及回答，便飞快地爬上马车离开。你现在的男人玩得真花。我玩的不花，一点儿也不花。许氏见他一副憨憨模样，扑哧笑出了声。娘，让我也看看呀。小孩子家家，看什么八卦？会烂眼睛。那您还看？我老了，我不怕瞎。陆昭昭气得龇牙咧嘴，抬手便狠狠抽了自己一巴掌。你做什么？我要抽死你最爱的人，让你心痛。许氏无语，张了张嘴又闭上，一言难尽地看着昭昭。天菩萨，他的昭昭怎么这么可爱？心痛了吧？知错了吗？痛死我了！知错了，娘知错了，娘再也不忽悠昭昭。陆昭昭得意地扬起下巴。我可真聪明，我可真是个大聪明，让娘亲认错了耶。昭昭脸怎么通红？这是胜利的标志。三舅舅一脸不解，又亲自谢过荣彻。许三爷客气道：多谢荣将军送小妹回府，要不进来坐坐？哎，好，那就叨扰了。荣将军进了正堂，许家众人瞧见荣彻，皆是一愣。荣将军恰好顺路，送我与昭昭回府。哎呦，咱家小土豆回来了，快给祖母抱抱。外祖母，昭昭想你，想得吃不下饭。昨儿还偷吃追风晚饭，夜里撑得吐呢。外祖母一听，别提多心疼。外祖母的心肝宝贝呀，想家就回来，许家本就是自己家，
你娘非要住外头。老太太瞪了眼许氏，许氏抿唇偷笑。许老太傅听得荣将军上门，便邀了荣彻去书房喝茶。荣彻小心翼翼地偷看许氏。芸娘，我能去吗？想去就去，问我做什么？腿在你身上。老太傅不解，平日里荣将军在朝堂上大杀四方，咋今儿怎么这么唯唯诺诺？不对劲儿，不对劲儿。待荣彻离开，你与荣将军，我们是普通朋友。许氏原想着还不曾捅破窗户纸，便先瞒着。他想当我爹。此话一出，直接戳破许氏的谎言，满堂皆惊。哎，娘，昭昭胡说呢，芸娘没想过在家。他说要来我家上门。老太太瞪大眼睛，郑国公可就一个儿子，你俩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？陆昭昭嘴巴一闭，一个字儿都不肯说。他说他不是来拆散这个家的，他是来加入这个家的。他说如果他当我爹，带我吃遍天下。以后娘不给我肉肉吃，他给我偷，娘打我，他帮我拦，等我上学了还可以帮我写作业。陆昭昭眨眨眼睛，许氏眼皮子直跳。你呀还年轻，又被陆远泽蒙蔽，娘是真心疼你这一生啊。在娘家没受过半点委屈，在婆家受齐了。你带着儿女单过，舍不得孩子，荣将军愿意上门，正好啊。而且荣家家风清正，荣家老太太也是好脾气，只是荣将军30好几，不曾婚配，也不知是不是有什么隐疾呢？老太太神情担忧。这是荣叔叔给我的。老太太接过纸张一看，体检，还是全身性检查。老太太也算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了，可没见过这么……哎，上面还有3个太医的签名呢，诚意满满呢。小妹，这个比陆远泽好，而且来上门哎，他竟还给你体检单。陆昭昭打了个哈欠，点头。老太太笑得合不拢嘴，许氏一张老脸爆红。不急，暂且多相看相看。郑国公府他是10000个满意。众人笑着打趣儿，见许氏脸红，这才止了话头。老三家的，你抱抱昭昭。当年呐，昭昭出生，听说长公主和秦夫人抱过昭昭都怀孕了。不能抱，不能抱，孕妇不能抱昭昭。你说什么？3舅母怀孕了，肚里有宝宝喽。岑氏喜极而泣，老太太当即请府医来瞧瞧。恭喜3夫人，贺喜3夫人，3夫人怀孕1月有余，您体质有些寒凉，我先开2副安胎药吃着。老太太喜不自胜，昭昭真是小福星呢。自从有了昭昭，给许家带来多少喜事。护国4方丈也是个蠢货，非说陆景瑶命格贵不可言。老太太突的一愣，忠永侯府不会会错意了吧？午膳，昭昭，你昨夜里胃疼，今日可不许吃荤，多吃些素菜。满桌子色香味俱全的美食，陆昭昭擦了擦口水。一定很难吃吧？眼睛偷偷看着桌子。一看就很难吃。好吧，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。你给我尝一口。其实也没有很想吃，其实我经常吃。其实我真的很会装，给我留一口。看给孩子馋的，都馋出毛病，神志不清了。老太太亲自给他加了块蜜汁鹌鹑。谢谢外祖母，外祖母长命百岁，福禄天齐。许氏惊讶地看着他，他为了吃，竟然学会用词儿了。夫人，陆婉仪出事儿了。陆婉仪浑身是伤的倒在忠永侯府门外，
说是不行了。这会儿老太太哭天抢地的闹着呢，她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感受。过去瞧瞧，许是只想看看她自食恶果。马车行至忠永侯府外，便被围观的百姓挡了路。婉意呀，婉意，你再撑一撑，大夫马上就来了。我的婉意啊，杀千刀的顾灵，你竟敢搓磨我女儿！大夫怎么还没来？裴娇娇，快去寻大夫啊！陆婉意浑身是伤，她甚至不敢移动分毫。今年府上多事儿，她早已忘记女儿许久不曾回娘家。这状元郎是你亲自求的呀，他怎能如此对你？大夫把脉后，又查看她身上的伤痕，轻轻摇了摇头。这位夫人伤势过重，且旧伤极多，这次伤及肺腑，只怕药石无医。夫人强撑着一口气爬回侯府，脉象早已是油尽灯枯。果不其然，刚说完，陆婉意便大口大口吐血，吓得老太太浑身发抖。我的婉意呀，快请侯爷回来，快请侯爷回来！我错了，嫂子，我错了，救救我！他错了，他真错了。陆婉意缓缓闭上了眼睛，老太太疯了一般哭泣。陆远则赶回府时，陆婉意早已气绝身亡。我即刻进宫面圣，定要他顾灵给侯府一个交代。众人哗然，谁也没想到堂堂侯府嫡女竟然被生生搓磨2年，活活打死。更想不到温文尔雅的顾灵竟有如此残暴的一面。许氏放下帘子，心中平静无波。他同情吗？并不。若不是偷听昭昭心声，惨死的便是他与儿女，比陆婉意下场更凄惨，更绝望。陆远则，你的报应虽迟但到。哥哥姐姐们，高考在即，昭昭祝你如破竹之势，势不可挡，如龙腾云海，勇往直前。在这人生的转折点上，愿你以梦为马，不负韶华，金榜题名，前程似锦。现在昭昭要开始赐你们幸运啦，快来接收吧。一路风雨兼程，终将迎来灿烂阳光。高考只是人生的一站，相信自己，勇往直前，未来可期。祝你高考顺利，前程似锦。我是陆晏殊，希望下个状元是你。又是一年高考季，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，乘风破浪，勇往直前。愿你披荆斩棘，不负青春年轮，加油！金榜题名，前程似锦。求陛下为妹妹做主啊！妹妹自幼饱读诗书，贤惠端庄，在娘家亦是被娇宠长大的姑娘，嫁去顾家竟然受此搓磨，如今更是被活活打死。陛下，求陛下为婉意做主啊！陆远则跪在御书房，痛哭流涕。好好的姑娘，嫁到顾家，竟然没了。陛下，此事另有隐情。忠永侯成婚18年，养外室18年，外室子和长子同岁。陆婉意生活在侯府，自小耳濡目染，亦不是个好东西。她对感情不忠，竟然私下养男人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怎能受如此委屈？这才失手将她打伤。陆远则气得暴起。婉意受你折磨而死，你竟然还往她身上泼脏水！陆远则脸色铁青，死死压抑着怒气。
什么叫顾某泼脏水？本就脏。许氏下嫁侯爷18年，侯爷面不改色的吸发妻的血，吃发妻的肉，陆婉仪又能是什么好东西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陆家家风不正，侯爷该自省。他被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污蔑，都是污蔑！陛下，顾灵污蔑微臣，婉仪绝不会养男人，顾灵其心可诛。他养外室，同僚虽有不屑，但从不曾闹到明面上。此刻被人捅出来，陆远则竟觉极其难堪，指着顾灵恨不得当众打死他。顾某哪里污蔑？侯府当年穷得叮当响，靠吃发妻嫁妆才缓过来，这满京城谁不知晓？陆婉仪就学了你这套，拿顾家的钱养外面的男人。你陆远则也没想到啊，顾灵竟然人身攻击，气得脑子充血，差点晕倒。比起侯爷，顾某可算不得什么，要说狠，还是侯爷狠。皇帝看够了狗咬狗，陆远则不是好东西，顾灵也不是好东西。自从关注昭昭后，他将昭昭身边所有人都查了个一干二净，包括他养的狗，往上数3代都是没咬过人的。顾灵的前科，他自然也清楚。行了，两人霎时住嘴，老老实实跪在殿前。顾灵年少穷苦，同样洗每日洗衣砍柴养活他。大冬天的，一双手长满冻疮，都在帮他转科考盘缠，他却将人打死。若早知他前科，皇帝压根儿不会点他为状元。打杀发妻，此乃重罪。若人人不尊发妻，不敬发妻，像什么话？将顾灵革职查办，若杀妻属实，便以重罪论处。顾灵浑身一软，瘫倒在地。皇帝瞥了眼陆远则，至于你，陆远则心都提了起来。朕记得，当年你在外地未归，老侯爷病重，还是许氏床前尽孝，日日侍奉送终，发妻操劳18年，你却养外室18年，当真狼心狗肺。陆远则面色苍白，额间大汗淋漓。你可知，近日薛家也日日上奏，说侯府老太太将昭阳公主的寿元借与薛皇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借昭阳公主的寿？陆远则，朕是不是给你脸了？陛下，家母年迈，被薛家蒙蔽，才被人利用，给了8字。陆远则心头发慌，早知今日不进宫了，正好撞陛下枪口上。昭昭亦是侯府亲孙女，老太太亦是疼她入骨，她是被人蒙蔽呀！求陛下饶命！求陛下饶命！亲孙女，陆景瑶与她同年同月同日生，怎么没见她借陆景瑶的寿？陆远则顿时说不出话，他哪里知道母亲竟然这般胆大，他现在都不敢对陆昭昭动手啊！昭昭从未上族谱，又被赶出侯府，算什么孙女？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侯府的爵位，朕看你也不必留着了。陆远则求饶不断，皇帝悠悠道：来人啊，夺了侯府世袭爵位，回府好好反省。皇帝一句话，直接将陆远则打入地府，一颗心沉入谷底。忠永侯爵位没了。陛下，陛下，求您开恩啊！陛下，家母冒犯昭阳公主，可以认错，求陛下开恩啊！他是侯府的罪人呐，老爷子辛辛苦苦打天下挣来的爵位没了。陆大人，请退下吧，陛下该歇息了。王公公神色淡淡，眼底不屑，你后悔的机会还多着呢。娘亲，可不可以给昭昭一个鸡腿呀？昭昭可乖可乖啦。小家伙眉眼微垂，似乎有些失落。今儿是个特别的日子，今儿是我曾经献鸡的日子，是我的忌日。忌日吃个鸡腿不为过吧？许氏心头一惊，他很少提及他的过去，心中也极少吐露心声。此刻听得他曾献祭，许氏心动不已。你还积食呢，今儿才忌口1天，而且你都超重了。太医说你要克制食欲，要少吃油腻荤腥之物。
许是怜惜他那句忌日，终究没忍住。罢了，待会儿让登之给你拿个鸡腿吧。哦耶，谢谢娘亲。小家伙耷拉的眉眼霎时神采飞扬。真好啊，别人只能过生辰，我还能过忌日，比别人多过一个节嘞。许氏无语，为什么你的脑回路总是千奇百怪？第二日一早，陆昭昭便被敲敲打打的声音吵醒。外面是什么呀？侯府娶媳呢。哦，错了，现在不叫侯府了，中永侯府的世袭爵位没了。据说老太太拿您的生辰八字借命，触怒陛下，让陛下把爵位削了。昨儿老太太生生哭晕过去。哎呀，顾灵下狱，陆婉义的尸体抬回娘家，现在还在府上停灵呢。今儿江云锦与陆景怀大婚，可真触眉头。那到底挂红绸还是挂白帆呀？快洗漱洗漱，我要去看看。陆昭昭急得很，这等八卦怎能没有他的身影？嘿，这新郎官骑马姿势怪怪的，好似屁股上长了针似的。他似乎不敢用力，面上看起来极其痛苦。花轿内的江云锦隐隐有些烦躁。这段时日，江家与中永侯府关系闹得极僵，因陆景怀，江家赌输了几万两，又因陆晏殊夺得解元，江家两老多有后悔，而陆景怀似乎对他也略显冷淡。他透过薄薄的红纱，瞧见街道旁身形如青竹般挺拔的白衣男子，男子面颊如玉，眉宇含笑。江云锦一怔，那是江家姑娘吧？便是你以前的未婚妻？有眼无珠，竟然抛下你选中陆景怀，你救他一命，他反倒退婚嫁给外世子，当真狼心狗肺，当真报应。或许是真爱吧。既然是真爱，那可要锁死一生，永远别分开才好。此刻江云锦亦是心头慌乱，恍惚间想起幼年时，陆晏殊年岁虽小，却总是人群中最耀眼的那一个。那般恪守规矩的人，屏退奴仆，偷偷对他说：“你既与我定亲，我定会好好待你，你别怕。”少年为救他，坐轮椅10年。可现在少年重新站起，比当年的他更加耀眼夺目。江云锦不心酸是假的。姑娘，奴婢方才看到他们竟然将陆婉义的棺材停灵在隔壁房间，暴毙的小姑子竟然送回娘家，今儿还是小姐大婚呢，姑爷到底在搞什么？暴毙枉死的尸体留在府中也不怕晦气。正厅办婚礼，隔壁停尸体，太不像话了。江云锦心头发慌，他退婚陆晏殊，另嫁陆景怀，真的不后悔吗？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陆家气氛颇有些沉重，毕竟隔壁还停着陆婉义尸体，老太太更是几次哭到昏厥，怎么也笑不出来。场中唯一笑容真切的，大抵便是裴氏了。长子大婚，娶2品大员嫡女为妻，足以让他挺起胸膛做人。而陆景怀只觉身上钻心的疼。喜悦圣女前来祝贺。陆远则急忙迎着圣女进门。听闻陆家大喜，特意来讨一杯薄酒，沾沾喜气。陆大人不介意吧？圣女光临，蓬荜生辉，圣女快请上座。嘿嘿，我真聪明，光明正大来吃席。拜见敬礼圣女，拜见朝阳公主。陆远则心头乱糟糟的，这原本是他的女儿呀，可他半点不敢攀亲戚，生怕再次惹得陛下动怒。目光看向圣女身后几个壮汉，几人抬眸朝着他努了努嘴，眼中溢出一丝调侃的笑意。陆景怀身形一震，勃然大怒：“出去！”此话一出，圣女脸色陡然阴沉。新郎官这是何意？这是不欢迎我们？陆远则怒瞪陆景怀一眼：“误会误会，圣女能来是陆家的福气。”他目光微冷，
暗暗瞪了眼陆景怀。陆景怀浑身紧绷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姑爷什么意思？以陆家今日的身份，完全是高攀小姐。行了，你也少说2句。双儿，你去清点嫁妆。双儿撇撇嘴，陆家给的彩礼真上不得台面。姑爷说好的借缘也差了10万8千里，还不如双儿！江云锦厉声喝道。双儿这才闭嘴，红着眼睛出去将嫁妆入库。小姐，您别多想，景怀公子上次时运不济，才考试失手，年后会时定给您争口气。陆家近来不顺，今儿冲冲喜，明日便转运。江云锦点点头，他神色微有些恍惚。陆景怀换了身衣裳，推门而入，陪嫁丫鬟悄悄退出门。陆景怀换了衣裳，擦了药，稍稍平复情绪，才回到新房。云锦，今日是我怠慢你了。昨日府上接连出现变故，景怀心头难以平复，还望云锦原谅我今日之过。我知你举步艰难，景儿不怪你，但你不能输给陆晏殊。这句话他压在心底没说。天色已晚，江云锦面露娇色，含笑着看着陆景怀。相公，该熄灯了。陆景怀听得此话，浑身僵硬，冷汗四涌。他强撑着笑脸，颤抖着双手解开江云锦的衣襟，呼吸接触的一瞬间，强忍恐惧的陆景怀理智当场崩断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他好似什么也想不起来，只记得那屈辱的一幕，抬起一脚便踹在江云锦心口上。更让他难堪的是，陆景怀竟猛地干呕起来。离我远些！离我远些！你什么意思？我令你作呕吗？江云锦从未受到过这等侮辱。你嫌我恶心，为何求娶我？陆景怀，你什么意思？陪嫁丫鬟听得声音，推门而入，瞧见这古怪的一幕。云锦，我并非有意折辱你。云锦，我定会给你赔罪。他无法启齿，甚至不敢泄露丝毫。他见陆景怀结结巴巴，说不出个所以然。你要搓磨我，也不必如此折辱我。我为你背叛陆晏殊，为你抛下他，成了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你竟这般对我，早知如此，我何必选？他突地住了嘴，陆景怀面上的愧疚一滞。好，说出真心话了是吧？你是不是后悔了？你后悔嫁我了？当初是你掀摊子的，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陆景怀气得夺门而出，江云锦低低地哭出声。他怎能嫌我恶心？丫鬟们面面相觑。新婚之夜，新婚夫妇恶语相向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他这个负心汉，他骗我！双儿满脸憋屈。还不止呢，奴婢实在憋不住了。陆家当真上不得台面，他们太欺负人了。小姐您的嫁妆差点没保住，小姐您的嫁妆差点没保住。按照惯例，婚礼第2日才清点嫁妆入库。素来儿媳嫁妆都属于私产，哪有婆家接手的？都是体面人家，还要不要脸？今儿下午奴婢去清点嫁妆，裴夫人竟然早已派人将嫁妆入库，幸好奴婢拦得快，否则早已搬走。双儿此话一出，众人都愣住了。体面人家哪有霸占儿媳嫁妆的？当时你与姑爷说贴心话，奴婢不好禀报，嫁妆被裴夫人拿走一部分，说是帮您保管。荒唐！嫁妆乃私产，他们怎能如此不要脸？说出去都要被人戳脊梁骨的。江云锦也被惊了一跳，裴氏素来一副通情达理的模样，竟会霸占她的嫁妆。裴夫人说您少不更事，涉世未深，不懂打理产业，正好归在府邸一同打理。众人皆是无语，对陆家更添一份鄙夷。传闻当年陆家本就清贫，是原配许夫人用嫁妆养着婆家，甚至
甚至连裴夫人和姑爷养在外头18年的花香都是许夫人的嫁妆。许夫人一和离，陆家便亏空的厉害。奴婢今儿打听了一圈，双儿嘴巴伶俐，出手又大方，打听到不少消息，说是陆家连奴仆的月钱都欠着。众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实在令人震惊。他们不会拿小姐的嫁妆养全府吧？毕竟他们有前科。寂静，诡异的寂静。还剩多少嫁妆？拿走多少？拿走1/3，剩下的已经收进司库，入了账册。将司库钥匙给我吧。江云锦知道他的嫁妆必定要不回来，只能尽力保全剩下的。他知道陆家日子艰难，毕竟裴氏没家世没家底，但从未想过已经无米下锅的境地。他脑子嗡嗡的，可他没有退路。正说着，陆景怀的贴身小厮满脸谄媚的入门。少夫人，大公子特意差奴才来禀报一声，这几日府上多事，大公子彻夜难眠，本就偶感风寒，今儿接亲又出一身汗，症状加重，头晕目眩，犯恶心。方才大夫过来才知他强撑着高热接亲，他一身喜服早已湿透。他本欲不告诉您，害怕您担心，却不曾想伤了夫人。江云锦心头的委屈有几分松动。他自己不会解释吗？大公子烧得厉害，生怕过了病期给您，不敢前来。病得可厉害，大夫可否开药？小厮见他怒容退下，才偷偷松口气。病得说胡话呢，大夫开了药，想来休息几日便能恢复正常。小厮面上笑嘻嘻，心中却叫苦不迭。大公子为何抗拒与少夫人同房呢？这又能拖延多久呢？此刻忠永侯府的牌匾悄无声息地撤下，挂上陆宅牌匾。陆远则跪在大门前，老泪纵横。他是侯府的罪人呐，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？陆昭昭吃完喜宴，舔着圆鼓鼓的肚子，嘿嘿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，您可要撑住呀。陆昭昭回府时，天都黑了。玉叔摸摸她的肚子，满面忧心。又吃撑了，夫人定要骂我。小小姐乖巧听话，唯独面对鸡腿时毫无定力。一人吃饭一人当，我积极挨骂。您还怪讲义气的。玉叔捂着嘴偷笑。您蹲这儿做什么？追风要吃夜宵啦。刚说完，便见小厮端着个大盆走出来，各种肉干、鱼干、果蔬极其丰盛。陆昭昭扬起肉嘟嘟的小脸，笑着摊开手：“小小姐，您今儿肚子溜圆儿，可不能多吃，明日再来多拿，好不好？”陆昭昭遗憾地摸着肚子，恋恋不舍地哦了一声：“您天天夜里都来吃追风夜宵？”瞧见他和小厮的熟稔程度，只怕早已混熟。陆昭昭心虚的一笑，夫人天天给他控制饮食，合着他天天蹭追风夜宵，难怪吃素都能重3斤。陆昭昭进门时，二哥正低着头跪在许氏面前，许氏黑着一张脸，眼眶通红，似乎闹了矛盾。二哥挨打了，打了二哥就不会打我了吧？我就是多吃点饭饭。娘亲，你怎么啦？问你哥，还不是他干的好事？他竟然偷偷参军，战场上刀枪无眼，若出事怎么办？如今各国之间本就关系僵持，随时都会开战。娘，不蒸馒头争口气，儿子想给您争口气，也给自己争口气。他宁愿将我们逐出家门，也要迎外士入府。如此轻视咱们，儿子定要活出个人样。大哥走科举，儿子愚钝，愿意从军。娘，儿子喜欢军队，想要建功立业，求娘给儿子一次机会。被逐出家门，被划去族谱，孩子们心中都憋着气呢，想要一飞冲天，想要让陆远泽刮目相看。二哥确实很适合军队。
许氏眉眼微动，瞧见儿子卑微祈求的模样，叹口气：“罢了，你且去吧，只必须注意安全，一切以生命为重。”许氏终究选择了放手。儿大不由娘，孩子已长出翅膀，他应该放手，任他们闯荡。娘，谢谢娘，儿子定不负众望。这一刻，他心中燃起了熊熊烈火，是要闯出一片天下。他偷偷揉了揉肚子，这段时日在军营的日子并不好过。许家从闻当初侯府一时走的文臣路子，陆昭昭看了眼二哥，见二哥偷偷揉肚子，便知他受了伤。他爬上椅子，颤巍巍倒了杯茶，从空间碾碎一片丹药，沉入水中。二哥，喝水。也不知是不是错觉，还是心里甜，他竟喝出了一丝甜滋滋的味道，甚至连身上的疼痛都减轻不少。妹妹倒的水真甜。嘿嘿，给二哥加点料，喝完百病全消，神清气爽。陆正月眉眼露出惊喜，他家昭昭真是个宝贝。果然，此刻体内暖洋洋的，好似有一股力量自丹田而出，虽然微弱，但对如今的他来说正好。娘，儿子回房打拳了，娘早些歇息。陆正月心里痒痒，当即告退。许氏扭头看向陆昭昭：“你啊你，又吃撑了。”许氏简直头大。昭昭，娘想到你整日不知饥饱，焦虑的通宵都睡不着觉。啊，通宵睡不着啊！许氏无奈，只得让玉书给他按摩肚子，将他抱下去。深夜半睡半醒之际，突的床前冒出个披头散发的女鬼。啊！夫人，怎么了？烛光亮起。小小姐，您在夫人屋里做什么？娘，你不是睡不着吗？我来看看娘是不是真的睡不着。许氏无语，做你的娘真是生死难料啊。您呢，差点将夫人吓得魂飞魄散，下次可万万不能如此行事了。登之见他小脸满是茫然，不由叹气。正2岁的孩子尚且还不懂事儿呢。罢了，下个月就要上学，也快活不了多久了。什么噩耗啊！前2日陛下召我进宫，谈及你聪慧伶俐，应当早些上学。寻常皇子3岁启蒙，你2岁入学，倒也不算出格。昭昭保留一部分前世记忆，却又浑浑噩噩记不清楚，总是似懂非懂，懵懂无知的样子。许氏觉得早些入学也好，免得长成法外狂徒。陆昭昭也没想到啊，他只是来看看娘睡没睡，竟然听闻如此噩耗。上学？我才2岁啊！天都塌了！拥有7个神灵弟子的上古大能，这一刻天都塌了。娘，我不想上学，我还是个宝宝呢。娘，我再也不偷吃鸡腿了，不上学好不好？不要钱的好话一箩筐。上学就见不到娘亲了。昭昭会想你。昭昭，读书是好事儿。若昭昭只是个普通人，略识几个字也就罢了，可他拥有的力量太过庞大，万万不能走歪半步。再者，他真无法忍受昭昭的文盲了。陛下办了个小班，里边皆是7岁以下的孩童，或许你能交到好朋友呢。昭昭2岁，至今没有一个朋友。为什么需要朋友？强者不需要朋友。陆昭昭大为不解，许氏心头一噎。强者注定是孤独的，弱者抱团取暖，强者独来独往。况且我不是没朋友，我跟他们做朋友，他们只想做我手下。许氏闻言叹气，好像有点道理。朋友也就罢了，但上学一事避无可避。许氏很果决，读书没得商量。陆昭昭耷拉着脑袋，就像被霜打蔫的茄子。许氏不忍心，却又无可奈何。登之将昭昭抱回寝屋。小小姐，奴婢小时家贫，想认几个字都认不了，
能读书是好事儿，在贫苦百姓家中，若有人识字，那都是极有脸面的光彩事儿。玉书劝了几句，但心中也明白，小小姐才2岁，哪里听得懂大道理，只怕要难过一阵子。玉书给她掖好被子，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。哼，我要出去流浪，我要去浪迹天涯，我要自己养活自己，我要去捡破烂。2岁的奶娃娃气得要流浪，走之前还不忘拿走自己的奶壶。小家伙趁着众人熟睡之际，一道灵气打出，玉书便软软倒地。追风，走，咱俩浪迹天涯。带着追风便钻狗洞。夜里谁也不知朝阳公主离家出走，浪迹天涯了。自由的味道。她张开双臂，背后背着个小包裹，刚出门吧唧就摔了个大马趴。小家伙鬼鬼祟祟地左看右看，拍了拍自己身上的灰，装作一副什么也没发生过的淡定模样。我们去桥下睡觉觉好不好？拱桥下可以遮风挡雨。小家伙刚靠近，便瞧见桥头下躺着几个乞丐。哪里来的孩子？去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乞丐们见他穿着干净，面容白嫩，便猜是哪家走丢的孩子。我要当乞丐，我要浪迹天涯。几个乞丐几乎气乐。哼，赶紧回家吧，身在福中不知福。谁家孩子大半夜跑了？陆昭昭才不搭理他们，他让追风躺在地上，他躺在追风厚厚的绒毛上，给自己盖得严严实实，怀里还抱着保温的奶壶，里面灌满热水。几个乞丐看懵了。哼，你还有备而来。待昭昭熟睡，胆子可真大，倒下就睡。估摸着那家小姐偷跑出来浪迹天涯了。这小家伙看着乖巧，还挺叛逆，给他守着夜，免得让人拐了。陆昭昭一觉睡到大天亮，丝毫不知整个陆府都因他的浪迹天涯吓得魂不附体。夫人，姑娘丢了。你说什么？昨夜他还来房中吓唬自己呢。明明奴婢守在门口，可早上醒来房里没人。奴婢派人在府中四处搜寻，都不曾见到小小姐踪迹。玉书又有些惊疑不定。奴婢夜里和玉琴轮流值夜，昨晚原本该奴婢守门，可不知怎么回事，奴婢毫无知觉地睡了过去，甚至明明奴婢连一丝睡意都没有，不知怎么就昏睡过去。他醒来又不曾感受到药物的痕迹，许是面上一致，能悄无声息弄倒玉书，只怕不是贼人，唯有他的小土豆。先瞧瞧去。追风，你身上真暖呀。小家伙，快点回家，有家不回，当心冻死。还凶狠地瞪了他一眼，试图把他吓退。你信不信？你在外走2日，狗都要被人抓了煮火锅。陆昭昭才不怕，这3人虽恶声恶气，可他感觉不到丝毫恶意。我才不回家，我也要去讨饭。3个乞丐面露担心，跟在身后。屋中没有打斗，也没有外人入侵的痕迹，衣裳鞋袜都不在屋中，说明他是穿戴整齐离开的。若是贼人，压根儿不会有穿戴时间。奶壶也没了。门外小厮来禀：夫人，追风也丢了。哦，还有追风的肉干，丢了1袋。众人面色诡异。他离家出走了，小土豆竟然离家出走。快看，桌上留有书信。桌上放了张纸，拿起纸张一看，勉强称为信吧，很有文盲特色，画了一根火柴，画了条狗，一人一狗，浪迹天涯。陆元宵这一刻脑回路和陆昭昭同频，怪我，都怪我。昨夜我将他要上学之事告诉他了，当时他情绪便有些不对，却没想过他竟然离家出走。小土豆还挺叛逆，胆子真大。娘放心，昭昭就是一时抵触罢了，您现在将他找回来，恐怕还有的闹呢。再者，身边有暗卫看着，出不了事。
让他流浪几日，看看外面的日子好不好过。陆晏殊轻笑：“小土豆胆子真肥啊！我赌3天，他会哭着回家。我赌2天。”此刻的众人绝对想不到，熬不住的绝不是陆昭昭，哭着上门的也不是陆昭昭。那边有钱人多。陆昭昭知道哪里官员多，哪里有钱人多，当即便往那边走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不能走那边，那边是刀疤的地盘，乞丐也有地盘划分的。老乞丐前段时日差点被刀疤打断腿。凭什么？天大地大，哪里讨不得？陆昭昭气鼓鼓的，在家要上学，讨个饭还有势力划分，气不气？他头也不回地往街上窜去。叔叔，行行好吧，叔叔给个馒头吧。包子铺的老板给了他2个包子，他吃1个，追风吃1个。追风，有我在，绝对不会饿着你啊！素的一起分，荤菜，荤菜。突的身后传来一道凶神恶煞的声音：“喂喂喂，小乞丐，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，你也敢来这里讨饭？”为首的刀疤脸面色凶狠，眼神凌厉，手上拎着一根棍子，众乞丐皆以他为首。刀疤哥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过他行不？这孩子与家里闹矛盾，不是想抢您的饭碗。刀疤冷笑一声，眼神落在陆昭昭身上，神情一顿，狐疑地看着陆昭昭，有点眼熟。小贵人，是你吗？上回相识放榜，你叫我带人去中永侯府讨喜钱来着。他便是那搞事的乞丐，老熟人呐，这是陆昭昭的老熟人。嘿，你还给了我赏银呢。哎，你怎么出来讨饭了？此刻的陆家流浪1天，小土豆知道错了吗？登之收到暗卫消息，神色诡异。小土豆改名了，他说他叫丧彪，他叫什么？许氏满脸震惊，怎么还给自己改了名呢？大抵嫌陆昭昭不够霸气，他给自己改了个名儿叫丧彪，江湖人称彪哥。彪哥，许氏笑得眼泪直掉。消息给皇帝送进宫了吗？送了，陛下早中晚问好几回呢。可以想象，皇帝能笑到怀疑人生。再忍忍，再忍忍，这小家伙想以流浪拿捏我和陛下，不出3天，定要哭着回家。让暗卫务必看好，每个时辰回来禀报消息，给他们本月3倍月银，绝不能让公主受伤。许氏千叮咛万嘱咐。奴婢明白。现在小土豆去哪里讨饭了？咱们装作路过去瞅瞅。登之偷笑，知晓他挂念昭昭。在桂平巷讨饭呢。他倒聪明，那条街住着达官显贵。许氏往门外走去。你今日怎么不上朝？每年有15日年假，我18年不曾休，这次我全休了。许氏惊讶至极，朝堂上一个萝卜一个坑，皇帝竟能让他休近1年。且镇国将军的位置极其重要，陛下竟然同意。陛下大度。大度个屁！皇帝不同意，他和他爹抱着皇帝的裤腿哀嚎。皇帝无奈，才允他1年假追媳妇儿。小小姐，奴婢看到了小小姐。许氏一抬头，便见陆昭昭牵着狗，身后跟着一群乞丐。乞丐在他面前服服帖帖，极其恭敬的样子。瞧他过得不错，许氏稍安心。小土豆回家吗？彪哥，那个女人叫你小土豆。他认错了，上彪才符合我的身份。滚开滚开，别挡道！哎，是何硕王爷？玉南王正好下朝，特意来银楼替王妃挑些首饰。他眼光一瞥，便瞧见脸上脏兮兮的陆昭昭，以及他身边标志性的那条狗。谢玉南咬了咬牙，陆昭昭上回讨债惹得媳妇儿回娘家住了几个月。他下巴一抬，啪嗒一脚将陆昭昭讨饭的小碗踢飞出去。碗，我的碗！滚远点，臭乞丐！陆昭昭急了，哎，别去，那是先皇的弟弟，当今圣上的小皇叔，
舍不得。陆昭昭眼睁睁看着他进了银楼，陆昭昭气得跺脚：“我的碗，我的碗！”许氏瞧见这一幕，心头一紧。我只是想讨钱，他却砸我的碗。陆昭昭生气了，我偏要去他们家讨。陆昭昭二话不说，便带着小弟叩响了豫南王府。算了吧，咱们乞丐遇到这种事很正常。可你们是我上彪的兄弟呀，跟着我不能受委屈。刀疤无语。讨饭不是这么讨的，快走快走快走！谁讨饭上去敲门啊？我把我的碗给你啊！吱呀，王府大门微开。作死啊！乞丐上门，晦气！赶紧滚！竟敢敲王府大门！侍卫将众人驱赶出去，随即关上王府大门。真狼狈啊！这下该回家了吧？被关在门外的陆昭昭气得小脸通红。你们在外面等我。他熟练地绕着王府城墙走了一圈。追风，等我啊！弯弯，本王替你选的发簪，喜欢吗？王妃生完3个月，如今身姿越发动人，两人肌肤相亲，呼吸交缠。他已经1年多不曾碰媳妇儿，此刻整个人都是兴奋欢喜的。我总觉得好似有人偷看，他总觉得浑身不自在。弯弯多虑了，这可是王府，谁能进门？气氛越发暧昧，情动之时，还我的碗！稚嫩的嗓音从床下传来，谢玉楠浑身一僵。还我的碗。行行好，赏点钱吧。本王只打碎了你一个碗。我只想讨饭，但你踢碎我的碗，让我上彪，很没面子。这很影响他的脸面呢。你2岁的奶娃娃，要什么脸面？谢玉楠一脸震惊，见媳妇儿面色通红，死死瞪着他。他急忙单手提起陆昭昭的衣裳，将她拎了出来。孩子的脸就不是脸吗？就不给讨，你怎么样吧？本王最大的秘密，你已经捅给弯弯了。本王没什么能被你威胁的了。谢玉楠从小骄纵长大，朝堂上敢和皇帝呛声，如何能忍耐自己几次3番被陆昭昭威胁？他自认自己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。你看本王做什么？本王对弯弯没有一丝隐瞒。你藏私房钱。切，哪个男人不藏私房钱？房梁下，床板底下，花园里第3棵树底下，还有茅房里。陆昭昭毫不客气地指出他所有的私房钱。给弯弯，全都给弯弯，大不了本王不藏了。看你能奈我何？陆昭昭挠了挠头。还有什么话说，小叫花子，滚出王府吧！本王可不似朝中大臣给你脸面。谢玉楠轻斥，他自出生就不曾受过委屈。其实我只想讨饭，不想讨到你家破人亡。他神色不屑，满脸傲气。你说本王没什么怕的，你讨个饭还能讨到家破人亡？你……谢玉楠神色轻松，半点不慌。你在外征战时，先皇驾崩，他想从……最后一个字还未吐清，陆昭昭被捂住了嘴。他捂住陆昭昭的手都在颤抖，那一刹那，浑身血液倒流，一股寒意直冲天灵盖，甚至引得他浑身汗毛倒立，牙齿都在发颤。他极力控制自己的表情，挡住暗卫的视线。他早已知道皇帝在朝阳公主身边安插了暗卫。行了行了，不就是想讨饭吗？讨，给你讨。一进门，他忽地浑身发软，扶着墙才站稳。你让我说的。谢玉楠啪嗒直接跪下，求求了祖宗，我再也不跟你贫嘴，求你千万别提，任何人都别提。儿女年幼，还请朝阳公主嘴下留情，如果可以，晚上不要说梦话。
若她不是朝阳公主，她现在一把就能拧断她的脖子，将秘密掐死在摇篮。只刹那的功夫，她浑身衣裳都已经被浸湿。她现在很后悔，为什么要踹她碗？虽说她和皇帝一个九族，可她有自己的血脉，自己的子嗣啊。我管得住自己嘴，可我哪管得住梦话？见谢玉楠面色苍白，他顿了顿。大哥说与人谈价要适当的停顿，给对方心理压力。谢玉楠一言难尽，到底谁教给他的？明知他做戏，偏生他真怕了。谁让这秘密能株连九族呢？除非行行好，赏点钱吧。吃饱我就不说梦话了。还有还我碗。我的初衷只想讨饭，是你先踢我饭碗的。谢玉楠一口血哽在喉咙，咽不下去，吐不出来，绕来绕去，仅仅因为踢了他的碗。给你，都给你。谢玉楠哭了。陆昭昭，你是我的克星啊！是的，他有个大秘密，足以被血洗满门的秘密。他是父亲老来子，自己出生没多久，老父亲就没了。先皇是长子，亲自抚养他长大，一边打天下，一边养育幼帝，倾注的心血比对宣平帝更多。当年先皇突然病重，接连3道急诏要他回京。传信儿的是个小太监，将书信交给他，当场咬舌自尽。他打开急诏，里面只有一块玉佩，是前朝薛氏皇帝的贴身玉佩。先皇当年推翻前朝，悄然留下做了纪念。那一刻，他明白了长兄3道急诏的意义。先皇想要传位于他。等他3天3夜不停歇，中途跑死几匹马赶回京时，先皇已经驾崩。新帝宣平帝顺理成章地继位。事后，他将玉佩磨成粉，亲自撒入护城河中，不敢告诉任何人。事已至此，若流露出消息，他这一脉都会被斩草除根。第2天了，昭昭知错了吗？玉南王有没有将他赶出门？玉南王将他的丐帮小弟请进王府，大吃大喝了。对，他已经统一丐帮。统一丐帮？他才2岁，虽然才2岁，可他能让玉南王请乞丐们吃饭呢。放眼北昭，乃至全天下，哪个乞丐能进王府用膳呢？原本他只是这一块的地头蛇，现在全城的乞丐都想投靠他。许氏心头有些怀疑，才2日，不至于吧？犹豫片刻，便听得前院来报，和硕亲王来了。素来桀骜不驯的天之骄子，此刻红着眼睛站在陆家。许夫人，听闻朝阳公主与家中闹矛盾，已经流落在外2日，哪里还有平日的盛气凌人？昭昭心性单纯，尚且年幼，只是与家中开玩笑罢了。许氏才不会在外人面前揭短儿。许夫人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按照辈分，公主算是本王的晚辈，咱自家人不说两家话。谢玉楠直接攀上亲戚，给许氏都整糊涂了。京中本就混乱，朝阳公主聪明伶俐，天资聪颖，若独自在外结交3教9流，只怕容易走歪呀。当然，本王并不是说朝阳公主不好。谢玉楠求生欲满满，她如今尚是一张白纸，结交什么人，便会涂抹出什么颜色。谢玉楠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，许氏心中对王爷颇为改观。许夫人万万不能任她流落在外啊！快回家吧，本王真的受不了了。多谢王爷挂怀，昭昭之事我定会慎重对待。大抵是昭昭带乞丐吃饭的缘故，吓到王爷了。许氏到底是个独居妇人，她不好久留，只得就此作罢。谢玉楠前脚刚出门，后脚太子登门。劳烦许夫人将昭昭带回家吧，姑实在承受不住了。太子擦了把汗，单刀直入。昭昭说，太子不如叫花子有出息，叫我一同去讨饭。每日下朝便有小乞丐守在宫门前，姑觉得他已经乐不思蜀了，混得风生水起了，再不回家怕是不愿回。明日便是他继任丐帮帮主的继任仪式。
太子扶额，他已经快混成京城一霸了。彪哥的名讳传得比朝阳公主还广。登之，备马车，生怕慢一步，堂堂公主就成京城一大恶霸了。昭昭，昭昭，小土豆起床啦！是娘亲的味道，第一次梦到娘亲呢，以前都是鸡腿。陆昭昭强撑开眼皮，便瞧见许氏笑吟吟地看着他。哎，娘亲，娘亲，你怎么来啦？你也要来投靠昭昭吗？陆昭昭忽闪着大眼睛，一脸期待。娘可不混江湖，娘带你回家。我今天还要当老大呢，怎么办呀？娘已经与陛下商议，再推迟1月入学，你看可好？而且每日只上半天学。陆昭昭心头犹豫不决。每日课间还加1次点心。好的，娘，我马上回家。生怕晚了娘就后悔。彪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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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亲，我要和朋友们告别。许氏点头应下。那这是我讨来的钱，你安置小弟，我会出来看你们的。彪哥，你放心，我刀疤一定安顿好兄弟们，绝不让你失望。你永远是我们的彪哥。短短3天，江湖上便流传着彪哥的传说。昭昭，你闯荡江湖回来了，收获怎么样啊？二哥比你闯荡江湖赚钱多了。哎，二哥闯荡半年还不够我讨3天饭呢。算了，自家哥哥笨点，养着吧，就当个吉祥物也行啊。陆正月面上笑容缓缓一滞，为什么要自取其辱呢？刚进门的陆元宵默默闭上嘴，眼里满是幸灾乐祸。待陆晏殊回府，众人一同用了晚膳。刚放下碗，便听得小厮急匆匆来报：夫人出事了！什么事大惊小怪？莫要惊了小姐夫人。登之姐姐10万火急啊！方才侯陆宅那边闹哄哄的，听说老夫人忽然昏倒，不省人事，歪嘴流口水，好像中风了。是被气的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仔细说来。这段时日陆宅不顺，裴夫人便自告奋勇，说要去小佛堂抄写经书，为陆家祈福，接连抄写半月，甚至夜里都歇在小佛堂。今儿夜里，老太太临时起意要去佛堂上香，并未告诉任何人，也不知撞见什么，受到刺激，直接栽倒在地，磕在桌边，当场脑袋见血。等清醒过来，便歪嘴流口水，说话都不清楚。众人惊愕不已。活该，骗娘18年，这就是报应。元宵，在家中骂也就罢了，在外可说不得。你还要走科举，万万不能给人留下把柄。哎呀，听说裴氏把姘头剃了头发，冒充高僧住进家中了。老太太不会当场撞破了吧？想吃瓜，疯狂的想吃瓜。你们虽被逐出家门，划去族谱，但在世人眼里，终究有养育之恩。老太太出事，走一趟，反倒能堵悠悠众口。晏殊会试在即，正月刚入军营，元宵明年要参加童生试，要多留时间看书，所以母亲替你们走一趟。娘，我也想去。想给祖母尽尽孝。我要走在吃瓜最前线。许氏本不想带他，可又怕他跟那群丐帮兄弟浪迹天涯。罢了，与我一起吧。你们放心，好好博前程去吧。娘变了，想看笑话，想落井下石的眼神，藏都藏不住。你不觉得他逐渐昭化了吗？几人一愣，还真是，越来越像陆昭昭。哎，登之姐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一看身后，瞧见夫人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夫人，离开了你，咱们的日子真难过。别贫嘴，听说老太太中风，夫人心善，特意替几个哥来瞧瞧。
登之笑着递了赏银过去。公子们心善呐，夫人快请进。老太太受到刺激，中风不可逆，家眷只能好生料理。太医叹口气，便带着药童离开。陆远则万分不解：娘，你到底怎么受的刺激啊？裴氏悄悄捏紧了衣角，听得许氏探望，一屋子人霎时朝门口看来。曾经不入眼的古板女人，不知何时褪去满身疲惫，变得灵动柔美。裴氏死死紧捏帕子，陆远则眼神都快粘在许氏身上，让他记恨不已。哼，你来做什么？看好戏吗？哎，猜得真准。我可不似你这般上不得台面。我与老太太18年婆媳关系，从未红过脸。我来看看她怎么了。许氏靠近床榻，老太太眼歪口斜，嘴里流出晶莹的口水，竟是已经瘫痪。许氏擦了擦眼角虚假的泪水。你怎么照顾老太太的？这18年，老太太生病都是我端屎端尿，彻夜不休照顾的。你才进门1年，老太太怎么就中风了？你也要对老太太尽心尽力，不可假手于人。照芸娘说的做。裴氏气得直咬牙。你不要血口喷人！我当老太太亲娘一般照顾的，为了给她抄佛经祈福，在佛堂住了半个月。老太太一听此话，眼睛瞪大，面色涨红，似乎情绪极为激动，明明动弹不了，但她整个人都在抗拒。她嘴巴歪斜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激动处甚至开始流泪。她死死瞪着裴氏，发出绝望的哀嚎声。老太太似乎在反驳：“哦，听说老太太去佛堂才受到刺激中风，你在佛堂做了什么？”“我当然在抄写佛经。”“咦，还抄佛经？定是让老太太抓了个正着。夜里没点灯，又吹着风，这老太太半睡半醒之间，兴许被窗边张牙舞爪的树枝吓着了。我好好抄经，难道还有错吗？”老太太恨呐，她看着陆远泽，又看着裴氏，可陆远泽什么也不懂，自己做主将裴娇娇养在外头，为她筹谋，为她搓磨许氏，而他却竟然骗了自己，给陆远泽戴了绿帽子。他将亲生孙儿孙女儿逐出家门，却留一对孽种在家中。他情绪激动地看着陆远泽，嗷嗷直哭，只恨无法提醒儿子。哎呀，这屋里怎么这么臭呢？他拉裤子啦！他拉裤子啦！气氛逐渐凝固，所有人呆呆地站在原地，不知所措。老太太这辈子命格极好，只是一手好牌让她打烂。生在农家，嫁给一个30岁不曾娶妻的老男人。这人没读过什么书，成婚后不久便出门打天下，第2年便成为开国功臣，封了侯。他从一个农家妇人翻身成为侯府主母，他前半生顺风顺水，一切富贵水到渠成，此刻屎尿失禁躺在床上，整个人都是崩溃的。这么大的人怎么还拉在裤子里面呢？裴夫人还不快去！虽说府中有丫鬟，可丫鬟伺候的再好，哪有家人尽心呢？况且老太太好脸面，也不乐意让外人伺候。闻见空气中的臭气，裴氏面色发紧。陆远则似乎不愿被许氏轻看。还不快去伺候！娘素来最疼你，这点小事也要推脱。陆远则此话更是气得裴氏双目赤红。他哪里做过端屎端尿的活啊？可此刻容不得他拒绝。裴氏强忍恶心，褪去老太太带屎的衣裳。你嫌弃老太太，你嫌弃老太太，你嫌她恶心，
你不如我娘。陆昭昭童言稚语，气得陆远泽当场踹了裴氏一脚。哎呦！裴娇娇捂着心口，痛得连连哀嚎。你没安好心，故意看笑话，引咱家不和。那你可真了解我娘，回回都猜中。我原以为你看上的会是什么知情达理的女人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我嫁给你18年，你不明白我是什么人？陆远则面露愧色。是，你最是贤惠大度，不屑于那种上不得台面的行为。许氏笑而不语。是的，那是曾经的他。陆远则转头斥责裴氏：住嘴！真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下作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伺候母亲？母亲疼你多年，你难道还嫌弃她？陆远则面色不好，裴氏心头一紧，只得强忍着心口的疼痛，一边干呕一边强忍恶心给老太太擦洗。哎，你轻点儿，没见老太太落泪了吗？瘫痪之人最容易得褥疮，浑身都会溃烂而死，家人定要小心呵护照顾。啊，你记得1日3次将老太太扶起来，多站站，免得浑身发烂流脓，褥疮可就惨了，生不如死呢。哦，听闻有的人照顾瘫痪老人，会少给老人吃饭喝水，减少如厕次数。当然，裴夫人是老太太的亲侄女儿，老太太当亲女儿宠着的，裴夫人定不会如此。许氏满脸关怀，一句句提点，直接堵死裴氏所有的路。老太太正对着他，惊恐地看着裴氏。老太太眼中满是恐惧。老太太这是害怕了？放心，裴夫人可是您亲自看中的儿媳妇呀，定会好好伺候您的。你放心，我会给母亲请几个贴身侍女，绝不让人慢待母亲。陆远则眼神恍惚地看着许氏，曾经怎么没发现许氏这般美呢？嘿，久病床前无孝子，狗咬狗开始溜。听说府中养了高僧，裴氏身形微顿。对，是娇娇寻来的，她还时常去佛堂抄写经书。听得高僧，老太太情绪乍然激动。娘，你怎么了？他吐字不清，口水滴落，急得满头是汗，又哭又嚎。我与老太太18年情谊，大抵能猜出些什么。或许老太太想见见高僧，丝毫不理会裴氏的惊慌。果然一听高僧，越发刺激老太太。传高僧进来。他的儿命苦啊！那夜，他听得小佛堂传来声音，鬼使神差的，丫鬟奴仆一个也没带，就着月色独自去佛堂。他最疼爱的儿媳妇儿正抱着所谓的高僧，赤条条的倒在佛前。谁要为你守身？怎么不是为我？孩子都是我的。这一番话让老太太变了脸色，府中才是孽种。她仓皇之际想要离开，却惊动屋内人。男人追她，天黑路滑，摔下台阶，头破血流。原本男人要对她下手，可丫鬟奴仆顺着叫声寻来，才救下她一命。夜里太医未来之时，他能感觉到裴氏几次略带杀机的目光，直到他中风的消息传来，口不能言，身不能动，裴氏眼里的杀机才渐渐落下。陆大人，寻贫僧来，可有要事？男人穿着僧袍，低眉顺眼，眉宇间极其祥和。娘，直到老太太白眼微翻，活活吓昏死过去。太医说，娘中风后情绪不稳定，可能会性情大变。当年大公子原先也是清风明月般的少年，瘫痪后不也性情大变吗？陆远则心头的疑虑散去，当年晏殊却是变化极大。裴氏偷偷松口气，许是唇角含笑，这口气松得太早了吧？这是哪里的高僧呀？
是护国寺请来的高僧。这位高僧乃护国寺方丈的弟子，一直在外云游，极少出现在世人眼前。如此，那不如让他日日在老太太面前祈福，兴许他能好转些呢。咦，刺激，真刺激！让凶手日夜陪他，简直生不如死啊！这哪轮得到你做主？你怎如此小气？就按芸娘说的办。裴氏不甘地应下，他其实并不想刺激老太太，毕竟被他抓了个正着，心虚。你就是江夫人？是，朝阳公主。你就是我原来的大嫂呀。是云锦与晏殊公子没福气。听说你不喜欢我哥哥。陆昭昭一副天真烂漫的模样。可是好多人都喜欢哥哥呀，大家都想当状元娘子呢。陆昭昭嘟囔着嘴，似乎很不解。江云锦听得陆晏殊的名字，帕子捏得死紧。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大哥呀？大哥好看，又是解元，他还要中状元呢。为什么陆景怀没中呀？是因为不喜欢吗？江云锦绷不住了。朝阳公主说笑了。怎么是说笑呢？我哥哥还以命相搏，换你一命呢。陆景怀他也像我哥哥一样，也用命救你吗？他嘴巴讷讷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陆景怀一定很爱你吧，不然你怎么会选他呢？唉，江云锦死咬着下唇。陆景怀更爱他吗？他愿意以命换自己吗？他不敢深想。嘿嘿，气不气，后不后悔？后悔的时候多着呢。此刻陆景怀正好回府。祖母如何了？辛苦你操劳府中，锦儿。一低头才发现江云锦面容发白，眼眶发红。是祖母不好吗？陆景怀有些急。老太太若去世，父亲也要守孝，丁忧27个月。对不起，是昭昭惹哭他。陆景怀见到陆昭昭，眼中闪过一抹厌恶，一切都是从陆昭昭出生后改变的。朝阳公主小小年纪便仗着陛下宠爱，恃宠生骄，这样可不好。昭昭委屈地瘪着嘴。娘亲，娘亲，娘亲快看我。许氏如愿听得他的召唤。昭昭怎么了？哦耶，我娘真是与我心有那个什么一点通。都是昭昭的错，都是昭昭的错，昭昭不小心惹哭他了。相公，与朝阳公主无关，是云锦眼睛进沙子，与公主无关。他神色微慌，让陆景怀越发怒不可遏。你还向着他？朝阳公主小小年纪便如此恶毒，到底还有没有王法？真的与公主无关，是我眼睛进沙子了。可陆景怀原本便对陆昭昭存着恶意，此刻巴不得事情闹大，出口恶气。我就说呢，你这怎么好意来看老夫人？原来故意来我家中作威作福，搓磨咱家呢。裴师冷笑一声，母子俩当即对准许氏。昭昭，告诉母亲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呀，只是与他说了几句话。昭昭只是说晏殊哥哥，他突然就哭了。娘亲，昭昭不懂，都是昭昭的错。江云锦猛地抬头朝陆景怀看去，毫无意外看到陆景怀眼中压抑不住的暴怒。江云锦，你好得很。罢了，今日我本就不该来，一片好心反倒被人误会。许氏还不忘嘱托陆远泽，你好生照顾老太太，让高僧多给她念经祈福，老太太素来喜欢。你就没安好心，你今日一来便将家中搅得不得安宁，搅家精，你就是个搅家精。老爷他故意的。为什么没人信他呢？许氏就是故意的呀。老爷您别去。
胡闹！芸娘是什么人？我难道不清楚？我需要你来说。一把甩开歇斯底里的裴氏，便亲自送许氏出门。芸娘！许氏一怔，容彻定定地看着他。陆远则瞬间沉住了脸。荣将军怎会在此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容彻对许氏？陆远则心头发慌，好似有什么脱离掌控。当然是来接芸娘。芸娘貌美如花，若有小人觊觎怎么办？陆大人不在意，别人可宝贝着呢。荣某还要多谢陆大人。容彻极为真挚，他是个不愿将就之人，原以为这辈子挚爱另嫁他人，自己要孤独终老，却不想陆远则和离了，不枉费他见佛就拜，求菩萨保佑许时云和离。陆远则迷茫不解，我倾慕芸娘18年，当年错过她，后悔万分，幸得陆大人放手，才能成全荣某。你是荣家的大恩人，荣家永远铭记你的恩德。陆远则心头升起熊熊烈火，却又死死压在心头。你与他……许氏瞥了容彻一眼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他还未做好接纳容彻的准备，但也知道他故意刺激陆远则，并未反驳。我与荣将军如何，与你无关。容彻一脸感激。您是好人啊，好人一生平安，好人多子多福。多谢陆大人成全，我感激您一辈子。荣将军，许氏嫁与我18年，为我生育3子1女，她不可能带着子嗣嫁入荣家。郑国公府不会答应，我也不会答应。他可以抛弃许氏，但许氏不能再嫁旁人。你答不答应有什么要紧？至多成婚时请你喝杯喜酒喽。至于3子1女，陆远则，你不想当他们的爹，有的人想当。再说他不嫁，我入赘不就行了？陆远则被他气得竟不知如何应对。这年头唯一的嫡子去入赘，犹如天方夜谭。你是皇后亲弟弟，是北昭小国舅，更是镇国公府唯一的儿子，你怎能入赘？容彻嗤笑一声。为什么不能入赘？遇到宝贝当然要把握住，我可不似陆大人愚蠢。陆远则冷笑一声，我的孩子不会认你的。昭昭，快来爹爹身边。容彻不由紧张地看向小家伙。天啦，他在想什么屁吃？陆昭昭对着容彻张开双手，爹爹抱抱。陆远则愣住了，容彻也愣住了。爹爹抱抱。容彻眼眶一红，受宠若惊地将他抱在怀里，便不顾陆远则死活，追着许氏而去。陆远则失神地看着他们，就像一家3口。受刺激吧，以后还有更刺激的呢。芸娘，我表现得好不好？你呀，只怕要活活气死他。怎么是气人呢？我都是真心话。容彻一脸认真，许氏叹了口气，似有些犹豫，但终究开口：容将军，你可以似从前一般叫我彻哥。许氏见他目光期待，也有些心软。彻哥，我在侯府搓磨18年，早已身心俱疲，我不知该如何面对新的感情，甚至许多时候排斥外男。我还没想好。你别怕我，你可以把我当姐妹，对，就叫容双双。许氏破涕为笑，瞧见芸娘唇角弯弯，容彻偷偷松了口气。芸娘不愿嫁也没关系，他可以守着她，只要她好好活着便足矣。你整日待在我身边，就不怕镇国公发怒吗？我爹把我赶出来的，我爹还说恋爱脑是男人最好的嫁妆。明日你们要去寿园吗？他轻轻颔首。那我明日来接你。许氏点头应下。待许氏和陆昭昭进门，他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才策马回镇国公府。听得他回府，镇国公眉头一皱：回家！他一天天吃饱了撑的回家就能找到媳妇了吗？你是没断奶吗？天天回家。谁天天回家了？1个月就回1次呀。住一夜就走。走，
看着就碍眼，这么大把年纪了，孤家寡人，看着就难受，赶紧滚！我在御书房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才给你换点年假，你争点气呀！儿啊，你要记住，哭包和恋爱脑是男人最好的嫁妆，有了这2样，谁都争不过你。郑国公不断地给儿子加油打气，然后毫不留情地关上门。走到陆家门外，突的闻见空气中传来一股子烧烤的味儿。哎呦，荣将军终于回府了！快快快，夫人特意邀请将军前来吃夜宵。荣彻心想，还有这好事儿。荣彻婉拒后，然后回府翻墙而入。毕竟芸娘和离，夜半正门而入，容易落人口舌。好香啊，好香！我闻到了烤肉的味道。似乎半睡半醒。你这是在做梦呢，昭昭？这是梦。哦。陆昭昭呆呆地哦了一声，又默默爬回床上。第2日一早，陆昭昭嗷嗷地跳起来。娘，昨夜我梦见吃烧烤啦，好香好香，梦都香啦。这场梦真的好真呐。许氏心虚地摸摸嘴角。娘，你怎么啦？昨蚊子咬了。哼，臭蚊子！昭昭给娘亲呼呼，呼呼就不痛不痒啦。小家伙鼓着腮帮子认真地吹风，许氏内心受到了谴责。娘，你好香哦。我大抵很想烧烤了，都闻见梦中的味道了。登之已经无奈的捂脸。昨夫人特意洗头洗澡换衣，竟还是能闻见味道。等你上学那日，娘定让你吃个够，就当庆贺你第1天上学。陆昭昭小脸微苦，痛并快乐着。随后2人同用早膳。昭昭，糯米不好消化，吃多了肚子难受。陆昭昭恋恋不舍地望着糍粑，一脸遗憾。暴饮暴食可不好，曾经有个人因为连吃30个糯米饼，导致肠子被完全堵住。你想想，多可怕！30个呀，吓人吧？肠子完全堵住，在地上痛得打滚。许氏见他深思，满是欣慰，劝说总算有点效果。那是哪里买的糯米饼？娘，你去打听打听。30个糯米饼，那得多好吃呀！许氏一口老血哽在心头。荣彻早已等在大门外。嘿，荣彻当我爹，他说以后帮我做作业，娘亲揍我的时候他还可以拦，好像还不错。许氏偷偷瞥了眼荣彻，难怪昭昭总帮他说话。此刻的陆昭昭哪里知道，有爹有娘后便是男女双打。荣将军，您不回自己家吗？我爹说没媳妇儿的人不配回家，我可以来你家过年吗？卖惨果然有用，荣彻喜提与许氏守岁的机会。荣彻欢喜极了，坐在陆晏殊身边，眼神时不时往许氏身上飘。陆昭昭左手烤羊肉，右手烤鸡腿，肚子圆鼓鼓。这日子神仙都不换。呵呵，小家伙还知道神仙过什么日子？嗨，没什么意思。众人吃吃喝喝，看着烟火，和和美美的守岁，当真温馨无比。而此刻陆远泽家，老夫人又拉身上了，请夫人过去擦洗。裴氏气得将茶盏一摔，除了我就没人能伺候了吗？我彻夜守在床前，夜里拉屎拉尿要喝水，他到底要怎样？换人了，老夫人便不停地哭嚎。裴氏哪里不知道，老太太这是故意搓磨他。锦娘呢？今日除夕，她怎么还不安排守岁？少夫人病了，不争气的东西。裴氏心中明白，江云锦这是故意撂挑子呢。成婚几月，陆景怀竟一次也不曾与江云锦同房。他暗暗猜测，只怕儿子的身子出了毛病。娘亲，我们求护国司方丈吧。方丈说，瑶瑶有贵人之命，必定会给瑶瑶面子，让她
替家中看看是否冲撞了什么。陆景瑶如今只能寄希望于方丈。裴氏眼睛一亮：瑶瑶真聪明，娘怎么没想到呢？当年你还未出生，方丈便将佛珠送给老太太呢，可见极其看重你。只可惜这近来方丈云游，3月才回京呢。裴氏只恨不能立即将方丈请进府。锦娘，可否从帐中支我一些银钱？下个月会时需要打点1、2。相公，你我夫妻一体，何必分你我？待守岁后，明日一早给相公可好？明日一早代表着今夜要同床共枕。陆景怀捏了捏拳头，压制内心的恶心。好，这段时日委屈锦娘，是我的不是。夜里，陆景怀趁他沐浴之际，偷偷从袖中拿出药，狠了狠心倒入杯中，一饮而尽。待江云锦出来，见他眼神似火，心头不悦霎时散开。翻云覆雨，一世春光。第2日，陆景怀甚至等不及给裴氏拜年，便匆匆拿了3000两，着急忙慌地出门。江云锦只觉气闷，昨夜好似一场梦，梦醒后陆景怀再次恢复冷漠。他是不是爱上别人了？江云锦只觉他眉宇间透着焦灼，怀疑在外边养了外室，当即命人跟了上去。跟上去瞧瞧，看看他去了哪里，不要被相公发现。你糊弄老子呢？让你拿点压岁钱，你竟害哥几个等了一夜。快点，钱拿来，磨磨蹭蹭干什么？陆景怀屈辱地咬着牙，将怀中3000两递过去。男人一把抢过，打量着他：你们说好的，拿了钱便离开京城，此生都不再回京。你们答应过我，不会将此事外传。静离圣女已经回西岳，他们留在京城，时常胁迫陆景怀。陆景怀断断续续已经给过好几次银钱，这几人一次比一次大开口。哼，你说走咱就走，咱多没脸面。嘿，不过你若是能将咱仨哄得开心，那也不是不能。3人瞥了眼陆景怀，陆景怀自幼养在府中，一身皮肉白白嫩嫩，比姑娘家还养得细腻。你若再伺候咱们最后一次，咱必定离京，再不扰陆少爷好事。哎，听说陆少爷刚娶妻呢。陆景怀只觉一股寒意直冲天灵盖，愤怒几乎将他理智压断。真的吗？你们真的能离开吗？嘿，细皮嫩肉的，让咱兄弟几个好生怀念，比女人还有意思。你是不是也食髓知味了？咱兄弟几个也将你伺候得好吧。男人语气下作无耻，跟在角落的丫鬟死死捂住嘴，惊恐地瞪大眼睛，不敢发出一丝声响。他听到了什么？听说陆少爷的妻子乃2品大员，府中嫡女。若他知晓你曾在咱兄弟3个身下承欢，也不知能不能接受啊。陆景怀咬着牙，最后一次，再等几日，我定好好陪你们，让你们尽兴。3人调笑着捏了把他的屁股，笑着扬长而去。陆景怀站在雪地里，肩头落满积雪，他的人生好似与陆晏殊颠倒，一片坎坷，再无回头路。我不想进宫，但是他们给我压岁钱耶，还会留我吃饭。昨天皇帝爹爹还送了食谱来，就不能一口气吃3顿吗？吃完早膳，吃完午膳，再吃晚膳，一口气吃完还不用等。难怪大婚后一直不愿与我圆房。陆景怀，你怎敢如此诓骗我？他瞎了眼，才看上陆景怀，想起陆晏殊，心中越发难受。夫人，快别哭了，姑爷已经回府，当心被看出异样。况且奴婢也只是听说，并未抓个正着。
还不知真假呢，莫要声张，暗中派人跟着他。太后祖母，哎呦，小昭昭又长壮实了。因为祖母要我保重呀，昭昭保重着呢。哄得太后合不拢嘴。你这小家伙儿就是贫嘴，祖母还未谢你肃清焦家，也要谢你帮我那不成器的弟弟。太后满眼慈爱，若不是昭昭，萧家只怕血脉混淆，甚至断子绝孙。你可真是皇祖母的宝贝。皇祖母新年快乐，长命百岁。祝咱家小昭昭新年快乐，平安喜乐，健康顺遂。红包递给昭昭，太后又掏出一个，祝咱家小昭昭年年岁岁，岁岁平安。昭昭笑眯眯地接住。听说昭昭年后要入学，那皇祖母便祝昭昭学业有成。太后将红包递过去，小家伙手一顿，怔了怔，默默地缩了回来。皇祖母，我是个有底线的孩子，不该拿的钱，我1分也不能多拿。太后不解，皇祖母，有的钱拿了烧心。眼泪都笑了出来。父亲，母亲，新年安康。江云锦低垂着头行礼，不曾看陆景怀一眼。好好好，愿你们早生贵子，给咱家添丁添喜。江云锦面色微僵。景怀读书辛苦，景娘平日里多照顾着景怀。只见到江云锦面色难看，眼中不悦。你板着一副脸做什么？你进门便当家，府上也不曾苛待你半分。大年初一做这副样子，福气都要没了。行了。裴氏压着火气，一屋子人心思各异。你看这个皮猴，连祝他学业有成的红包都不肯收，非说收了烧心，怎么就这般可爱呢？是他主张提前入学的。果然，唉，皇帝爹爹还特意请了几个厨子呢，来自天南地北，不出门就能吃遍大好河山。唉，昭昭不入学，真的可惜了。陆昭昭神色微有些犹豫纠结。朕呀，原想着昭昭若同意入学，我便每日给他加个鸡腿儿。唉，罢了。听说还有个厨子擅长做佛跳墙。古语说得好啊，弹起荤香飘四邻。昭昭不尝尝，真是可惜呀。多好吃啊！到底做的多好吃啊！那等开学你去尝尝。那我先上3天看看啊。饭不好吃，我就走。皇帝一噎，算了，先糊弄进去再说吧。午膳时，皇后便带着太子一同来用膳。太子哥哥，帝后2人相敬如宾，该有的体面都有，但缺少几分温情。世人皆知，皇帝最喜欢的是惠妃，他还未登基时便喜欢惠妃。宣平帝为了他，还挨了先皇杖责，才将其娶进宫。这些年，惠妃从不争宠，他也不需要争宠。惠妃怎么还未到？路上大雪，兴许耽搁了。当年皇后入宫多年不曾生育，惠妃所生的大皇子，她便亲自养在膝下。若不是皇后侥幸怀上谢承喜，只怕太子之位会落在大皇子身上。父皇、皇祖母、母后，儿臣给您拜年了，也愿北昭海晏和亲，江山永固，四海升平。大皇子去年已经成婚，身后便是玄姻。惠妃虽然上了几分年纪，但依旧能看出年轻时的风华绝代。皇帝站起身，对着他目光真切，眼里似乎含着笑意。太子眼神落在父皇身上，父皇此刻正目光慈爱地看着大皇子。皇后出生世家，
是最适合母仪天下之人。进宫后，宣平帝给过她皇后该有的体面，但感情只惠妃一人所有。如今她早已浑不在意。好像惠妃娘娘和大皇子和皇帝爹爹才是一家人，他们之间的关系旁人根本插不进去。太子哥哥真惨。不过皇帝爹爹知道大皇子不是他的吗？陆昭昭一边啃着肉肉一边吐槽。太子一愣，见太子发怔，便从嘴里扯出一块肉递到太子嘴边。嗨，太子哥哥，昭昭请你吃肉肉。太子谢承喜脸色一抽，眼皮疯狂跳动。殿下怎么不吃？是嫌弃朝阳吗？太子与朝阳关系极好，他心中自然不喜。太子还来不及说话，别争别争，你也有。说完从嘴里扯出一块递到大皇子嘴边。我才不偏心，我最公正，你也别争了。大皇子满脸愕然，到底谁争了？皇帝却听得那句偏心，心中微跳。他默默夹起一筷子菜放进太子碗中。昭昭，他们不爱吃肉，他们爱吃素。皇帝一句吃素，才挽救了2个可怜的儿子。我还以为成业哥哥想要呢。那不要你喊什么呀？太子眼里含笑，差点笑出声。你可真公平，大皇子脸都绿了。不难过，不难过啊，昭昭也偏心你。我不难过，有昭昭一人足矣。陆昭昭觉得他强颜欢笑。我不生气，不难过。我还未出生时，父皇便极其偏疼他。所有嫔妃争宠都是争不过惠妃娘娘的，大家都是选秀进宫，只有他是父皇受过杖责，对抗天下求来的。他是不一样的，他所生的孩子也是一样的。皇帝对大皇子倾注的感情也不同。陆昭昭一脸心疼。想点好的吧。比如你父皇戴绿帽子了呢。太子偷偷捂住陆昭昭嘴巴。陆昭昭掰开他的手。这顶绿帽和别的帽子不太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惠妃娘娘平日里是不是和嫔妃相处得极好呀？确实，宫里嫔妃们若不得宠，心头难受，她还要亲自上门劝慰。这么多年，她对陛下冷冷淡淡，从不曲意逢迎，但对妃嫔们却是极好的。这也是母后从不厌恶她的缘故，嫔妃们也从不嫉妒她得宠。不过太子却觉得母后反倒有些怕她，奇奇怪怪的。这也正常，据说当年惠妃娘娘原不想嫁给父皇，这么多年父皇只期待着有朝一日能融化那块寒冰呢。陆昭昭嘿嘿一笑，笑容颇为古怪。太子总觉得陆昭昭语气不对。你说父皇被戴了绿帽子，是他之前的未婚夫吗？不是。他进宫后绝不可能再认识外男。突的，太子神色一变，难道他养太监？你不敢想，你胆子不够大，你父皇会气死的。真的，这是我吃过最大的瓜。那个他当年生了个死胎，抱养的大皇子在身边，这都不算事儿。太子脚下一软，这个瓜到底得多大？可陆昭昭不愿多说。你不要生惠妃的气，她绝对不可能和皇后争宠。太子想要偷听他的心声，发现他心底笑个不停，只得作罢。陆昭昭出宫时，正巧遇见六皇子也背个包包要离宫出走。本宫也不想上学，本宫也要离宫出走。朝阳公主都推迟1个月上学，我为什么不能？我不服，我也要推迟上学。瞧瞧你带出什么风气，大家都跟着学还得了？悄悄离开才是真的离家出走，大张旗鼓的离开是为了被挽留。我走了，我真走了，我真的离家出走了。你们快去禀报父皇，
没有1个月假期，本宫不回家。陆昭昭都用离家出走威胁父皇，得到1个月假期，自己一定也行。六皇子给自己打着气，此刻的他哪里知道，人家换来1个月假期，他换来一顿毒打。那去跟着他哦，把他要饭的碗打烂，要到的馒头、银钱都抢了。再叫几个兄弟，把他收拾一顿，让他明白世间险恶。陆昭昭骄傲地看着太子，现在能不能杜绝这股歪风邪气啦？我有本事养活自己，离家出走也能闯出一片天，但是他们想学我，哼，下辈子吧，看我不狠狠撕烂他们的伞。好好好，干得漂亮！这股歪风邪气直接就被扼杀在摇篮。娘亲，娘亲，我回家啦！家中却来了个头戴红花的婆子。许氏极少甩脸色，此刻却是面色难看得很。花婆婆，请离开吧，芸娘对此无意。哎呀，许夫人，您好好考虑，您虽是许家女，可已经出嫁多年，总归不能靠娘家一辈子啊。咱们女人呐，到底得有个依靠。再说，对方家世不错，已经是您能选择的最优项了。人家说了，会将这几个孩子视若己出，定不会亏待他们。许氏面色难看。登之，送客。哎，许夫人，你好好考虑考虑啊。哎，你媳妇儿要没喽，有人给娘亲说亲呢。陆昭昭幸灾乐祸。真的？看在你替我做作业才通知你的。容彻急得团团转，陆昭昭见有人操心，这才悠哉悠哉地回家。对了，昭昭，这几日京中不安生，夜里不要出门，知道吗？出什么事了吗？近来京中出现采花大盗，已经有许多女子遇害，对方身手极好，且心狠手辣，他所入房门无一个活口，且被害者有一个共同点，皆是34岁。他临危受命，今夜要去抓人，不许偷溜出去，让母亲担心，知道吗？陆昭昭这才正经点头，绝不给大人添乱。我已经在府中留了人，别怕。采花大盗，难道还能看上我一个30来岁的妇人？夫人，您说这话，奴婢可不服。您和离后，面容一日胜过一日。哎，再说，奴婢可听说这回的采花大盗只挑年轻妇人，据说遇害的女子已有4人，每个都是34岁左右。登之有些忧心，许氏今年正好34岁。放心吧，府上有昭昭的暗卫，还有荣将军的人。陆昭昭突然从睡梦中惊醒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眼中满是惊慌。玉书姐姐毫无反应。安威叔叔依旧毫无反应。娘亲，娘亲！整座宅子都透着诡异的寂静。我比夫人年轻，我来伺候您好不好？求您饶过夫人。登之，不要！他明白来人能走到这里，代表外面的防守近乎全破。你今年34？是。34，又生在冬季。你可见过这个东西？男人手指苍白，掏出一张纸，纸上画着一块玉佩，是龙纹祥云佩。许氏眼神微缩，随即很快低下头。不曾。登之呼吸微紧，只乱了呼吸，便被男人察觉。你见过玉佩，对吗？在哪里？他缓缓看向许氏，眼神透着疯狂。玉佩是你的，对吗？哼，原来你已经躲在这里。我一生向善，从不与人结仇。你到底是谁？许氏如今哪里不明白，对方恐怕本就是为他而来。前几日遇害之人都做了他的垫背。为何？只因你原本就该死，你不该出生。将玉佩给我。
男人提着刀步步紧逼，许氏倒在地上，一步步后退。你与许家有仇？许家算什么？他也配与我们为敌？看来许家将你瞒得极好。许家从未告诉你你是养女吧？哼哼，养女？怎么可能？绝不可能！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今夜你都不可能活着踏出大门。交出玉佩，我让你死个痛快。许氏紧咬着唇，玉佩已经给了昭昭，他断不能将人引过去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别怪我。男人眼神打量着许氏姣好的身形，眼底涌动着疯狂。没想到有朝一日，我竟能睡到如此高贵的血脉。娘亲，娘亲！昭昭，出去！男人目光看向了门外。我可以服侍你，你放过他，他只是个孩子。男人捏住许氏的下巴，他眼神放肆地在许氏身上流连，还来不及做什么，便听得一道轰的声音传来。娘亲！瞧见屋中一幕，只觉浑身血液几乎凝固。昭昭，快走！他是你的血脉。许氏死死抱住男人的腿，不许他再靠近昭昭分毫。昭昭，快走！你找死！他用尽力气，手中长剑亦不受半分控制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何伤我母亲？男人只觉仿佛被人掐住咽喉，整个人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攥向半空中。南国，是你出现了，你撕我母亲衣裳，我便撕碎你的神魂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突的，整个人炸裂开来。昭昭，你怎么了？许氏一点点抚平昭昭的失控，充满杀意的眼睛在许氏温柔的摇篮曲中多了几分困倦，靠在许氏怀中沉沉睡去。大雪纷飞，荣彻顶着满头积雪，带着人在街上巡逻。突的，荣彻艰难地扶着胸口，我要回去一趟。哎，将军，您家在这边。你为什么才回来？你为什么才回来啊？瞧见他的瞬间，眼泪大滴大滴落下。别怕，我来了。荣彻心痛不已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他将许氏抱回自己寝屋，打来热水，又去拿来换洗衣物。你与昭昭泡个热水澡，免得受寒。我不出去，我不走，我就在屏风外坐着。紧绷的许氏稍稍安定，陆昭昭从头至尾不曾睁眼，似乎疲惫极了。睡吧，我不走，我给你们守夜。许氏看了他一眼，坐在床头没说话，低敛着眉，微垂着头。荣彻心疼不已，握了握拳头，轻轻抱住他的肩膀。他的认错让许氏毫无顾忌地痛哭。荣彻见他哭出声，这才放心。许氏也不知自己哭了多久，紧绷的情绪放松，不知不觉便哭着睡去。荣彻将他放在昭昭旁边，掖好被子，有礼地守在门外，同时命人处理隔壁陆家之事，再命人回宫上报。此人绝不是北昭人，唯有南国侍奉神灵的国度有此能力。荣彻再一次后怕，差一点点。陆昭昭这一觉睡得极好。我梦游了。这是荣将军府上，大概需要3日，咱们才能搬回去。府上出了大事，荣将军不放心，要亲自挑选侍卫。陆昭昭猛地想起昨夜之事。娘，夫人没事，荣将军已经请过太医给他看诊，开了几副安神药，
别怕，一切都过去了。陆昭昭乖巧的点头。哪里还有昨日的杀神模样？昭昭睡醒了。幸好娘亲没事。他此刻只隐约能想起自己敲门前的事儿。敲门之后，他已经记不太真切。是荣叔叔救了我们吗？许氏一怔，荣彻与太子正好入门。对，昨夜荣将军救了你们。对，荣叔叔定会保护好你们，再也不会让你们受伤。太子知晓荣彻与许氏之事，也不曾隐瞒荣彻。太子哥哥，你手怎么这么凉啊？太子没说自己太过担忧，只笑称穿得少，时不时将手放在他鼻子边，一遍遍确认他有呼吸，才敢放心。拿开，挡我鼻子了！怎么老摸人家鼻子呢？太子确认完陆昭昭的情况，便早早回宫复命。皇帝担忧陆昭昭的情况，再者父皇与母后昨夜里大吵一架，太子不甚放心。早知便强行让你搬回许家了，可真这吓得人魂飞魄散，爹娘也吵着要来看你呢。许家听得消息，刚下朝便匆匆赶来。许逸婷仔细打量许氏，见他安然无恙，才松口气。幸好隔壁是荣将军，不然怕要出大事儿。众人并未对外宣扬陆昭昭杀人之事。唉，你这前脚刚和离逃出魔窟，怎么又遇上这等事儿？等护国寺方丈回来，我定要带你去求个平安符，竟摊上这等无妄之灾。算不得无妄之灾，反倒因我而起。劳烦大嫂，等会儿去陆家账上取些银两，给这次受害的家庭一些补助，全当尽点心意吧。大嫂正要问，便见许氏从怀中掏出龙纹玉佩。许逸婷眼色微沉，这是何意？昨夜那人为这块玉佩而来，我不是许家血脉，对吗？许氏带着几分泪意看向大哥。许逸婷目光悠远，仿佛陷入过往的回忆中。那时娘刚生下三弟不久，睡梦中她总觉得自己耳边听到婴孩的哭声，她无数次起身查看，可哭声又戛然而止，就像是她的幻觉。母亲心慌不止，坐立难安，她总觉得冥冥之中有什么召唤她。许逸婷叹了口气，原以为这件事会深埋心底，却不想竟给妹妹招来大祸。当时天还未亮，暴雪纷飞，可娘执意要出门看看。我们哥儿几个正是顽皮的时候，便随着母亲一同上了马车。或许冥冥之中自有注定吧。母亲她顺着心中的指引，在城中穿行，快要出城的位置，听到一阵虚弱的哭声。发现你的时候，你躺在襁褓中，襁褓已经被暴雪深埋。娘将你抱回去，发现你的襁褓内侧缝着个兜，玉佩便藏在其中，给你取名石云，想着你出生多磨难，只盼未来时来运转。那时他们几兄弟最开心的便是家中多了个妹妹。许氏双眼含泪，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许家给予的一切，可从未想过自己竟不是许家女儿。芸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咱们就是因此才不愿告诉你，生怕你有心理负担。他进门时，许时云尚是孩童，他当孩子养大的。当年你的襁褓还有一身衣裳都收在许家，你若需要，大哥差人送来。这些年我们暗地也查了一些，你身上的襁褓似乎来自南国。昨夜那人便来自南国皇室，这块玉佩是南国皇室传承之物。将此玉佩收好，莫要示人，是福是祸暂且不知，你也不必害怕，家中定会护你周全。许氏对着大哥深深一拜，强忍着泪意。我想回家给爹娘磕个头。娘，你不要哭哦，昭昭给你亲亲。陆昭昭小手暖暖的，手忙脚乱的替母亲擦泪。哎呦，杀千刀的东西，竟敢害我芸娘！不怕不怕啊，娘在此，看谁敢欺你！
爹娘，是余娘不孝，生而不养，断指可报；生而养之，断头可报。非生而养，永世难报。余娘这辈子永生永世都还不清您的恩情。他郑重地对许家二老磕头。谁要你还？还不快起来！地上凉，冻坏腿，你娘可要心疼。老太夫瞪了他一眼，但眼底满是藏不住的关切。你呀，只要你过得好，娘这辈子便安心。他对芸娘倾注的感情甚至超过了3个儿子。是上天将你送到许家，能抚育你是我们的福分。你永远是许家的女儿，万万不可乱想。若再犯糊涂，我可要打断你的腿。嘿嘿，打我的，我替他挨打。镇国公竟生出你这么个憨货。荣彻咧嘴直笑。住在荣将军府上，到底有违礼数，暂且便住回娘家，正好陪陪娘。咱娘儿俩都许多年不曾同住了。好，芸娘也想念母亲。最终只有荣彻一人落寞地离开许家。临走前，许氏瞥了他一眼，将墙上开道门吧，别整日跟个登徒子似的爬墙。荣彻眼睛亮得灼人。好。他笑得合不拢嘴，一边走一边笑地离开。第2日天不见亮，皇帝便传陆昭昭进宫。真是混账东西，竟然对朕的昭昭出手。好在昭阳公主神通广大，这才免遭遇难。荣彻并未瞒着皇帝，他发现皇帝似乎对于陆昭昭有种莫名的追捧，不论多么牛哄哄的事儿，他都接受良好。皇帝见陆昭昭并未露出异样，才放心。昭昭陪朕去劝劝皇后，婉儿与朕置气呢，大抵又是因着惠妃。不知为何，他对惠妃印象极差，对她抱有偏见。皇帝轻叹口气，他虽贵为天子，但也是凡人，有自己的私心。他给皇后地位，给惠妃偏爱。惠妃是个极好的人，你若与惠妃相处，也会喜欢她。只她性子清冷，看着拒人于千里之外，实际呀，她心软着呢。有没有可能他只是拒你于千里之外呢？皇后便对她成见颇深。那是因为他老勾搭皇后，皇后发愁呢。那是因为他老勾搭皇后，皇后发愁呢。昨儿团年饭后，惠妃去拜见他，竟被他关在门外，下惠妃面子。朕劝慰2句，他倒不领情。皇帝总觉得皇后对惠妃有成见。丈夫的心上人总勾搭她，她能不害怕吗？惠妃这性子，当真10年如1日的不曾改变。当年他对朕便不假辞色，从不曲意逢迎，如今依旧如此。后宫众人都捧着皇帝，唯独惠妃冷冷淡淡。皇帝反倒觉得她真实。太子急得挠头，昭昭的心声让他如坐针毡。众人来到皇后宫门外，竟正好碰见惠妃的轿辇停在门外。惠儿，皇后不领情便罢，你何至于总在她门前受罪？你们这群狗奴才，还不将惠妃请进去？这冰天雪地的，若冻伤个好歹，定要你们好看。陛下，你不许斥责皇后娘娘。惠妃眼底满是认真。皇帝无奈。罢了罢了，你还护着她，她是中宫之主，你每每请安，连殿门都进不去，成何体统？皇帝也不懂，明明皇后颇识大体，甚至对整个后宫都极为宽和，唯独见到惠妃避如蛇蝎。你手中提的什么？啊，是妾身亲自给娘娘做的点心，是娘娘最喜欢的栗子糕，还有八珍糕。你有心了，你都不曾给朕送，反倒时常给他送，他倒是不知好歹。皇帝拉着惠妃的手，心头大受触动。惠儿，你随朕进宫本就委屈，如今你更是连后宫嫔妃都如此上心，让朕怎么忍心？妾身从未想过要与后宫姐妹们争宠，妾身
也从未想过独占陛下。陛下是后宫的，是大家的。惠妃性子清冷，从不似妃嫔一般低三下四地求他宠爱。如今见到惠妃为他巴结皇后，皇帝心头感动万分。咦，冤种冤种大冤种，皇帝都快感动哭了吧？他当然不独占你，他只想独占后宫的姐姐妹妹们。走，今儿朕做主，带你进去。想要拦的嬷嬷只得退下。哎呀妈呀，修罗场，见过戴绿帽子的，没见过自己给自己戴的。太子已经开始捂脸，不忍直视。唉，逼得端庄大度的皇后娘亲拉脸，她到底干啥了呀？瞧见惠妃，皇后眉眼霎时耷拉，脸上的笑容都收了几分。皇帝眉宇不悦。惠妃在宫门外等了半个时辰，你怎不让她进门？他与皇后相敬如宾，还从未见皇后使小性子。惠妃见皇帝给皇后下脸子，当即面色一黑。妾身愿意等，妾身愿意等，一切与皇后娘娘无关。他刚靠近皇后，皇后却飞快地避开，仿佛被他触碰都极其难受。皇帝瞧见这一幕，越发恼怒。婉儿，你素来识大体，从不是拈酸吃醋的性子，如今怎容不下惠妃？娘娘，这是妾身亲自做的糕点，娘娘快尝尝，里面加了些许山楂，颇为爽口。本宫不吃，惠妃娘娘带走吧。皇帝茶杯重重一放，好歹碍着太子在场，并不曾说重话。这是惠儿一片心意。皇后冷笑，看着皇帝的目光像看冤种。本宫不差这点心意，惠妃娘娘无事，莫要来寻本宫。你看看你，哪里像一国之后，如此小肚鸡肠？这就是容家的教养吗？皇帝当真动了怒。惠妃见皇后眼眶发红，心疼得面露焦急。娘娘不吃便不吃，你强求她做什么？你一点都不懂女人，女人不是你的附属物，你应该尊重她们。他还不忘给皇帝上眼药。皇帝无语，总觉得他这话像在内涵什么。我不像陛下，我懂娘娘，我绝不会强求娘娘，我尊重娘娘的所有选择。陆昭昭突然抖了抖，浑身冒鸡皮疙瘩。皇帝也有些不适。罢了。皇后脸色泱泱的，一句话都不想说。下个月初8是娘娘生辰，妾身准备给娘娘一个惊喜，娘娘定会喜欢的。皇帝有些吃味儿，惠妃对皇后比对自己都好。瞧瞧惠妃对你多上心，每年生辰都早早备礼，你打个喷嚏，她便巴巴的给你熬药，手都烫得起泡，来不及包扎，冒着雨都要给你送来。要收了，要收了！皇后娘娘动容了，她竟然快把娘娘劝动心了。她在做什么？要死啊！皇后娘娘抬头看了一眼惠妃呢，哇！见太子咳嗽剧烈，满脸通红。下午让太医瞧瞧，当心染风寒。哦，对了，娘娘这段时日喝些乌鸡汤对身子好，近来天寒排排湿气，娘娘便不会肚子疼。她甚至记住皇后的月事日子，连皇后肚子疼都知晓。皇帝眼皮一跳。你还记得朕最爱吃什么吗？清冷的惠妃面色微滞。宫里的3鲜鱼翅好吃，那是贤妃爱吃的。蟹肉羹也好吃，那是秦贵人爱吃的。惠妃甚至不曾停顿，便能信手拈来。皇帝渐渐露出震惊，惠妃竟如此清楚后宫嫔妃的喜好。惠儿有心，你竟为朕付出如此多心思。众人纷纷沉默，沉默震耳欲聋。咦，真是修罗场啊！我替皇帝爹爹捏把汗，他快把皇后娘娘劝成啦。父皇，儿臣饿了。太子默默提醒宣平帝，他真受不了啊！惠妃竟然看上了母后。传膳吧，这道宫保芋头味道不错，你尝尝。他终究是要给皇后脸面的。皇后看着碗中的芋头，眉头轻蹙，正想寻个说辞。陛下，您与皇后娘娘几10年夫妻，竟不知娘娘不能吃芋头吗？妾身记得前些年皇后娘娘无意吃过一道菜，原材料是芋头，当时吃完，娘娘便提前离席。
第2日脸上便多了几颗疹子，想来是吃不得的。陛下粗心大意，但辉儿一直记着呢。说就说，你咋还内涵皇帝爹爹不上心呢？夹枪带棍的，但是我喜欢，搞事情搞事情。陆昭昭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气得太子直咬牙。皇帝面上有些尴尬。婉儿，你竟不能吃芋头？自小便吃不得，他只诧异，当时他提前离席，并未惊动任何人，惠妃竟看在眼里。劳烦惠妃上心，陛下后宫嫔妃众多，哪里记得下来啊？不似惠儿，只记得住娘娘。你们能好好相处，朕便放心了。皇帝很是欣慰。昭昭，你今日怎连鸡腿都不吃？撑得慌。八卦吃多了，鸡腿都索然无味。不经意间，怀里的零嘴落在地上，陆昭昭便滑下凳子去捡。哇哦，刺激！陆昭昭心声猛地叫起来，吓得太子筷子都没拿稳。皇帝爹爹，你敢不敢蹲下来看看？惠妃娘娘在偷偷勾皇后娘娘的腿，吃到大瓜，吃到大瓜了！陆昭昭心声嗷嗷叫，急得太子鼻尖冒冷汗。那是我母后啊，你吃瓜好歹顾及顾及我。太子就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却又不敢露出端倪。一场午膳，只皇帝吃得开心，众人皆是魂不守舍，心思各异。午膳刚结束，皇帝便匆匆回到御书房批阅奏折。太子实在见不得这修罗场，昭昭每日午膳后都要午睡，等午睡后，本宫来接你。陆昭昭点头应下。婉婉，你别总是避着我，你这般让我心中难受。陆昭昭微眯着眼睛，耳朵高高支起。本宫为何避你？你心里没数？上回你来探病，你脱光爬本宫床上什么意思？哇，难怪皇后娘娘怕他，这能不怕吗？那时娘娘风寒高热的厉害，太医又退不下热，您一直寒冷，惠儿心疼，情急之下，这才爬床。是的，脱得精光。男人到底有什么好？睡觉打呼噜，便是一天洗800回，身上都臭烘烘的。他后宫嫔妃无数，不像我，心里只有婉婉。是，他是给了你无上荣光，可他真的关心过你吗？你爱吃什么，心里想什么，什么不能吃，他从未关注过。他给你地位，却给不了情感呢。你真的甘心吗？宫中寂寥，长夜漫漫，他有无数妃嫔，可婉婉呢？他从不顾及婉婉的情绪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时刻关注着婉婉。婉婉15岁入宫，还是个单纯的孩子呢。那般娇小的一个人，穿着锦衣华服，面对吃人不吐骨头的后宫，该多怕呀！他竟不给你撑腰，让你小小年纪独自面对豺狼虎豹。那时你偷偷躲在被子里哭，我都知道。托皇帝的福，惠妃好不容易与皇后独处，哪能不趁机表明心意呢？我心疼，真的心疼呢。皇后愣神的功夫，惠妃猛地攥住她的手。哇，惠妃拉皇后娘娘的手啦！皇后吓得一哆嗦。进宫非婉婉所愿，婉婉一生由不得自己，我不敢强求婉婉，只要能与婉婉说说话，能看到婉婉，便是此生所愿了。皇后身形一顿，惠妃眉宇露出窃喜，正想趁机抱抱皇后，便听得帘子内陆昭昭的梦呓：不要跑！吓得惠妃猛地松开，皇后心脏砰砰直跳，慌忙后退2步。不得胡闹！素来庄严的眉宇微透着慌乱。昭昭，可是梦魇了？眼角的余光瞥到惠妃失落的离开，皇后偷偷松了口气。真吓人！每次惠妃摸她，她浑身直冒鸡皮疙瘩。我做了个噩梦，梦到有人在海里打鱼，
海里的鱼快被一网打尽啦！傻孩子，海里的鱼怎么打得进呢？皇后给陆昭昭穿上厚厚的衣裳，将她裹得严严实实，亲自抱着她去御书房。求陛下，求皇后娘娘做主啊！江嫔太过霸道，明明是秦贵人不讲理。两人纷纷指责对方，皇帝听得头大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大打出手，成何体统？江嫔太过霸道，妾身一早便起来熬参汤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她竟要给妾身倒掉。江嫔不甘示弱，贱人，明明是我先倒的，要喝也是先喝我的。果然，两人身后的丫鬟各提着一个食盒，先喝我的，先喝我的，我位分高，先喝我的。两人竟当着皇帝的面大打出手，皇帝颇有些惊讶。江嫔和秦贵人都多少年没争过宠，给他送过汤了。罢了罢了，朕一碗水端平，全都喝，全都喝，可好？皇帝摆了摆手，两个食盒打开放在桌上。说来也怪，往年后宫嫔妃为争宠手段层出不穷，这几年竟安分许多。突然遇见为争宠大打出手，皇帝竟颇为新奇。啊！哎，等等！看着皇帝欲言又止。朕雨露均沾，绝不厚此薄彼。江嫔，朕也没忘了你。他又端起江嫔的碗。陛下，其实……秦贵人拉了拉江嫔，江嫔呼得住嘴，只是脸色很难看，比方才打架还难看。皇帝左边碗喝一口，右边碗喝一口，看向两人。朕公平吧？公平。下次可不许再为朕大打出手。你们寻惠妃去解解闷吧。瞧着好像不是为皇帝爹爹争宠啊，不会争的是惠妃吧？陆昭昭觉得他大概发现了真相。妖兽啦，已经发展到大打出手的地步了吗？鱼多了不会翻船吧？皇帝爹爹，你要多关心关心后宫的嫔妃哦，你不关心，别人会替你关心的。你这小家伙懂得可真多，小小年纪操心朕的后宫。放心吧，后宫有惠妃和皇后，万事大吉。皇帝半点不曾放在心上。父皇，我知错了，我再也不离宫出走了。外面好难混，乞丐都换了心肠，踢烂我的碗，抢我的袄子，还抢我的馒头。我要读书，我再也不走了。六皇子眼泪鼻涕横流，问陆昭昭：你遇到丐帮的黑老大了吗？为人猖狂嚣张，所有乞丐的头子，江湖人称彪哥。太坏了，彪哥太坏了，迟早将父皇抄他的家。六皇子委屈极了，不断控诉彪哥的恶行。朝阳妹妹，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啊？彪哥有没有欺负你？有没有砸你的碗？为什么你能换来1个月的假期呀？因为我就是彪哥。六皇子的哭声戛然而止，呆呆地看着他，鼻涕还吹出一个泡。娘再晚来1天，我就接手丐帮了。唉，小家伙一脸后悔。六皇子喉咙一堵，哭都哭不出来，眼睁睁看着陆昭昭坐上轿辇，大摇大摆地出宫。为什么同是离家出走，相差这么大？父皇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怎么这么大呀？还有更大的。为什么？同人不同命啊！小白菜呀，地梨黄啊，优良妹妹，王良儿啊！离宫出走的六皇子换回一顿毒打。下次还敢不敢离家出走？小小年纪不学好，胆大包天。有本事你打朝阳啊！六皇子此话一出，挨得更狠。
怎么了，娘亲？你二哥这个傻子，他竟随军去边境战场了。自从他差点被害，晏殊读书更刻苦，陆正月远走边境，陆元宵书都快翻烂了。正月有想法，有冲劲儿，拦是拦不住的。你别担忧，我会让人照看他。芸娘，唯有战场升至最快。他哪里不明白，儿子这是要以命搏前程呢？第二日便听得丫鬟通报，陆宅的裴氏和清溪老家的族老们打起来了，听说打得可厉害了。据说原本每年给族老们的3000两银子，可新主母裴氏不愿掏钱。族老说3000两改成1000两，裴氏依旧拒绝。族老们在陆宅大门门前骂得可难听了，骂裴氏娼妇，骂裴氏排床的小贱人，还骂裴氏一双儿女见不得光呢。裴氏丢尽脸面，最后还是江云锦看不下去，掏1000两了了事儿，将一众族老哄回了清溪。许家众人听得连连称奇，没有许氏的陆远泽哪里还有曾经的风光？有福之女不入无福之门，你何理使他们没福气？镇国公府最绝，直接火上浇油，定制了一张超大的牌匾，敲敲打打给陆远泽送去，吹吹打打吸引了一大波人。陆远泽被请出门，瞧见镇国公府抬来的牌匾，面色铁青。有好事者大声喊道：快掀开红绸看看，送的什么牌匾？陆大人，快掀红绸啊！陆大人，看看人家谢你什么？陆远泽在众人催促下掀开红绸，硕大的好人牌匾暴露在众人眼前。好人牌匾，陆大人这是做什么好事儿了？竟惹得镇国公府送牌匾。众人猜疑不定，心头越发好奇。可陆远泽一副受到侮辱似的，绝口不提。他哪里不明白，这是谢自己合理之恩。他拳头紧握，镇国公府都是疯子，偏生他惹不起。镇国公老神在在地将手背在身后，深藏功与名。爹啊，你做什么了？给陆远泽发好人牌匾啊，谢他合离之恩。他不合离，哪有咱家的机会？儿啊，你再努把力吧。周岁35，虚岁36，毛37，晃一下就40岁。40岁的老男人。镇国公嫌弃地瞥了他一眼。爹，你这一晃就给我晃掉5年，你替我活了吗？我35啊，咋就40了？甭管晃不晃，芸娘那里咋样了？荣家今年有望娶上媳妇吗？芸娘有啥要求吗？上门的话，需要我和你娘一起嫁过来不？镇国公眼巴巴地盼着，荣彻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3棍子打不出个闷屁，咋生了你这个憨货？2月初，荣彻连夜将陆家重新修缮完毕。谢谢彻哥，待晏殊考完会试，必定亲自宴请彻哥。荣彻很开心，芸娘能将事情交给他，说明没拿他当外人。2月，陆昭昭该上学了。不想上学，不想上学。乖，听说啊，陛下让国子监新开的小班，那里的厨子很擅长做零食。陆昭昭这才缓缓睁开眼睛，换上衣裳。追风，不要睡懒觉，该起来了。他上学，狗都别想睡懒觉。为了将就朝阳公主，陛下真是费尽心思。说不得，那可是陛下的心窝窝。许多人只听过朝阳公主的名声，并未见过真人。朝阳公主的轿辇到了。轿辇停下，所有人目光灼灼地看过去。真可爱。朝阳公主不等轿辇停稳，自己个儿便从轿子上跳下来，吧唧一个倒栽，众人一愣，随即轰地笑出了声。这次我可没笑。谁笑了？谁笑的？大家憋着满脸笑，无辜地移开眼睛。国子监内皆是皇室和朝臣子嗣，院内环境清幽，颇为雅致。睡觉应该很好睡。朱夫子见陆昭昭接受良好，偷偷擦了把汗。
朝阳公主年岁最小，坐第一排，以后我便是大家的夫子，可唤我朱夫子。日常由我教授课业，首府大人会挪出时间来授课。原首府桃李满天下，机会不易，大家定要珍惜。朝阳公主有何疑问呢？陆昭昭一扭头，你们的爹娘不要你们溜，以后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夫子还要打手手，谁若不听话，手手都要打开花，可怜可怜噜。全场嚎啕大哭，哭得惊天动地。朱夫子无语，不和朝阳公主做同窗，也许是他们的劫。